打从记事起，江生就知道自己是个孤儿。他翻过垃圾，抢过狗食，也偷过人家后院。老娘养不起你，这怡红院也养不起你，给老娘滚！对外别说认识老娘，也别回来这里。哦，是小公子被家里人抛弃了呀。你是谁？你要去哪里？当然是回家。家？我没有家了。你快别哭了，我把家分你一半。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家有点破，希望你不要介意。江生长途跋涉，把小公子带回了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个破庙。年久失修，东边漏风，西边漏雨，没有木床，全打地铺。但对江生来说，这就是他的家，现在也是你的家了。我叫江生，你叫什么呀？我叫郑如谦。所以以后这里就是江生和郑如谦的家。晚上，江生把鸡脖分了郑如谦一半。我只有这些了。江生正沉浸在食物以后都要分出去一半的痛苦中，冷不丁瞄见那闪烁的金黄，差一点原地蹦起来。江生第一次觉得把家分出去半个一丁点儿都不亏。不过我们没有保护金子的能力，这些钱要藏起来。才吃了2顿，小抹布里的饭就空了。江生苦恼地看着小公子，想着到底要去哪里弄饭吃。我可以少吃一点，只要别再丢下他。有了，我们去市场捡菜吃。其实水煮菜也不难吃，但若是能撒上丢丢盐，就更美味了。待会儿你要眼疾手快，要抢，不然拿不到菜叶子的。郑如谦张大嘴巴，怎么烂菜叶也要抢的？两个人摇摇晃晃着往破庙里走，一扭头听见了细微的哼唧声。江生想装听不见，但郑如谦拽住了他。江生，有人。有你一个我就吃不饱了，要是再来一个会饿死的。不会的，江生，万一他有家人拿食物感谢我们呢？江生才不相信，四周荒凉无比，谁会舍得自己家人躺在这里？除非是家里没人了。我见过怡红院的姑姑们腿断了，都是要送去医馆的。郎中大夫，郎中大夫，我哥哥腿断了，能麻烦你帮忙医治吗？可是我们没有钱。是腿断了，别动，让我来。腿断了，有点严重。郎中唏嘘，要静养，起码3个月，半个月来换一次药。平时尽量不要挪动，但也要防止生褥疮。郎中大夫，我们真的没有钱。好孩子，不要钱，回家吧，好好照顾你哥哥。哥哥，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我没有家了。我也没有家了。我叫郑如谦，他叫江生，你呢？许墨，你们就吃这个？是啊，新鲜的菜叶呢。以后哥哥带你们吃肉。你不想吃肉吗？现在活着都费劲，哪里有以后啊？要饭？不行，不要饭就饿死。你们打算饿死吗？我们可以用那个。郎中大夫治病又抓药，你真打算一点钱都不给？许墨忍不住露出激赏之色，他没想到这样一个流浪的乞儿居然也懂知恩图报啊！这都是钱呢。如谦哥哥，你还小，我不怪你，但咱们想要活下去，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嘞。我知道错了。我可以抄书赚钱，虽然一本书只有几文钱，但起码不用乞讨。许墨哥哥，你读过书？那你能教我读书识字吗？只要不乞讨就行。
好吧，文人风骨，不吃嗟来之食。江生表示理解。小张生长吁短叹，最后决定去山里捡蘑菇。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十里铺镇紧靠十里山，村民们经常去山里捡蘑菇、挖笋子，还有厉害的猎人可以打猎物，死的卖肉，活的卖皮，值钱的紧。江生不敢肖想活物，但捡点死物还是可以的。挑了个大清早，他背上捡来的破竹篓，又找了个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旧衣裳，拉着郑如谦进了山。江生，你不是说有蘑菇吗？怎么什么都没有？郑如谦好奇地左右张望，江生面不改色。外面的早就被大家分完了，得去里头捡。大山的深处，静谧而深沉，参天大树掩盖住了日光，让视线都跟着受到影响。郑如谦还是头一次来这种地方，吓得两股战战，偶尔瞟见手腕粗的长虫，几乎要尿裤子。江生也怕，但为了养活3张嘴，为了赚到抵押抄书的2个铜板，这山一定要进，这蘑菇也一定要采。幸好村民们谨慎，不太愿意走远，所以往里没多久，他们就看到了大片的蘑菇。江生带着郑如谦飞速地捡蘑菇、拽蘑菇、薅蘑菇。没多大会儿，竹篓满了。我们走吧。郑如谦战战兢兢，生怕窜出个什么。江生没说话，把竹篓里的蘑菇倒在旧衣服里，裹紧系在腰上，继续捡，一直捡到日落西山，竹篓再次放满，2个小人儿才依偎着走出大山。江生开心极了，抱着满怀的蘑菇，轻快地回了破庙。他挑出小部分煮着吃，其余的学着村民晾在地上，据说这样可以晾掉水分，让蘑菇更容易保存。但他不知道的是，蘑菇晾晒太干，重量减少，赚的钱自然也就少了。江生一共晾了3天，蘑菇外皮已经干燥，内里依旧保持湿润。他觉得差不多了，背着竹篓要去集市，依旧是郑如谦作陪。临出发时，江生拍着胸口：许墨哥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书给你拿来。对于卖蘑菇这件事儿，郑如谦和许墨都以为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捡蘑菇不难，晾蘑菇不难，卖蘑菇也不难，难的是守住蘑菇，守住卖蘑菇的钱。从一进集市，江生就警惕地左右观望，确定那群乞儿不在，才找了个角落，把竹篓放在地上，大声叫卖。山里的货很紧俏，蘑菇又干燥无水分，很快被人买走。郑如谦望着10几个铜板，眼冒绿光，差点要原地蹦起来。啊，赚钱的感觉，他喜欢。江生却十分谨慎，把铜板一分为2，各自装起来。走吧，去抵押抄书。一直到离开集市，也没见意外发生。江生刚要松口气，走到巷子里就被堵住了。几个半大的孩子前后拦截住他们，表情吊儿郎当。交出来！什么交出来？江生装傻，想蒙混过关。他在这个镇子上生活了7年，从有记忆开始就知道镇上有一群霸王乞丐，他们经常恃强凌弱，家里有男人的不敢惹，家族庞大的不敢碰，有钱有势的避着走。像小江生一样单独生活，年龄又小，还是个女娃的，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做的弱者。还学会装傻了？霸王乞丐中为首那个10来岁的男孩子咧嘴一笑，抬手就是一巴掌，把江生打倒在地。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许打人！把钱交出来就不打你们。半大孩子瞪着眼睛，不给就打死你们。
把钱还给他。哼，我庞大山今天也是开了眼了，现在的小孩一个个胆子真大，连我庞爷都敢威胁，我就不给。有能耐你就来打我们，也还怕你不成？他话音未落，小孩就冲了过来，就一下，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庞大山翻着白眼倒在了地上。小孩沉着脸走过去，掏出8文钱还给江生，就是这么简单利落。还完钱，小孩转身要走，还好江生机灵，急忙拽住他衣袖，眼巴巴问道：哥哥，我想谢谢你。小孩一愣，冰块脸有了几分裂痕。不用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爹爹教过的。那哥哥，你现在要回家吗？我不回家。我们也不回家，我们都没有爹娘。哥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一棒子就能打晕庞大山的哥哥耶，要是有他在，以后做什么生意都不怕抢了。好。出巷子的功夫，3个小孩交换了名字。江生知道了这个哥哥的名字叫方恒，知道他父母双亡，知道他刚从坏人家里逃出来，知道他昨天才流浪到镇子上，也知道他已经饿了好几天没吃上饱饭。江生难得大方一回，用1文钱买了2个小小的肉包，给方恒1整个，另一个他跟郑如谦对半分。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我是半个？小江生，你偏心！江生语重心长：方恒哥哥刚来，我们要对他好点，这样才能牢牢抱住保护伞，才能不怕庞大山。唉，如谦哥哥总是那么笨，但凡他能有我2分才智，也不至于绕不过来这个弯呢。老板，来2本抄书。哪里来的小叫花子？赶紧走，走远点儿！江生一时不慎，被挥倒在地。我们是来做工的，不是来乞讨的，不能因为衣服就瞧不起我们。你这是门缝里看人。我们这儿抄书可是要抵押钱的，你们有钱吗？有。你说多少钱？8文钱。哼，店大欺客，我们不在你这抄了。你这里也不配摆放我哥哥抄的书。说完，在书店老板发怒之前，3人逃窜，一路奔到巷子尽头。江生还没来得及惋惜许墨的活要飘了，郑如谦就眼尖看到了家小书铺。老板，要抄书吗？要，有多少要多少。那你这里押金要多少？郑如谦轻声问。2文押金，1本书给4文钱。书生笑眯眯的。若是成了熟客，押金就免了。回到破庙，江生从怀里掏出热乎的包子。许墨哥哥，给你的。谢谢妹妹。许墨斯文地吃掉包子，执笔开始抄书。方恒看了许墨一眼，没有说话，去外头绕上一圈，找了个小木板，找来几块石头在周围垫着，再把小木板搭了上去。虽然窘迫了些，寒酸了些，但总算有个平整的桌子了。江生没多大会儿，热气腾腾的菌子汤出锅了。方恒倒是面部扭曲了一瞬，可看着其他3个人津津有味，他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味蕾。方恒哥哥不要嫌弃，咱家穷，就只有菌子，不过菌子也快没了。小江生又开始为接下来发愁，看来还得进山一趟。那个满是长虫的深山，可不可以不要再进了？如谦哥哥，你不想挣钱了吗？有钱的感觉你不喜欢吗？捡菌子就可以赚钱呢，你不要钱吗？郑如谦呆呆的挠头，有钱的感觉确实挺好的，如果不是那么多长虫，他应该也会爱上捡菌子。不想进山就不要进了，这种小人书我1天能抄1本书，足够我们吃饭的了。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把养家的重任全压在许墨哥哥一个人的身上？
反正我不是吃白饭的，如谦哥哥也不会吃白饭，对不对？对。那我们要进山捡菌子，这样一天就能赚好多好多铜板呢，对不对？江生握紧拳头。这么说起来，我们俩赚的比许墨哥哥还多，我们好棒！哇，好棒！郑如谦的眼睛都直了。走，进山捡菌子，明天再去了。江生吐吐舌头，他好像把如谦哥哥忽悠傻了。夜晚来临，许墨还想对着月光抄书，被强制阻拦。许墨哥哥只是腿出了问题，难不成还想再瞎对眼睛？咱们哪有看眼睛的钱？3个人就是要比2个人快。小江生，你前头2个是谁呀？是我哥哥。村民更疑惑了，这小姑娘在村里流浪了5、6年，什么时候有哥哥了？真的是我哥哥，这是我2哥，这是我3哥，我还有一个大哥，不过他生病了。哦，哎呀，4个孩子呀，哎，这样乖的孩子都舍得扔掉，哎，真是造孽。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排序的？当然是按照遇见你们的顺序了，叫名字多不好听，以后就叫大哥、2哥、3哥。可是你不是先遇见我的吗？郑如谦急了，我应该是大哥才对。江生没说话，瞟了一眼正在抄书的许墨。论起刚正不阿、儒雅温和的大哥气质，郑如谦被许墨甩出8条街。没关系，好歹不是老3。江生本打算再晒3天，可许墨的书只用2天就抄完了，需要去换新书。没办法，江生只能把菌子装进竹篓里，去集市叫卖。等卖完菌子，查了查铜钱，发现竟有20枚之多，比上次多卖了4文钱，就因为少晒了1天。江生兴奋极了，他还没见过那么多的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分配。我们买点米面吧，菌子好像比米面要贵，我们吃菌子有点浪费。其实是连吃了3天菌子，吃得他头晕眼花。透过破庙大门的缝隙，他隐约看到外面苍茫一片。江生一屁股坐在地上，心头满是无助与凄凉。江生，你怎么了？是冷。3哥，你比我穿的还单薄，脱掉就什么都没了。躺在草席上的郑如谦颤抖地缩成了刺猬。2哥，郑如谦醒来之后就不再哆嗦，只是嘴唇微微发白。今天要去给大哥换药，把金豆子给郎中大夫，剩下的钱我们买棉被。离医馆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他看到一队人从医馆里走出，在他们身后是被枷锁套住的郎中大夫以及郎中大夫的夫人。我说，你怎么忽然停下呀？低头，别看他们。方恒迅速垂下脑袋。郑如谦慢了半拍，跟带刀捕快对视一眼，幸好他眼神呆滞，活像地主家的傻儿子。带刀捕快们只是瞟了一眼就扭过头。嘴巴这么严谨，许县令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跟我去县衙地牢，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巴硬，还是县衙的刑具更硬。江生眼角含泪，不明白郎中大夫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对待。方恒表情阴冷，眼神森凉。大哥的腿可怎么办啊？是呀，郎中大夫都不在了，谁给我们看病呀？只能去县里了。我们在这里等等，万一郎中大夫回来呢？大家没有异议，他便推开了医馆的大门。等了大半天，始终都没有人来。江生饿得受不住，拉着方恒出去买了4个包子。回到医馆，一人一个热乎乎的包子啃上2口，可真幸福。冷不丁有木头挤压的声音响起，江生吓了一跳。是谁？
入目就见一个瘦瘦弱弱的小男孩蜷缩在木箱的角落，看见江生，他似乎吓了一跳，双手捂着脸，身子微微颤抖。你是谁啊？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叫温之允，我爹和我娘被一群坏人拉走了，他们让我藏起来，说如果1天之后没回来，就让我一个人有多远跑多远。温之允强忍着难过，声音越来越小。温之允跪在2具尸体跟前，江生心底一惊，他们似被狠力折磨过，身上的肉都不太完整，遍体鲜血淋漓。江生，不要看。但残忍的一幕还是烙印进了江生的眼里。爹娘，你们让雨儿怎么办呢？小哥哥，你要是不嫌弃，就跟我们一起吧。温之允只是犹豫了片刻，就点了点头。好吧，四哥，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爹娘，雨儿不孝。回到医馆，温之允一直垂着头，悲伤又恍惚。你们是要治断腿吧？我跟我爹学了几年，勉强也会一些，只是没我爹医术精湛，你们可能要忍着点。他说着，眼眶再次包满泪，应该是想起了爹娘。好啊好啊，这医馆是不能待了，四哥，你带着东西跟我们回家吧。家？没有爹娘的家吗？江生发愁，5个人要怎么生活呢？他应该做点什么，才能天天饱饭，顿顿有肉？江生，怎么愁成这样？大哥，我们需要挣钱。我抄书就够了，你不需要为这个发愁。我可以出诊看病，只是治不了重疾，不能帮别人打架，收保护费。剩下一个郑如谦，不甘落后的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别难过，我跟你一样，都是什么也不会。我也会赚钱的，一定会的。江生沉思半天，最终决定从医术这方面下手。我们去给四哥拉客。大门吱嘎一声被打开了，赵伯伯的大儿子正皱着眉头往外走，里头时不时传来哎呀哎呀的声音。今天没吃饭，走走走。赵大柱不耐烦地摆手，上次偷我家平车还没跟你算完呢，再来就还打你一顿。大哥哥，赵伯伯是不是病了呀？天气寒冷，要注意保护身体啊。是昨天吃了些坏肉，我都说过不能吃，他非要吃，今天就起不来了。哎呀，这毛病可严重，得赶紧治。赵伯伯年纪大了，经不住这样折腾。我当然知道，可镇子上的医馆大门紧闭，听人说郎中遭了不测，再往县里走，我爹他又不愿意，宁肯躺在床上叫。大哥哥，我有个哥哥学了些医术，你若是不放心，可以请他来看看。只是他年龄有点小。哦，快请小郎中，快请！赵老伯正有气无力的哀忧，瞥见一堆孩子进来，没好气的抱怨：哎呀，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让小孩来家里玩啊？小郎中，快给我爹看看。温之允伸出把脉的3根手指落在赵老伯的手腕上。四哥，别怕，还有我们在。虚无力，3轻1重，可有粪便桥梁炎。江生脸都苦了，便带赤色脓血，是长期误差。小郎中，救救我爹吧！白芍3钱，当归2钱，黄连1钱半，木香1钱。小郎中，怎么不写了？这方子里的药1天就得吃掉100文钱，想要治好病，最低也要连吃7天。都怪你个老东西，非要吃那块肉，都说放坏了还要吃，结果命都吃没了。温之允闭着眼睛思索，突然想起自己曾无意中翻到过一本古籍。我有个偏方，但是没有亲自使用过，你们不想花钱就试试。取蒜头切成细末，加白糖搅拌均匀，早晚饭前吞服，连用7到10天。小郎中，若是我爹有身子不适，我还去找你。我就在村口破庙里。赵大柱感激不尽，塞了5文钱在他手里。大哥哥，我们出诊只要2文钱，抓药另算。
5文钱出诊也不算贵，为什么要还回去3文啊？笨蛋二哥，4哥才刚出诊，当然要足够便宜。路上遇到了些相熟的村里人，江生就会蹦起来摆手。我们是去给赵伯伯治病了，赵伯伯生病了，我哥哥会治病，他可厉害了呢。江生，村里人采那一点菌子做什么？散着晒成干货，来年再售卖。张姑姑家里就是如此。可是干货没有新鲜的山货受欢迎啊。大家也知道呀，但是每天采几个蘑菇，就是想卖新鲜的，不够1顿也没人买。话音刚落，他双眼一亮，猛地看向郑如谦。郑如谦更兴奋，假如我们把大家手里的蘑菇凑在一起，再拿出去售卖，不就够卖了？我们赚到钱再分给大家。不对，人家凭什么把东西给我们，等我们卖出去了再给钱？我们应该先把他们的山货买下来，再卖出去。那你能保证卖的钱高于买入的钱吗？郑如谦想说不能保证，可扭过头看看几个哥哥弟弟们，抄书的抄书，治病的治病，会功夫的会功夫，只有自己是个笨蛋小废物。这一刻就是有千般畏惧，郑如谦也只能咬牙点头。能。江生认真的点头，认真的思考。二哥，我支持你。首先上门的是张姑姑家，作为整个十里铺村唯一对江生释放善意的妇人，张家门前。周芷强，你是个畜生！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姑姑，张姑姑，是饿了吗，小江生？江生摇摇头，快回去吧，孩子，天冷，快走。姑姑，你没事吧？张姑姑却没有回答，反手把门拴上。好在里头没再传来呜咽哭泣声，反而是男人咒骂着抱怨了2句。兄妹2个去了另一家收菌子，刚上门的时候，村民们总是警惕异常，以为是村头的小企儿来要饭了。哎呀，去，没有吃的。叔叔伯伯，我们想买你家的菌子。买菌子？你没有钱买菌子？这是我远房表哥，家里做生意的，听说咱们村里有菌子，特上门来收，也是靠着我的关系才来伯伯您家里。您要是不愿意，咱就去别家看看了。哎，等等，伯伯您放心，我表哥家里可是有几十上百两的身家，只要他愿意，以后还来收咱们的菌子。干嘛要说我有几十上百两银子？我只有20个铜板。不说你有钱，谁会把菌子卖给我们？江生拉着郑如谦回到破庙，把菌菇铺开晾晒。深冬的阳光已经微弱，晒个2天的效果还不如从前1天。你们花市价收回来这些菌子，再晾晒一番卖出去，即使价格不变，重量上也减少了。郑如谦看了江生一眼，这也是他们商量过的。压价收菌子不太现实，一是大家还不太信任他们，二是太低了，村民们宁愿晒干也不会卖给他们，倒不如直接拿市价出来，既能博取信任，又能跟村民们笼络关系。到了市集，新鲜的菌菇果然被热情问价。可当江生把2文钱1斤的价格提升到了5文钱1斤，热情的姑姑大姨们就消失了。还有个不屑道：不就是点破菌子，居然敢卖5文钱1斤，疯了呀！我们是不是卖太高了？要不3文钱1斤算了。就卖5文钱1斤。眼看市集就要结束，江生的心也在摇摇欲坠。直到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摊前。你们这菌子卖5文钱1斤，能便宜点不？伯伯全要吗？全要4文。啊，全要了。伯伯您看，高高的9斤，一共36文。中年人没有废话，丢了36个铜板出来。伯伯，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菌子，您要吗？如果一样新鲜，我都要。新鲜，都是新鲜的。伯伯如果不需要晒干，我们甚至可以当天送过来。
我可以收，但不会再来镇子上。你们若是想做这桩生意，就送到县里的悠然居来。悠然居，听起来就很气派。江生也去过县里，郑如谦就是他在县里怡红院后门捡到的。难道是新开的？看了眼郑如谦，这个一直都傻乐呵的小胖子陷入到了莫名的凝重中，显然是想起了些不愉快的回忆。二哥，你怕不怕去县里？怕不怕呀？我才不怕呢，倒手净赚了16文，别说是个县里，就是刀山火海我都去。好，我陪二哥一起去。方恒不明白，去个县城怎么就跟上刀山下火海相提并论了。三哥，我有事求你。你要打断一个人的手脚？不打断手脚也行，只要让他没法动弹就可以。挑断手筋脚筋吗？这好像更残忍。断手断脚还能恢复呢，筋断了就是彻底废了。周家的那个伯伯老是打姑姑，我就是想让他安静点，不要再打姑姑了。如果是这样，倒也不难。回了破庙，路上他们商量了一个对付周志强的方式。那个周伯伯看我不顺眼好久了，好几次要不是我机灵跑得快，早就挨打了。我看光有一个坑不够，要不里头加点石子吧？加点削尖的树枝，加点狗屎。温之允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捧着一个冬眠的刺猬扔进坑底。江生果然把周志强引来了，他甚至没来得及吐舌头做鬼脸，只探探头，喝醉的周志强就骂骂咧咧。那不是老偷吃我们家东西的小贱种吗？没爹没娘的东西，吃了我家的，给我吐出来！吐出来！还敢跑？看老子不打死你，把你的腿打折，把你卖了！他醉眼迷蒙，冷不丁一脚踩空。谁他妈挖了个坑，害人啊！哪来的刺猬？张姑姑闻声而来，看到当家的这个模样，吓得软倒在地。你这个贱婆娘，把我拉出来！快把老子拉出来！没用的东西，拉我呀！他好吃懒做，一身横肉，张姑姑却单薄如纸，伸手一拽，差点没把自己摔进坑里。没用，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他都这样了，还要打姑姑骂姑姑呢？难道真的要打断他的手脚吗？书里讲过，问题要追根溯源，张姑姑挨打受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周志强，那是谁？是张姑姑自己。她若是无法反抗，即使杀了周志强，将来还会有赵志强、李志强，无数个志强。那周伯伯这样欺负张姑姑，就没有惩罚吗？怎么没有呢？要推着平车往镇里送，正巧赵大柱在，惋惜地告诉他们，镇子上的医馆出事，夫妇俩都没了。不过村口破庙里有个小郎中，年纪小但医术不凡，我爹长期用偏方治了几天，竟然好转了。他诊费还便宜，只要2文钱。此话一出，周家人喜出望外，赶紧着人来破庙里请小郎中。一行人抵达周家，周志强比之前还要暴躁，一会儿指天骂地，一会儿吆喝张姑姑搬东搬西，直到看见温之允才闭上嘴。不过扭头瞧见后头的江生，他脸色一变，又要开骂。小贱种，谁让你进我家门的？赶紧滚，滚出去！我妹妹是贱种，我们也是贱种，我们不配进你这庭院。哎，别走啊！腿部需要温水清洗，创口必须擦拭干净，有尖刺石子的也要拔出，不能残留。庄户人家手粗脚粗，做起事情来一点都不细致，没2下就弄疼了周志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娘，叫张氏来，叫他来啊！
周家人这才想起来还有个儿媳妇儿，扭过头正好看见江生在拉着张姑姑细声说话。赵氏，还不过来帮忙！张姑姑被吼得一个机灵。这位姑姑，请去找一些冰水来，再要2块布。周家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清理伤口，挖开皮肉，把里头的木头碎屑、小石子以及熏臭的狗屎清理出来。创口不能沾水，5日换一次药，约莫半月就能结痂。相较之下，脚腕的淤肿更为致命，若是不好好处理，落下残疾，将来便只能做个跛子。此话一出，周家人魂飞魄散。小郎中，小郎中，求求你救救我儿！其实也能救治，只是有些难罢了。今日他扭伤，先用冰水外敷，明日以后改用热水，再用柔嫩的手指轻轻按摩，假以10日，应该能恢复正常。大娘，您的手指太糙了，需得这位姑姑的手按摩才行，但切记这段时间不要让她再做杂活，免得伤了手，就按摩不了了。你租了驴车，这得多少钱啊？今天赚的钱恐怕都要砸进去。我不是租的。不是租的。郑如谦很是发懵，扭头看看左右。2斤的金豆子等于3两白银，1两白银1000个铜板。你是要700个铜板，还是要半两碎银？要700个铜板。会赶驴车吗？几个小人头齐刷刷看向方恒，应该算会吧。2哥、3哥，你们把大哥抱上马车，我们去送君子。我被点到名的许墨满脸疑惑，但很快他想明白，疑惑变成了怔忡。江生，没事吧？哥哥们都非常关切。我没事，我就是晕驴车了。江生，是3哥不好，3哥回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晕。3哥只是刚开始不熟练而已，等以后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驴车师傅。悠然居，驴车停在气派的酒楼门口，刚抬头看见匾额名字，方恒的面色就骤变。这不是江家的产业吗？哈哈，我倒是谁？原来是送君子的2位小友。来，请坐，请坐。掌柜的，你要的君子我们给你送来了，咱们之前的约定，掌柜可还认？你这小娃，自然是算数的，4文钱1斤，送多少要多少。小二哥哥拿不了，二哥你还不赶紧去帮忙？中年人注视着，微微点头，又看向江生，发现小姑娘2腿悬空坐在高凳上，也不焦灼，也不害怕，就这么静静的等待，莫名有点大家闺秀的范儿。掌柜的，一共22斤。那我们就隔3、5天给掌柜的送君子，量恐怕无法保证，只能尽量多为掌柜的多收一点儿。哎呀，真是个小人精。我们悠然居是个大店，全国各地都有分铺，你有君子只管送来，还没有我们悠然居吃不下的量。出了悠然居，几人依次坐在许墨身边，决定下一步去哪里。去买几味药，前几天给周家用完了。方恒早就打听到了药店方向，这会儿直接驱车过去。3七要2两，决明子要2两，这个也要2两。江生揉揉眼睛，如果他没看错，上面写着5文1两、10文1两以及8文1两。四哥，别买太多，这个也来2两吧。一共50文。江生差点撅过去。今天拢共才赚了88文钱，其中有44文的本金，如今买个药就花掉了50文。钱不是钱，钱不经花呀。江生心如刀绞地付了钱，心底想着，以后出诊费应该提高点了，2文钱着实有点便宜。小妹，你别担心，以后这些钱都会赚回来的。这些都是治急症的药，
耽搁不起路程。江生表示理解，但依旧心疼。这50文钱，我一定翻倍赚回来。几倍？起码4倍，疑难杂症8倍也翻得。刚才我看了下，2两的草药挺多的，便是花50文也值得。我支持4个买药，多少都买。大哥二哥这是怎么了？我是在县里捡到二哥的，他被娘亲丢弃了。至于许墨，江生也不清楚，只知道他父母双亡，自己也被仇家打断了腿。我没事，只是想起来一些往事，你们不要担心。伯伯，来2斤猪肉。哎呀，好嘞。摊主是个精壮的汉子，身冬也敢赤着臂膀，很快割下一块五花肉扔在秤盘上。2斤高高的，20文。江生吓了一跳，镇子上1斤肉只要8文钱，县里居然要10文。可已经割下来了，也不能退，他只能硬着头皮付钱。小江生，怎么只买了这点东西啊？东西都太贵了，所有的东西都比镇子上贵，在这里买还不如去镇子上买。镇子上很便宜吗？便宜的话，能运到县里来卖吗？想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可以对比一下镇里和县里市场的区别。江生一怔，还以为除了菌子，能再收点肉菜到县里来卖呢。倒也未必，在市场里卖东西需要租金，给人送菜却未必。不如你们打听一下野生菌子在县里的价格。5文钱1斤，我就说掌柜的怎么愿意大批量要呢？我们才卖4文钱。这么说来，只要我们有其他的菜，只要价格足够合适，掌柜的也会要。这驴车可真是买得太对了，以后得常来县里。对，常来。咱们还有棉衣要买呢。县里的菜都那么贵，棉衣肯定也更贵，不如回镇里买。江生，大哥现在要教给你第一个道理，那就是眼见为实。人这一生能够汲取的知识有限，许多事情都会超出个人认知，不能因为自己不了解就否定一切。江生，你去看，县里的棉衣真的比镇里要贵吗？驴车上，兄弟4个正在百无聊赖，商量着要不要进去找找自家小妹，别丢了孩子。冷不丁一回头，看见扛着4、5个大包袱的江生走出来。江生，你疯了？你买这么多棉袄做什么？卖钱，这是大哥教的，你们放心，肯定能赚到钱。回到了村口破庙，刚一推开门，就看见了凌乱的破庙，被翻开的被褥，已经明显缺少的锅碗瓢盆。谁这么不长眼，连他江姑娘都敢欺负？方恒也刚好抱着许墨回来，看到凌乱的破庙，他静默了一瞬，眼底逐渐酝酿出杀气。这是怎么了？郑如谦和温之允最后进来，惊叫出声：是谁干的？是谁？先把我放下，你们可曾得罪过什么人？那可太多了，江生掰着手指头都数不清。应该不是村里人，他们还要指望小4看病。那还能是谁？刚遇见老三那会儿，不是有个抢咱们钱，还让老三教训一顿。是他，只能是他。别人就算打砸破庙，也不会稀罕那些锅碗瓢盆。只有庞大山这种，才会连被子都下手抢夺。呸！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一定是上次挨打记仇了，但有三哥在，又不敢贸然报复，只能一路跟踪到破庙，趁我们外出的时候搞破坏。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咱们去把东西抢回来。里头的战局已经结束。哎，别打别打，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都还给你们。郑如谦赶紧冲进去翻找东西，锅碗瓢盆都还在，抱回驴车上，棉衣也在，都拿回去。就是从医馆带来的2床被褥不见了。方恒一脚踩在庞大山的手上，在隔壁，在隔壁。江生冲出山洞，在旁边发现了一个更小的山洞。进去以后才发现里头躺着几个小孩，
应该是庞大山新收的乞儿，看着年纪都不大，一个个衣衫褴褛的躺在稻草上，正昏昏沉沉的睡着。江生，你不会还要捡人回家吧？郑如谦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再来一个。我没有这个意思。江生目光从几个乞儿身上掠过，当看见最后一个乞儿时，他愣了愣。江生能清晰地看出他面上的潮红以及干裂的嘴唇。别的乞儿都肤色黝黑，凌乱狼狈，只有这个乞儿皮肤白皙。高烧，要是不退烧，一夜人就没了。我们不能再多留一个孩子了，等他烧退了，把他送走吧。送哪里去？送回庞大山那儿。第二天，小乞儿还闭着眼。江生穿好棉衣，蹦蹦跳跳去煮菜糊糊。不是说这棉衣用来卖的吗？怎么咱们自己先穿上了？咱们先穿，剩下的卖。他想了想，抱着2件棉衣去了村口。卖棉衣喽，卖棉衣喽，便宜卖，镇上20文，我这里只要15文。7岁的小姑娘扯着嗓子叫卖，不大会儿吸引了几个大婶大娘凑过来。江生，这是哪里捡的棉衣裳啊？刘大娘可别瞎讲，我这是从县里批回来的棉袄，干干净净的，还带着味儿嘞。你这里真是15文，镇子上明明就卖20文，你为啥便宜5文呢？便宜是因为老板卖给我便宜，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我14文买来，卖你15文，大娘也给我赚1文钱嘛。哎呦呵，小乞儿都会做生意了，便宜点嘛，14文我就要。破庙里，江生乐呵呵地蹲在地上，数着手里的28文钱。郑如谦跟他赌了一夜的气，这会儿扭腻到他身边，还想劝劝。江生，这天下无父无母的孩子多了去了，你不可能每个都救下来。二哥，我跟你保证，就这一个了，他是最后一个了，好不好？郑如谦还想说点什么，忽然旁边响起嘤咛一声，两人齐刷刷地扭过头，就看见小乞儿睁开眼，小脸白皙秀气中带着几分嫣红，乍一看过去竟是如此俊俏夺目。江生愣了，郑如谦也呆了。江生，这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小弟弟，你多大了？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乞儿愣愣的，一句都没有回答。不是弟弟，一看就比你大。不对，比我小。可当小乞儿站起来，真的比江生高出半个头时，他又耷拉下嘴角。得嘞，又是一个哥哥。五哥，饿了吧？乞儿呆呆的点头。快吃2口。乞儿瞪大眼睛，看着分辨不出原材料的菜糊糊，颤抖着接过。五哥，是冷吧？给你穿，超级暖和。乞儿的手抖得更加厉害了。五哥一定是刚退烧，手软，还是我喂你吧？乞儿的表情逐渐有了变化，似乎是想要呕，但又强行忍住。五哥喜欢我做的菜糊糊呢。你起了烧，是妹妹救了你。是我们大家一起救了你。不知道你以前是谁，叫什么，但是在这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我们是一群无父无母的孤儿，按照年龄排序，你若是愿意，就做我们的小五；若是不愿意，天大地大，也随你走。乞儿扭头看向外头，世界的确很大，可哪里有他容身之地？我只记得，我叫常燕。五哥应该是烧失忆了，没关系，以后你还有我们。村口来了人，是村东头的张婶子，站在破庙门口探头探脑。看见常燕，他双眼一亮。哎呦，这谁家的小孩啊，怎么这么俊呢？这是我哥哥。又是你哥哥？江生，你到底有多少个哥哥呀？晌午嘞，婶子吃饭了吗？找我有事。我听说你这里有14文的棉袄，还有吗？给我也来一件。今天没了，不过婶子要是想要，明天我给你捎点来。
行，明儿我过来拿一件。送走张婶子，江生兴奋的不行，恨不得把家里所有钱都掏出去批发棉衣。村里拢共有100口人家，能买棉衣的有几口？那就去镇上卖。镇子上饱和了呢？江生傻了。10里镇有4个村子，假设每个村子能购买30件棉袄，那拢共也就能卖出120件。可以去其他镇子上卖。五哥说的有道理，虽然其他镇子远了些，但我们有驴车。五哥真棒，五哥好聪明啊！就这些送悠然居，是不是太少了？可是村里已经没有菌子了，只能等明天叔叔伯伯们再进山采摘。不能说点别的？江生一怔，他们的思维好像就被棉衣跟菌菇固定住了一样，只知道倒腾菌菇，倒腾棉衣。但实际上，只要有价格差异，什么不能倒腾啊？晚上，兄妹俩扛着一堆的豆角、茄子回来，拎不动了，明天还有乡亲送过来，保管把驴车装满。真的能卖出去吗？要是卖不出去，接下来不会吃上2个月的茄子豆角吧？应该能吧。第二天，果然如郑如谦所说，村里好些乡亲都拎着自家储存的豆角、茄子包谷，凡是余量多的全都献了出来。要不我留下吧，2哥3哥去送货，记得帮我捎点棉衣回来。不，还是我留下吧，小妹最会讲价，棉衣我恐怕低价拿不来。放心吧，我们3个都在，庞大山不敢的。再说了，这里是村口，来往都是乡里乡亲，我们会叫人帮忙的。去吧，早点回来。小二哥哥，是我们。宋金姑啊！瞧见满车的茄子豆角，他瞪大眼。这是你们的？是啊，哥哥，掌柜在吗？我们想送点茄子豆角给店里。什么价格？掌柜的说说，能给什么价格？县里价格是1文钱1斤，你们要是给这个价格，我不如在县里直接买了。那掌柜的觉得什么价格能接受？1文钱2斤，你们肯定不乐意，那就2文钱3斤吧。4文钱5斤，比县里便宜，但掌柜的也要给我们赚点辛苦费。4文钱5斤，称重一共95斤的茄子豆角，理应结账76文。4文钱1斤的菌菇，称重一共10斤，40文，合在一起就是116文。我姓白，以后每2天给悠然居送一次时令菜，可行？行，一准给白掌柜送来。咱们可说好，若是有一次你们无故爽约，合作就此作废。我们拿这些钱去买棉衣，买多多的棉衣，这趟净赚了50文，再倒腾一批棉衣还能赚不少。可等到了成衣店，他兴冲冲进去说要批50件灰布棉衣的时候，店家却告诉他们没了，1件都没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昨天有人上门，全都清空了，还能骗你不成？到底是谁？哪个缺德货这样抢生意？小妹，小五说的对，这个生意不能做，咱们做另一个嘛。这不是做哪个生意的问题，这是有人抢生意抢到头上来了。我问你二哥，假如有人抢了你给悠然居供菜的生意怎么办？干他，锤死他个鳖孙儿！那要不换一家店吧，县里至少3、4家成衣店呢，总不能所有的灰棉衣都被买走了。一般有这么多本钱的人也不屑于做这种生意。对，小妹你别生气了，我们换一家店。江生没说话，他原本第一反应也是换家店买棉衣就是了，可冷静下来想想，别人已经在叫卖灰色棉衣了，他就算能重新买到，想要卖出去也难。路过悠然居的时候，他突然叫停，哥哥们在这里等我。江生踮着脚尖趴在柜台上，乖巧地叫白伯伯，并把问题诚恳问出。这人抢了你的生意，你应该想想怎么做能把这个生意抢回来。
最好让他一件都卖不出去，那么即使付出一些代价也值得。江生怔怔思考许久，才回过神来。他甜笑着跟白掌柜告别：“谢谢白伯伯。”掌柜的，为什么要一次两次的帮他们啊？小小年纪就知道做生意赚钱，这本就是普通孩子不具备的能力与天赋。我既遇见，便顺手帮扶一把，结个善缘而已。至于将来成就如何，全靠他们自己。彩色棉衣跟灰色棉衣是一个价格。灰色棉衣12文一件，彩色棉衣14文一件。这彩色棉衣进价都14文了，卖不得18文。不卖18文，就卖14文。郑如倩大吃一惊，原价买原价卖，岂不是白倒腾？不对，算亏钱，因为驴车一次带4个人回去，还能赚8文呢。到了村口，远远的方恒就看到有人在村口叫卖一模一样的灰棉衣，一模一样的价格，引来了村口大娘的争相抢夺。走近一看，赫然是最后一个来问棉衣的张婶子及其家里人。江生，有人抢你的生意，4个陪你去讨个说法。我也去。不用不用，做生意可没有先来后到，他们愿意卖就让他们卖。棉衣嘛，谁都能卖，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好了。卖棉衣了，好看的棉衣只要14文一件。围在张家跟前的一堆人涌到了江生跟前，有人摸花棉袄的质量，有人反复询问价格。真是14文，不讲价啊，喜欢哪件挑哪件。大娘婶子疯了一般哄抢，50件花棉衣，转眼就只剩下3、5来件。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做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打你们。你要干啥？你抢了人家的生意，人家要抢回去，你还能说啥？卖不出去是咱没本事，可不能打人。这可是咱的全部家当了，卖不出去，今年过年就得喝西北风。打你卖呀！你打人家孩子干啥？抢了人家生意还要打人家孩子，我咋嫁了你这么个东西？你太坏了你！张启全本来昂着脑袋，这会儿也慢慢蹲下，无助的抱头。11文一件，我们可以全部买走。我们明天会继续卖灰棉袄，12文进，12文卖。你想卖出去就只能11文卖，那与其卖给别人，不如卖给我们。这灰棉袄肯定是卖不上14文的价格了。江生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必须卖14文，明天卖。为什么？五哥，你说清楚呀，为什么灰棉袄必须卖到14文？我想是不好交代吧。昨天你卖14文，今天张家可以卖13文，但你不可以。你要对昨天的顾客有交代。至于如何把灰棉袄重新卖回14文的价格，只能问小五了。赠品。常言的话为江生打开了另一个道路，有时候降价并不是唯一的促销手段，送赠品也行。看来明天要去县里批点好看的头花丝带了。第二天，方恒带着他去县里收购头花丝带，回村当做赠品一卖。虽然也有人嫌14文的灰棉袄贵，但买的人更多，连隔好几个村的婶娘都跑过来挑，倒是省得他们挪动了。没几天，灰棉袄和花棉袄都清空了，余下一件被常燕试穿过的花棉袄，江生在温之允上门换药的时候送给了张姑姑。张姑姑特别高兴，捧着花棉袄要给钱。姑姑也没几个钱，留着花用吧。周伯伯的腿可花了不少钱呢。那怎么行？姑姑就只有这些。好孩子，你拿着。回到破庙，温之允正在给许墨的腿换药。江生凑过去看，也看不出个子丑寅卯。大哥的腿什么时候能下地行走？小四说今天就能。可能会有一点点无力，是因为肌肉退化，但如果刺痛就不要坚持。许墨点头，手刚搭在温之允身上，又想起什么，换成了较远一些的郑如倩。小四你身子骨弱，我怕压到你身上。温之允走出破庙，来到了背风的屋后。方恒正赤着臂膀在阳光下训练。小四怎么来了？三哥，我想跟你学功夫，我想变强，我不想大家都觉得我弱，因此
就迁就我。行，我教你。先扎马步，臀往下点儿，再往下点儿，胳膊伸直，对，标准点。坚持半个时辰。1刻钟后，温之允晕死过去，方恒傻眼了，反手扛起小四弟冲回破庙里。许墨还在坚持站立，他已经不需要人扶了，正准备自己走2步。三哥，四哥这是怎么了？你把四哥打晕了？我没有，是小四，他说跟我学功夫，撒个马步就……算了，不解释了。还是我来吧，我怕再让三哥喂下去，我会少一个哥哥。四哥你怎么了？你是冷吗？冷也不是盖脑袋呀，你屁股还在外头。丢人，丢死人了。我想，小四是不喜欢自己弱不禁风吧。想学功夫，强身健体固然好，但是小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不必强求功夫，医术练好了，一样可以顶天立地，护人护己。我没有哥哥弟弟们厉害，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功夫，更不会医术，但我会好好做生意的。人各有所长，我会功夫是因为从小就练，世家如此，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会，还怕你们嫌弃呢。我也只会读点圣贤书，毫无用处。有时候羡慕小四能够治病救人，能够以此谋生。我什么都没有，做生意还是二哥陪着。我也不会功夫，不会读书，不会医术。小姑娘仰头悲嚎，原来最没用的竟是我自己。常燕无语，眼看着江生就要嚎啕大哭，温之允怯怯地钻出来，握紧他的手。小生，你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也会，我也是。当然还有我，我们会陪着妹妹的，一直。周志强，他的脚伤已经完全好了，此刻正拎着张姑姑气愤地来讨要说法。是你们卖的花棉袄吧？是不是？你们凭什么卖给他花棉袄？那是我们周家的血汗钱，拿出来！周伯伯，买卖交易讲究你情我愿，钱我们收了，衣服你们穿了，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问题大了。家里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还要拿10几文钱买个花棉袄，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问你，到底退不退？这衣裳到底退不退？不退我就打死你这个贱婆娘！偷家里钱买棉袄，打死他！给你，还给你。一件花棉袄14文，你给我10文钱，什么意思你？江生就只收了我10文钱，10文钱是对的。娘们儿家的瞎扯什么？人家都是14文，就你是10文，骗鬼呢你！今天要是见不到这14文钱，我就不走了。方恒倒是拎着棍子要冲上去，奈何还没靠近，周志强就大叫：你今儿要是敢碰我，我就赖住你们了。以后供我吃，供我穿，除非你们打死我，否则别想算完。无赖若是奏效了，以后只会更无赖。吃到了甜头，以后还了得。可不给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境啊！难不成真要他拉着张姑姑在这里闹？14文退不了，但是我可以用身上的灰棉袄换你的花棉袄，你看可行？可以换，但是这灰棉袄你穿过了，得退我5文钱。嘿嘿，早给我买灰棉袄不就行了吗？非买什么花的，这灰的多好看呀！等我穿2、3年就给你。5个？为什么要给他5个铜板？为什么要给他灰棉袄？凭什么？常燕没说话，只是看了似乎刚回来的温之允。2个差不多年纪的小男孩此刻对视一眼，眼底都是秘密。江生还想再问，被许墨拉回破庙，按在桌前，打开小土灶，一阵香气袭来，让整个破庙的人都为之精神一振。吃吧。许墨慢条斯理，郑如谦眼眶含泪，方恒饿狼扑食。被妹妹的菜糊糊荼毒了那么久，他们终于吃到了人类能够欣赏的美味。大哥不愧是大哥，平日里嬉笑打闹的破庙难得肃静，因为大家的嘴巴都用来吃饭，没人讲话。饭吃到尾声，周家急匆匆的来了人，是周大娘。
他站在破庙门口，欲言又止。小郎中，快去我们家看看吧。江生心底高兴，吃饭的速度愈发放慢，对周大娘的央求也假装听不见。奶奶，不是我们不去，实在是伯伯脾气太凶，我们不敢招惹。万一再来我们门口不走怎么办？周大娘知道这是刚才把人家得罪狠了。求求小郎中，给我儿看看吧，依这父母心呐，求求了。走吧。周家出现了奇异的一幕，周志强脚下跟装了弹簧似的，一边蹦跶一边喊：快去叫村口的小郎中，快去！刚进周家的门，周大娘就扯着嗓子喊：小郎中来了！屋内蹦跶的周志强飞快奔出，一个没留神摔在地上。救我！你稍退一些，快退快退！可能是麻风病，不过只是疑似，这几天就先观察一下。伯伯用过的碗筷衣服最好用开水烫一遍，也不要与人接触，静静等上几天修治分晓。郎中，你给我开点药，你至少给我开点药啊！我不想死，救救我，救救我！治疗麻风病的药很贵，而伯伯并不能确诊是麻风病，万一不是，岂不是浪费？周大娘一狠心，一跺脚，完全没注意到周志强弟弟夫妻俩的神色，从怀里掏出一把铜板。抓，必须抓！温之允叹了口气，心道：这可不怪他。大哥，你腿都好了，去学堂上学吧。许墨半天没吭声，好不容易张嘴，就是2个字：不行。那大哥就打算一辈子这样下去，不再读书吗？我会抄书赚够学费再去上学的。你一天抄2文钱，等攒够费用，胡子都白了。我们先把钱借给你上学，等你当大官了以后再还给我们不就行了？就是，我早就听人说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将来我们官商结合。嘿嘿嘿。能够勇敢拒绝的人很多，但把善意牢牢记住，勇敢接受的人却很少。一个抄书匠的庇护跟官老爷的庇护可不一样。我去上学。正好今天不送菜，正好咱们到处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学堂。县城里学堂多，教育好，但学费也很漂亮，不是3两一年，就是5两一年。许墨的脸色越来越黑，好不容易坚定的信念开始动摇。还是不上了。大哥，有点耐心，我们都从3两问到6两了，一定会有更便宜的学堂。正好路过悠然居。昨儿不是刚送过菜吗？看见新鲜出炉的糕点，想给白伯伯送点来，顺便问问白伯伯，县里可有哪个便宜点的学堂私塾之类的？我想让哥哥上学。嘿，你这小鬼头，城西有家小私塾，你去看看吧。还有这糕点，你们留着吃。那怎么行？送给白伯伯的，就是白伯伯的了。终于在城西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整个县里最便宜的私塾，1两银子一年。要不我还是自学吧。999， 1000。负责收钱的夫子一愣，他们这儿虽然是最便宜的学堂，但多数人家缴费都是带着1两2两的银子，又是寒门学子，倾全家之力供养一人的那种。姓名：籍贯。许墨，大禹王朝安水郡斜阳县10里镇人士。身后的许墨则叹息一声：夫子哥哥，咱们学堂这几年可出过秀才老爷。岂止秀才，举人老爷都出过。虽然咱们学堂费用便宜，但那是创办人为了惠及寒门弟子故意定的，不代表咱们学堂教学不好。明儿便来上课吧，记得备好笔墨纸砚。夫子就等着吧，明天铁定来。离开学堂的时候，许墨还有些恍惚。江生拉着他去文房4宝店选购纸笔。不用了，我之前抄书用的就挺好。可总得买书。我可以自己抄一本。那我们买点吃的喝的回去，
顺便看看还能倒腾点啥。驴车路过县衙门口，被突然扔出来的血人给吓了一跳。几个威武的衙役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再敢击鼓鸣冤，就把你的腿打断！血人张启全艰难地爬起来，又重新摔在地上，被把张启全放在了破庙里。张启全也悠悠转醒。这是哪里？村口。是你们救了我，多谢。我当初那么对你们，你们还救我，我不是个东西，我连小孩子都不如，我枉活20几年。他抬起手，似乎想给自己一巴掌。你因何得罪官府？那新上任的县令可不是好惹的。岂止是不好惹，简直目无王法。前有许县令爱民如子，却要被他栽赃陷害，悲痛自戕。后有温郎中兢兢业业，就因为不肯为他的爱妾治病，就要被他找借口生生打死。而我一个普通平民老百姓，只想在县城偏僻角落里贩卖些皮毛骨肉，竟要被他们如数抢走，还要暴打一顿。我不服气，去县衙击鼓，却落得这样的结局。哼，这就是父母官，这就是咸阳县的青天大老爷。有他们在，咸阳县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我知道你很惨，但县里有规矩，不能私下里售卖。想做生意就去菜场，在自己的摊位上做生意，光明正大，不比偷偷摸摸卖东西强。10几20文钱，哼，那是许县令定的价格。现在市场的摊位费是200文。多谢你们，恩情来日偿还。我要回家了。你说卖皮毛骨肉，是指羊肉？是去山里打的野味，虽然过程凶险，但皮毛骨瘦能卖出不错的价格。如果不是被衙役捉到，我也许应该攒够过年的钱了吧。山里温度太低，动物都已冬眠。往好处讲是容易打猎，但坏处是危险太大。我虽然有功夫，但没有打猎经验，只能先回来了。要是能有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带着就好了。江生从村里收了一圈菜回来，额头上已经全是汗。常燕看在眼里，伸手去袖子里掏了掏，只掏出来一团打结的棉絮。五哥是不是不想掏个帕子给我呀？咱们又不是公子小姐，怎么能有这种东西？江生，当心小五不高兴。五哥不会生我的气的，就算生气了，大不了我再逗他开心。我说的对吧，五哥？常燕还是不说话，但紧绷的表情逐渐皲裂。走吧。三哥这是要干什么去？打野味。最近大家都在赚钱，就连大哥都准备科举，老三坐不住了。三哥，你要不要载人去县里？方恒一愣，后知后觉，驴车是可以载人的。方恒想想自己在街头吆喝揽客的样子，脸瞬间就红了，这嘴他可张不开。常燕也张不开，但他有个好人选。二哥待会儿还要去收菜，不如就吆喝吆喝吧。小老弟还挺会使唤人，你俩长得好看张不开嘴，欺负我嘴大张得开是吧？二哥，行行行，我去喊，我这就去。有人去县里吗？1文钱就走，1文钱就走。约莫盏茶时间过后，村口站了4个人，都是要去县里的。方恒很满意，打着驴车去县里。天色黑透之前，他把许墨带了回来。江生也不客气，美滋滋地打开小荷包，把7个铜板扔了进去。晚饭是他做的，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菜糊糊抬上桌，几个哥哥的表情全都僵在脸上。可以等我回来再做晚饭的。那怎么行？大哥上学已经这么辛苦了，怎么还能回来做晚饭？大哥就吃我做的。我支持大哥。
郑如谦走遍全村，2天也只收了小半车。他有些失神，坐在破庙门口发呆。江生也跟着发呆。就算白掌柜好心不结束合作，他们往后的收入也会大大减少。张启全急匆匆奔了过来：“老三呐，快，山上来了个大家伙！”“三哥，有大老虎！”“真的是大老虎吗？”江生这个笨蛋传错了，是大家伙，不是大老虎。还不确定是什么呢，走吧，先去看看。张启全正在清扫陷阱上覆盖的伪装。1人深的地洞里传来暴躁的撞击声。方恒眼神锐利，看清楚落叶下的一块黑黄条纹毛发，他的心陡然提到了胸口。直到一声虚弱的虎啸响起，方恒的心又放回了胸腔里。张启全的声音也抖了，只要能卖出去这只虎，他们这个年就能过下去。等到所有伪装清扫干净，老虎的全貌露了出来。张启全还算经验丰富，评头论足。应该是个刚成年的老虎，刚出来觅食掉进了洞里，我在洞底放了宵禁的树枝，足以将它的身体洞穿。但老虎毕竟是山中大王，即使鲜血横流，依旧不停地努力往外爬。张启全心狠，举起铁叉又给了他脑袋2下。抬出来吧。他先是在老虎身上用手掌丈量几下，随后找准脖颈大动脉位置，一刀下去，虎血喷涌而出，落在江生早就准备好的大桶里。一只成年老虎的血足足放了3桶。张启全心中高兴，拿碗舀出1碗血，趁着还热乎，咕咚咚喝了个干净。你们也喝点。江生吓了一跳，这虎血可是大补，多少达官贵人挤破都想喝一口都喝不到，你们居然不喝，真是浪费。看好了，怎么剥皮剔骨的，刀锋利非常重要。我这刀可是来回磨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知道骨肉的每一寸结构更重要。比如说关节位置，你砍骨头需要3-5刀，但是从筋膜处入住，简单1刀就断开了。成了。虎皮晾晒处理好，能卖至少20两银子。虎鞭单独割下来，这玩意儿也很值钱。虎骨留给温之允做药材，至于肉血内脏，虽然不如皮鞭值钱，但是也能换几两银子。晚上加餐吧。三哥，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居然要吃虎肉，这是老虎肉哎！打猎不就是为了吃肉吗？为什么不能吃？这些虎肉能换3头猪的猪肉，吃得更久，也更划算。回家草草休息1夜后，张启全便急忙赶到破庙，催促几个孩子早点把虎皮与虎鞭送过去。许墨正在煮粥，李茂邀他吃碗稀饭。张启全摆手表示吃不下，着手打包虎皮与虎鞭。我们又没有私自售卖，给白掌柜送个货都不行吗？不怕1万，就怕万一。江生思考了会儿，把自己睡的草垛子给搬到驴车上，再打伞铺满整个驴车。江生，你疯了，晚上不睡觉了？卖掉虎皮与虎鞭，咱们就有钱了。买上几床被褥，谁还睡草垛子？藏着虎皮卷的驴车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个衙役。他身后跟着亦步亦趋的庞大山，正谄媚介绍：应该就是这里了，地上还有血迹，肯定有猎物，错不了。有事吗？听说你们昨儿猎到了虎，虎在哪里？赶紧交出来，否则跟你们没完。没有的事儿。大人，有没有？搜查一下不就知道了。衙役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明明收到风声，这十里铺村有人打到一只老虎，昨天还在剥皮，不应该今天就没了呀。大人怎么不找了？他们追去县里了，我们得通知哥哥们。长夜扭过头看着温之允，头一次泛起了难。不许动，
在县城里私自贩卖猎物，是不要命了吗？江生，放下猎物，把东西放下，交出来！你平日里在镇子上偷摸抢砸也就罢了，今天竟然抢到县里来了，是把县衙当做你家茅坑了吗？现在最关键的是怎样把这些皮毛宇宙卖出去。唉，在乡镇能卖，但买得起的人太少了。去县里，不管卖出与否，就得先交200文摊位费。要不趁着夜色藏在菜下，我们问问白掌柜吧。哎呀，小江生，怎么大晚上过来了？可是想进悠然居吃2口饭？白伯伯，您店里的饭我可吃不起，我是来给您送菜的。大晚上送菜？白掌柜不愧是个人精，很快反应过来。把菜抬进来吧，这是老虎肉。白伯伯真是好眼力，这可是今天刚猎到的，一包好肉就赶紧给白伯伯送来了，就是不知道悠然居要不要。要是不要的话，要，当然要，就按照市价30文1斤，有多少要多少。他招招手，叫上次的小二哥去称重，一共246斤的虎肉，折算7两银子零380个铜板，不知可是要跟菜算在一起？不算。郑如谦逮着机会，趁机上前，把收不到菜的事情简单说了下。冬季新鲜的菜确实少，你以后半个月送1车就行了，不算破坏约定。白掌柜似乎在犹豫什么，思考了很久，才叫住江生。小江生，你们有这虎肉，那虎鞭虎皮去哪里了？若是没有被人预定，明日里也给我送来吧。悠然居不收，但我想收。掌柜的，你收这虎皮还能做个皮椅，要虎鞭做甚？夫人不都去了好几年了吗？不是我用，是大公子过些天要来巡查生意，我想着他会喜欢。县里不允许私自贩卖猎物，要么把东西交出来，要么跟我去县衙走一趟。这位官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位小友乃是与我悠然居有所合作，并非私下里贩卖物品，还望2位官爷海涵。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江家特聘的掌柜，怎么在你这儿都不算个东西？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大公子，怎么来这么快？衙役眉头一皱，后退2步，不想跟达官贵人交恶。你是这咸阳县县令的哪条狗？竟对我江家的掌柜指手画脚，是京城江家没了名号，还是咸阳县县令看不惯我江家？衙役再扛不住，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小人知错，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竟不知悠然居是江家产业，小的知错了，求大公子饶命。江生咂咂嘴，冷不丁发现悬疑少年也在看自己。2人对视以后，他还挑了挑眉。白掌柜，这是哪里来的小巧儿？生得还挺面善，似是哪里见过？是给店里送东西的小孩。大公子千里奔波，一来就看到这些场景，属实不该。无妨，我也是替祖母过来看上2眼，竟遇上这不长眼的东西，仗着官家身份欺负咱们悠然居。白掌柜，你且记得，以后再有人不长眼来悠然居闹事，便让人写信去京城，本公子一定会来亲自处理这些宵小杂碎。白掌柜松了口气，连忙请大公子进包厢休息，只说有好东西要奉上。白掌柜收到了什么好东西？这样迫不及待，本公子都忍不住好奇了。江家很厉害吗？江家你不知道吗？京城世家出了好几个将军，在战场上战无不胜。悠然居就是江家的产业，开遍了整个大禹王朝。像咱们县里的悠然居，那都是最小规格的，京城比这大的多得多得多，据说可容纳1000人同时用餐。小江生，过来，你瞎乐什么呢？就是，江生刚才很开心嘛，你很喜欢江城，江家大公子。怎么可能的？他怎么能跟2位哥哥比呢？虽然他衣裳好看，鞋子好看，
荷包也好看，但跟我2位哥哥比，还是差远了。我就喜欢你们身上的灰色棉袄，将你们衬托的那什么无双，独一无二。几个人又等了会儿，白掌柜终于想起他们，亲自拿了50两送过来。以后猎到什么，尽管送到悠然居来。多谢掌柜的，也多谢江公子。掌柜的又帮小江生了呢，您老对他可真好。小江生得面善，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张叔，咱们怎么分啊？行，都行。郑如谦瞪大眼睛，觉得自己的舌头不大点儿都不好冷静。不是要买东西吗？买东西的时候破开，再1人1半就行了。我们要买肉，买好多好多肉，再买被褥，1人1床新的。小4小5，你们俩怎么来了？原来是4哥和5哥呀。别害怕，是咱们自己人。你们走了不久，庞大山带人来了破庙，把草垛子全都拆了。小五担心你们出事儿，想办法搭了驴车过来。现在看见你们没事，我们也就放心了。4哥5哥，你们又没有钱，是怎么搭驴车过来的？温之允张了张嘴，没有讲话。是不是天冷大家都没菜吃，就更没法卖你了？不可能，虽然茄子豆角没了，但白菜萝卜可不缺。前几天还能收到，怎么突然就什么都没了？二哥，你不妨说说，是从哪天开始收不到菜的？从卖虎皮的第2天。江生一个咯噔，不会吧？我跟乡亲们收了那么久的菜，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做。江生找了个相熟的乞丐，挑一身哥哥们干净的外套给他，再塞给他2文钱，叫他去村里收点白菜。没多大会儿，小乞儿抱着2颗白菜回到破庙。二哥别难过，我们可以去做别的生意，我们还能猎老虎呢，猎老虎赚的可多了。是挺多的，但是多少天才能遇到一个老虎？若是遇不到，我们岂不是要被饿死啊？况且这生意本来好好的呀。江生，你们难过啥嘞？是要不起饭了吗？这里要不着，就不能去别的地方要吗？二哥，咋了又？你当我没去隔壁村啊？别说是隔壁村，我连隔壁镇都去了。既然本县收不到，何不去隔壁县试试？我去，现在就去。江生都没反应过来，目瞪口呆地看着驴车消失不见。二哥3哥，你们把驴车打走了，大哥可怎么办？而且这都要过年了呀。4哥的手是用来看病的，只能烧柴。5哥的脸俊俏，但脸不能当饭吃，烧柴才能吃上饭。常燕嘴角抽搐，但不得不承认挺有道理。香，真香，还是家里的饭香。方恒也好不到哪儿去，一直在吸口水。二哥3哥回来了，你们怎么才回来？你们怎么瘦了呀？先洗洗手，吃了饭再说。江生，小江生，妹妹和妹妹，别扯我耳朵，有话好好说呀。谁跟你好好说？你跟我好好说了吗？拐着3哥突然就跑出去，突然就消失10天，再不回来我就以为你们死外面了。还有大哥，每天都坐在一堆菜里面颠簸着上下学不说，我还花了20文呢，你赔我20文钱，赔我！给你，不光给你20文，200文，2000文都给你。老二老三，这事是你们不对，连说都不说一声就消失10天，你们可知这10天大家有多担心你们？我们这10日光赶路就用了8日，剩下2日就在云水县来回收菜。好在不负所望，我收了满满1车的菜。在外头这10天确实风餐露宿，日子不舒服，但好在手里有钱，吃喝还是不愁的。这才10天，我跟老三就受不了了。真不知道小江生是如何流浪了7年的。大哥，我把菜带回来了，这个县里的人不卖给我菜，我就去云水县买。
云水县不卖，我还可以去其他的县城。不仅如此，二哥还给大家带了礼物。这2两银真是被二哥花得精打细算。礼物在哪儿？在哪儿？这是我在街头无意中看到的饵块，号称久处不坏，味道柔软弹牙，蘸些白糖更是美味。呸！这什么？生生要割掉我的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饵块乃南方特产，须得切片烤至微焦或入水煮至柔软才能食用。大哥果然博学。糖葫芦，2文钱一串喽！江生，想吃就买，我们有钱了。来6串。丢糖葫芦签的时候，他感觉身后好像有人，看了一眼方恒，3哥果然蹙起眉头，暗示他们。没多大会儿，一个高高壮壮的身影急吼吼地冲了出来，左右看2眼，没找到人，他还低声骂了一句：“庞大山，你跟踪我做什么？”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见你们了，我没别的意思啊。你觉得我信吗？庞大山，上次你带人去破庙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今天你就找上门来。也好，3哥，教育教育他，让他知道棍棒无情。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我是来提醒你们的呀。那个高衙役他想对付你们，我是好心，别打我。你好，庞大山，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今天跟踪我们的真实原因？上次我的确是想报复你们的，也是我带高衙役去破庙的，但是江家大公子突然杀出来，折辱了高衙役，他很不高兴，差人打了我一顿，说我办事不力，明明是他畏惧江家，反过来怪在我头上，真不是个东西。今天正好在街上看见你们，就想把事情如实说出来。我庞大山虽然坑蒙拐骗，还抢人东西，但我从来不撒谎，我可以用未来一辈子的饱饭发誓，那个高衙役记恨上你们了，一定会再针对你们的。谢谢你，庞大山哥哥。我知道他是不是联合高衙役想再坑我们一次。就算高衙役打了他，我们也打过他。庞大山凭什么要对我们示好，而且还是如此突兀的示好？我看未必。庞大山这类人看着很坏，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墙头草。高衙役强势，所以他帮高衙役对付我们。反过来，我们要是能给予他更多，他也会成为我们的帮手。刚才送糖葫芦就做得很好。那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过年了，不可无条件赠予，免得胃出贪婪。许墨虽然会做饭了，但毕竟没多少厨房经验，丸子炸得稀碎，蔬菜也油滋滋的。大哥，我就喜欢吃油多的，油水多好呀，平时都吃不到油水。郑如仙还特意把破庙的一个破瓦片打下来，然后找到庞大山，让他帮忙换个新瓦。大山哥哥好厉害！都是小事罢了。过年了，没什么送给大山哥哥的，就给你们点蔬菜丸子吧。庞大山恍惚地离去。江生在确定他走远以后，五哥，这样真能打动庞大山，让他倒戈咱们？会的，越是乞儿越渴望温情，也越舍不得破坏温情。听说镇上的牛员外斥巨资从安水郡购了一批烟花，快去看看，一会儿没了。不光他们，整个十里铺村的百姓大都站在门口，或憧憬，或瞻仰这从未见过的烟花。从来没想到，在风间习以为常的烟花，会成为这个小镇上难得一见的美景。小五，你说什么？没什么，看烟花吧。 6个孩子穿着新棉袄，并肩站在破庙门口，仰头欣赏。若是我有钱了，一定放上半个时辰，放一天，从早放到晚。白日焰火是看不见的。庞大山躲在大树后良久，踌躇良久，还是走了出来。哼，大山哥哥，你怎么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呢？好啊。哥哥们可有异常？许墨摇头，方恒摇头。难道庞大山真的是来送个新年祝福，蹭个年夜饭的？
常燕抿着嘴没说话，在几个人睡觉的稻草缝隙里摸到了一根金耳坠。他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放个金耳坠做什么？新县令年方几何？40旬。所以县令夫人也应该这个年龄。那么当县令夫人的东西丢了，高衙役追小贼追到十里铺村，又在破庙里找到物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庞大山也很有可能会化成人证，将我们钉死在小贼的耻辱柱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把这金耳钉扔出去吗？不扔，这金子先收着，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就行了。庞大山动作挺快，不过初6就领着人赶来了破庙。这便是小贼出现的地方。是这里，说不定小贼就藏这儿。敢问各位大人，可有搜查令？县令夫人的东西丢了，我们奉命追查小贼，已经追到这里，没有不查的道理。不对呀，东西呢？大人希望在我们这儿找到什么东西？如今整个破庙被翻过来一半了，大人也没有找到，是不是证明大人猜错了？又或者大人就是私闯民宅，扰民清静？哼，民宅？你这里是民宅，不过是一间破庙罢了。庙非民宅，但物品是我们所有，你破坏了我们的物品，损伤了我们的银钱，我要状告到县衙，告你们目无王法，欺压百姓。这小子要告我们？这些刁民总是看不清楚时事，还以为是从前呢。他们连县衙大门都没进就被打了出来，要不是有方恒在，许墨不会比当初的张启全好多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就让我杀了他。既然这片土地治不了他，那就换一片土地。江生因为大哥受伤的事情耿耿于怀，对他没了殷勤热情，连大山哥哥也不叫了。江生，我惹你生气了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呀？我没有生气啊，大山哥哥，就是被人欺负了，有点提不起精神。是被高衙役欺负吗？不过没事，二哥马上就要去云水县收菜了，到时候又能赚钱买新东西了。是吗？什么时候去？明日就去。去云水县路途遥远，赶着驴车也得3、4天才能到地方。二哥说要早点启程，才能早点回来，说不定还能赶上元宵节呢。你们也去吗？不去，二哥已经学会打驴车了，他说一个人就够，多了占地方。也不知道二哥这次会带什么好东西给我，有没有好吃的、好玩的。不过只要他健康回来就好了。第二天，江生在破庙门口挥着手送郑如谦远去。二哥，早点回来，一定要给我带好吃的。等驴车和郑如谦的身影都消失不见，五哥，高衙役真的会派人来吗？会，才在破庙里吃了个亏，高衙役一定会按捺不住。那万一庞大山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高衙役呢？一行人从瘸腿的许墨到扛药箱的温之允，全都坐上了驴车，追着郑如谦离去的方向。怎么收拾他？哼，这几个小兔崽子的腿很快，眼看着棍子就要落下来。庞大山，你疯了？你干什么你？找死不要在这个时候！滚一边去！大人放过他吧，放过他吧，他还是个孩子，打断腿以后就完了，放过他吧！我呸！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的狗而已，跟你说2句话，把自己当人了，还敢阻拦我们？那就先把你打死！躲在暗处的方恒再也忍不住，2个凶狠之徒就这么软塌塌地倒在了地上。该怎么处置庞大山？他可是为二哥挨那么多。抬上马车吧，小厮先帮他接骨。但不在咸阳县，在另一个县城，尤其是以公平清廉著称的县城里，故事就不一样了。庞公子怎么从云水县回来了？是庞县令有什么话要捎给我们吗？那这次庞公子可要多留几天，让我好好感谢你们。管你庞什么公子！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带回县衙！住手！莫要同几个孩子玩闹！大人，他们害了虎儿啊！既是云水县令判定的，想必有理有据。
夫人不可胡言乱语，把夫人拉回县衙。大山哥哥，你表现的比我想的还要棒。喜欢就买，不贵的。江生看了半天，摇摇头。为什么不买啊？我们有钱，别担心，喜欢就买走吧。我活了8年才有机会买第一个灯笼，当然要挑个好看的。区区兔子灯怎么能满足我？好吧，挺有道理。小五觉得咸阳县令相信庞大山与庞县令有关系了吗？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他忌惮就可以。看来明日要安排二哥去一趟云水县了，最好给庞县令送上些土特产，以防万一，大哥也可以准备起头生事了。你喜欢这个呀？二哥能摘下来吗？珠算勉勉强强还能够，对子和文章你去找大哥吧。姑且试试吧。诸位，咱们这答案呢，只能一个人从头答到尾，可不能合谋啊。看来这走马灯是没希望了。二哥，教教我珠算吧。现在学，且不说没有珠算练习，就这一小会儿的时间也学不会啊。他上前2步，把珠算心法按照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讲了一遍。这位小公子，准备好回答了？从1至100依次叠加，要求您在这炷香燃尽前计算出来。完了5050。这位公子回答正确。哎，你是怎么算的？对啊，我也能算出来。但你这速度也太快了，是不是提前知道答案啊？哎，公子这可使不得，咱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公子。不过如何计算出的答案，我也很好奇，请问公子能否公布出来？规律。谢谢五哥，五哥最好了。我每次给江生钱，也没有见他高兴的抱我那么久啊。好歹还抱过你呢，妹妹从来没抱我一下。也没抱我。也没抱我。难道庞大山真的是庞县令的侄子？你们2个可是又被欺负了。回大人的话，是草民感谢大人相救，特意备来咸阳县土特产，还望大人笑纳。嗨，物品就不必了，你们自己留着吃吧。大人，只是些土特产并不值钱，这是草民兄妹的一番心意，只为感谢大人，求大人收下。我听人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云水县收菜。是在收菜，只因为咸阳县的百姓都不敢把菜卖我。云水县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气候得宜，靠南边的几个村镇年底了还能收菜吃。只可惜大禹王朝地域辽阔，家家户户只习惯停留在方寸之地，以至于许多物产到最后都扔了喂鸡喂鸭，实属浪费。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过，要是给我几辆马车，把这些菜运到另一个地方卖掉，能否两方惠利？只可惜后来做了县令，实在分身乏术，只能把想法搁置。年轻人，你做了我年轻时最想做的事情，以后云水县对你敞开大门，永远欢迎。大人放心，如谦定会将这件事做到底，有朝一日也能让整个大禹王朝的肉菜都能流通，让南方的百姓也能吃到北方的菜。好。大人，我们为咸阳县令夫人威胁，为自保不得已撒谎，与您侄子关系亲厚。如谦知此事不对，特来求大人惩罚，这便是我们捏造的侄子。庞大山生得五官端正，个高体壮，并不丑陋，穿上一身细布长袍和新棉鞋，也有几分端方姿态。行了，这侄子我就收下了，你们且该做什么做什么，只要不祸害百姓，本官就暂且姑息。不应该呀，不应该呀。那怎么办嘛？老爷，我可就这么一个弟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关押7年呢，他还要为我们高家传宗接代的呀。哭什么哭？这群孩子不还在咸阳县呢吗？咱俩先把菜送去悠然居，再控制带礼物回去不行吗？
为什么要路过县城，先回破庙，再把菜送回县里呢？这不是绕路玩的吗？贡院门口即将现世，许墨至关重要的入场券没了。这贡院门口到处都是人，有临考的学子，也有送学子的家人。别难过，大不了第一场不考了，没关系的，就算考不上，同生试下年还有。江生，我们去找找，纸一定是被人故意偷走了。我去县衙。没有证据的事，就算是闹了县衙又如何？说到底是我们不够谨慎。也好，吃了这次亏，下次就学聪明点。走吧，我们回去。江生低着头不说话，仍旧默默落泪。既然来了，不如就近看看，万一有什么规则呢？去吧，大哥，剩下的事要你一个人面对了。许墨头一次明白什么叫失而复得，什么叫激动到发抖。吴哥，你刚刚做了什么？大哥怎么进去了？是啊，小五，大哥怎么突然混进去了？难道用了什么障眼法？都不是，只有真正的身份证明才能进入贡院，这做不得假。可刚才明明被偷了。郑如谦和两个弟弟对视一眼，全都懵了。如果我们是敌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一击必中？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做事情就要出其不意，才能打乱敌人的计划。大哥能够考试了，这一切都是五哥的功劳。五哥，你太棒了！小姑娘大叫一声，张开双臂扑到常燕身上，狠狠地亲了她一口。江生，你还没亲过我，怎么能亲小五？也没亲过我，也没亲过我。我有点太激动了，五哥不要跟我计较。等到贡院里的学子从密密麻麻变成了稀稀拉拉，许墨还是没出来。江生的心又提了起来，贡院大门都要关闭，许墨才蹒跚着走出。你这是被欺负了？大哥不会也……我没事，先回家。我真的没事，只是收卷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发了疯一样抢我的卷子，我跟他在地上扯了一会儿，就成这样了。绝对是县令夫妇使的坏，他们太过分了，连贡院都不放过，如此下作。那大哥岂不是白考了？说起来还得感谢小五。贡院门口那处让他长了记性，考完试发觉时间还多，索性直接写了2份。你今日侥幸，后面4日该如何是好？行凶者被带走，说明贡院还是要脸面的。他们要脸，就必然畏惧事情闹大。反过来，我们就得把事情闹大，让他们害怕。不过明天以防万一，大哥还是得留个后手。第二天，许墨进了贡院，兄妹几个窜入人群中，热情四溢的闹家常，唠着唠着就提到昨日有人捣乱贡院的事儿。虽然这事儿被尽力捂着了，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总有1、2个人看见，3、5个人听见。我只说了有人行凶抢卷，没说作弊啊。效果好就行了，现在大家都在怀疑咸阳县考试的公平性呢。现在就只看大哥今日如何了。这次许墨出来的很快。大哥，今天怎么样？许墨笑容一脸。其实不怎么样，但他进考场前被人撞了一下。等进了考场，他习惯性的拍打一下全身，却在后背摸到一张纸，一张涂抹了饭粘子牢牢粘在他棉袄上的纸。贡院徇私舞弊，贡院强抢试卷，草民心底有冤，还望大人伸冤。他们怎么敢的？他们怎么敢来击鼓鸣冤？我的虎儿被他们迫害致死，他们怎么敢？咸阳县令表情阴沉，他知道这群乞儿为何击鼓鸣冤，是为了逼迫他处置贡院行凶之人，也是为了将这事情闹大，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人，这件事应该给个交代。咸阳县令勉强露出一丝笑意。这是必然，堂下何人，有何冤案，速速道来。回青天大老爷，草民要控告贡院检查不严，纵容行凶，戕害学子。草民被殴打毁卷一事，有收卷人及2名衙役亲眼所见，凶手也被收押。草民恳请大人调查所有，还咸阳县百姓一份安心。请大人还咸阳百姓一份安心。
请大人还斜阳百姓一份安心。请大人还斜阳百姓一份安心。传收卷人与当治衙役。这堂案审到最后，斜阳县令宣判：着凶者50大板，禁锢地牢5年，不得外出。回大人的话，草民还有一事不明。大人，草民与凶手无冤无仇，他为何要行凶草民？恳请大人明察。我们此番贸然击鼓，已经是在挑衅斜阳县令，如今又逼他给高衙役增加量刑，恐怕会被恨入骨。老三，这你就想差了。就算没有这一出，斜阳县令就能饶过我们了吗？今日逼迫，我不后悔。至少往后他不敢在贡院做手脚，我可以公平地走在科举的道路上。你们是何人？怎么，我们前脚才出了大堂，后脚就要来灭口？可不能乱说，县令大人待民如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今日来是奉大人命令，清扫斜阳县境内所有寺庙，重新修缮供奉，与尔等无关。许墨气笑了，江生气哭了。二哥给你买新的房子，我们会有自己的家。三哥保护你，谁都不能动我们的东西。江生不难过，不哭，正好我也想带你们搬走了。大哥，我们可以住进医馆里去。或许我们可以在县里定居，更方便老二运菜，也方便我上学。大哥你定，家里的钱不是我一个人挣的，每个人都有贡献过努力，每个人也都有使用的权利。既然这样，我们就在县里租个房子吧。这斜阳县此刻驱逐我们，将来就得挽留我们。你是说这个院子要10两银子一年？10两银子我都能在村里盖一套了。切，你在县里盖一个试试，别说是这是个大院儿，就是城西巷子里最便宜的小胡同，也得20两造一间呢。要不要？这可是难得的大院，足足4间房呢。你要是嫌贵，我给你找个1间的，2两银子一年。郑如谦发挥嘴皮子，跟衙人商量，来回反复的磨，总算磨掉2两银子。我很喜欢这里，以后要多赚点，把这8两银子赚回来。有庞县令在，斜阳县令不敢无故对我们下手，但他也不会放过我们。接下来恐怕阴招不断。庞县令只能威慑一时，说到底还是得我们自己强大，钱权人缺一不可。钱的事儿交给我，打架的事儿交给我。温之允动了动嘴，但没说出来话。夫子说这2人现世结果就要出来了，肯定是这老东西插手了，他使坏了。大哥那么努力，怎么可能落榜？打进县衙要个说法。二哥、三哥，要不先回家看看吧。回到城中小院的路上，就看见地上有红纸，有鞭炮碎屑，是谁家办喜事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5哥，你们去哪儿了？许墨徐徐展开红纸，上面用浓墨龙飞凤舞地写了3个字：县按手。太好了，有这个按手在，那老东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好小子，平日里就觉得你优秀，没想到竟优秀如斯。这个按手一拿，咱们学堂都跟着有光。多亏钱夫子悉心教导。你虽得了按手，却不要骄傲，这毕竟只是县试，后头还要过5关斩6将呢。我这趟来也是想跟你说一说4月的府试，以你县按手的水平，应是能过。但若是再钻研2年，一举拿下府按手，对你来说注意更多。但许墨低吟片刻，摇了摇头。其实你不必担心太多，学院一定会保护好学生，尤其是你这么优秀的学生。那学院也会保护我的弟妹吗？许墨抬起头，钱夫子霎时沉默。夫子不必规劝，许墨的前途，许墨自己会承担。许墨的弟妹，许墨也会自己护。好，那你准备4月的府试，学院还是会尽可能帮助你的。早知学习有这么多好处，我也跟大哥一起上学堂了。背个八股文来听听。
郑如谦在旁边直扁嘴，他承认大哥很厉害，但小江生也看看二哥好不好？难道我不厉害吗？我可以一个打5个。温之允嘴唇再次蠕动，但又咽了回去。剩下常燕欣慰地看着这一幕，偶尔咳嗽2声，以示五哥的存在。小江生心情好了，哄哄这个，哄哄那个，家里又是一团和气。江生心情不好了，谁都不哄。是你惹妹妹不开心了。是你。胡说，明明是你。不服打一架。腹内如此高涨，应是胀气无疑，需要尽快排胀，间歇助排气的药物辅助。没见过腹胀会失禁的，我看更像是胃胀，需要用助消化的药物。都不是。你这后生崽子懂个什么？你吃的米还没我吃的盐多，这可是要命的病症，因为你的胡言乱语而导致生命消失，将来算在谁头上？就是，不要胡言，你承担不起。医术不是越老越厉害，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这人明明就是腹肠不通导致的胀，只需要通便即可。你在这斜阳县算个甚？竟然在我们跟前指手画脚！你有多少医症，又治过多少病症？我说这是腹胀就是腹胀。这位大夫说的没错，可惜太过轻微，被众人忽略过去。小大夫说的没错，这就是腹肠不通。你们看，这样人信我？哼，不过是个10岁的小娃，胡说八道更甚之。说这么多，不如下药一试，总好过病人躺在地上痛苦。他难受啊，他快要死了，你们给他下药啊！无论是什么药，下了才能治病啊！那就按照这位小大夫说的做吧。约莫盏茶时间后，一声屁响炸雷，但随着这股子恶臭，肉眼可见病人的腹部扁平下去，人也逐渐恢复清醒。我说的没错。温之允不再停留，缓缓转身离去。今儿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呢。我父母是医者，我从小也学了些，仅是不忍心病人受苦受难罢了。你也学过医术？不对啊，老东西说我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是学医的料子。你比我还要小个5、6岁，却跟我一样优秀，这岂不是说明你比我还优秀？哎呀，罢了，老东西教我医术是为了救死扶伤，可不是为了掐死好苗子的。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倒要看看10年以后是你优秀还是我厉害。这位郎中，我想您误解了，我只是路过而已。跟我抓药，1个月开你5两工钱。好。两人回到医馆，狼藉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但病人尚有不适，哇的吐了一地。吴大夫，怎么了？这病人呕出脏污，说明胃部也有疾，腹部鼓起成圆弧，显然腹胀也有。师傅说的没错，医术博深，是我得意忘形，总以为几年就能学得所有，其实经验才胜一切。我就睡了一会儿，起床4个就不见了，问就是出去走走。这县城又不是村里，他根本就不熟悉，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小江生啊，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县里治安很好，没有那么多坏人。我们得罪了县里的父母官。把庞大山兄弟叫来，先出去找找吧。4哥，没事就好。小生，我5两银子赚钱了。我10天也才100文，适当长点钱。说起来，你也跟我2月了，是该长点。下趟就按200文算吧。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我跟县里的巧儿们关系都不错。今天找小4弟的时候，听他们说，在县衙后院看见几个刀疤脸进出，杀气腾腾的，怪不好惹。西阳县令要是想杀了我们，早就杀人埋尸了，何至于等到现在呢？斜阳县令是不会，但你们别忘了，他还有个夫人。这几天老三就在家保护弟弟妹妹。那大哥呢？全家一起送大哥上学，再一起回来，这样比较安全。
那你呢？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还带着庞大山呢。不行，我不要二哥出事，我不想没有二哥。老二什么时候去云水县送菜？3天之后雪菜收满，我就得去云水县了，不然悠然居这边半个月一次的菜赶不上。3天加练一下，虽然不能反杀，但总能灵活些。加练？加练谁啊？我吗？不止你，主要是庞大山和他的几个弟弟。二哥，大山哥哥，你们遇到危险就跑，只要能安全回来，什么都不重要。等你们回来，再继续练。二哥恐有危险，早知就不该让二哥去这一趟。别说这些了，赶紧去救人。大哥留在学堂，暂时不要走动，其他人全部去救人。方恒诧异地看了小五弟一眼，终究是什么都没说。原本平坦的官道突然多了些碎石挡路，我去挪开。碎石后头突然出现了4个人影，身穿黑色劲装，手持大砍刀，面带刀疤，杀气腾腾。刀疤？大山快跑，是刀疤脸！你才刀疤脸，你全家都刀疤脸。老郑，不对啊，他们从咸阳县的方向过来，我们不应该往云水县跑吗？你不懂，我小五弟说的，要出其不意才能制胜。老三，方恒没有看他，眉目严肃地握紧长棍，夹着红鬃马儿冲到黑衣人跟前。三哥，老三！方恒没有回头，凝神屏息，盯着4个黑衣人，猛然挥刀砸，对着他们狠狠地砸，让那温之允从袖子里掏出一包粉末，咬咬牙甩了出去。这是什么？是什么？10香软筋散，最多半炷香，你们就手脚发软，不能动弹。算你们狠。三哥，你好像那个打了胜仗归来的将军。然而骤变突生，一直笔挺坐在马背上的方恒面色一变，身子肉眼可见的萎靡下来。糟糕，是10香软筋散。四哥，你有毒药一定有解药的，对不对？快给三哥解药，三哥中毒了。哪有什么10香软筋散？那是什么？刚才那白色粉末不是毒药，那又是什么？是吴大夫让我磨的巴豆粉。老三这是怎么了？二哥，给三哥一点私人空间吧。大哥，我们都平安回来了，你怎么还蹙眉头呀？大哥是怕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吧？我打算提前去安水郡。大哥，越级告状是要先打50大板的。许墨一顿，他当然知道，但他忍不了，他要揭发咸阳县令的所有罪状，所有恶行。直到前几天，小企儿们来通禀县令夫人的动态，许墨心软，赠了他们些食物，才在一群企儿中发现狼狈不堪的夫人。沈娘，是你吗？沈娘，是我不好，嫂子莫要来怪我，是我们害了你们，但我们也遭了报应，你们别来找我们，别来找我们。他做了叛徒，却也没捞得好，叫人灭了口。我生得漂亮，捡回一条命，伺候完这个，伺候那个，到头来还是被一脚踢走，只能乞讨为生。公子，是娘糊涂呀，是娘知错了，知错了呀。那沈娘可愿意让刽子手得到应有的惩罚？单留二哥收菜真的行吗？不会再遇到那几个刀疤脸吧？放心吧。四哥，你这巴豆粉末从何而来？威力甚大呀。温之允挠了挠头，他也不知道。说起来，吴大夫真是善良，4个干活3天打鱼2天晒网，吴大夫不仅不生气，还照发利银，真是个好老板。
温之允嘴唇蠕动了片刻，几番欲言又止。巍峨雄伟的安水郡城门还是震到了他。府城也有穷苦百姓。傻孩子，什么地方没有穷苦人家呢？府城、县城、镇子，穷人和富人遍地皆是，只不过分多与少罢了。别说是府城，便是大禹王朝的京都，风景也会有穷人的呀。小四、小五，想吃包子还是想吃肉盒呀？吃个肉包子吧，只要三哥买的，常言都吃。四哥你吃点，五哥你也吃点，多少来2口。难道郡守大人是个女子？不是，王夫人来了，真是稀客呀。我就是来打听一下，我那不争气的外甥行踪可找到了？唉，始终杳无音讯，是府衙不得力，到现在都没能寻到方公子踪迹，还望夫人见谅啊。不论如何，都要感谢府衙出手相助。这可是我那可怜妹妹唯一的骨肉了。不是郡守大人。郡守大人日理万机，怎么可能每件事情都来处理？多数都是事业代为处置。那我们怎么才能让郡守大人亲自审理？拦路，你们准备好了吗？许墨没有任何迟疑。那好，我们接下来几天都来这里观察安水郡守的行踪。三哥，你又拉肚子了？温之允赶紧伸手把脉，不是，是心神不宁导致的惊骇过度。三哥，你怎么了？你要是难受，告诉我们呀。小三要是不舒服，我们就回去。三哥要是难过，就哭出来。我看见了。三哥别怕，我们都在呢，不怕不怕啊！就算躺粪坑，我也陪你一起。我刚刚看见那个把我关了半年的人，他竟然还在找我。三哥，三哥，你怎么了？你别害怕，我们都在呢。三哥，你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别怕，三哥没事。老三，有什么话跟大哥说？刚才那人是我舅母，我家中遭逢巨变，原是投奔他，可他却将我禁锢在柴房，让我慢慢死去。我是逃出来的，当时惊慌失措，竟没瞧清楚是安水郡，误打误撞又见到了他。早知舅母在安水郡，我就大哥，我不怕了，但我不想再被王家人发现，他们若是捉我，恐怕会给大家带来麻烦。那三哥，你还哭吗？你三哥想什么时候哭都可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懂了，以后哥哥们谁想哭，江生给你们送手帕。若是要一起哭，那江生就把袄子借给你们，全当洗袄子了。许墨本就生得清秀，又穿上了文人学子才有资格拥有的细布长袍，往那儿一跪，从头到脚就写满了一个字：冤。郡守大人不会担心人太多，不从这儿走了吧？放心吧，郡守大人前行会有衙役清路的。大人过路，烦请让让。郡守大人要从此路过，烦请让让。草民有事禀报，跪在此处，只为见郡守大人。有事击鼓鸣冤，跪在这里不见，走不走？许墨岿然不动。启禀大人，有一学子跪地，似有冤情禀报。好好的学子，不去上课，跪在这里作甚？学生许墨特来状告咸阳县令谋害前任许县令，戕害无辜百姓，并买凶杀人，意图灭口，还请大人明察。你可知越级告状是要先打上50大板的？学生知道，学生愿受50大板。这不是咸阳县暗手吗？倒是个刚硬的。咸阳县令不是才上任不满1年吗？怎么能被人告出这么多条罪状来？等等，先别打了。这位学子，你的身子太单薄，50大板会要了你的命的。
若是你此时收回状纸，可以就此离去。大人，草民一定要状告咸阳县令夫妇，还请大人还草民父母、草民叔婶、草民弟妹，以及无数个被戕害百姓的公道。大人，草民不畏50大板，不怕生死存亡，草民只怕冤情无处可禀，只怕冤魂无处可去啊！大人，你说你是咸阳县暗守，可是打算参加半个月后的府试？许墨不明所以，但还是强撑着点了点头。好，今日本官便当着安水郡百姓的面与你留个约定，只要你拿了符暗手，我便免去你这50大板，并亲自处理所有冤情，你看如何？答应他呀，大哥，答应他。大人言之有理，但这桩案件涉及极广，大人如何能做到不打草惊蛇，将案件拖延至府试之后？这事儿自有我，本官会管住在场所有人的嘴，你只管安心准备府试。年轻人可还行？大哥，你一定可以考上符暗手的。大哥，尽力就好，大不了这50大板我替你。大哥，我替你治伤。先上车。大人，为何要为一个区区学子破坏规定？50大板是越级告状的门槛，若是破例了，将来什么这么大小的事情都会告到府城来的。更别提还要他考上符暗手，就他这伤，半个月之后能行动自如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考上符暗手？规矩当然不可非，但这个孩子年纪太小了，打完50大板，不死也得残。那你早点制止，或者干脆别打呀！都打了30大板了，再说这话做甚？你说他伤未必好全，我信；但你说他拿不了符暗手，我劝你多思量思量。在这等着。为什么呀？我要看看大哥的伤口。哎呀，太狠了，太狠了，血肉模糊啊！小江生，不许看，不要看，在外面等我们。进去吧。江生，还哭呢？别哭了，这不是怕吓到你吗？我不害怕的，我不害怕大哥的屁股。我害怕，是我不想让你看见这样血肉模糊的场景，而且，哥哥是男孩，你是女孩，不可以看男孩子的屁股。哪个男孩子的屁股都不能看吗？五哥的屁股也不能看吗？不光我们，所有男孩子的屁股都不能看。早知道就不看二哥的屁股了。之前他有一次在破庙后头撒尿，我看见了，好圆的。您这里有5个小孩吗？4个男孩带1个女孩，有2个高一点，其他3个都挺矮的。我们这儿倒是有这么个客人，但是您是谁呀？我是他们的哥哥。我带你们过去吧。小江生，怎么都不想我？想死了呢。二哥，你怎么才来啊？这不来了吗？嘿，你们怎么住柴房啊？是不是钱不够？这里的房间太贵，正好有个便宜的柴房，住就住了嘛。大哥这屁股还能参加4月的府试吗？参加不了也得参加。二哥，我们快些去进点货，等大哥拿了符暗手就回去卖钱。呆瓜妹妹把符暗手当成了10里铺村的茄子豆角，想摘就摘了，这怎么可能啊？大哥要考足3天试，我们留在公园门口也无事，不如到处看看。姐姐，我能向你打听些事情吗？小弟弟，你要问什么呀？姐姐这里的肉可真漂亮，纹理清晰，鲜香红润。只是这一头猪最好的肉都在这里了，其他的肉都去哪儿了呢？还能去哪儿？要么搅成馅儿做包子，要么便宜卖去县里乡里了。原来如此，真是谢谢姐姐了。辛苦五弟了，以后有这种事儿还找你。要是足够便宜，我从府城拉到县城里去卖，倒也不错。手怎么了？刚才他们推的。是我刚才不小心摔倒了。二哥，我们继续逛吧，我还想多看看呢。走，二哥带你去买新衣裳。
区区江家，哼！大哥，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还好。都考完了，再看有什么用？先把屁股养好了，不然以后留疤了多丑。这3日你们做了什么？果然，小姑娘唾沫横飞，把所有事情都讲述了一遍。这些帕子可好看了，价格还便宜，带回县里一定能卖不少钱。还有这种木簪，花纹真漂亮，听说是枫京那边传来的，我也咬牙批了100来根，一定能卖出去。我见书籍上提过，蜀中地区有一种保存猪肉的方式，说是将猪肉腌制晾晒，再辅以果木烟熏，可以长久保存，而且风味极佳。郑如谦的眼睛立马亮。不过这样做出来的味道，咸阳县百姓能否接受，我也无法保证。再好的东西，没有市场也是无用。郑如谦点头表示知道。我来。5大3粗的少年腌起腊肉来还挺细致，为了观察肉是否腌好，甚至不惜品尝生肉血水。试吃的时候，几个人犯起了难。直接吃猪肉还是生的，切片炒菜又齁咸难受。要不水煮试试？大山，你怎么知道这些？我以前有个娘，她就是蜀中地区嫁过来的。我们这样肯定不够正宗，若是有朝一日能去蜀中地区，我带你尝尝正宗的腊肉。难道不是榜首，亦或者是落榜了？我已经准备好碎银子了，不多不少，1两整。就在他们疑心榜首真的花落别家时，一声锣鼓响起，郑如谦第一个蹦起来，哎呦一声冲出去。可是祝客栈的哪位学子拿了榜首？是隔壁有户人家办满月酒。罢了，不必管这榜首与否，直接去府衙。外头又响起了锣鼓声响，可能是那家满月酒又招呼人呢，也可能是谁家娶媳妇儿。这个就是那个屁股伤了的少年的妹妹。扶按手许墨，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小姑娘，你哥哥可真厉害，再过个院士就是秀才老爷了。小江生，这是什么？捷报啊！1两银子已经给出去了。徐墨呆立了半天，回过神便抓起捷报，走，去府衙。我没看走眼吧？算你厉害，这样的苗子100年难得一个，竟让你遇到了。大人，大人，不错，不错，你没让我失望。县按手，府按手，一路走到现在，你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大禹王朝有规定，连得2按手，不必院士，亦是秀才。许墨又懵了，今天的惊喜一个接一个。斜阳县令一事牵涉甚广，本官也知你不耐等待，既如此，索性去斜阳县处理这桩冤案，也更好收集人证物证。不可不可！许墨怔愣半天，回不过神，还不赶紧跟上！郡守大人下县城处理案件，简直闻所未闻。也不是没有，只是不能被记录在册罢了。爹，娘，你们看到了吗？孩儿就要为你们沉冤昭雪了。大人，学生有个小院，可供大人休息。走吧，去县衙。干什么干什么？青天白日里拍什么门？哼，你这里是县衙，是老百姓告状的地方，不许拍门。你要门做什么？这不是有冤骨，你可以敲冤骨。这总行了吧？县令大人身体不适，暂时无法上堂，有事押后再审。好一个斜阳县令，好一个斜阳县，大胆斜阳县令！自今日，许秀才控诉斜阳县令谋害许县令夫妇，本官亲临斜阳县，就是为了寻找真相。斜阳县令，你可有话说？大人，这都是污蔑诬告，下官清明廉政，怎么可能做出这等子事情？明明是那许县令贪污财政，被判刑后不堪受辱，自枪而亡。烦请大人明鉴。呈物证人证。
大人，是妾身夫妇对不起你，是妾身收了朱志小人的好处，妾身对不起你。那贪污受贿的证据都是胡乱捏造的。你这毒妇！恶人，朱志，你不得好死！再把早就抖成筛子的大丫鬟提来，惊堂木一拍，他就全招了。当天，县令夫人的罪名就落下了，但到了县令朱志这里，则变成了抵死不认，满口喊冤。大哥，朱志真的落网了吗？这里不需要我了吧？我去收菜了。有郡守大人在，且放心。倒是你，路上注意安全啊。罪魁祸首都已经落网，我才不怕什么呢。哼哼。冬日里没菜你天天收，好不容易春天收菜了，你却又不来了，怎么的？就喜欢吃不新鲜的？婶子们、大娘们，真的装不下了。小郑啊，你下次多来几个人，多拉几辆车。你要不要多带几个人跑云水县？我看弟弟们收雪菜也能独当一面了。先把这些菜送了吧。好小子，这是蜀中特产。你这1个多月去蜀中了？啊，那倒没有，这肉是我在中途偶遇一个姨娘做的。竟然能买到蜀中特产，不错。你这腊肉是什么价格收的？也就17、18文一斤吧。腊肉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一直没有见到。这样吧，我先拿着5斤在悠然居售卖，若是卖得好，我就20文一斤收你的，你看如何？那就这么定吧。白伯伯，初春各地青菜都水灵灵的且量大，我观咸阳县能吃下的量有限，不知道安水郡悠然居是否也要菜？若是要的话，小子能不能给送辆车？你想赚钱，多送菜可以，但你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因此漏了咸阳县悠然居的菜。啊，这是当然。白伯伯且放心，咸阳县悠然居永远都是头一份。十里山的郡子又要破土了，我只供您这里，谁要也不给。我可以给安水郡掌柜写封信，但他愿不愿意收，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努力。郑如谦带着信封郑重道谢。你可知道风京到安水郡要多久？要1个月，快马加鞭的1个月。若是拉上满车货物，少说走1个半月。你告诉我，什么东西能放1个半月？你有运东西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2个县城之间走走也就算了，这种活做不大的。二哥回来了。二哥这是怎么了？可是在外头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二哥出去一趟，怎么还愁眉苦脸的？是生意做得不顺的？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运输点菜，结果根本送不到地方，菜就烂了，而且也没人愿意拉着便宜的肉菜到处乱跑。二哥一车菜能赚多少钱？用时多久？净利润2、3两银，跑得远就半个月，近一点7、8天吧。所以一个人1辆车，半个月就能赚2、3两银子。但是张姑姑每天绣帕子也才能赚个3、5文钱。我还想跟着二哥去拉菜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车菜赚2两银子多香啊！小江生，有你真是太好了。上次江生亲了你，现在二哥又亲了江生，只有我。朱志认罪了。真的，这可太好了。他只认罪自己误会了许县令，却不承认栽赃陷害污蔑，更不承认针对过我们。他就是想脱罪。不能找更多的证据了吗？我们如此得罪于他，但凡他脱罪，将来还有我们好。怎么了，小五？难道一个高衙役还不足以定朱志的罪？
是可以定罪，但总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大哥，你怎么了？高衙役回来了，只不过是横着回来的。走，去县衙。下官看管不力，下官有罪。哼，郡守大人，既然没了其他证据，是否能将朱大人释放？郡守大人，还请按照规矩办事。家嫂还盼着亲弟弟能够继续造福百姓呢。三哥，你怎么了？老三，你怎么了？三哥上次这样是在府衙门口，当时是见到把他关进小黑屋足足半年的舅母，那现在……三哥不怕不怕啊，哥哥们都在，江生也在，江生抱抱三哥，三哥最勇敢了，别怕别怕啊，我们都在。我知道朱志背后的人是谁了。不会是你舅母吧？是方家。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呀。以前江生都吃不饱饭，还会挨打，现在不仅有饭吃，还有哥哥们在。大哥都是秀才了，二哥还能赚钱，三哥可以打坏人，四哥可以治病救人，五哥那么聪明，你们都好厉害的。最没用的是江生，可江生不难过，因为江生有哥哥们，只要有哥哥们在，总会越来越好的。大哥，你一定会成为状元的，以后做了大官，把坏人都拴起来，好不好呀？大哥最厉害了。江生，你总是这么相信我。江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四哥最好了，江生和四哥永远都不分开。其实事情也没那么糟糕。朱志可释放，但需要对许县令磕头致歉，并给予家属赔偿，而且不能再任咸阳县县令。朱大人可是方家主母的亲弟弟，那又如何？连县令都敢误判，那一县百姓交到他手里，本官不放心，也与律法不合。方家总不至于想要插手大禹王朝律法吧？那就依大人的判定。我去杀了他。不可，朱志死了，方家只会寻我们的仇，万一因此发现老三，得不偿失。但是活着又如何？有些人活着还不如死了舒服，对吧，四哥？全家都一愣，只有温之允恍然大悟，只朱志一人上前，松垮垮地往地上一跪，磕了个敷衍的头。也就在他额头与地面碰触的一瞬，提前洒在地上的豚草花粉被呼吸带着冲进他五脏六腑。好孩子，我知你心有不甘，但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大人放心，就让朱志先活着吧。你这位大哥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叔，你看我能和他官商勾结吗？官商勾结，就算做商也要做心存百姓胸怀天下的商。你个臭小子！咸阳县过不了几天就会来新的县令，我不能保证他一定爱民如子，但若有不对，只管来府城告状。郡守大人，这次还打50大板吗？不打了，秀才老爷告状，不打。要胸怀天下，不能损人不利己。损人还是得利己。饿了。走，回家吃饭。走喽，回家吃饭了。有一点点像，主要是长高了不少，不能确定。还是先回去跟夫人交代一声，大姑娘的嫡子怎么能流落在外？大哥擦擦汗。哎呀，大哥在外头多清贵啊，回到家却给咱们大汗淋漓的炒菜，太造孽了。那你去。郑如谦提出要把云水县来回收菜的事情交给庞大山兄弟，自己去府城跟安水郡悠然居谈合作。你自己去，二哥，我担心你。云水县的生意就这么交出去可不行。虽然庞大山兄弟也算熟人，但利益当前，情谊靠后。或许二哥可以考虑下迁戚。你是说奴气？这不太好吧？还有公戚，不然地主家的长工短工怎么做活的？我已经升级成地主老爷了，跟镇子上放烟花的牛员外一个等级的地主老爷。签，必须签。
郑如谦找来庞大山，问他要不要签长契的时候，庞大山愣了一瞬，不是为奴作弊的那种契，而是你给我干活，我给你发钱，不再是口头约定，而是契约，是要走官府明路的，若有违约就得赔偿。庞大山迟疑好久，终于点头，咱们现在规模小，一趟也就3-5两银子，我也给你发不了多高的钱，但若是将来做大了，太低了也不公平，所以咱们1年调整一次银钱。小郑，你来。小郑啊，你这腊肉真的是在安水郡路上买的吗？是啊。看来这地方还挺隐蔽。那地方我也是不小心才找到的，白伯伯若是想要，我给您拉去。那感情好，最初这腊肉卖不出去，我还以为没人喜欢，好在有几位去过蜀中地区的老饕点了，其他人闻到这香味也跟着点，没几天5斤腊肉就空了。你这次就先运上500斤吧。那白伯伯付个定金吧。什么？你要在安水郡开个作坊？完了，二哥地主梦做太大了，不仅开始签公契，还想开作坊。只斜阳县一个小分部悠然居就订了500斤，要是我跟安水郡悠然居合作了，1000斤也做到，算多少利润了？要是不开作坊，我累死也做不出上千斤的猪肉啊！哪怕算上全家人头，连大哥都丢下毛笔去腌猪肉，也做不来。可是安水郡你人生地不熟的，签谁呢？你们觉得张叔怎么样？我不喜欢他抢小江生生意的事儿，不过他对翠儿婶儿是真好。我觉得一个对夫人好的男人应该不至于黑心黑肝。但是安水郡毕竟很远，他愿不愿意去还是个问题。小江生，驴车都被庞大山带走送菜了，我们总不能走着回十里铺村吧？江生起初还算镇定，慢慢的就有些紧张，下嘴唇都快咬肿了。你在怕什么，小江生？你怎么还迷信呢？这不叫迷信，佛祖保佑江生吃饱饭，还保佑江生永远和哥哥们在一起，当然要感谢佛祖了。到了张启全家门口，方恒勒停马车，把缰绳交给郑如谦，自己跳下去敲了敲门。谁呀？我是方恒，来看看张叔。真的吗？你真是方恒吗？你们有什么不为别人知道的秘密吗？山上的陷阱半年都没动静了，我是来找张叔看看，是不是需要把夹子换成山笼子。真是你们！婶儿，张叔呢？他在床上躺着呢。看到张启全昏昏地歪在床榻上，这是怎么了？还不是钱惹的祸。那25两银，相公原就打算分配好了的，给爹娘5两，给大哥5两，给二哥5两，剩下10两我们自己用。可他们断定我此生无子，便是留了10两银也没用，撺掇着公婆要走所有银钱。相公他哪里同意？3家人从年前闹到现在都快断了关系。前几天大哥和二哥，不，那2个畜生冒充熟人过来敲门，我不设防打开，他们竟然冲过来要打我。相公护我，竟被硬生生打断了1条腿。真是太过分了。好小子，你怎么来了？张叔，我给你报仇去。别冲动，先听听张叔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都是兄长。这些年我在外面打拼，爹娘全依仗他们照顾，是我亏欠他们的。所以叔就任由他们欺负婶儿？也许他们并不想下这么重的手，只是不小心。张叔之前四肢健全，也才勉强保护住翠儿婶，现在断了1条腿躺在床上，若是再有个人打上门来，翠儿婶要如何是好？不会的，大哥和二哥不会再这样了。真的吗？那我们跟张叔打个赌，看看他们待会儿来不来，可以吗？如果张叔赢了，我们替你出这10两银子；如果张叔输了，就带着翠婶远走高飞吧。
我不要你们的银子，我就是想知道，大哥和二哥还会不会再动手。三哥，你把这几屉糕点带着，就说在城里发财了，给张叔送钱的。听说有人来给老三送银钱了，你们这不好保管，送娘那儿去保管吧。还有那马车，老三腿伤了没法用，我先用来带娘去县里看病。大哥、二哥，那是孩子们给我们的。你们的不就是爹娘的？老三这些年不在家，爹娘一直都很惦记他，好不容易回来了，总是要孝敬爹娘的。就是，我们替你们孝敬了这么多年爹娘，分我们点也正常。你这女人又想搅和我们兄弟关系，不许乱说话。当家的那小孩到底送了什么东西来？你们连此事都没有，将来得我儿子给你们摔盆，留这些好东西有什么用？刘翠放声尖叫，哭得稀里哗啦。呀，怎么还有人？不仅有人，还不止一个。张叔，你输了。翠儿，是我输了，输得彻底。这个地方是容不下我们了。翠儿，我带你走，远走高飞。相公，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有你在，哪儿都行。也别远走高飞了，我打算在安水郡开个作坊，要不你们给我帮个忙？不知道张启全经历了怎么样的挣扎，只见他很是沉重地点了点头。只听说过安水郡，还没去过呢。翠儿，以后我们不回来了，这钱就留给爹娘吧，就当我后半辈子所有的孝顺了。难过吧？我以前也这么难过呢，时间长了就好了。刘翠回过神，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婶子，好摸吧？我妹妹的头最好摸了，我恨不得天天都摸。刘翠看在眼里，心底一软，凑到他跟前主动帮忙。我来。好看，真好看，这两条毛毛虫真漂亮。江生回过头，再瞪了二哥一眼，低着头不说话。我错了，江生，你这辫子真好看，特别好看，真的。江生，你别哭啊，二哥错了，二哥真的错了。江生，我替你打二哥，别难过，我把他揍得鼻青脸肿。我拿针扎他，不给他饭吃。跟二哥没关系，江生只是想起来姑姑了。姑姑也会给江生扎这么漂亮的小辫子。你要是想他，我们就去看他。江生沉默片刻，摇了摇头。要是姑姑能跟翠儿婶一样离开就好了。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姑姑，万一她也愿意离开呢？真的吗？姑姑可以离开那个糟糕的家了吗？可以再也不用被打骂，每天忙着干活做饭，却只能坐在厨房里吃菜汤了吗？不过去之前不能空着手。好孩子，你别买糕点了，这糕点又贵，量还少，关键是也不实用。你要真想走亲访友，就买点红糖，连2坛子酒，花不了几个钱，还显得好看。婶儿帮买嘛，三哥笨笨呆呆，不会挑东西。好好好，婶儿去。终于马车停下，方恒上前拍门。谁呀？你去开。小江生，你回来了，这些天还好吗？有吃饱饭吗？好孩子，过得好就行，过得好就行。嘿，来客了怎么不进屋聊，还带东西？你说说，这多不好意思啊！以前没派偷老子的东西给他吃啊，现在知道回礼了。不过就是有点太少，下次多买点。你能不能不要说了？怎么，嫌老子丢人？嫌老子丢人就别吃老子的喝老子的。张香莲，你搞清楚，是老子在养着你，要是没老子，你早就饿死了，跟这个小畜生一样去流浪。张姐，你怎么就支棱不起来呀？你就非靠着他不可吗？跟这种人在一起，还不如出去要饭。你能不能给自己点骨气？姑姑，你愿意跟江生走吗？江生不想看着你受苦，江生想带姑姑吃好的穿好的，江生想让姑姑每天都开心快乐。
姑姑没有娘家，以后我们就是姑姑的娘家人，我们替你出头，替你打架，替你对付人渣。张香莲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点了头。张香莲，你不得好死！你敢跑，你个荡妇！赵姐别难过，以后会更好的。这个村子我们也不回来了，我们仍是夫妻。万一他状告去怎么办？姑姑别怕，我哥哥是秀才，可以上堂，可以当状师，他一定可以帮你和离的。要是能有个修夫就好了。好姐姐，你就放心吧，你能离开那个家，是你这辈子的幸。刘翠手艺一般，负责切菜、刷锅、烧火。张香莲技术更好，一个铁锅，一柄铲子，在她的使用下出神入化，连翻带炒，不大会儿就有美味飘出。郑如谦原本在打瞌睡，闻到这香味儿，瞬间精神了。他鼻子一耸一耸的，跟个小狗似的。先尝尝味儿，好吃吗？盐味儿够不够啊？够了够了。看来以后咱们的日子会不错。能离开十里铺村就是好日子。吃饭啦，孩子们。比我在酒楼捡的还好吃呢。姑姑可以去开酒楼了。你若是真想做大做强，就该把以后的事情考虑起来。张叔，我想欠你20年。见周志强在县里打听江生兄妹的住处。就7、8岁的小丫头，长得怪好看，内里全都是坏水，一看就是个贱胚子。滚滚滚，不认识。呸！死贱人！等县令大人来了，我一定状告，告死你们！咸阳县令不日就要上任，若是真有他告了，还挺麻烦。要不咱们告他算了。可是咱们历来也没有状告相公打人的条款的，只有女子犯7出之条，可没听说过男子犯什么罪名的。我刚刚小产过，可行。1年前我怀胎7月，却被周志强安排粪筛，导致滑胎，那孩子都长成了人形，却还是没活下来。我这一生一共孕育了4胎孩儿，每一次都是劳累滑胎。不管是怀胎3月还是7月，周家人总能找到活让我干，不是地里的活，就是洗衣做饭、刷碗，每一次呀。老姐姐，你太苦了。致人小产，在大禹王朝上的律法是要负责任的。小产3个月内都可以通过把脉检测出来。这属于新官上任3把火，咸阳县令没办法不受理。再由许墨这位秀才老爷代替发言，由张启全、刘翠见证周家人在村里的口碑。自张香莲与周志强殴打致小产一案，周志强动手属实，故判决2人解除夫妻关系，从此各奔东西，再无瓜葛。我不服气！我不服气！他是我娶回来的人，凭什么说跑就跑？凭什么和我和离？就算真不要他，也只能是休妻。忽然察觉一阵窥探的目光，他扭头正对上新县令圆溜溜的大眼睛。张叔，作坊的钱我就交给你了，生活所需你也从中支出，莫要跟我客气。张姐，我们以后可能就常住安水郡了，在那边帮东家开个作坊。你要是无处可去，不如就跟我们一起。妹子，离开这里固然好，但是我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唯独会做些家务。也许我赚不了几个钱，但一定会照顾好几个孩子的。江生在旁边拼命点头，他可不希望张姑姑去安水郡，那他就吃不到美味的青椒炒鸡块了。也好，但张姐你要好好的，有什么事只管跟我们送信。那姓周的要是再来欺负你，我就让老张把他的腿打折。东家这时要把马车给我们用。张叔，你想啥呢？嘿嘿，这次可不光你们去安水郡。二哥，我也去，我去保护你。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不会有人再认出来的。二哥，我们以前是不是说过永不分开？既如此，不如一起去吧。大哥，你不去学堂了？所以你们都跟着去？还有小四不在。
小张生说你们要去安水郡，我就跟吴大夫告了假，他允我出行。既然如此，那就走吧。什么？他们去安水郡做什么？是不打算回来了吗？打算住安水郡了？不行，我得去看看。大人，您走归走，留个师爷给我们呀。上次他对这个地方不忿，现在居然要主动洽谈合作。别怕，二哥，我们都在呢。郑如谦一回头，一个哥哥，3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全都站在门口冲他露出笑容。郑如谦双手负在身后，大摇大摆地进了悠然居。大哥，咱不进去吗？我们去对面的茶馆坐一会儿。哎，走，小孩子别来捣乱。掌柜的不愿意与在下合作也就罢了，这5斤腊肉乃是白掌柜托在下送给掌柜的礼物，还望掌柜的笑纳。这小孩不是上门谈合作吗？怎么跑得那么快？去研究下怎么吃。这位公子，可有什么事儿？哎呀，是这样的，公子，我们刚才将您的腊肉煎炒烹炸了一遍，因鲜香滋味异常，得了几位老客的青眼。我们掌柜的想同你商量购买几十斤腊肉。啊，才几十斤啊？那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我们同咸阳县悠然居有500斤的合作，得先供给咸阳县。我要去跟掌柜的商量一下。老三，我觉得我应该斥巨资买身行头了。公子，公子，我已经跟掌柜的回禀了，他说也要500斤。您刚刚怎么了？叫了好多声都没有回应。500斤可以，我们需要签订契约，再付下定金，20天左右即可送货上门。没多大会儿，郑如谦拿着定金和契约，喜滋滋的出来。老三，走了。二哥真厉害，这么快就谈成了。谁让我的腊肉奇货可居呢？修个屋角要多少钱？修个墙壁要多少钱？不会超预算了吧？三哥，你怎么了？想娘了。娘啊，是张姑姑那样的吗？会给我窝头，会给梳小辫，可是张姑姑就在啊，难道比张姑姑还要亲？会抱抱江生吗？会给江生穿小裤裤吗？还是会什么呢？我听姑姑说，晚上给咱们炖大肘子。等以后啊，三哥也赚钱，给你买大肘子，一车一车的大肘子。花院高墙上爬出个黑色的脑袋，穿着黑色的衣裳，似乎在确认什么。那边有个瓦片碎了，这房子老旧的不行，30两银子贵了，你得给我便宜。哎，行，25两，行了不？院子外，斜阳新县令摸着自己摔成8瓣的屁股蛋儿，龇牙咧嘴，泪流满面。大人，写信吗？你才是大人，你爬不上墙，你让大人爬。小跟班缩着脖子不敢讲话。写，就说确认了，是大姑娘的嫡子。大人，回咸阳县吗？您现在是一县之令。我能不回吗？不能。那你问什么？别担心，就是老旧了点，明天雇人来修缮就好了。第2天，张启全找了泥工瓦匠来，把整个房子修补，同时利用瓦匠们的影响力，向外传达招聘制作腌肉工的消息。可几个衣着利落的男人立在巷口，不会吧，又来？他们的目标是方恒。三哥，你疼不疼啊？你们不要打我三哥！老三，挺住！来人啊，大人，这里有人在打孩子。三哥，老三，三哥，他们走了，你别担心，我们都没有受伤。可是你流了好多血，好多血。四哥，快点，小药箱。发生什么事了？大人，
我们遇袭了。血案手，怎么回事？是仇家吗？当街杀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四哥，三哥他还好吗？他会没命吗？他流了好多血呀，会不会流干？都是外伤，血流了很多，需要进补。这段时间需要好好的将养，差不多要月余。竟然敢在我安水郡里行凶，立马去城门处严查，不能让他们跑了。是。唉，我要记录下这宗案件，伤者姓名、籍贯、年龄和行凶者有无渊源。大人，我这几个弟弟妹妹都是乞儿，无父无母，自然也就无籍贯。那就姑且记录为咸阳县人士吧。10年一度的户籍普查要尽快准备了。这10年，整个安水郡不知又增加多少流浪儿，全都要统计出来。这是怎么了？叔，婶儿，姑姑，三哥受伤了，先让他进去躺着。这府城还真是是非之地。上次大哥屁股烂了，这次是老三，下次也不知道是谁。呸！二哥乌鸦嘴，不许胡说！不会再有人受伤了，不会了。可三哥为什么还不醒呢？不会真的死了吧？二哥讨厌，二哥乌鸦嘴，江生不要二哥摸。小江生，三哥刚醒，你就要把我打昏吗？三哥醒了。老三，醒了，醒了就好。我就说，祸害1000年。三哥觉得身体怎么样？可有不适？若有不适，只管找四哥。你这伤全都是他处理的。对，四哥特别厉害，一个人就可以把你救活。你不知道，江生看到那么多血都快晕过去了，四哥却能冷静上药，他真是天生做大夫的料。三哥别怕，你这次多是皮外伤，为腹部重了些，但只要好好休养，一定会痊愈的。我一定会让他痊愈的。姑姑，江生要走了。孩子，你要去哪里？不是一起回咸阳县吗？是啊，但是姑姑不要回去了。这段时间姑姑可开心了。张叔还夸你心灵手巧，连腊肉都做得比别人好。这又是个陌生的地方，不会有人再认识姑姑，伤害姑姑。江生虽然喜欢姑姑做的饭，但更喜欢姑姑快乐。如果姑姑留在府城，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就留在这里吧。江生会想姑姑的。小江生，你为什么要这么懂事？你为什么要这么聪明？大人，他们从府城回来了。还知道回来？这都1个月了都。哼，我还以为他们要长居府城了呢。奴刚刚打听到，他们之所以耽误这么久才回来，是因为小风公子在府城遇袭，被重伤。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消息泄露出去了。难道传错了人？鸽子不是人，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只能是被截获了。县令大人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如不传消息呢。哎呀，完蛋了！王喜，你赶紧派人出城迎接，快，务必保证这几个孩子的安全。哥哥，不会再有坏人了吧？江生不是很爱姑姑做的饭吗？怎么舍得把姑姑留在府城？姑姑是姑姑自己的，又不是江生的。姑姑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围着江生转。对，就这样，大声点儿，把那群坏蛋都吓走。准备大杀四方的方恒默了。啊，公子，我们来了，我们保护你们来了。方恒缄默，
这情形太诡异，他实在是说不出来话。那就谢过各位大人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大人，小风公子的伤口已无大碍，还有位公子送了我们2块腊肉，大人打算怎么吃？吃，就知道吃。王家已经知道阿恒的存在了，还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阴招。大人，您才是一县之令，这咸阳县里的老大，只要您想，总能护得住小方公子的。是啊，我是县令啊，我怎么就忘了？我是咸阳县的父母官。怎么了？大哥，我这次在府城遇险，你可有什么想法？我想，我应该准备举人事了。虽然我并没有足够的把握，但做了举人，才能有机会做官。三弟可是有自己的想法，若是有，只管去做。我想招些家仆，教他们武艺，训练他们反应，以保护你们。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大哥放心，这钱我必不会白花。许墨低头一笑，若是太贵了，我也可以先开个武馆挣钱，再从中慢慢挑选一些愿意跟我签生死契的人，只是速度会更慢罢了。行，多少钱？小江生，你头一次这么大方，我让你买辆马车你都不舍得。大哥和二哥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都在为这个家努力。三哥也想努力保护家里人，是没有错的。江生不是大方，江生只是不想再看见三哥躺在床上醒不过来，不想家里再有人受伤。给我100两银足矣，100两银，我亲自打造出一支铁血护卫队。你们是我买下的人，我会提供你们吃穿，发给你们利银，但你们要好好练武，将来保护我的家人。从今天开始，你们没有过去，忘记从前的名字，只要记住现在的代号1至8号，而你们姓江。起初江生还有点难受，总觉得那些孩子跟自己差不多大，怎么就要吃那么多苦？三哥也是这么过来的，甚至当时的他更小。非常欢迎这位公子，但是不太巧，本官刚刚聘好王爷，您啊来晚了一步。许师爷，敢问县令大人，哪儿来的许师爷？是我在县里发现了一位优秀学子，文采斐然，聪明通透，非常适合做本官的师爷。是吗？可这位许师爷却似不愿意与你为伴，竟然连手印都没有。王喜，去把许师爷请来，就说昨儿彻夜长谈，漏了最后一个步骤。许墨单手握书，蹙眉看着眼前这一幕。许师爷来了。昨儿彻夜长谈，想来想去，这整个县里还是你最适合做咸阳县的师爷。相信许师爷也会愿意为百姓谋福祉，为县城寻造化的。虽然许墨有点脑子，但也不能这样考验人。本官铁口说金，许师爷，只要你在这文书上按下手印，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本官的事儿。许墨继续缄默，他已经大约知道是什么事儿了。等等，100两银，可有印泥？别文轩，你过分了啊！我们可是亲戚。孙权柱，本官已经有师爷了，你看不见？你这个人凭什么？你孙权柱考了30多年，也才是个童生，拿什么跟许师爷比？好，你是打定主意要跟王家对着干了。别忘了，边家也有一位王家出来的姑娘。哼，没办法呀，谁让许师爷太优秀了，下次王家也派个秀才老爷来，或者举人更好，我肯定卖王家这个面子。喜迎师爷，恭迎师爷，恭喜师爷。许墨无语。那个，你要是不想做师爷，这文书可以撕毁的。啊！不，大人太不靠谱了，我们需要一位为国为民的师爷，不要走啊！我没办法一直做咸阳县的师爷，但在我复考会试之前，会为咸阳县百姓尽心尽力，还有文书上的利益不能少。本官真是绝顶聪明，不仅拒绝了王家的人，还成功招揽了个这么优秀的师爷。
今日一切都在大人的计划之中。乖乖，大人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什么？大哥要做斜阳县的师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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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好厉害，以后就是斜阳县的父母官了呢。大哥以后要考举人，做了师爷，万一耽误学业，得不偿失。这次边县令当着王家人的面聘下大哥，恐怕会引来更多的报复。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官商勾结了。小温大夫，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吴大夫，我是不是很没用啊？我什么都不会，仅仅能诊脉包扎，可这些事情哪个医馆的大夫都能做到。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每次遇到危险，我只能躲在哥哥们身后，眼睁睁看他们受伤。那你想要怎样？做个治病救人的医者，不是你的心愿吗？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谁告诉你医术没用，保护不了家人的？这个世界上能治病的人才是最能杀人的存在，只是大部分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相信罢了。小知允，你记住一句话，凡事专精不专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就是至尊的存在。不要瞧不起医术，好好钻研，杀人还是救人，将来只在你的一念之间。吴大夫，你能教教我吗？教我杀人。希望你不要后悔走上这条路。今日不早了，回去歇息吧，明日再来候着。四哥，三哥最近练功太辛苦，腿上一片乌青，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掉？有，先拿毛巾热敷，再用熟络油按摩，3日即可消去乌青。那练功过度导致的胳膊酸疼呢？冷热交替，再辅以肌肉拉伸，让紧绷的身体得到舒缓。四哥什么都懂，四哥真厉害。但是依然谢谢你，小江生。老三，你知道新县令姓边吗？听说边家有一位王家的姑娘，也许这位县令跟你有些许关系。我阿娘只有一位嫡亲兄长，3年前因病故去，王家便落入了舅母孙氏手里。阿娘倒是有几个庶妹，可她们早已嫁人，我也不清楚嫁于哪方。还是别想了，不如直接去问县令。好师爷，你可算是来了。府城发了命令，说要普查这10年的人口，正好你是心上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做了。你俩都是心上人的。大人。边文轩心底一跳，看天。大人。边文轩心底再跳，看地。大人，您这戏太过了，太明显了，太明显了。什么事？大人，敢问您可认识我母王福雪？我认识。您身边的这位家仆可是姓王？公子饶命啊！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也只需要知道，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助你的。三哥这是怎么了？五哥，我们要不要关心一下三哥，或者晚上买点他爱吃的菜？三哥一看心情就不好，还是让他发泄发泄吧。你还上去吗？反正大哥也在，晚上问大哥就是了。大哥不会在县衙出什么事了吧？大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边文轩为难你了？我这就去找他。我没事。大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被人欺负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下次不会了。按照上个10年调查的结果来看，咸阳县至少有数千名流浪儿，他们无名无姓，没有户籍，不得做工，无法上学。他们小时候是乞儿，长大了是乞丐，老了就死在乱葬岗。大哥，至少江生现在好好的，有我们在，他以后会更好。是啊，他只需要无忧无虑的生活就行。江生不是乞儿了，江生有5个哥哥，可是他们没有5个哥哥。大哥，可不可以向郡守大人申请，免去今年入籍人口的赋税？最好10岁以下不赋税，10岁以下的孩子实在是没办法做工养活自己。我会同县令大人商量的。大哥，白日里三哥为什么不开心啊？许墨嘴唇蠕动，
把白日里县衙门口的事情交代了下。我看边县令也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只要他一心为民，不迫害我们，便由他去吧。那我们再去追问边县令吗？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不愿意说的事情，也许只是难以启齿，要么关系难以启齿，要么做事情的动机难以启齿。他为什么要帮王家的姑娘做这些事情呢？以边维轩的性子来说，不可能是威胁，那就只能是情谊。什么样的情谊能让人难以启齿呢？从年龄和他的态度上推算，只能是见不得光的，规避人伦的，不符合道义的。叔嫂，小五，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难道……二哥在想什么？我家可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就好，那就好。所以背后的人应该是老三的姨母，只是边县令不愿意明说，那我们就全当不知道吧。免赋税的事儿可能会很困难。老二，你去云水县把这件事跟庞县令讲一下，若是两县能一起批请新的赋税，成功的几率应该会大一点。他又看向方恒，明天边县令可能会发脾气，你跟我一起去吧。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这种事你都申请得出，郡守大人怎么可能批？郡守大人批了，又会承受怎样的压力？往前推几十年都没有过给流浪儿免赋税的例子。不行，我不同意。数千流浪儿若是能落得户籍，将来就能正常生活，能赋税，能做工，为县里做出的贡献只多不少。算一算，免去1年赋税是多么划算的事情。他们做的贡献没看到，但数千人1年的赋税却是实实在在的银钱。王朝的规定岂能轻易更改？你若是更了，别人怎么办？别的地方也要效仿，这1年国库损失得多少钱？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倘若政策对国的利大于弊，为什么不能更改？本官可以豁出去这张脸替你们申请，但郡守大人能不能同意，不关我的事。大人，数千流浪儿都会感谢您的。谁要他们感谢？大哥，庞县令同意了。我来之前，他已经向安水郡递交了申请。我真的可以落户了，可以领地了，还可以免今年的赋税。庞大山不敢置信。还有些年纪小的，实在无法做工，准备下年赋税的，可以等一等。10年一查实在是太久了，若是能改成5年、3年就好了。庞大山连连点头，不敢奢望其他的。谢县令大人，谢许师爷。谢县令大人，谢许师爷。他们真的在谢我，真的在谢我。许墨含笑点头。原来为老百姓做实事的感觉这么好。县令大人，听说您20有5依旧孤身，我们县里好多姑娘年纪轻轻一枝花嘞，要不要考虑一下10里镇上的牛员外家财万贯，他家独女尚且待字闺中，您要不要见一见？跟您般配得很。这位就是许师爷了吧？这么年轻的秀才还是少见，可是有婚配。大哥，说个亲事也不是不行，嘿嘿，能有个贤良嫂子照顾你的衣食住行，多么大的福气啊！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嘿嘿嘿，我不要，我还得做生意呢，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我怕冷落了人家。二哥，你又要出远门？不能因为有危险就不出门了。再说了，这几个月王家不是没动作吗？可能是消停了。要不我带家仆保护二哥，正好锻炼一下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别，王家的目标是你，你不出现说不定没事，你一出现立马好几个亡命之徒杀过来。这样吧，你带江1、江2、江3、江4出去，他们4个身手最利索，功夫也最好。二哥，带上我。你凑什么热闹？又跟吴大夫告假了？二哥，我想出去采点药，你带我一起吧，我不会拖累你的。悠然居不是上个月订了500斤吗？给你送过去。府城的悠然居不愧是大店，这才多久就要第2批腊肉了？咸阳县的悠然居前几天才下定呢。东家来了，府城悠然居定下的不是第2批，是第3批了。可是来找郝掌柜的。郑如谦点头，
小二哥就通禀去了。他站在楼梯转角位置，正好看见县城里见过的江大公子在低声哄着一名少女。欢欢，你别跟爹娘闹别扭了，是真是假都没有确凿，只要爹娘一直疼爱你，你就是江家嫡女。跟我回去吧，别在安水郡了。我不，大哥，万一我真的不是亲生的可怎么办？万一你亲生的妹妹回来了，我怎么办？傻瓜，我亲生妹妹不是你还能是谁？你跟娘生的那么相似，别听那些风言风语，都是假的。可是祖母已经怀疑了。郑如谦挠了挠耳朵，只觉得富贵人家事情真多，连孩子都能闹真假。你母亲想通过我找到我父亲，让江家帮忙举荐你舅舅做下一任安水郡守。现任安水郡守是快调任了，但是孙家的人想要做这个位置，不应该找姻亲方家吗？找我们江家做什么？现任安水郡守快调任了，这句话犹如一通炸雷，在郑如谦头顶崩开。敢问小二哥哥，那两位姑娘是何身份啊？一位是京城江家的姑娘，也是咱们东家，听说跟家里闹了别扭，来这里散心。另一个是府城王家的大姑娘，这你都不认识啊？二哥，发生了什么事？谁欺负你了？我没事。这三个字刚出口，平地一声炸雷响起。郑如谦一扭头，就看见一辆马车横冲直撞飞过来。二哥，木头堆里埋着个华服少年公子，正哎呦哎呦的叫唤。此时酒楼里交谈的两位少女也被悠然居门口的动静惊动。堂哥，王大姑娘眼底闪过一丝厌恶，扭头回了酒楼。公子没事吧？郡守大人不允许当街纵马，更不允许马车速度过快，您可得慢点儿。我是王家的人，我就是当街纵马又如何？他一个快要掉任的老东西，管得了我什么？郑如谦面带嫌恶，领着温之允和家仆疾步回了簪花小院。昭叔，安水郡守快要调任了，这件事你知道吗？是听说过，郡守大人爱民如子，是个难得的好官，这次调任应该是升职。不是我吹，豆角干就咱们安阳县才有，但凡吃上几口就没有不爱的，每年还总有外地人过来买上几斤。这豆角谁家没有？煮熟了晒干也不是很困难，何故要来安阳县买啊？哈，这你就不知道了，别的地方也有人制作豆角干，但做出来的，都是差点风味，还不是因为这豆角也分品种。安阳县的豆角做豆角干最好吃。郑如谦恍然大悟，吃完饭抹着嘴离开。公子是要运2车干豆角回府衙？郑如谦点头，又摇了摇头。四哥，你们没事吧？二哥没缺条胳膊缺条腿吧？有我在，不会的。那就好，那就好。看来下次不能让二哥自己出去了，我得陪着他。实在是不放心，没我在，他总是遇到危险。属下保护不力，属下保护不力，属下保护不力。你们的确有责任，待会每人去领10棍。老二说，安水郡要换郡守了，还说王家人想要这个位置。确切的说，是孙家人想要这个位置。属下有事禀报。禀。江三绘声绘色，把府城悠然居门口发生的事全都复述一遍。王家内部不和，所以王夫人才会依仗娘家，而不是依仗王家。三哥，你这个属下不错，很机敏。讲自由活动半日。九三，这半日你准备去做什么？要过年了。江生站在成衣店门口，买完等二哥回来过年。妹妹叫你呢。小五，你去吧。不来就不来。今年给你们买最丑的衣服，买最丑的鞋子。郑小公子，这长条豆角我们本地人鲜见，且不怎么实用。悠然居就算收购了，做出来也没有人愿意吃，那不是纯纯浪费银钱吗？
掌柜的，这豆角味道极好，难道不能尝试一二？郝掌柜也没驳他这个面子，没多大会儿，端上来3盘，除了红炖的能吃2口，其他的都恶味扑鼻，仿若嚼柴。郑小公子想引进新菜的念头是好的，只是本土香味大家吃惯了，往往接受不了其他的味道，要不怎么会有人水土不服，又怎么会贪恋家乡的味道呢？郑如谦失魂落魄。在他第3次把厨房屋门给烧着以后，张香莲冲了进来。孩子，还是交给我吧。那就拜托姑姑了。张香莲不愧是厨艺一霸，当天就做出半锅排骨红炖，味道比悠然居还要略胜2筹。还是差点东西，到底差了什么呀？要是能够亲自尝尝就好了。要不我们去府城过年吧？姑姑在，张叔和崔二婶在，最关键的是二哥也在那儿。我们没办法在咸阳县团聚，可以去府城团聚。我没意见，家仆也都是买断了生气的，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也没意见。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咸阳县的百姓还有边县令，当然是老二对我更重要。不过他这次为了生意就不回来跟我们过年，是该罚。那我们走吧。你们怎么来了？这大过年的可是留在府城过除夕了。谁叫二哥不回家？二哥呢？二哥呢？难道二哥已经回咸阳县了？在路上错过了？那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他还能穿上我挑的新衣裳吗？你是说老二他带着姑姑和崔二婶去安阳县了？唉，是啊，已经走了6、7天了，要是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回来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咸阳县还好不好，有没有生气。小江生肯定气得跟个小蛤蟆一样了吧。他抬手敲门。郑如谦，你还知道回来啊？小江生，你怎么在府城？大哥、老3、小4、小5，你们都来了。不来怎么能行？不来岂不是违背约定？或者说是来教训违背约定的人。温之允抿抿嘴没说话，但却很坚定地站在了方恒的身后，听3哥的。常燕咳嗽2声，躲在了许墨身后，听大哥的。郑如谦的表情变了，似喜似悲，似要哭出来，但又似战战兢兢。我说，你们几个小子不冷，我们2个快要冻死了。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贪图那点生意，没有回去跟大家过年，还让大家千里迢迢地赶来府城。我知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你还想有下次？臭二哥，罚你今天洗所有人的碗。好，我洗。今年过年一定会很热闹的。二哥，你怎么还研究这个豆角啊？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吧，以后想办法赚回来25两银就好了。不会的，江生，这次收购豆角干虽然遇到了困难，但也是一个机会。等张姑姑包好饺子，起身用大锅把干豆角和五花肉一起炖透以后，我们之前一直做不好吃，是因为关键没找到。干豆角是菜干，大家都以为要用温水泡开，实际上泡开后再用开水焯烫一下才最好。菜干吸油，选取的肉类要拥有丰厚的油脂。干豆角耐炖，需要用平时炖菜时间的2倍，再辅以香料炖炒出浓郁的汤汁。选取薄又韧的小饼，将其包裹，咬上一口，便去了半条魂。姑姑，我们也有肉饺子吃了。好吃，特别好吃。都过去了，姐，以后我们都好好的，会越来越好的。好了好了，大过年的开心的，不管从前怎么样，
以后我们永远都有肉饺子吃。坚决不吃野菜馅。外头突然传来此起彼伏的响动。那边的烟花是吴家的，那边是刘家的，那边是王家的，最远的那家是边家。看起来还是王家更富贵，这烟花又大又漂亮。老三，王家败落了，你会难过吗？大哥未免太瞧不起我方恒。虽然我父母的命与王家无关，但他们对我翻脸无情，无视我父母这么多年的阶级情谊，在我心底早就如同叛贼。在军中，叛贼是要凌迟的。安水郡守的位置绝不能落在孙家人头上。孙家只帮王夫人一人，又不帮整个王家。当一个家族内部有了纷争，那就有戏看了。大哥、三哥、五哥，你们在做什么？烟花好看吗？没看过瘾，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看。或者我们也可以买点。啊，好像三个准备打架的狗狗，突然看到主人回来，迅速摇起了尾巴。不了不了，烟花太贵了，我们看别人放就好。吃饺子啦！吃饺子，吃饺子，再不吃就凉了。郝掌柜收下了，还给了我随年钱。这次干豆角10拿9稳了。大哥，郡守大人怎么说的？许墨摇摇头，这代表他询问的结果是否定的。连郡守大人都无法插手下一任郡守的人选，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过大人说只要他还在任一天，就不会让安水郡发生不公平欺压百姓的冤案。这是你的随年钱。如果是银子，有50两。县令大人客气了，咱们年岁相差无几，我不能收大人的随年钱。边文轩看看自己，又看看方恒，翻了个白眼。不是我给你的，是他给的。老三，快看看里头有多少钱！我听小五说得有50两。方恒啼笑皆非，伸手拆开，被里头的金黄色闪瞎了眼睛。常燕蹙起眉头，才发现自己猜错了，这不是50两白银，而是50两黄金。边县令似乎是怕你还回去，才逃之夭夭。别想太多，也许是姨母为了支持你呢。就是啊，三哥，这要是有疑问，等以后见了姨母亲自问问。不行，二哥以后还要在府城做生意，万一被孙家、王家打压，可如何是好？以身犯险，不可。你去不如我去，至少我还有反抗能力。这种事情交给我就放心吧。正好郝掌柜跟我要了1个月的豆角干，我准备一次性给他。二哥，你不怕吗？江生，流浪这么多年，你怕了吗？我们吃过的苦头，不及你的1/10。二哥，这是我跟吴大夫初步尝试的，可以扰乱人心情，使人烦躁易发怒，也许你会用得到。郑如谦只是假装成一位挥金如土的小商人，又不经意透露了自己与悠然居的亲密关系，王明宇就把他当成了好兄弟。二人在悠然居畅饮，巧遇了王大小姐。郑如谦怂恿王明宇跟堂妹打个招呼，王明宇就去了，当然得不到好脸色，甚至还被讥讽了几句。王明宇心头不快，又不方便对嫡系动手，只能朝着其他地方发泄。好巧不巧，王大小姐身边还站了一位孙家的小表弟，护姐心切多嘴2句。是他先欺负人，不过就是靠在女人身上吸血的家族罢了，谁怕谁？明明是你先发疯，这事儿我们不能算完。孙家和王家终究还是闹起来了。王大小姐哭诉堂哥欺人太甚，对表哥动手，还要连自己一起打，属实胆大包天。王明宇则开始跋扈，被自己老爹教训了一顿后，也开始哭闹，直言堂妹不尊重自己这个做堂哥的，
瞧不起王家男嗣，自己只是代父行教。好一个代父行教！据说孙氏的脸直接黑掉。这个词儿可是我教给他的。大哥说孙氏最恨别人提及家中没有男人，五哥说戳人就要戳死穴。怎么样，我学的不错吧？听描述，王家二房应当很聪明才对，怎么会养出来王明宇这样的性子？你们去打听一下王家3房和4房。不多大会儿，江一江二归来。王家4房2女，王家3房1子1女，妻子自小多病怯弱，不怎么出现在众人的跟前。这就说得通了，王家2房不过只是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真正重要的是躲在背后的王家3房。王明宇也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靶子，只等王家2房跟大房同归于尽，3房这瘦弱的儿子就能站出来捡现成的了。至于是不是真的瘦弱，也有待商榷。这是亲人吗？这么多算计，这么多筹谋，唯利是图者比比皆是。几人正沉默，外头忽然响起了动静。紧接着江一急匆匆进来禀报：几位公子小姐，王家大公子派人过来，说是要请郑公子为他作证，当初并不是他先动手的。这个狗东西，当初我教他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别把我拉出来，怎么扭过头就拿我当挡箭牌？这王家的人太坏了，太坏了！别急，老三，从一开始去做这件事时，我们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一幕。二哥不能过去，王家是个吃人的地方，你不能去。你们且放心，这趟我必定激怒王明宇，要他跟孙家不死不休。郑公子，我们公子有请。是不是又想喝酒了？郑如谦一边感慨，一边被领到王家人面前。啊，郑兄，你快过来，告诉他们，不是我先动手的，是王玉瑶对我这个堂兄不敬，我才教训他的。兄弟，你在说什么？我那天喝了那么多，只看见你特别不高兴地冲出去。大嫂，事情已经清楚了，这的确不是雨儿的错。虽说兄妹之间不该有矛盾，但这堂哥与堂妹之间，终究是当哥哥的年龄更大一点。明宇是我看着长大的，怎么会对妹妹凶狠？我看都是你这贼人说了些话，故意挑拨的吧？是，夫人说的是，就是我挑拨离间，都是我坏，都怪我。爹，大伯娘太欺负人了，竟然这样逼迫我友。你别怕，有我在，谁都不能欺负你。一时间鸡飞狗跳，瞠目结舌。王明宇骂完这个骂那个，还不忘撸袖子动手。郑如谦作为半个客人，被及时拉扯出正院，躲避家族大战。他有些头痛，又啼笑皆非。我有孙家人为祸百姓的证据，你要不要？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这里可是王家，怎么还有人胳膊肘往外拐呢？我知道这是王家，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出现在王家。我叫王扶风，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家人觉得我弱柳扶风，所以起名扶风。我病痛缠身，命不久矣，但也知道王家乱得一塌糊涂，每个人都想掌权，却丝毫不顾这个家。他们全都忘了祖父的教诲，他们忘了王这个姓氏是他们光鲜亮丽的根本。我没有多少年可以活，也没必要算计你。这些证据是我苦心搜集的，你若不信，可以自己去查。毁了孙家，不就是帮二房吗？不，我不是帮二房，我只是不希望外人插手王家的事。二公子，上车了。你怎么来了？二哥，我们来接你了。三哥说了，你要是在王家喊救命，我们立马冲进去救你。都在这儿了。许墨第一个伸手拿起，看着上面清秀的簪花小铠，忍不住赞叹一声：好一个心思细腻、笔锋秀气之人。等浏览完纸张上的内容，他又从欣赏变成了沉默。绝不能允他接任安水郡守之位。一个贪官毁了百姓的爱戴，得多少年才能恢复关羽明的信任？
才能让整个县城回到从前呢？长眼怔怔，眼底似有晶莹流转，又似悲悯无奈。江三，通知江一、江二，去这个县城调查孙玉行为是否属实。我们也可以接近这位姓孙的小妾，她就住在府城，可谁去接近呢？小江生，你想不想吃糖葫芦？想啊想啊，做梦都在想。但自小养成的警觉让他很快收起笑容，警惕地看着许墨。你们在干什么？王八跟绿豆比赛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江生毕竟太小了。大哥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难道是要再给点钱？这没关系啊，给多少我都装得下，兑成银票就好了。不行，你做不到的。不会的，大哥，我会做到的，我真能做到。真的？真的，其他几个哥哥也都看着呢，江生可以的。既然这样，那接近乔雨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会让老三和江三、江四保护你，只需要让他心甘情愿跟我们见面即可。好像失去了点啥。哪家的小丫鬟呀？可有预定？江生一愣，是江家的。哦，姑娘快请进，江家三小姐来取衣裳了。江生刚走进去，守门的另一个妇人就归来了。听到那句江三小姐，他有些疑惑，江三小姐不是刚刚带人进去了吗？怎么又来了一回？他一边思考，一边在御珍房内搜寻乔雨荷的身影，没注意到前方两位窈窕的身影正皱着眉头看过来。我们前脚才到，后脚就有人冒充。安水郡果然是穷乡僻壤，连这等子下作事都做得出来。江生疑惑地抬起头，发现并不认识，于是低头继续苦找。呵，居然学会装傻了，当真是下贱地方养下贱人，上不得台面的下等人。小姐，这贱丫头冒充您的名号，您不管管？他定睛看向这位江三小姐，依稀有点眼熟。江三小姐阴冷地盯住江生，仿佛下一刻就要暴怒发泄。欢欢，你莫要再闹别扭了，爹娘从丰京接你来了。我还以为爹娘不愿认我，他们会不要我。不会的，你永远都是我们江家的三小姐，是爹娘最疼爱的女儿。这次为了跟爹娘置气，你在安水郡足足3个月没有回去，爹娘想你想得紧，还不赶紧跟我一起去见他们？你是说爹娘就在外头？我这就去。大哥，我要你陪我一起。好。江生长松一口气，缩着的小脑袋终于伸了出来。他隐约觉得有人在注视自己，一扭头正好看见乔雨荷站在角落里，目露怜悯地望着他。阿娘，根据江三调查，乔雨荷的大女儿跟江生年龄相差无几。谢谢夫人。慢点吃。姨姨，我有话想跟你说，单独跟你说。起初乔雨荷并不在意，直到江生用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露出上面写着的秦风2字后，乔雨荷惊惧流泪。偏偏外头有丫鬟有路人，他连嚎啕都不敢，只能捂着自己的嘴，任由眼泪滚滚下落。夫人，逝者已矣，您要节哀啊。他终于能够稳定住情绪之后，看向江生。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无论你们需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都会去做，只要能为秦家和乔家10几条人命复仇，我都会去做。那谢谢姨姨的招待了。乔雨荷擦掉眼角的泪，冲着门口招呼：再包2份桂花糕带走。三哥，小江生，在玉珍坊可有遇到什么事情？三哥吃。听说你擅自跟进玉珍坊了。我跟玉珍坊的人打听，你在里头被人刁难了。是谁刁难的？可伤到你了？香不香？乔姨姨给的呢，她那儿还有蜜茶，又香又甜，好喝极了。你说，应该是江家，听说是江大将军夫妇亲自来的，只为接离家出走的江三小姐。我在外头确定，江大将军夫妇没有进玉珍坊。
倒是江三小姐从房内奔出。又是江家，哪来个又字啊？常燕毫不客气，把去年江三小姐的丫鬟推倒江生的事儿直接讲了出来。许墨看了一眼常燕，面色平静地转移了话题。还是说说乔雨荷的事吧。依依说，后日他会去悠然居品茗。郑如谦趁机送上2车豆角干，拉着郝掌柜在楼道唠嗑的同时，顺便把风。约摸半个时辰后，许墨静悄悄离去。他们交流得很通畅。再三斟酌后，乔雨荷决定趁着安水郡守还在任上，击鼓鸣冤，上门告状。民妇乔雨荷状告孙家谋害我娘家夫家10数条人命，求青天大老爷做主，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击鼓鸣冤3下即可，何故击打如此之多？因为民妇怨大仇大，民妇若不是失了力气，愿将这冤骨敲破。求青天大老爷做主，民妇为10几条冤命而来，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啊！请郡守大人来。郡守大人眉头紧皱，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府衙，开了庭案。乔雨荷跪在堂下，将10年来的恩怨仔仔细细诉说了一遍。你是孙家的小妾，与孙家生育2位子女，如今却要来状告孙家，你可曾想过2个孩子将来要如何自处？我儿女无辜，但夫家娘家10几条人命更无辜，民妇无悔，但求青天大老爷审案。郡守大人为他的决绝动容，惊堂木一拍，命人将孙玉带来。属下治家不严，竟让区区妾室跑来胡闹，大人见笑了。紧接着他巧言令色，将秦家乔家10几条人命说成了意外与事故，并乔雨荷是被人利用了，才做出此等失了神智之事。孙玉，你胡言乱语，明明就是你害了我夫婿，害了10几条人命。哦，是吗？乔氏，这里是府衙，说话做事是要讲究证据的，你可有证据？孙狗，你是不是想差了？我若是没有证据，怎么可能会坐在这里？你是不是忘了，你手里还有秦家的玉矿？玉矿是秦风赠我的，我有他亲自书写的赠矿书，你凭什么因为我有玉矿就定我的罪？再者说，秦家没人了，玉矿不是我的，也会是其他人的。乔雨荷伏在地上嚎啕大哭。乔氏，你发疯，我不怪你，只要你愿意承认，都是你栽赃污蔑，我还愿意接纳你做孙家妾室，不过不能是良妾，只能做贱妾。求郡守大人为民妇做主，民妇永不撤销告状，孙玉不定罪，民妇死不瞑目。将双方收押进牢狱，此事容后再审。孙狗，你的死期到了。大人，大人，我是有功名在身的，没有证据凭什么收押我？我不服。师爷有些犹豫，大禹王朝确实有这个规定，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孙玉是孙家最寄予厚望的子弟，他入了监牢，首先是孙家一趟趟的去郡守府，希望郡守大人能放人。到了王家，就是施加压力，甚至直言孙玉是无辜的。许墨在房间里哭坐了半日，半日后，他起身前往府衙，让郡守大人把孙玉放出来。若是把孙玉放出来，哪怕有一丁点的证据，也都会被他抹去，到时候才是遍寻无果。他若是真的出手抹去，倒也好了，我们就能直接追踪到确凿证据。于是当天下午，孙玉双目赤红地从大牢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骂，翻来覆去全都是对乔雨荷的恨。据牢头讲，这2人关押的位置颇近，乔雨荷对孙玉恨到骨子里，每天扯着嗓子叫骂，连片刻都不给孙玉休息。许墨只身入府牢，在牢头的监视下探望乔雨荷。你真的想好了？早就想好了。那好，秦夫人，你且放心。乔雨荷眷恋地看了一眼大女儿，牢头来催人时，她开始口吐白沫，等叫来大夫，她已经肢体僵硬。
醒！阿娘，你别睡啊！府衙再次开审，这次审的是乔雨禾这条命。这个贱人，死都不得安宁，死都不放过我！闭嘴！孙玉，你可认同下毒谋害乔雨禾性命一事？大人冤枉，属下并没有毒害这妇人，属下冤枉。可这吃食确实是你孙府送来的，就连这2个孩子都是你孙家的孩子，更何况我在孙府打听到，你出了地牢以后就叫上孙府的府医，应该是在密谋毒杀乔雨禾一事吧？难道孙家还有人想要乔雨禾的性命？孙玉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到底是谁让你们送吃食去府衙地牢的？是爹爹，是爹爹让我们给姨娘送饭。堂下稚嫩的9岁女童还在结结巴巴地叙述阿娘临终前交代的话。堂上郡守大人已经郑重宣判，滋事体大，按大禹王朝律法，谋杀良妾视为重罪，勒令快马加鞭，送交丰京吏部复核，5午后于午时菜市场斩首。让孙晴指证孙玉，就不怕孙家报复孙晴吗？你当孙晴为什么叫孙晴？即使是情节恶劣的死刑，也要吏部进行一次复核，5午后方可落刀。这么长的时间，许墨怕生变。放心吧，徐小子，吏部一定快速通过的。江生在坟前小心翼翼地放下2盘桂花糕。姨姨请我吃桂花糕，江生也请姨姨吃桂花糕。许墨神情抑郁，莫要内疚。乔氏的死虽然惋惜，却成功将孙玉拉下马。本官是安水郡现任郡守不错，但无法插手下任郡守人选。以孙玉的资历，再加上江家的干涉，竞争下任安水郡守的几率很大。如今乔氏用生命挽救了整个安水郡百姓的生命，避免了安水郡内再发生秦家和乔家的惨剧。阿莫，你的所作所为是有意义的。他想起咸阳县2任县令带给县城的影响。好小子，来年举人试要不要去参加？许墨没有任何迟疑，点了点头。那好，本官到时候在丰京等你，盼你拨云见日，望你披荆斩棘。孙家人如今方寸大乱，顾不上这些，你们赶紧回咸阳县，有边文轩那个混账东西护着，总归安全点。臭二哥，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以后不理臭二哥了。二公子，出事了，出事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又不科考，也没有单独出去，会出什么事儿啊？就连去安阳县运送干豆角都是江四去的。难道江四出事儿了？又或者跑云水县的庞大山兄弟？是谁出事了？人还活着吗？活着就赶紧送医院，死了就为他复仇。没人受伤，也没人死，是您的生意被抢了。哦，没人出事就行。但下一瞬，郑如谦反应过来，直接原地蹦起2丈高。什么生意被抢了？哪个狗日的抢我生意？会送儿子，我跟他没完！许墨咳嗽一声，暗示郑老二，发脾气可以，不要说阿杂话。一顿疯狂输出终于完毕。到底是谁？是谁？东家吃腊肉制作的方子被泄露出去了，现在外头多了好些卖腊肉的百姓。我已经让工人停手了，但是没让他们走。方子肯定是他们透露出去的，具体是谁，我会找出来的。二哥，你别难过，这个作坊没有亏钱的。刚开始我都准备好你会亏钱，可实际上没亏，你已经很棒了。他不棒，不是个好哥哥，不会科举，没法做官，也没有功夫，更没有医术，人还有点蠢。老二，二哥，老二，我们面对的可不止王家，还有方家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去丰京，我们要面对更多的磕绊与挫折。难道你要被区区腊肉方子泄露而绊倒吗？二哥，作坊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下次我们挑人严谨点，再也不心软牵短气了。
我们签长契，签死契，我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二哥，你不赚钱了，我养你，我们不会饿死的。郑如谦的双眼逐渐聚焦，听力恢复正常。二哥怎么突然不说话了？二哥是不是傻了？江生不想二哥变傻，只要二哥不傻，怎么揉江生的头发都没事，都没事的。嚯，郑老二你真不是个东西，又让家里人担心了。我没事，小五，我真的没事。大哥说的对，我们才走多远的路呀，遇到挫折是很正常的。区作坊生意就能把我打倒了，以后怎么做郑员外啊？二哥，我帮不了你什么，但谁泄露了你的方子，我能帮你出气，打断他的腿。先不走了，联系王扶风。不走太好了，我刚才还在跟五哥说想看看孙晴姐姐呢。好，有时间我带你去看。老二，生意的事我不懂，也不插手，但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不会败给这些小小不然的阴谋诡计，对吗？郑如谦用力点头。郑如谦配合张启全想揪出那个泄露腊肉配方的奸细。既然这样，你们都解雇吧，以后不要来簪花小院了，作坊全部雇新人了。听到郑如谦这话，10个党工里急了9个，剩下那唯一一个无动于衷的人被郑如谦看在眼里。张叔，这是谁？应该是大富村的，说是家里爹娘公婆都死完了，就男人瘫在床上，家里家外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我看着命苦，就给破个招来了。郑如谦冲张启全点头。你在作坊干活时签了契约，不管以后是否离开作坊，都不能泄露作坊配方，一旦泄露就是砍头的罪。但黑瘦妇人不懂，砍头对他的冲击太大，也最能让他害怕。这是真的，你莫要胡说。胡说？别说契约上真的有规定，就算没这项律法，凭我们大公子跟郡守老爷的关系，砍你一个平民百姓的头，还不是信手拈来？不光你，就连你的家人也逃脱不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们不要砍我的头，不要砍我男人的头。郑如谦不能要他的命，但能让他滚出作坊，更能让他赔到倾家荡产。先别动这个奸细，我联系不到王扶风了。没办法，郑二爷只能被派遣出山，晃悠悠地找上王明宇。小爷就要这个，怎么了？凡事没有先来后到，只有钱给多少。我给钱多，老板愿意卖，你吵吵个什么劲儿？你有能耐，你出钱啊！郑如谦立在他身后，轻轻咳嗽2声。王明宇人还没回头，骂声先过来：谁站老子身后咳嗽？喉管不要可以摘了，小爷给你出钱找大夫。等发现是郑如谦，他眼前一亮：郑兄，怎么是你啊？又跟人看上同一样东西了，确实跟你很配。不过咱们是王家的公子，又不缺这一点东西，干嘛非要跟普通人抢？咱们看看那边，万一有更好的呢？郑兄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前面看看，这个烂东西就留给你了。郑如谦忍笑跟随。没事儿，你这也是做好事嘛，你救活了多少穷困潦倒的商贩啊！以前卖3单才能吃饱饭，卖你1单就能吃半年的。是吗？郑如谦终于转邀王明宇去饭馆里饮茶，顺便好心让2位奴仆把东西送回去。郑兄就是心善。郑如谦呲着个大牙，笑嘻嘻地倒上一杯杂牌茶饮，心底高兴，终于把人支开了。王兄，你可知道王扶风？你问他做什么？就是觉得这名字女里女气的，好奇问问。你要不知道，不回答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可别告诉别人，这位王扶风是我亲堂弟。郑如谦没有表情，这个他知道。王明宇接着说：全家都知道他没几年好活了，所以平时也没人管他，就连我那3叔都看重我超过他，只盼着我将来给他养老呢。郑如谦点点头，表情终于有了一点异样。
不过三叔以前只是不怎么管他，前几日却直接找人把他关起来了，还说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可怜我这堂弟身子骨如此脆弱，关几天说不定人都没了。郑如谦一怔，表情逐渐凝重。你说我这三叔也太过分了，堂弟虽然活不久，但毕竟也是他亲儿子，怎么就能这么狠心呢？也不知道王扶风被关哪儿了，多可怜的人呢。唉，是挺可怜的。三叔家的宅院基本都在南郊，可能是在南边吧。南郊啊。郑如谦松了口气，指着窗外刚出锅的山楂糕，转移了王明宇的注意力。嗨，我要吃，我要吃！郑如谦主动买了2提，一提给他全当感谢，另一提笑呵呵地放进了袖里，留给弟弟妹妹。郑兄还要来找我玩，我喜欢跟你一起玩。王扶风很有可能是被王三老爷教训一顿关起来，而且很可能在南郊附近。南郊附近？南郊那么大，没有详细的地址吗？郑如谦沉重地摇头。这位扶风哥哥本来就病弱，再教训一顿关在偏僻的乡下，恐怕活不成了。孙家这事，我欠他一份情，我要找到他。正好作坊也完蛋了，我让张叔、翠婶儿和姑姑都出去帮忙。江生更是小心翼翼地把山楂糕合起来，藏在袖子里，想着若是那位扶风哥哥饿了，就让他吃。温之允背着小药箱，我们也去。姨姨，这是哪里呀？我有点认不得路了呢。这是府城边家的别院，我是给里头的夫人送饭的。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呀？我要去王家的别院，我姐姐在里头做工。王家的别院呢，不在这个村，你要往前走，都在前头几个村呢，尤其是小富村里头有好几家王家别院呢。谢谢姨姨了，我这就去。门口站着2位奴仆，应该起监视作用，矫健如方恒，3两下就爬进去了。不多大会儿，方恒又阴沉着脸爬了出来。怎么样了？在不在？方恒点头，又摇头。小四，你跟我走，王扶风需要你。我也去。我也去。那我也得去。小四，快来！温之允不敢手忙脚乱，将小药箱一扔，便冲上去搭脉。你们是来接我走的吗？王公子，你要跟我们走也行。是你，那位堂兄的友人。我叫许墨，多谢你的调查。孙玉倒了，听说你被王家关起来了，我们寻到这里。我这身子活着也是累赘，倒不如就这样走了，还劳烦你们一趟。你就这样走了？你个懦夫！你是正房嫡子，是王家唯一的希望。你不好好活着掌管王家，是打算让孙家吞并，还是让王明宇败落王家，亦或者是让其他不三不四的血脉来号令王家？明明就该是你的东西，凭什么让其他人觊觎？又凭什么安死一隅，让别人扶长大笑？你能不能有点志气？你病的不只是身体，还有你的思想。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我瞧不起你。好，我活。扶风哥哥有什么话可以问我，我去帮你转达。王扶风轻轻一笑，还没来得及说话，许墨就疾步走了进来。不等他停下，王扶风就漫不经心道：王家人发现了，要我死的是他们，现在找我的又是他们，或者是想亲自看我死没死。既然这样，就让他们放心吧。不多时，安水郡流传起王家二子在野外离世的消息。当年祖父怜我身子薄弱，又爹娘不喜，怕我太过短命，所以把心腹人脉留了一部分给我。王家人知道吗？王扶风点点头，又摇摇头。这就是知道，但是知道不多的意思。现在王家应该很和谐，三房嫡子离世，大房受到打压，二房独大，对长家权力犹如探囊取物，这样的和谐我不喜欢。
得让人见见我那位好弟弟了。黄三爷一直不肯露出底牌数字，就是因为明宇堂兄虽混，却达不到纨绔地步。他想要的是明宇堂兄将王家毁到摇摇欲坠，再让数字力挽狂澜。接下来扶风兄作何打算？先让王家乱一阵子。作坊不要了，回咸阳县种豆角去。可是作坊还有大半年的房租呢，1年房租30两，大半年10好几两银子呢。作坊生意黄了，留着也没用。咸阳县种起来豆角，再运过来制作豆角干，显然不划算。再说了，这簪花小院的租金可不便宜，剩下半年咱们转租出去，能回一点是一点。刚才整理才发现，竟有这院子的地契，你们救了我，无以为报，这地契就送你们吧。不，这不合适，扶风哥哥，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这院子倒也不是多么贵重，10几年前，它原是我一位姑姑的别院，后来姑姑远嫁封京，这院子也就荒置了。扶风哥哥的姑姑，应该也姓王吧？三哥的娘，好像也是王家的姑娘。王家的姑娘，嫁到封京的，应该只有一位。你说的这姑姑，可是叫做王福雪。看来是物归原主了。江生，这地契以后归你了，以后你再也不是流浪儿。可是三哥，这是你阿娘的，也是你表哥给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二哥，我们不用交房租了，你还要放弃作坊吗？赵如谦瞠目结舌。哎，不对啊，刚才不是在感动吗？怎么突然转火到他这儿了？小江生，腊肉真的卖不了了，做出来也没人要。这作坊咱们继续开着，还不如租出去赚得多呢。做生意要考虑利益得失。那二哥，这个作坊以后就给我吧。小江生，只要你不往里赔钱，这作坊就交给你，随你折腾，你看怎么样？什么叫折腾呀？我也会赚钱的，好不好？好，你说的都对，只要你不赔钱，怎么都好说。不会赔钱的，一定不会的，对吧，张叔？是，一定不会的。扶风兄，怎么了？许兄真是个好哥哥。许墨全当作是夸赞，浅浅一笑，便结束了话题。王扶风也没有继续，转过身与方恒交谈了起来，关于他们共同的祖父王老爷子，以及对王家接下来的动作。倒是郑如谦和江生，这兄妹俩头一次意见有了冲突。二哥，我们就在府城种豆角嘛，租地贵一点点，但是可以在作坊里晾晒豆角，多方便呀。还是得回咸阳县，府城这边的地太贵了。租地不贵啊。我不是租地，我是想买地。江生撅起嘴，既为二哥的野心感到高兴，又为兄妹意见相左而感到忧心。我们可以先回咸阳县种好豆角，再回府城开作坊嘛。二哥，买了地，咱们以后就是地主老爷了。等豆角赚了钱，那才是真正的地主老爷。过年给你买烟花，买多多的。张叔也和我们一起回咸阳县吗？我要跟你们翠婶儿商量一下。不用商量了，我们回去看看。你回吗，姐？我回。你们都走了？是啊，我们兄妹向来不分离。我也想去。许墨挑起眉头，将这位身子骨病弱、心智却超群的扶风公子上下看了一遍。这阵子一直是小温大夫为我诊治，怕离开他有些不便，再加上我生下来便体弱，还未曾见过安水郡之外的景色。听说咸阳县地薄物广，想趁机去瞧瞧。到了咸阳县，请吴大夫为你诊治诊治，他的医术可要比我强上太多。王扶风颔首，许墨没了拒绝的理由，只能默认。这辆马车没有50两银子下不来，等以后二哥赚了钱，给你买个比这个还大的。小四，二哥以后也给你买。小五，二哥也给你买。
扶风哥哥，这一辆马车需要多少钱才能置办下来呀？300两。这，浩哥，要记得给我们买呀！郑如谦的大脑疯狂转动，这会儿应该怎么办？是否认呢，还是咬牙认下来？算了，直接装死吧。100两银子1年呀，这事业居然有4个月不在县城，太不合格了！我要扣钱，扣钱！大人，许师爷虽然不在，但事情可一桩不落的全都处理了。你到底是谁的奴仆？奴站在正义的一边。边文轩撸起袖子，正准备跟王喜好好打一架，远方传来凌乱的马蹄声。大人，来者汹汹，恐怕不下50人。完了完了，有人袭击斜阳县了！边文轩内心慌乱，本能让他掉头想跑，但转念一想，他来这里是接许墨的，如果他走了，许墨岂不是羊入虎口？本官可是县令，哪来的小小贼子敢对本官不利？本官就砍掉他的头！不多时，斜阳县城大门地动山摇，听动静确实不少人。边文轩2条腿抖得愈发迅捷，瞳孔也渐渐放大。哪来的50人？哪来的气势汹汹？动静像呀！哈哈，怎么就你一个人？许师爷呢？许久不见，大人。是许久不见，这4个月许师爷不在，全县百姓都想死你了。许墨要回小院看看，边文轩死活要拉着他进县衙，许师爷也只能无奈上岗。这位大人与你们很熟？江生眨眨眼，正犹豫着要不要说。王扶风从袖袋中掏出一小块碎金子，是三哥的姨姨派来保护三哥的，也是他顾大哥做师爷的。王扶风低头沉思，似乎是在回想是哪位姑姑跟边家有关系。想来想去，他双眸一凝。你们就住在这种地方？江生点头，疑惑不解。这院子虽然蒙上了一层灰，但只要打扫干净，依然是一处好宅院呢，至少比破庙强多了。王扶风失落地看着，好像逐渐体会到了王家没有人情味的原因。他犹豫良久，终于也撸起袖子，决定去帮忙。哎呀，公子不可，您这般尊贵的人，怎么能亲自干这些阿杂活计？王伯，你也认识阿恒，他从前不比我尊贵吗？可是公子，您和方公子不一样。他单手扶开老仆的阻拦，认认真真的清扫庭院，收拾赃物，擦洗桌椅。扶风哥哥的身子如此孱弱，他不会累得晕倒过去吧？要是真晕倒了，刚才给的金子是不是就得还回去啊？别担心，他身子骨孱弱，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过度呵护，所以偶尔干点活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四哥，你也挺需要锻炼的。等二哥的地买来，你去种豆角吧。晚上，许墨回来，张姑姑烧了满满一大锅的红烧鸡块、干豆角，一行人热热闹闹的吃了饭。然后，小江生开始发愁了。这次来了那么多的人，小院就4个房间，根本不够住的，让谁和谁挤一挤呢？多谢诸位款待，扶风就先行回去休息了。原来这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吗？郑如谦叹了口气，以为小江生又羡慕别人有钱了。说三哥以前也这样，是怎么忍受吃不饱饭，到处流浪的？三哥，你看到扶风哥哥这样，会难过吗？生活不止锦衣玉食，也不止几百两的马车和几十两的衣裳。小江生，跟你在一起，我才发现生活有这么多种，也才知道成长有多么快乐。还是那个熟悉的集市，如今那位置被一对兄妹取代。江生定睛一看，巧了，
也是山上的君子。卖君子了，卖君子了，5文钱1斤。偶有2位大娘路过，摸摸君子，又嫌弃地扔了回去。都要了，多少钱？10斤，高高的，都给你了。江生从怀里掏出50文钱，交到他手里。小主，我没有钱了，快去给娘买药，快走。幸好我把庞大山收编了，不然这兄妹俩恐怕又得遭殃。希望他们的娘能早日康复。回过身，兄妹俩找到十里镇的里长，说明来意。十里镇的里长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看见郑如谦和江生兄妹空手抵达，眼底似乎有失望一闪而过，以至于郑如谦说要买地的时候，他哼唧一声，不置可否。郑如谦面色一沉，咳嗽2声。公子怎么跑这么快？我这腿脚差点跟不上。原来是陈里长，我是十里铺村的张启全呀。我小时候见过您，这么多年不见，您还是这么年轻。只听见你来我往，约莫盏茶时间，郑如谦回过神来，就听见张启全对陈里长的称呼变成了陈叔。陈叔，这是我东家，也是咱们十里镇长大的，如今在外头做点小生意，想回来造福镇子里的百姓。只要这地一卖，将来种地的、收菜的，那不都得让咱们镇子上的人来干？这确实是好事儿。镇子里也有2亩荒地，我做主，便宜卖出去。只是再多的地，就得看百姓自己的意愿了。更多的田都在地主手里，他们买走了百姓手里的田，再廉价雇佣百姓做活，给的粮食交完赋税，吃饱都困难。所以时间长了，百姓心底也有戒心了，不是有急事儿需要买命钱，都不愿意卖田。哟，张家老3两口子回来了。老叔，身体健康啊。哎呀，张小三，你回来了。钱叔，这不在外漂泊大半年，总得回家看看嘛。你这样大张旗鼓的回来，不怕惊动你爹娘？多谢钱叔担心。寻常百姓1年赚个2两银子已是难得，我成婚前给爹娘20两银子，临走时又给了25两，自己兜里连2文钱都掏不出来，已经把半辈子的孝都尽了，此生无愧于天地。不愧是十里铺村出来的小子，说吧，找你叔啥事儿？张启全放下糖酒，把东家要买地的事儿说了出来。这事儿有点难办，村里人都不怎么愿意买地。不过我要是出面说说，估计能有几家愿意卖点儿。事成以后，必定要拎着半山猪来谢钱叔。张老三，张启全，你个不孝子！爹娘生病了，你知不知道？江生吓了一跳，立马躲在郑如谦身后。郑如谦边安慰妹妹，边伸着脖子看热闹。二公子好好学学，以后怎么对付刁民。至少半个村的人都在这儿，这感情好，都省得村正出去吆喝了。爹娘病了，你们就去给爹娘看病，来闹我做甚？那不是你爹娘，平时我们好生奉养着爹娘，现在你来了，何该你给爹娘看病？哦，25两银子花完了。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25两够什么？25两能买来骨肉亲情吗？你出生的时候，爹娘给你25两，你能长这么大吗？你1年挣多少钱，孝敬爹娘多少钱？我13岁出去做工，23岁才回来，赚了20两银钱，尽数交给爹娘，娶妻拢共花掉2两，之后我卖虎赚25两，1分没留在手里，这可是足足45两啊！不知道大哥二哥合起来有给爹娘45两银吗？或者我们换一下，我来侍奉爹娘，你们每人每年交给家里2两银子，你看行吗？你有能耐，你别喝我奶长大。你赚钱了，你有本事了，你不认爹娘了，可以呀。你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让你爹娘吃糠咽菜，你真是个孝顺的东西。爹娘，我是你们奶大的，但我对得起这个家，是你们看不得我好，认为我无后，1分钱都不愿意给我留。你们偏心眼偏到十里山后头了，凭什么怪我不孝？你还想说你爹娘不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你说，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我可是你娘啊，你能不管我？你个不孝的东西，生你不如生条狗！你说你是娘，你可有疼惜过他2分？谁家孩子是13岁就送出去当学徒？凭什么不是其他2个？凭什么拿捏最孝顺的孩子？你这是当娘的吗？你这是挑软柿子捏！我告诉你，你可不是我娘！你再欺负我当家的，我跟你拼命！村里其他人议论纷纷，有同情刘翠的，有偷偷咒骂张家的，还有忍不住站出来主持公道的。张家的，你们过分了啊！张叔，看那儿，你们就是张家人，正好。张启全跟我签了个书契，说1年帮我赚50两银子，结果没赚到，还赔了。今儿就是跟他回来要钱的。既然你们是一家人，就把50两银子还了吧。张家2兄弟吓得不轻，对视一眼，拔腿就跑。你们是他爹他娘，他赚了钱你们要享受，他赔钱你们也得承担呢。50两银子1分都不能少。不，我们没有关系了，他不是我儿子。真的，乡里乡亲都看着呢，钱村正也瞧着呢，以后老三就不是我们儿子了。所有围观的百姓全都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既然这样，就写断亲书吧。这是郑二公子来咱们村里买田，将来种豆角会优先雇佣卖地的人家，按照天结算，要是签长工的更优待。钱村正也帮着说话做担保。才得到消息的周志强骂骂咧咧地跑过来，原来废物就是连找麻烦都比人家落后。张志强刚一站定，张香莲就冷脸看过去。滚！姐，你是怎么变得如此坚强的？难道你想过从前的日子十里镇总共2家员外，2家凑在一起商量过后，放出风声，只要是跟郑如谦卖地做工的人，牛马2家将永不再雇佣。大家都不愿意卖地给你，也不愿意跟你干活。为什么？因为牛员外和马员外不允许。东家，咱们跟牛马2家都不起，人家是员外，咱们就做点小生意赚钱。好鸡蛋不跟石头磕，实在不行去别的镇子上买吧。难道别的地方就没有员外了吗？别着急，总有解决的办法。怎么办？我计划要买30亩地的呀，这才6亩，还差24亩呢，这可怎么办？要不等哥哥们回家商量商量。好主意。弊端出现了。大哥，怎么了？之前尚书郡守大人把整个县的流浪儿全都登入户籍，第1年免收赋税，第2年再收。可大部分人流浪惯了，既不会种地，也不愿做工，这样下去，他们如何交得起第2年的赋税？交不起赋税，就会被抓去坐牢。可县衙哪有这么多的大牢关流浪儿？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江生双眼一亮，目光炯炯地看向郑如谦。小江生，你看我做什么？难不成要我买流浪儿的田？可他们不愿意做工，卖了钱也只能坐吃山空。我流浪时也不想做工领钱，但要是有人给我一口饭，叫我干什么活都可以。郑如谦顿悟，流浪儿不拘管束，也未学习过种田，别到时候种豆角不成，反而给你捣了乱。郑如谦这边如火如荼的开种，工钱每天都发，流浪儿也每天都有饭吃，让没有卖地做工的百姓羡慕红了眼，也让有的人气歪了嘴。爹，那些流浪儿的地是我们家看上的，怎么全都让那个姓郑的给买走了呀？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十里镇有马家分一杯羹已经很烦了，现在又要来个郑家吗？我不同意。哎呀，小仙，你别胡来，一定要先摸清楚郑家人的背景，不能贸然出手。我知道了，我早就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嘛，在外头赚了点钱，回家乡想要扬眉吐气嘛。真以为做生意这么容易了？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我就不叫牛仙仙。是谁干的？是牛家。我就知道是他们，我跟他们没完。二哥，你别气，大哥说过，有什么事情要去衙门解决。
私下里械斗要不得，无辜被踩踏，属于财产侵害，又是在民田里，总有百姓亲眼目睹。二哥，我们可以去告他们呀。被衙门传唤，被县令大人审问，有许墨在，半天的功夫就拉扯出了牛家。但这次许墨没有立即审问牛员外，而是将他暂押进了大牢。你疯了吗？你想做什么？你才疯了！放了我爹爹！踩踏你田地是我的主意，跟我爹爹无关，放了我爹爹！你踩踏我的田地还有理了？信不信我这就告官抓了你？你敢？是你先抢了我的地，我踩踏你田地是在警告你。你若是给我赔礼道歉也就罢了，若是执迷不悟，我一定要你。剩下的话没说出来。许墨公子温润如玉，风度翩翩，若是将他入赘给我牛家，便放你一马。从容如许墨都沉肩了片刻。姑娘说笑了。我没有说笑。我家是十里镇首屈一指的员外，寻常男子根本入不得我的眼。如今给你机会入赘牛家，是你的福气。郑如谦张大嘴巴，自认平生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方恒握紧长棍，内心似在天人交战，到底能不能打女的？温之允抓住三哥的衣袖，眼底满是惊慌。江生瞪圆眼睛，眼瞅着要跳脚。最是沉默与机智的小五把江生拉在身后，打两步与许墨走了个并排。牛仙仙疑惑地将目光落在他身上，随后猛然一亮。若论气度，当属许墨，但论长相，常燕为最。可惜后头的这个年纪太小，古有禽氏与兽结合，生了姐姐这样一只禽兽，当街狂吠，致人伤病，到底是为何？哦，我知道了，是因为家中无长无教所致，粗喘如牛，鼻孔也像。姐姐家中可是无银两，若是没有，给你2两打个鼻环去。牛仙仙眼睛直了，手都跟着哆嗦。无病发抖是为羊癫，姐姐家中可真是丰富，既有牛狗，亦有猪羊，不愧是同类相亲，兽类相通。牛仙仙后退2步，险些跌倒。此为百姓长街，不适合兽类寻道，姐姐还是早点回去。羊圈也好，牛圈也罢，至少是个栖息之地。五哥，谁教你的？谁教你的？大哥温润，三哥直白，四哥怜弱，都不是会讲脏话粗话的人，难道是二哥？我也不会骂人，我也是好人家呀。那就是无师自通了。常燕扬着艳丽的小脸蛋，狭长的眼里满是无辜与单纯，好像刚才那个满口芬芳的人不是他。牛姑娘，若是有冤情，只管去衙门诉讼，本师爷奉陪到底。但若是想伤我弟弟，也要看大禹王朝的律法准不准，看咸阳县的规定准不准。牛仙仙又愣了片刻，趁着这个功夫，许墨带着弟弟妹妹扬长离去。你可算来了，快，人证物证俱全，就等着给牛老头定罪了。因为人证物证俱全，牛员外也没有多做抵抗，只承认所有事情系牛家所为，赔偿郑如谦10两银子，外加约束自家行为。爹爹，怎么样？这恶贼有没有罪有应得？牛员外叹息一声，没有回话。老来得女，太过珍惜，不成想竟养成这样骄纵的性子。爹爹，你叹什么气呀？难道是我们吃了亏？走吧，回家吧，仙仙，回家再说，莫要惊扰了大人与师爷。边文轩与许墨谈笑着从大堂内走出，牛仙仙张大嘴巴，想起刚才提到的入赘，冷汗涔涔。大哥，怎么了？后头他们说了些什么，牛仙仙已经听不见了。他两眼一翻，晕死在地上。仙仙，你怎么了？温之允摸着自己诊脉的3根手指，有些犹豫要不要过去。上次三哥吸入后窜了3天的巴豆粉，可还有？有很多。无事，不过是心悸上胸罢了。略作休息，
最多半个时辰即可转醒。多谢大夫。王兄，短短几步就不叨扰王兄了，许兄还是上来吧。若是再遇到一个马先生，可如何是好？想起刚才的无奈，许墨到底还是上了王家的马车。我们在府城还有作坊呢，二哥你只顾着拾掇豆角，不要作坊了吗？小江生，三哥不是把簪花小院给你了吗？你也说作坊归你，我就不操心了。臭二哥，不能放弃作坊，不能在作坊里干活的姨姨没饭吃。腊肉还是大山教的呢，要不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腊肉，或者是腌肉，或者是其他的。大山哥哥，你只会做腊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肉，腌肉啊之类的？只要是府城没有的特色肉都可以。这可把庞大山难住了，他绞尽脑汁，差点把自己小时候尿床的记忆都翻出来。倒是有另外一种肠，但是记不得叫什么，只知道很香，一咬会爆汁，味道很特殊。要是能找到一位来自川蜀地区的娘娘就好了，他们肯定会。时间太紧急，小江生甚至不敢耽搁，急匆匆的就坐上马车要去找人。你自己去有什么用？叫上四哥。对，得捎个大夫。小文大夫，来给我捏捏肩膀，有点酸了。这肩颈是人类最为重要的部位，若是刺中了肩颈骨缝，可致人半身瘫痪，所以下针需谨慎。这个位置下按可使人肌肉放松，若是酸痛，则代表肌肉僵直，需要好好休息。温之允侧耳聆听，若有所思。小之允的力道越来越适中了，真是让人欢喜。若我以后离开咸阳县，捏不到还有些难过呢。温之允一愣，也不知道若我离开，你可愿意？剩下的话没说完。四哥，要你帮忙。怎么了？四哥，我找到去过川蜀的姨姨了，但是她好像不太好，你随我一起去看看吧。吴大夫，我妹妹需要我。去吧去吧。姨，你知道汪大松家吗？那年过四旬的妇人瞟了一眼郑如谦的马车，眼底流露出嫉妒，竟然转过身去。爷爷知道汪家在哪里吗？我想找他们打听点事情。美色是戾气，就在那边，前头那个十字路口，再往里走3家就是的。多谢姨姨。打开的一刹那，江生愣了，里头的人也愣了，好半晌才结巴着道：“姑娘，姑娘，是那个买我们菌菇的姑娘。不是卖菌菇的兄妹俩又是谁？若是从前，姑娘的请求，我们定然义无反顾。只是现在的阿娘，她已经昏迷不醒数日，实在是有心无力。”一旁的汪小竹捂着脸痛哭起来，江生的心骤然下沉，小脸苦着说不出来话。别难过，让我试试。四哥，你没事吧？大夫，你有话就直说吧。阿娘缠绵病榻数年，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只是还不等温之允开口，屋内突然传来一声轻柔的呼唤：“小松，小竹。”阿娘！汪小竹尖叫一声，直奔屋内。小竹，这几日怎么瘦了？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呢？待会儿阿娘给你做点好吃的。我要吃阿娘做的饼子。大夫，我娘到底怎么了？阿娘她是好了，还是回光返照？温之允沉重的点头，确定了这个答案。我原以为阿娘就是这2天的事了，却没想到还能与她好好说上一番话。只是接下来顾不上招待你们了，还望见谅。他们家穷，买不起肉，阿娘就会和面做香香的饼子。现在阿娘为他们做最后一顿饼子。阿娘要走了，小松和小竹以后吃不到阿娘做的饼子了，这顿多吃点儿，吃胖点儿，阿娘也放心。兄妹2个眼眶通红，但谁都不敢哭。小竹说他们想问腊肠的方子，我没力气做了，就让你们转述吧。肉啊，要3肥7瘦最好吃，一部分肉泥混一部分颗粒最有口感，调味加花椒粉、胡椒粉，要放糖提鲜，
放酒去心。汪小松全都一字不落地记住。娘要走了，小松照顾好妹妹，要好好活着，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汪小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院子里，江生不知所措，他没有过阿娘，也不知道失去阿娘有多痛苦。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打扰他们？汪小松，你爹没了，娘也死了，属于汪家的老宅得还回来了。凭什么？这是我爹娘的房子，是我家的宅院，与你们有何干？这是你祖父分给你爹娘的宅院，如今你爹娘没了，祖父尚在，收回来又怎样？晦气，还是来晚了，竟让这妇人死在院子里。没关系，反正都要重新修建，这么破的房子也住不了人。叔伯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变了？为什么？与其拼命搭进去自己，不如好好活着，将来超越他们，将他们踩在脚下，比他好，比他强，欺他弱，讽他蠢。每个人的心底都有或多或少的仇怨，若是愤怒上头，任性发泄，只会两败俱伤。不如好好发展，将来有一天站在他仰头都看不见的位置上，让他遥望，让他敬畏，如此方对得起那些盼望。汪小松两手一松，两柄菜刀哐当落地。先埋人吧。几个孩子齐心协力，从中午挖到下午，总算是将汪氏安葬。娘，我会照顾好妹妹，我们会好好活着。娘放心，一定放心。娘的腊肠配方我都背下来了，待会儿找个纸记录下来吧。汪家哥哥，我实在是没带纸，也背不下来。要不你跟我回县里，我有个哥哥会写字。你们，那好，我得带着我妹妹一起。怎么走的时候是4个，回来就变成了6个？大哥、三哥，这是会做腊肠的汪家兄妹。将来府城作坊能不能重新开，就看他们的了。汪小松一愣，明明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怎么到了小姑娘的嘴里就变成了背负作坊荣辱兴衰的人？许墨礼貌颔首，与汪家兄妹打了声招呼，回过头，郑如谦已经捧了纸笔，由汪小松口述，许墨记录。汪小松的使命终于完成，他整了整自己局促的衣衫，正准备转身离去。汪家哥哥，这腊肠的滋味你可尝过？汪小松当时陷入回忆中，是尝过几次的，只是后来阿爹离世，家里实在买不起肉，再看不见腊肠腊肉的踪影。那可太好了，方子虽有了，但制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张姑姑做完，还要麻烦汪家哥哥尝尝，是否与记忆中的味道对得上。若是对得上，我们就拿去卖了；若是对不上，还得调整呢。汪小松的内心天人交战，他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腊肠的味道了。他咬咬牙，点了下头。好，如果昧良心是有罪的，那就让老天爷把所有的惩罚都降在我身上吧，不要伤害无辜的妹妹。汪小松在心底默默道。张姑姑手巧，也就3、5天就把第1批腊肠做好。张香莲割下2根，跟腊肉一样放在大锅上蒸熟，再切成片放在江生跟前。小姑娘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放进嘴里，然后她瞪圆了眼睛。不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你们都尝尝。只是有一点，方子上写的川蜀腊肠是偏辛辣的，怎么这个吃着一点都不辣？江生提出疑惑。哎呀，第1锅忘记放椒粉了，但肉都灌进去了，也不能浪费，我就寻思着也做出来吧。没想到味道这样好，没有辣味儿，但是有股鲜甜的香气，混合淡淡的酒味，让人欲罢不能。等到第2锅的腊味肠做出来，又是另一种感觉，胡麻鲜香，肥瘦适中，就是有点不太适合小孩吃，把江生辣得嗷嗷叫。只是少了点胡椒和花椒，就有这么大的味道差异。若是动点其他的配比，比如糖盐，比如肥肉，会怎么样呢？张姑姑头一次生出了大胆的想法。
他要用不同的配比尝试做尝，看看到底哪个味道最好。终于做出了7、8样他自认为满意的品种。大家都尝尝，到底哪个味道更好吃？别说江生，连汪小松都惊讶了，他娘只留了1种配方啊。我那日忘了放花椒与胡椒后，发现不同的调料对肠的影响很大。有姑姑在，作坊想不做大做强都难呢。一旁的张启全戳了戳刘翠，小声嘀咕：我记得小江生说过，作坊要靠的人是我呀。刘翠狠瞪他一眼：东家，我们什么时候回府城啊？好啊好啊，姑姑的腊肠这么好吃，一定可以比腊肉卖的还要好。只是这腊肠的方子要更保密，不能轻易为外人知晓。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花2次，这次方子再泄露出去，我张老三告老还乡。刚好豆角也种完了，我就勉为其难陪小江生去府城吧。若是作坊做不起来，还需要我的人脉，可得求我2句。二哥最好了，二哥帮我卖到悠然区好不好？好好好，给你卖，卖哪儿都行，但凡是我送菜的地方都给你卖过去。汪小松心底踌躇，到底是悄悄走呢，还是告个别再走？哥哥，我喜欢这里，我们可以不走吗？汪小松的心一颤，不走，拿什么理由留下呢？我还缺个送菜的，或者你们留在作坊里做腊肠也行。跟我送菜呢，1年就是2两银子，在作坊做工就是1天5文钱，你们可以自己选，都要签公契的。汪小松不说话了，他定定地望着江生，突然垂下头。其实我不记得腊肠的味道了，我是不想妹妹跟着流浪，才顺势留下来的。我骗了你们，对不住。小松哥哥把腊肠配方给我也没要钱呢，我留你们住几天又怎么了？汪小松猛地一怔，再吐出一口气，彻底释然了。东家，以后就承蒙东家照顾了。江生想着自己去府城就好了，免得大家来回奔波。小丫头翅膀硬了，想自己单独飞啊？别以为你今年9岁就可以让人放心。怎么，需要的时候就抱着哥哥不撒手，不需要了就想一个人自在？我要跟吴大夫告假，这5两银不挣了。我没有事情，我哪里都可以去。我已经辞去了师爷的职务。边文轩能放你走？当然不能。许墨刚一提及，边文轩就扑过来抱住他大腿，涕泪满面。许师爷，你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们？外头的王喜翻了个白眼儿，内心也有点不舍。你走吧，你走吧，以后咸阳县的事情都跟你无关了。大人，咸阳县是我的故土，是我永远牵挂着的地方。牵挂有什么用？遇到事情伸手帮忙才是真的。这还有上千名流浪孩没有安置，下年的赋税也不知道他们交不交得起。你这拍拍屁股走了，让我怎么办？外头的王喜也是一怔。大人放心，若是豆角生意尚可，我会劝家弟多购置些农田，以方便安置余下流浪儿。许墨要走了，要去备考，要去乡试，但咸阳县的百姓还在，他们就全都托付给大人了。其实大人你还能再雇一个师爷的，就是可能没许师爷这般优秀。就你聪明，师爷只是辅助，说到底县令才是百姓的父母官。四哥，可是吴大夫不准你告假。温之允点点头，又摇摇头。吴大夫对他极为宽容，告假一事随心所欲。温之允内疚不已，也提出了辞呈，想让吴大夫另请侍童。你还替我操心啊？多想想你自己吧。我不在的时候，可有努力备医典，可有辨认草药，可有为人诊治。温之允一呆，紧张兮兮的摇头。你既舍不得兄弟姐妹，想要陪同他们一起，那就放心去。没人规定一定要在医馆里坐着的才是好大夫，倒是在外头要勇敢去为人诊治，要勇敢探查未知的一切，才能不枉那些时日。常言，我没事了，没事就好。东西收拾好了吗？扶风哥哥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府城吗？回啊，其实早就应该回了。啊，
这2个月也不知道王家闹成什么样了。也就是两败俱伤罢了。那扶风哥哥，你的身子就不痒了吗？我相信温大夫的医说。我比吴大夫差远了，怎么可能？我不行的。不，你可以，你跟吴大夫都很优秀，吴大夫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既然这样，那我们出发吧。这阵子，王玉瑶总觉得母亲有些不对劲儿。王玉瑶不小了，她能感觉到母亲有秘密在瞒着自己。王玉瑶狠心埋伏了母亲，并打通层层关卡，终于在一个晚上踹开了母亲的房门。意料之内，红浪翻滚，满地狼藉。阿娘，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父丧命近4年，我又为何要一直为他守身如玉，做那寡妇？王玉瑶一怔，还没来得及反驳，身后突然传来了击掌声。大嫂如此努力争夺王家权柄，真当你是为了大哥呢？没想到是为了外头的阿杂货，可真是让人开眼啊！王玉瑶身子一软，跪在地上，内心满是悲苦与后悔。王夫人两眼一翻，撅了过去。王家三爷回看众人，语气中带着桀骜与自负。如今王家子嗣中，唯我儿浩然堪用，这王家族长的位置落在他头上，可是不亏。王家其余众人不再挣扎，俯首称臣。可就在他们拿出钟馗对牌以及账房钥匙的时候，一道弱柳扶风的声音缓缓出现。等等，爹爹，所谓立嫡立长，于王家而言，扶风是嫡又是长，这对牌与钟馗何该交给扶风才是。王三爷却是面色一正，猛地后退2步，以为见鬼。好小子，好小子，所有人都在争权夺利，倒叫你个病老鬼捡了个现成的。二叔觉得这王家权柄究竟是我一个病老鬼拿着好，还是让王浩然一个外世子拿着好？我支持扶风侄子。爹爹，交给扶风，权柄还是在三房手里，可若是咱们闹起来，就不一定属于三房了。仗着这最后一点自信，王三爷忽略了心中一闪而过的诡异，点下头颅。屋外，许墨摇头轻叹：这王三爷未免太过自信。扶风诈死后回归，站出来便是抢权柄，又岂会如同从前一样敬他如父？许墨分析着，弟弟妹妹们认真听着，小脑袋下意识清点。扶风哥哥出来了，那急匆匆走过来的姨姨是谁啊？好凶啊！迎面走来一位面色阴沉的妇人，见到王扶风便抬手甩上一巴掌。扶风哥哥，扶风，你没事吧？阿娘何至于出手如此轻，倒不如直接打死儿，还省得儿抢了你夫君的权柄，伤了你周家的利益。你与爹爹商量好了，舍弃我这个嫡子，扶持外世子上位，爹爹便照拂周家。可你没想到，我这逆子没死，让你们所有人都失望了。只是权柄已经落在扶风手里，往后父亲母亲可谨慎这些，莫要落了把柄在扶风手里。即便是亲子，那也得大义灭亲啊！你个不孝子！小我，你跟我一起上学去吧。复学规定可以带一名书童，你到了便去听讲，其他的不需要管。有大哥一个书呆子就行了。小五跟我做生意去吧，正好安阳县这条线还缺人。小五还没马儿高，你让他去赶马车，我怕丢了孩子。还是跟我去练功吧，好歹能自保。五哥，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开作坊，天天有姑姑做的腊肠吃呢。我去给扶风哥哥帮忙。你个小心眼子包，跟着王扶风比跟我们相似吧？怎么会呢？王家平静了，咱们才能安全，不是吗？江生也拉着张启全去大富村，把当初雇佣过来的姨姨们找回来，重新教学腊肠，并签订新的工契。当然，不包括那个黑瘦的出卖了他们的妇人。真的吗？真的还能重新做工吗？我真的还能去赚钱吗？当然了，姨姨，我们还出了奖励，只要是做工干净仔细的姨姨，每个月还多发20到50文钱哦。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做，比我自己家吃饭还要注意，一定干净仔细。张叔，给你的。
东家，1/10属实高了。像我这种管事，1年10两银子足矣。10两银子怎么配得上张叔的劳心劳力？1/10张叔不亏，往后要操的心可多了，还望张叔不要嫌弃劳累才是。嗨，不会的。东家也顾了我吧，我知道错了，我绝对不敢再泄露东家的配方了，求求东家给口饭吃吧，都要饿死了。东家心地善良，东家有容人之量，求求东家给口饭吃吧，再不给口饭吃，我们就饿死了。张叔，这就是大哥说过的视弱凌强吗？东家觉得应该怎么办比较好？肯定不能要他，但也不能强行拒绝，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既能不要他，还能不抹黑作坊的名声。突然2个人疾步走来，一把架起黑瘦妇人，拖着就要往外走。你们是谁？干什么？放开我！强抢民妇了！别乱说话，我们家主说了，上次你帮王家人偷到了腊肉配方，那10两银子太少了，这次拉你去给钱的。张叔，你看到那个人了吗？我怎么好像在扶风哥哥那儿见过？张启全没说话，脑中闪过常燕公子平静的眼神，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说兄弟，你也不是做腊肠的料，跟我运菜吧。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正好我年前囤的干豆角卖完了，得去运点回来。好。2人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运菜的注意事项以及要走的路线。刚好在门口遇见回来的江生与张启全。张叔，小江生，作坊明日能运行起来了吧？我这就去请郝掌柜品腊肠，你们可要及时供得上货物。那是自然，二哥只管放心，要多少有多少。汪小松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他记得阿娘做腊肉时都是春冬2季，从未在秋夏2季见过。王福峰的铁血手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家的生意尽落他手，王家的生死也被他掌握。闲来无事，他甚至要把孙氏许配给那日捉奸在床的男人。你这不孝子，那是你大伯娘，竟敢将她许配出去，你一个小辈到底还要不要脸？他与那落地秀才情深几许，不惜偷情，我许他光明正大不好吗？不行，不能这么丢人，王家富岂能2家？一旁的常燕点点头，对这些世家大族的要脸程度有了一定了解。爹爹啊，这事儿到底成不成，还得看大伯娘。如今孙氏破罐子破摔，一直跟落地秀才卿卿我我。果不其然，大房院里，孙氏听到王福峰的打算，先是一怔，眼珠子飞快转动，瞟到了大房独女王玉瑶的身上。阿娘，你切莫要有其他不该有的念头，女儿已经与方家订了婚约，你别忘了当初是为什么要跟方家联姻，也别忘了舅舅是怎么死的。孙氏一怔，眼底的悸动渐渐淡去。是我对不住他，从前是，现在是，往后也是。打发他点银两，叫他走吧，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留恋那点青梅竹马的情分。一旁的王玉瑶长松了口气。阿娘，现在形势困难，方家找我们要方衡，王家又不在掌控之中，舅舅又没了，我们实在是无处依靠啊。别担心，安水郡马上就要变天了。你觉得方家可能还会针对表弟？不是可能，是一定。强龙不压地头蛇，除非这个人是顶头父母官。常燕心中不安，急匆匆赶回簪花小院。郡守大人马上要走了。江生立即捧起5斤腊肠，给大人带点。大人差人告诉我，明日便启程。我已经跟府学里告了假，要去送大人一程。我也去。我也去。大人，时候不早了，风京路途遥远，我们还是动身吧。安水郡守摇摇头，依旧在捋胡须。还有人没来？大人，师爷，学生来晚了，还望大人一路顺风。好孩子，来年过了乡试就是会试，不知几年内我能在风京见到你。我觉得最迟3年我就能在风京见到你，只盼到时候你功成名就，不要不认我这个老头子才好。郡守大人说笑了，郡守大恩，学生没齿难忘。
但凡入封京，必定先去郡守大人府邸拜访。我这次之所以迟了1个月才离任，是因为下任安水郡有急事耽误，大概几日后他能抵达。许墨嘴唇微抿，心下微沉。不过也别太担心，郡守不同于县令，官越大，盯着的人越多，他不敢肆意妄为。我已经给袁衙役留了话，他会多照顾你们几分的。谢大人。大哥，怎么了？许墨都摇头，不想说出来，让弟弟妹妹们担忧。是不是下一任郡守会对我们不利？不好了，小将生，天气太热，腊肠坏掉了许多。怎么这倒霉的事都是连着一起来啊？都怪我，应该有常识的。夏天做腊肉腊肠，怎么可能不坏？都是我不好。没事的，姑姑，二哥一定会有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二公子肯定跟悠然居定了合作，到时候作坊拿不出来这么多的腊肠，可如何是好？东家，都怪我，是我忘了告诉他们，这腊肠夏天不能做，我就没见过阿娘在夏天做过。这不怪你，怪我，怪我，谁都不怪，都不是故意的，不追责任，对吧，小将少？别担心，二哥一定可以解决的。二哥默了默，他有说过吗？二哥最聪明最厉害了，二哥会给作坊帮忙的，对不对？对不对嘛？那是自然，当我这些年白混的吗？所有的腊肠都坏了吗？不是，还有100多斤晒干的。夏季气温高，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只是需要扇风降温太麻烦。以前一天能做200斤，现在一天最多10斤。郑如谦的眼睛直了，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今的腊肠既然产量少，为何不能要高利润？二哥这是傻了吗？二哥想不出办法，我也不会怪他的。作坊倒就倒吧，可不能把二哥急傻了。放心吧，老二这是想到了解决办法呢。真的？当然，腊肠的事老二解决了，安水郡守就交给我们，如何？当然了，大哥，正好儿郎们需要实操锻炼。放心，大哥，郡守大人可不代表就能为所欲为。温之允没说话，歪着小脑袋思考，一个大夫在府城的影响力到底大不大呢？冷不丁长夜扭过头，凑到他耳边一阵嘀咕。温之允的眼睛亮了，幸好幸好。怎么被哪家千金逼迫上门了？呸呸，郝掌柜又戏言，哪家姑娘能看得上我呀？也不是没有，你小子浓眉大眼，高鼻阔口，生得正气凛然，最得丈母娘喜欢。丈母娘喜欢有什么用？可没有姑娘家喜欢。谁说没有？我家姑娘就挺喜欢。哼，掌柜说笑了，小子无父无母，无家无业，实在没有成家打算，只盼将来荣归故里，再考虑终身大事。郝掌柜笑眯了眼睛，没再讲话。前头给郝掌柜品尝的腊肠可有用完？我这次又带了10斤，只盼郝掌柜喜欢。只有10斤？10斤应该够郝掌柜吃一阵子了吧？我替香香谢谢你，她最喜欢吃腊肠了。郝掌柜开心最重要。东家，你就不怕郝掌柜不要咱们这腊肠？好酒不怕巷子深，腊肠目前在安水郡是独一无二的。郑如谦美滋滋的，满脑子都是腊肠的定价。你小子别故弄玄虚，这腊肠怎么卖？不卖，不是我不卖给悠然居，实在是夏天做不了。我做了200多斤，全都坏掉了。那你给我的10斤是哪里来的？年头里做的几10斤，送这个，送那个，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几位悠然居的老客爱上了腊肠饭，每回来都要点。如今扑空2回，他们说再有第3回就拆了悠然居。那腊肠饭多少钱一份？2两银一份。郑如谦瞪大眼睛，内心狂跳。实在不行，我挤出来点给你们吧。还是在坐地起价？什么价格啊？郑如谦伸出一只手，50万，500，而且就50斤，要我就送过来。好小子，是真奸呐！成交。掌柜的，明知道他坐地起价，为什么要同意跟他合作？第一是悠然居真的需要腊肠，第二嘛，就是觉得这小子正经，
越来越看好他跟香香了。郑哥哥，好姑娘，叫我香香就好。爹爹说你特意在幼儿园等着我，只为与我见上一面。如今香香来了，你可要约我去东街相逛。不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谁特意在这儿等待了？谁又只为与他见上一面了？家中尚有幼小弟妹，恐不能去东街闲逛。你家里有弟弟妹妹呀？你放心，香香以后会做一个得力的嫂嫂，帮你照顾弟弟妹妹。是这样的，好姑娘，我年纪还小，暂时不考虑婚姻大事，至少得过15岁才行。我知道了，我会等你到17岁。好姑娘误会了，如谦不能耽误姑娘的未来，只愿好姑娘将来能够寻到真正的如意郎君。说完，不等郝香香回复，他双手抱拳，逃之夭夭。汪小松跟在他身后，犹如逃难。我爹娘说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二哥，你被野狗追了吗？呸，别瞎说。东家是被姑娘看上了呢。还是二哥厉害，我们大嫂都还没有，就要有二嫂了。二嫂？什么二嫂？二哥这么厉害？明明上有大哥温润如玉，下有三弟英姿勃发，怎么就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奸商被盯上了？一定是郝香香没见过大哥三弟，否则定会移情别恋。郑老二老神在在地盯着方恒，眼神里充满了打量与算计。二哥，你在干什么？我们可是兄弟。我们是兄弟，嘿嘿，好兄弟，二哥有难，你不得出手相助？郑如谦揽住他肩膀，拉到角落里嘀嘀咕咕：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好人家男儿，岂能做出这等子欺人之事？我听说你想找点利刃代替棍子，毕竟战场上都是真刀真枪，你拿个棍总归施展不开嘛。方恒的表情一下子凝住了，这的确是他最近犯愁的难题。二哥，你有这个路子，咱们可不能违背王朝律法，得要正当渠道获得。你放心，二哥还能做违法乱纪的事不成？哎呀，快，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两人嘀嘀咕咕着离去。二哥要让三哥做什么呀？祸水东引吧。爹爹，我不喜欢郑公子了。你不喜欢他，喜欢哪个？喜欢一个身手矫健的公子。昨日香香想来想去，觉得你们二人并不合适。不过你放心，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郑如谦明明心底乐开了花，还要为此唏嘘惋惜，博尽了同情。等出了悠然居，他大手一挥：走，去看热闹。砍柴刀？说好的利刃呢？怎么就变成了容易卷刃的砍柴刀？这可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买来的，砍柴刀怎么了？那也比棍子强啊！张老二，你诓我为你做那种事情。铺子是常燕拜托王福峰选的，就在东街最北的十字口。我只是开个医馆，用不了这样优越的位置，随便挑个偏僻街口就行。四哥，我们开医馆并不是单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帮助哥哥们。要是能有个女大夫会更方便，也更为大户人家需要。我不是女子，又不是让四哥去男扮女装，是让你多雇些女子抓药，最好能基础的看病。这个消息传回簪花小院，汪小松点拨了下妹妹。做腊肠虽然一天有5文钱拿，但每天重复一样的活计，并没有任何未来。四公子，五公子，我可以去医馆帮忙吗？两兄弟交换了思绪，确认对方都不反对以后，由温之云点头做主，同意了。家主，安水郡守已抵达阜成东门，刘家、孙家、吴家、边家等世家已经坐上马车前去迎接。走，让我们一起去迎接这位郡守大人。走了2步，看见常燕没动，又挑了挑眉。怎么，怕了？我是怕哥哥们怪我一个人去看热闹。一位30来岁的中年男人，他穿着安水郡守的官服，身高8尺，面容称得上英俊，
只是肤色稍黑，嘴唇上覆盖了一层短硬胡须，让他看起来颇为威严冷酷。见过大人。安水郡守没有讲话，只是微微点头，最后落在王扶风身上。见过大人，大人一路辛苦。安水郡守挑挑眉头，视线挪到常燕身上，两眉之间突然皱起了个川。家弟幼小不懂事，让大人见笑了。他就说，这穷乡僻壤的安水郡，怎么会有让人眼熟的孩童？诸位不必多礼，贺某初来乍到，往后3年，还望诸位多多配合。草民在悠然居订了一桌宴席，给大人接风洗尘，还望大人赏脸，尝一尝地方特色。那就麻烦孙老爷了。孙家人已经迫不及待了。常燕扬起嘴角，立在原地没有动弹。我们大人说了，许师爷不会不管咸阳县的事情。原本咸阳县就贫困，进出免了赋税，才吸引许多生意人落户安家。如今赋税重新收取，许多商人都嚷嚷着要搬走。消费促动经济，经济带动发展，没了这些商人，就没有吸引人的环境，没有环境，自然也吸引不来住户。许师爷，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许墨蹙起眉头，看了眼姿态各异的弟弟妹妹。难道这就是隔山打牛？免去一个县城的出入城赋税本来就不太合理，新郡守大人也只是把规定修回原来的模样，我们无从挑刺。这新大人可真可恶，为了对付我们，不择手段。许墨冷清的笑，凑到王喜身边，嘀嘀咕咕了片刻。这不太好吧？王喜含泪回到咸阳县，把许师爷的点子献上。听说边县令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凝固很久很久。下官对不起百姓啊！下官对不起咸阳县的子民啊！下官无颜面对苍天，下官只能吊死在郡守大人跟前啊！贺郡守严肃惯了，哪见过这种赖皮猴一样的人物，使劲蹬了小半个钟头的腿后，他无奈应了下来。不改了还不行吗？郡守大人爱民如此，下官替咸阳县百姓谢谢郡守大人。贺郡守嘴角抽搐，面色铁青。四哥，我们得去贺郡守后院里打听消息，他不太合适吧？那你去。温之允两手交叉护在胸前，脑中浮现自己男扮女装被发现，扒光了处死的场景，惊恐的摇头。常燕一个没忍住，扑哧笑出声。等笑完了才发现，刚刚的笑声好像不止一处，他似刚刚笑过，眼角还带着泪水，嘴角也微微翘起。小竹，你愿意去吗？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危险，但奖励也会很高。我可以试试。然后他就出现在了府衙后院。明明前头引路的奴仆和善客气，他依然战战兢兢。夫人，医女到了。回头看见汪小竹战战兢兢的样子，就忍不住笑。怎么吓成这样？郡守府又不是豺狼虎圈，不会吃你的。是医女手艺浅薄，恐惹夫人不高兴。别害怕，夫人肩颈不适，只管替夫人摆弄舒服，不会有人伤害你的。汪小竹点头称是，但还是不敢说话。请吧，医女。汪小竹眸色微闪，估摸着火候到了，双手猛然加力。郡守夫人骤然叫出声，旁边的大丫鬟瞪圆双眼，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别停！大丫鬟知道自己误会了，看向汪小竹的眼神恢复柔和。汪小竹在内心感慨，为五公子的聪明，也为他的料事如神。郡守夫人看着和善，但内心必然是不信任外人的。于是汪小竹先实话实说，道尽惶恐。果不其然，经过这2次事件，郡守夫人不仅语气和善，按摩到尾声时还吩咐大丫鬟准备吃食，要招待这位辛劳的医女。大丫鬟心领神会，夫人与郡守大人应该十分恩爱吧？此话怎讲？都说女子容颜与心情息息相关，夫人皮肤细腻，
容颜常驻，想必是与郡守大人恩爱两不疑，没有什么烦心事所致。你倒是个聪明的。这次汪小珠没说话，其实也不是什么烦心事都没有，最近他就很忙，天天研究王朝律法，还念叨什么械斗，都没有时间陪我。传到簪花小院里，几个孩子全都抿嘴看向了方恒。你们看我干什么？我虽然带着家仆们练武，但真的就只是练武，并没有打架斗殴。况且骑柄砍柴刀一打就卷刃，能斗什么殴啊？老二，你在哪里买的砍柴刀？就在打铁铺子买的，说我家有9个人要砍柴。大哥的意思是，二哥买砍柴刀的事被贺郡守知晓了，他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一群人再次聚焦在方老三身上。那我们丢掉砍柴刀，我们可以丢掉这一批砍柴刀，但不能一直没有刀。刀不能丢，不丢刀，万一进了贺郡守的圈套，可如何是好？刀不扔，什么都不管，继续生活吧。那三哥要是遇到圈套可怎么办？我们不管三哥了吗？大哥去托扶风哥哥要9把刀，但一定得是没开刃的那种，最好与砍柴刀外形相近，开了刃的才叫械斗，不开刃的最多叫打群架。你最近经常出入王家，跟扶风提一句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我特意去找？常燕歪头一笑，不予回答。二哥你好傻呀！府城的作坊每天才做10斤腊肠，姨姨们闲的都要嗑瓜子了。你把豆角拉作坊里晾晒不行吗？难不成还要在斜阳县开个作坊？再说了，鲜豆角进府城的关税才几个，干豆角进府城的关税又得多少？我以前不经常去镇子里，偶尔去一趟就得买3、5天的菜。这豆角只需要拿废弃纸张裹紧，就能放置至少5天。正忙碌异常，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叮叮当当，像是有人打架，还有人嘶吼，更有人惨叫。三哥，别去！方恒脚步一顿，也有些迟疑。三哥，五哥！江生带着哭腔喊了一声，抓起2根干豆角就往外冲。方恒则拎起随身携带的砍柴刀，紧紧跟在妹妹身后。然而真正冲到外头，他们傻了，没有常燕被人伤害的场景，甚至没有常燕，只有满地狼藉受伤呻吟的陌生人，以及一位干瘦精明的中年男子。他似乎很喜欢这群小孩震惊的样子，突然张开嘴，惟妙惟肖地喊了句：三哥。江生瞪圆眼睛，还以为见鬼了。方恒则突然想起来自己幼时读过的文章，京中有善口技者。方恒迅速反应过来，冲过去要压住干瘦精明的中年男人，却不想他察觉出来，扭头就跑了。方恒阴沉着脸，怪自己太冲动，给了对手机会。没事的，三哥，五哥说过，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响起，贺郡守带着10数名衙役来到簪花小院跟前，面无表情地盯着满地狼藉。为首的就是他们相熟的袁衙役，看到这一幕，不停地挤眉弄眼。尔等可知错？在府城内械斗，还伤了这么多的人，你们可知错？大人在说些什么？草民不懂。刁民，人证物证俱全，还想不承认？当街械斗，这可是大罪名。大人此番话，草民不太认同。我们只是查看一下自家门口，怎么就成了当街械斗？谁拿着刀查看门口？又怎么会如此巧合？你们拿着刀开了门，外头便躺着一地的人。是啊，我也很好奇呢。眼看着话题越来越偏，贺郡守咳嗽一声，打断了他们。大人，这群草民当街械斗，却不承认，先拘回大牢，再慢慢审问吧。贺郡守沉着脸，点了点头。慢着，大人，凭什么断定我们是在械斗？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并没有进行械斗。这些人也不是我们伤的。大人若是不信，可以检查检查我们的刀具能否砍出如此锋利的伤口。师爷一怔，贺郡守的面色一沉。大人，您是安水郡守的父母官，是青天大老爷，做事情之前可要找准证据，不能随随便便伤害无辜百姓啊！身高8尺的父母官上下打量了方恒2眼，蓦然冷笑出声：好，很好，走。大人，这些无辜百姓全都带走，送集医馆。走吧，回去了。三哥，你怎么突然这么聪明？快比得上大哥了。他不会轻易放弃的。不放弃就不放弃呗，见招拆招。
无所畏惧。许墨没有说话，常燕皱起眉头。要是能让他自顾不暇就好了。可能让一郡之首忙碌不堪的，只有民生大事儿。这绝对不可以。其实也不是很难，我依稀记得贺郡守车队的排行顺序，以及郡守夫人的娇嗔程度。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位郡守大人应该相当疼惜夫人，疼爱子女。俗话说得好，内乱外乱都是乱。既然不能拿名声开玩笑，那就让郡守大人的后院起火吧。这件事可能需要麻烦扶风哥哥。大哥，一起去当王家吧。说是王家出面，其实确切讲是让乡绅世家们出面，只是由王扶风去拱火，让乡绅世家们蠢蠢欲动。他们是英雄，是自以为的英雄吧？不过就是世家子弟，承接了祖辈留下的资产与人脉，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实际上，离开祖辈的传承，他们什么也不是。真正能够从无到有的，才是英雄。许兄，你便是我心中的英雄。扶风，你才是英雄。家世并不能代表一切，从逆境中翻盘，不愿认命，才是真正的骨气与桀骜。常燕拖着下巴，突然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如此碍眼。我们家小五将来也会成为一位英雄，为国为民，为民生社稷。三个人商讨了足足半个时辰。刚开始，王扶风提议自己择日请几位乡绅世家的家主用饭，再不着痕迹的拱火，但立即遭到了许墨的否决。或许可以故意泄露。悠然居，王扶风大手一挥，找郝掌柜订了间包房，时长半月。刚开始他时不时的会来，后来变成了每日都来，还要在包房里见一些人，嘀嘀咕咕商议一些事情。这引起了其他世家的注意，也开始想方设法的着人查探。门里门外都有2个小厮守，就连上菜都得是郝掌柜亲自送上。对于一家酒楼的掌柜，王扶风还是要留些面子的，送菜时候会停下交谈，但也没有刻意防备。于是郝掌柜在进门的瞬间，出门的瞬间，听清楚了王家的行动。他有些纠结地找到给出手大方的世家，犹犹豫豫着把计划讲了出来。好个王家小子，竟然想出这种主意，未免太过不着手段。掌柜的，嘴巴可要老实点。虽然你是江家的掌柜，但这里毕竟是安水郡。郝掌柜诺诺，心底却长叹一口气。如果可以，他一点都不想掺和进世家中的尔虞我诈。与此同时，孙家家主开始频繁地约请贺郡守。虽然贺郡守大人10次只来3次，但也算赏脸。孙家大喜，趁着贺郡守喝到尽兴，提出郡守府人手单薄，想送给郡守大人2名奴仆。贺郡守于这方面称得上一根筋，还真以为是2个男仆，便爽快点头同意。于是当天，贺郡守回到府衙，不仅满身酒气，还带来了2位身姿窈窕、面容美艳的奴仆。这狗男人不爱我了，竟然想要纳妾！他当时又哭又闹，连贺郡守的脸都抓花了，还叫他穿着单薄的亵衣滚出郡守府。贺郡守狼狈地站在府门口，面色铁青，却又无可奈何。主要是过路人的眼光以及郡守府奴仆们的窃窃私语，让他如芒在背。什么郡守大人是个妻管严，往后郡守大人肯定威严不如从前，有这样糟心的婆娘，不如休了重新娶等等。闭嘴！我夫人轮不到你们这些人说3道4，我愿意被他撵出来，也愿意站在这儿。但凡本官以后听到你们对夫人指3道4，全部发卖出去。簪花小院内也长松了口气。太好了，咸阳县的豆角全都收获晒成豆角干了，30亩地空出来，我得回去操心呢。也不知道这大半年种点什么好。二哥，咱得种点卖的贵的，不能浪费30亩地。得嘞，范围又缩小一圈。妹妹一句话，哥哥跑断腿。张启全和张姑姑听见咸阳县就扭头。东家能不回咸阳县吗？小松，你要回去，要大张旗鼓的回去，要自信100倍的回去，让那些瞧不起的人全都瞧得起你，让那些冷漠的人热情起来，这样才不枉费你半年的奔波与辛劳。江生，你这是做什么？跟二哥一起啊，二哥一个人回去也太孤单了，江生陪你一起，反正天天闲着也是闲着，做腊肠有姑姑们就够了。话是这么说，但小姑娘前几天还在劲头蓬勃的和张姑姑一起研究新的口味，根本没有闲着。这是4哥给的药，金疮的、解毒的，1大包巴豆粉，还有5哥给的匕首，说是从王家库房里翻出来的，削铁如泥。这是大哥写给边县令的信，说有困难可以送过去。二公子，我有点想家了，
三公子放我回去看看呢。我没有家，但我想斜阳县了。二哥，糖葫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实际是郑如谦只掏钱买了1串，还用嘴巴撸掉半串。坏蛋二哥，吃不吃啊？不吃我都吃掉了。江生瞪圆眼睛，也不敢扁嘴了，也不敢闹腾，忙不迭抓起剩下4只糖葫芦，津津有味地塞进嘴里。东家，姑娘喜欢吃，就多给她买点啊。你当我不疼我自己的妹妹？大哥说过，她要换牙，吃多了甜的不好。之前租住的小院因为不经常回来，已经退租了。幸好斜阳县的客栈不贵，几十文就能订上1间房，但是只能住3、5天哦。二哥要尽快决定播种什么。我会尽力的。尽力。当天，他们并没有回十里镇去看30亩地，而是去附近的村落里找些种田的老把式。一连2天过去，在郑如谦一口一个姑姑奶奶的甜嘴之下，老太太们已经把斜阳县种植过的蔬菜谷物种植与采摘日期全都交代了出来，但还是没找到9月份种植4月份采收的还比较值钱的菜。郑如谦心中苦闷，拉着江生在大街上闲逛，无意中走到悠然居的门口，他脚步一顿，白伯伯，难得遇见他，我要给他买东西，顺便问问他，假如我做出来特殊的蜡物，他要不要呀？我想问问你，假如现在的你和2年前一样贫穷，你还敢卖东西给悠然居吗？为什么不卖？不卖怎么赚钱？不赚钱怎么吃饭呀？可是，万一悠然居不收呢？他们不收，总有地方收。我们不赚这个人的钱，那就换个人赚嘛。他话音刚落，酒楼里的白掌柜也看到了他们，笑眯眯地挥了挥手。白伯伯，好久不见，身体怎么样呀？还是一样硬朗。不是在府城待着了吗？怎么舍得回斜阳县啊？嗨，府城虽然好，但是没有白伯伯呀。我们想你了，就回来了嘛。嘿呀，你这小妮子，嘴巴是真甜。悠然居里是老少的亲昵对话，悠然居外是郑如谦从里到外的震动与翻新。白掌柜，许久不见了。刚刚听小妮子说，你们想要种一个9月到来年4月的菜，这斜阳县没有合适的，可以往其他县看看嘛。只要气温相差无几，能够种植即可。小二哥端着一盘茭白，一盘鸡蛋炒牛蒡路过，郑如谦的眼神登时亮了。他让江3江4带上斜阳县的特产，再报10斤腊肠，颠颠簸簸前往云水县拜见庞县令的同时，也问清楚了茭白和牛蒡的种植收获日期。一时间，郑员外的名声又盛了些许。郑如谦有些得意，准备带妹妹回府城，好好跟哥哥弟弟们炫耀一下。可才退了客栈的房，还没出城就被拦住了。谦儿，这话一出，他想起来好多年以前，似乎有一个女子这样叫过他。郑如谦抿着嘴，骨子里一阵阵的发冷，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谦儿，郑如谦一回头，就看见江生摆着姿势，惟妙惟肖地看向他。江生，别皮，人家一直叫二哥，也想叫叫你的名字嘛。二哥就是你二哥，不要想着飞上枝头当姐姐。这位夫人有事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这可是生你养你的人，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还敢这样讲话，真该让县令大老爷查你下大狱。见过白眼狼，没见过这样的白眼狼。当初紫薇姐姐就不该留下他，直接一把红花打掉，还省了这些年的教养。夫人，当初在怡红院后门，你已经把我丢掉了，我们并没有确凿的关系，户籍上也仅我自己一人。莫说是告到斜阳县，便是去府衙，我也没什么畏惧的。我没有想要告你，我就是看看你，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如夫人所见，过得甚好。夫人的眼泪流得更畅快了。若无他事，烦请夫人让路，我们还要回家。我有事，
怡红院要倒了，我想要为自己赎身，但这些年攒下的银钱有限，只能找你要一点。一瞬间，他深深的后悔了。千儿，阿娘舍不得你，当年赶你走实在是无可奈何，念在阿娘当初把你照顾到8、9岁的份上，你就帮阿娘一次吧。当初你在怡红院，阿娘也没有亏待过你呀。这么说来，我的确欠你2颗金豆子，现如今也是时候还了。普通庄户3口之家半两就能过1年，二哥在怡红院生活了快10年，给个10两不过分。好了，夫人，请不要再耽误我们的行程。若是再无故阻拦，我就要去县衙里求个公道了。为什么千儿不信？我是真的疼他，当初丢掉他也是不得已，可丢了毕竟是丢了。江生正在和郑如谦激烈讨论，一定是郡守大人干的，真是太龌龊了，竟然把我阿娘给翻出来，要不是这些年多走了点路，差点被吓死。也许不是呢，郑员外确实是最近才声名鹊起的，有些时候名声大了，就是会吸引来旧人。不，一定是等回了府城，我一定跟他没完。可他一个小商人，要怎么跟一个郡守大人没完呢？回到安水郡以后，他们才知道，贺郡守这阵子都在忙着收拾孙家给夫人出气，连王家都被摆了一道。王家人要给扶风哥哥说亲？是啊，孙家最近被折腾得不轻，贺郡守好像特别恨拿郡守夫人说事情。贺郡守的手腕出乎他们所有人意料的强硬，而且只为夫人出气。可有说是哪家的姑娘？生得好看吗？人聪明灵透吗？还没说，但势必要在安水郡挑选，也不知道扶风他是否愿意，又是否能平安顺遂的成婚生子。毕竟那样病弱的人，又生了那样灵透的性子。难道是吴家？孙家？不太可能吧。刘家，又或者是边家？不会跟县令大人做个亲吧？边家有适龄闺秀吗？许墨嘴角微微抽搐。我们虽然在安水郡生活了，但好像对这里并不了解，连替扶风哥哥打听一下有几个适龄闺秀都做不到。我可以让小松出去打听。郑如谦好像发现了新世界，直愣着双眼就出去了。老儿做什么去啊？可能是去替扶风哥哥打听去了吧。与此同时，王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历代王家家主哪位还没成婚就掌握整个家族？既然你已经拿下了王家钟馗与对牌，就得早日成婚，给3房生出个男嗣来。再说了，你这身子也不好，还不知道有几年活头，不早点结婚生子，难不成要给人配冥婚？爹也知道我身子残破，我若死了，权柄交回到你手里不好吗？何必再生个孩子，让你左右为难？我告诉你，当爹的为女子操办婚事乃天经地义，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学习你弟弟，乖巧又听话，我让他什么时候成婚，他就得什么时候成婚。王扶风又是一口长气咽下，常燕都看不下去了，在旁边用手为他顺胸口。好好准备婚事，爹会尽全力给你找个名门贵女。扔下这句话，他转身离去。王扶风这才闭上眼，深吐出气。扶风哥哥别生气了，王三爷老说你弟弟乖，那你就先娶个弟媳妇回来吧。只管做你想做的。常燕勾起嘴角，附在王扶风的耳朵上轻声嘀咕2句。不多时，他给王扶风喝下4哥搓的小药丸，背着手踢踢踏踏着出了王家的宅院。在路过一道僻静的小巷时，有人过来拦住他。是长公子吧？我们老爷有请。常燕一怔，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被人以为姓长的时刻，嘴角微抽着跟随过去。果不其然，在王家后院看到了王扶风的爹。你就是常燕，我知道你与扶风关系好，有件事情想要交代你一下，只要做成了，好处少不了你的。果然，刚才的目光不是白白闪烁的。三爷，我不能背叛扶风哥哥。王三爷笑得更轻蔑了，抬起头给了王家仆从一个眼神。王家仆从立即拿出2件刑具扔在地上。哦，老爷饶命！你说，你且说，我都去做。别妄想生出什么有的没的想法，我可知道你有3个兄弟
还是4个兄弟，好像还有一个妹妹。若是你按照我说的，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还能带着你兄弟鸡犬升天。若是你敢阳奉阴违，常燕抿嘴，注意力全都停留在兄弟数量上。本来4哥的存在感就很弱，再加上哥哥们刻意的保护，就连回家的门都单独在簪花小院东侧重新开了个。当然，这也证明王家3爷的手段相当普通，查探并不仔细。常燕低下头，恰到好处的颤颤巍巍。谨遵老爷吩咐。王3爷全当他是下软了，把一包药粉塞进他手中，又在他耳边念上几个字，便得意地跨步离去。常燕嗤之以鼻，把蒙汗药交给温之允例行检查，顺便提了一下，在附近单独给他租一套小院。4哥，跟我们住在一起已经不安全了，要想温氏医馆独善其身，还是得摘出去。温之允刚刚把小药包拆开，就双目一凝，失声道：不。小4，怎么了？可是药物有什么问题？温之允皱巴着小脸，先点头又摇头。4哥，这包不会是剧毒的药吧？你刚才喘气了吗？你不会有事吧？不是毒药，是烈性催情药。伸手接过的常燕手一抖，差点扔出去。王3爷比他们想象的更狠，他竟然是想要王扶风的命。烈性催情药放在普通人身上都得虚弱个3-5天。4哥，不怕不怕，谁欺负4哥了？江霜打他，给他鼻子打歪，闻不见香味儿；给他嘴打的吃不下饭；给他手打的夹不起菜。其实把舌头割了，是最干净利落的。4哥，你还好吗？这是那个单纯善良、柔弱跟小白兔一样的4哥吗？割舌头这种话居然如此轻描淡写，好像割掉的是痔疮。4哥，你以为什么难过呀？是为了扶风哥哥吗？你别担心，有大哥5哥在，不会让扶风哥哥有事情的。温之允红着眼摇了摇头。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我不想出去住，我不想离开你们。不出去住，只是让你当仓库，回头再开个门，咱们还住簪花小院。真的。转眼到了赏花宴，方恒不放心他，提出要把武艺最差的江3、江4给他随身携带。那可是扶风哥哥执掌的王家，上次若非他故意，谁又能伤了他？他吐出一口浊气，莫名觉得兴奋。王扶风，他以家主的身份代弟王浩然向周家下了聘礼，聘礼极少，规格极低。你这逆子，那可是你亲弟弟。庶子聘礼有规格，这是王家祖制，弟弟要违背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要想不违背规矩还能好看点，弟弟私下里天天给弟弟不就行了？等浩然做了状元，再跟你算账，再跟你没完。王扶风假装听不见，抬手拈起刘家送来的3份礼物，他留下1份，并让人快马加鞭送到簪花小院。刘家送来了谢礼，公子斟酌以后留下了这块地契，希望公子能喜欢。常燕接过，正是他之前看的衣锦小院。多谢扶风哥哥。常燕公子客气了，王家的事情我们公子请您不要担心，但要多多留意孙家。常燕疑惑的同时留了点心，等郑如谦回来，便同他打听悠然居郝掌柜最近的情况。你是说郝掌柜啊？我今天刚送完豆角回来，他挺好的，听说前几天妻女要回丰京省亲，这2天又不回去了，可能是发现一辆马车拉不动吧。常燕的嘴角抽了抽，知道孙家没有发现王家的故意算计，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到了10月底，安水郡难得安静一阵儿，大家各自忙碌事情，为未来奋斗。可就在月黑风高的一天，郡守府溜进了2个贼子，在后院大闹一番后离去。谢天谢地，并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丢失。当检查到郡守夫人的贴身香笼时，大丫鬟惊诧地发现夫人的亵衣少了3套。贼人为什么要偷这个？大丫鬟不明所以，禀报到贺成章的跟前，找不到的脸色就白了。我们家阿婉呢？阿婉，静霜，我们家静霜在哪儿？一男一女也不见得是龌龊事情，也许是在研墨对读，
赏花赏赐呢？让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位儿郎在此？说着，一把拉开房门，瞧见自己爱子的外伤。王三爷的瞳孔迅速扩大又收缩，他几乎是条件反射关上了房门。三爷，这是怎么了？里头的人是谁啊？许是丫鬟看错了吧？没有人啊。他仗着自己是主人家，试图蒙混过关，但王福峰怎么能允许？慢悠悠地走过来，轻声笑道：丫鬟可都是亲眼看见了，父亲就不要遮遮掩掩了。里头到底是谁啊？若是对有情人由父母成全了，总好过在厢房里私会。王三爷的脸色骤变，他恨恨地盯了一眼王福峰身后的常燕，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他现在只想紧紧挡在房门前，保护庶子最后的名誉，可还是没能得偿所愿。王家的奴仆近乎粗暴地推开王三爷，打开房门，露出王浩然搭在披风上的外伤，以及另一位姑娘的长裙子。人群中，周婉的娘当即就要晕倒，反倒是刘静霜不知何时回到刘夫人身边，凑过去一阵嘀咕后，刘夫人眼底流露出森凉。好小子，真有你的。远处想起王三爷跟周夫人的争吵，确切说是周夫人单方面的咒骂，怒斥王家区区一个庶子也敢肖想周家的嫡女，骂得王三爷脸色都不好了。王福芳，他以家主的身份代弟王浩然向周家下了聘礼，聘礼极少，规格极低。你这逆子，那可是你亲弟弟。庶子聘礼有规格，这是王家祖制，弟弟要违背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要想不违背规矩还能好看点，爹爹私下里天天给弟弟不就行了？等浩然做了状元，再跟你算账，再跟你没完。王福峰假装听不见，抬手拈起刘家送来的3份礼物，他留下1份，并让人快马加鞭送到簪花小院。刘家送来了谢礼，公子斟酌以后留下了这块地契，希望公子能喜欢。常燕接过，正是他之前看的衣襟小院。多谢福峰哥哥。常燕公子客气了，王家的事情我们公子请您不要担心，但要多多留意孙家。常燕疑惑的同时留了点心，等郑如谦回来，便同他打听悠然居郝掌柜最近的情况。你是说郝掌柜啊？我今天刚送完豆角回来，他挺好的，听说前几天妻女要回丰京省亲，这2天又不回去了，可能是发现一辆马车拉不动吧。常燕的嘴角抽了抽，知道孙家没有发现王家的故意算计，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到了10月底，安水郡难得安静一阵儿，大家各自忙碌事情，为未来奋斗。可就在月黑风高的一天，郡守府溜进了2个贼子，在后院大闹一番后离去。谢天谢地，并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丢失。当检查到郡守夫人的贴身香笼时，大丫鬟惊诧地发现夫人的亵衣少了3套。贼人为什么要偷这个？大丫鬟不明所以，禀报到贺成章的跟前。看着大人气愤地砸了杯子，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将所有消息封锁住，不要流传出去。太可恶了，太可恶了！明知道夫人是他的逆鳞，却还要在夫人的身上动手脚，莫不是以为他贺成章只会吃饭饮酒？第2天，虽然郡守府的人努力掩盖，但还是不免有风言风语流传出来。有人说郡守府遭贼了，贼人偷走了郡守夫人的贴身物品。还有人说表面看是遭贼了，说不定是郡守夫人做了不检点的事儿，让郡守大人发现了，抹不开面子，只能用这种方式掩盖。还有的干脆造谣起了郡守夫人的品行，这些贺成章都拦住了，没让传到夫人耳朵里。但外头人怎么说，他无法盖住。簪花小院里，兄妹6个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虽说跟贺郡守是敌对关系，他也设计针对过兄妹们，但看到郡守夫人被这样污蔑，小院没人笑得出来。拿女子的名声做文章，这背后的人手段低贱，令人不齿。小竹姐姐与我讲，郡守夫人是个极好的人。为什么男人间的争斗总是要扯上女人呀？我若是那背后之人，
这谢衣可得大做文章，必然要放在我最恨的人家里，这样郡守大人才会不顾一切的为夫人报仇，就像当初对付孙家王家那样。常燕话音一落，小院里的几人都是一怔，随后他们全都站起身，饭也不吃了，紧急搜寻整个小院，卧房没有，作房没有，院子也没有。就在所有人松了口气的时候，郑如谦从刚运回的驴车上拽下2块布料。这是什么？老二，闭眼。我不看，我也不摸。小江生，快来接一下。江生一愣，但本能还是让他旋风似的转过来，接走2团布料，藏于怀中。到底是谁？屡屡算计我兄妹，实在不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也好过这样出其不意。翔哥别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2团布料。我看还是扔了吧，或者干脆烧掉，就当不知道。虽然贺郡守与我们立场不同，但事关女子名节，这2团谢衣我更建议还回去。爹爹说过，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可以与他斗法，却不能手段下贱无耻，没有底线。画面一转，留着洋胡须的许县令在教育小许墨，他摇头晃脑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若是人人为了算计便不择手段，那人人都是小人，都是肮脏的灵魂。但阿莫，你且记住，你是个光明磊落的儿郎，该堂堂正正在阳光下行走，即使反抗也应该有自己的章法。你既非过街老鼠，就不能活成令人不齿的模样。7、8岁的许墨认真点头，用稚嫩的声音回答：记住了，爹爹。有些事情阿莫一直记得，永不忘记呢。爹，可以还回去，只要贺郡守有点脑子，就不会牵连到我们。我觉得你俩就是想得太美好，万一贺郡守就以为是我们偷的谢衣呢？再说了，谁送去郡守府？万一回不来了咋办？冷不丁抱着谢衣的江生往前一栽，像是要当这个出头鸟。小江生，你要去哪儿？去还谢衣吗？也可以，谁让家里就江生一个女孩子，只好为哥哥们辛苦点了。事不宜迟，我带小江生现在就去。江生冲上前，吃力的踮脚拍门，很快就有郡守府的奴仆过来开门。看见这兄妹3个，有些愣怔。请问你们找谁？学生许墨，携弟妹拜见郡守大人。你且在这里等着。便进去禀报去了。没过多久，郡守府的门打开，3名奴仆过来，将许墨兄妹引进了正厅。那里坐着个面目阴沉的男人。何事？给大人送东西来了。贺成章一愣，目光慢慢落在谢衣的裤脚上，突然双目一凝，他没有叫丫鬟，直接冲到小江生跟前，看样子似乎想抢，可目光落在江生短小的手指头上，又放慢了速度。就这2件东西是在家弟的驴车上发现的，就这2件。很遗憾大人，没有找到第3件。确实只有2件，因为那第3件是我的。贺成章长松一口气，回头看向厅堂中站立的兄妹3个，眼底有复杂一闪而过。你们这次帮了本官，本官会致谢的，只是我们之间的立场改变不了。学生送来谢衣，也并非谢恩图报。既然郡守大人已经收到，那学生就此告辞。我就知道是白跑一趟，人家郡守大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儿，坚持要对付我们，还不如把谢衣扔出去，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二哥，我们最开始怕的是郡守大人难为我们呀。郑如谦的声音便戛然而止。人类总是贪心不足的怪物，明明最初担心的是兄妹羊入虎口，结果顺利出来了，就要怪郡守大人不领情，不懂得知恩图报。现在就挺好的。对，挺好的，晚上要多吃几块排骨犒劳一下呢。贺郡守的手腕一如既往雷霆，在拿到夫人的2套谢衣后，他再无顾忌，冷厉出手。
既然背后的人想要他对付簪花小院的兄妹，那他就顺势流露出对许墨兄妹的算计。这个时候就有人急了，有郡守府的奴仆献计：大人，那簪花小院里开的什么作坊，也不知道干净与否，不如派人去检查一番，万一能查出来他们包藏的祸心呢？贺成章阴冷的点头，目光落在奴仆身上，张口便是：抓住他，好好审问，到底是收了谁的好处，在这里挑拨离间。身为一郡之首，坐拥整个府衙，刑具只多不少。虽然大禹王朝律法规定地方父母官无故不得用刑，但他真用了，谁也没办法。于是没多久，奴仆交代了，是孙家。孙家当得知埋在郡守府的眼线失去消息以后，孙家家主孙宁紧张不已，连夜召唤几位左膀右臂，商量此次危机。家主，你糊涂啊！贺郡守本该与我们一派，你何故针对他？现如今惹得他恨上我们，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是他贺成章不按常理出牌，我只是送他2名美妾，却要被他搅得家宅不宁，我又做错了什么？可现在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彻底得罪了郡守大人。不过就是个安水郡守，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孙家可是几十年的老世家，只要玉瑶能够嫁进方家，贺成章算个屁！孙家实在是扛不住了，派人往郡守府送信。大人忘记答应方家的事了吗？告诉孙家，我答应方家让方恒消失，但没答应方家保你孙家荣华富贵。临近年关，距离乡试还有3、4个月，许墨虽拿了2案手，心情依旧紧张。许墨最近9月不通，心中烦闷，索性放下书籍，踱步到簪花小院门口，就看见外头站着8尺高的郡守大人，外加10几名衙役，有点气势汹汹，但又莫名尴尬。许墨正疑惑，奉上头命令，检查作坊内卫生，若是不达标，须得关闭整改。疑惑归疑惑，许墨还是后退2步，恭请郡守大人检查。他带着一群衙役在作坊里晃来晃去，表情从满意过渡到不满，最后凝眉站在一个烂木头桌子前。大人。贺成章一脚抬起，烂木头桌子霎时间4分5裂，躺了一地。许墨微微受惊，面色发白，眉头紧皱。这烂木头不合规定，有发霉风险，赶紧扔掉。然后大摇大摆地带着衙役们离去。晚上孩子们回来，看到木头碎屑，全都惊讶地瞪大眼睛。二哥，你快来看呢，这个桌子终于烂了。我上次就说要换个大桌子，你说这个还能凑合用，现在可以换了吗？换个好的。江生，还是买个烂木的吧。为什么？因为万一再坏了，不心疼。可新买的桌子怎么还会坏呢？晚饭，张姑姑端出来了一样又一样新奇的菜式。姑姑太厉害了，一个人可以做出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个腊鱼能不能在作坊里一起卖啊？当然是可以的。那得重新给姑姑算工钱。腊肠姑姑就贡献了力量，腊鱼更是全靠姑姑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得给多少钱合适呢？小江生，不用给姑姑钱，姑姑做这些是想让小江生挣钱的。姑姑做了贡献，当然要有奖励。姑姑不拿奖励，江生也不卖腊鱼。江生在心底反复衡量思索过后，从小金库里郑重地掏出50两银票，交到张姑姑手里，并认真道：若是腊鱼卖得好，还会给姑姑发钱。张姑姑的眼眶红了，小声啜泣着。江生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姐可算赚这么多钱，那得请我们一大帮子人吃顿好的。吃，一定吃，大家敞开怀吃。与此同时，郑如谦也忙得不轻。随着12月份的到来，南北方都已经进入了严寒期，囤了上千斤的干豆角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意料之中受到欢迎。但对郑如谦来说，
并不够。用这家伙嚣张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最远只到过安阳县，外头还有更多的菜呢。反正天气凉，再多的菜都能运回来，不去白不去。在跟汪小松一拍即合后，主仆两个穿好厚棉袄，背紧小包袱，在各自妹妹的眼泪汪汪中踏上了前往远方的道路。明明作坊和干豆角就已经可以挣够钱了，二哥怎么还要往外跑？再有1个月就过年了，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回来。放心吧，老二心里有数，会回来的。早说了让二哥把江3、江4带着，他俩的武学造诣已经到头了，再练也不可能精进，带着还能保护一下他们，以防遇到危险。也许二哥觉得最危险的还是安水郡吧，距离孙家树岛猢狲散已经1个月有余。冷不丁一个小纸团砸过来，他眼角微动，抬手接住，上面只有一句话：东街尽头见。他皱着眉头苦思片刻，趁着兄弟们没回头，抬手扔到了犄角旮旯里，完全没注意到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女孩子急得连连跺脚。第二天，哥哥们都去忙碌事情，外头传来敲门的响动。小江生，你交朋友啦？朋友？没有啊。可门口有个姑娘说跟你是朋友，想约你去赏花呢。江生下意识地紧了紧袄子，又呼出一口白气，只觉得离奇。过去看看吧。江生透过门缝看到了一位身姿窈窕、鹅黄长裙少女。这是你的朋友吗？姑姑，送她一杯热茶，让她回家吧。五哥说过，不相关的人没必要打交道。野鸡都知道，黄鼠狼无事不登3宝殿。像这种明明不认识却以朋友借口找上来的，必定没好事。外头太冷，还是屋内的火炉暖和。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姑娘不在。他眉头紧皱，忍了又忍，还是转身回了家。12月中旬，江生就开始坐着马车在安水郡四处逛荡，买糕点、买糖、买酒。正挑到荷包的时候，等待了许久的鹅黄色身影终于凑到他跟前，张口便是：江生妹妹。江生惊愕地抬起头，他只有5个哥哥，什么时候多了个姐姐？江生妹妹，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就是想见方恒，但是见不到，你能帮我引荐一下吗？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鹅黄少女犹自不死心，还想过来抓江生的胳膊。别碰我妹妹！三哥，你怎么来了？等到了晌午，妹妹还没回来，他心里起了嘀咕，主动出来找寻，结果就看见江生被强行拽胳膊的一幕，这让方恒怎能忍得？三哥，我还没来得及回去吃午饭，是挑东西挑忘了。他扭头看向鹅黄少女，眼底满是平静与陌生。恒哥哥，恒哥哥，你忘了吗？你说要一直保护我的，你说过的。方恒有那么一瞬间的恍然，你说过要娶我为妻，还要一直保护我的。恒哥哥，玉瑶需要你。你需要我？玉瑶妹妹，你早已与我的堂弟方远定了亲，所以恒哥哥不愿意再帮我了吗？既然你与方远定了亲，有事情自然要去求助方远。若是些小事，你堂堂王家大小姐不会来求助我；若是些大事，我一介孤儿也帮不上，真是对不住。方恒不再与他多说，拉起江生的手就往回走。叫你早些回去，你不肯，午饭都凉了，回头吃了闹肚子。不会不会，江生的肠胃好着呢，剩菜剩饭都吃的。说你就听着，以前是以前，现在谁舍得叫你吃剩饭剩菜啊？三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不要凶。兄妹两个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是亲人的姿态。王玉瑶眼睁睁看着，心底有什么东西酸楚发芽。回到簪花小院，张姑姑果然在重新加热饭菜，看到他们笑盈盈的招呼。
小江山回来了，赶紧吃饭，热乎乎的呢。三哥说的没错，大家果然都在等着他，也不会让他再吃剩饭剩菜。我宣布，以后疙瘩汤是我冬天最喜欢的汤。其他几个哥哥都轻笑，唯独凶巴巴的三哥没了声响。三哥，那个姐姐要是真的很需要帮忙，你可以考虑帮一下，就帮一下，还不能伤害你自己哦。我没打算帮她，我不是才来府城，她早就知道我的存在，却偏偏挑了这个时机出现。即使我没有大哥五弟聪明，也知道这里头必有猫腻。二哥快回来，二哥快回来，二哥快回来。你念咒呢？我这叫殷切的盼望。书里说过，心诚则灵。我这样诚心念叨，上天感受到了，一定会派只野狗把二哥养回来的。等到了中午饭点，道路尽头依然只有喜气洋洋的路人，没有傻二哥的身影。冷不丁一道人影冲过来，直接两腿一软，跪在小院门口。方公子，方公子见见我们姑娘吧，我们姑娘不是想来害你们，是方家要来害方公子，我们姑娘是来报信的呀。你们连句话都不让姑娘说，姑娘回到家只能以泪洗面，求求你们就让姑娘见见方公子吧。这番话里的有效内容太多，竟然让江生的小脑袋有那么一瞬间的宕机。方老三，过来处理事情。三哥，欺人太甚了啊！到了这个关头还说是为你着想，怕不是把我们兄弟当成傻子。三哥若是处理也就罢了，若是不处理，弟弟就只能僭越了。三哥需要帮忙吗？别磕了，王玉瑶想要我帮什么，我去。公子跟我走，姑娘会全部都告诉你的，她是不会害你的，公子放心。方恒双手背在身后，木着脸跟上。转弯拐角时，还遇到了气势汹汹的贺郡守一行。当瞧见王家的丫鬟在为他引路时，贺郡守一怔，随即深深地看了两眼方恒。大人，不去簪花小院了，至少也得踹个桌子呀，不然怎么跟方家交代？唉，不需要交代了，方家应该留了不止一个后手。如果按照哥哥们的分析，那个姐姐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三哥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那可怎么行？大哥、四哥、五哥，你们要帮帮三哥呀！别害怕，江思已经去找人了。我已经把常用的几种药物都给江医了，保证三哥健康的回来。去王家，我要见扶风哥哥。当得知王玉瑶主动找上方恒，说想要帮方恒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我的这位堂妹啊，有些时候你觉得她精明，她就蠢给你看；反过来，你觉得她蠢，说不定还能精明一点。只是她忽略了一件事。安水郡城外，方恒跟在小丫鬟身后，一路到了城西。紧贴着城门的位置有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悬崖，因为算不得高，摔下去最多扭伤，但不会有生命危险。恒哥哥啊，你终于来了，我等的你好苦好苦，你知道吗？方家逼迫我害你，要我把你约出来，再悄无声息地把你杀死，可我不能。这么多年了，看到阿娘对你斩尽杀绝，我的心就跟着悬在胸口。瞧见你逃脱之后还能反击，我又为你松了口气。说起来，我可真不是个孝顺的人，但我只希望你好，恒哥哥，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如果可以，我真的很希望姑姑姑父没有出事，希望爹爹没有离世，希望一切如从前般美好。但这个世界上最苍白无力的就是如果，你我都知道回不去了。恒哥哥愿意过来，是因为知道玉瑶要对付恒哥哥了吗？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来？是因为心底还挂念着几分你的玉瑶妹妹吗？方恒抿着嘴，从来到他就不曾讲话，全都是王玉瑶一个人的独白。直到现在，王玉瑶如此恳切的询问，他仍然没有开口。躲在暗处的家仆
许墨、常燕、温之允，还有坐在江四肩膀上的江生，全都提起了心，生怕突然出现一群歹人，又或者被撒一脸毒药。罢了，你不肯说话就不肯，左右也是我求你帮忙。王玉瑶理了理自己的仪容仪表，突然跪在方恒跟前：恒哥哥，玉瑶求你，求你消失，求你去死，好不好？你就求我这个？是的，求你消失吧，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多少人为你付出多少代价吗？你知道你不死，方家就不会善罢甘休吗？现在只是一个安水郡守，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官员，千里迢迢赶到安水郡，只为了对付你。你们所有的生活、金钱，连带着你的兄弟，还有你视若珍宝的那个妹妹，全都跑不了。可你要是走了呢？你要是死了呢？你要是消失了呢？天下太平，一切皆安，每个人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里，他们会其乐融融，美好生活。他们不用再提心吊胆，不用再畏惧接下来的每一天。这都怪你，方恒，都怪你，是你带来了灾难。你如果聪明点，怎么不早点去死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出现，越快越好，越早越好。曾经稳立如枪的少年身姿微顿，后退了半步，将这个女人的嘴捂住，扔到悬崖下。可还是晚了。万般计谋，攻心为上。三哥，你忘了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不能被打倒啊！你还有父母的仇要报，你还有方家要夺回来，那么多陷害追杀你都没有倒下，怎么可以因为2句话就动摇了？老三，他是故意的，明知道你越挫越勇，就故意用这种方式攻击你。你要是败了，才是陷入他和方家的奸计中。你在向方家证明什么？王玉瑶心底一惊，方家对三哥的态度从来都是如蝼蚁一般，总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碾死。他们甚至不屑于派出真正的杀手，仅仅是交给王家，亦或者是交给贺郡守处理。这些软刀子只有可能是你或者王家大房的算计。让我猜猜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王家大房倒了，孙家倒了，方家要跟你解除婚约，你用伤害三哥来保住你的婚约。随着常燕一句接一句的推测，王玉瑶逐渐面白如纸。旁侧的温之允震惊张嘴，半晌合不拢。为了你的荣华富贵，为了你的婚约，伤害曾经青梅竹马的表哥。假如他真的出事了，你睡觉能闭得上眼吗？假如他真的死了，他消失了，这世间再无方恒、方小公子。我不想伤害他的，我不想的。可是我有我娘要守护，我也要活着。我只是想要更好的活着，我有什么错？我只是想要好好活着，我也只是想好好活着呀。我这有断肠毒药，你不能杀我，我是王家的人，我有名有姓有身份，杀了我，你们也要吃官司。我有氯矾，可以腐烂一切血肉。常燕冷着脸回看一眼温之允，杀意酝酿。小五，不能杀他，我们可以让他生不如死。小五，要冷静啊，这里是安水郡，我们都是守法的好百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说完，附在温之允耳边轻声嘀咕2句。啊，也有这个，这也太狠了。常燕冷着脸不说话。大量藏红花加上活血化瘀的药物，原是妇人清理死胎用的，一次最多吃1颗，一旦吃上2颗，对妇人身体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且终身无法受孕。常燕抬手接过，5个禁术扣进了王玉瑶的嘴里。你们给我吃了什么？你们要是杀了我，郡守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常燕懒得理会，抬手示意江一把他从悬崖上掀下去。这崖低矮，不会摔死人，但会摔断腿。三哥，你能不能醒醒啊？你这样我好怕呀，我不想没有你。小哭包，快别哭了。三哥，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你不给我说话，你坏蛋！是，三哥是坏蛋，吓到小江生了。我刚刚没事，就是想了点事情。三哥小事情动也不动，跟石雕一样，莫不是个石头精转世？我看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有事情就知道自己琢磨。大哥是个体面人，可不要跟弟弟们似的。我在这苦口婆心半晌，竟不及江生那2滴眼泪重要。看来三弟的心里，我们这些兄弟们还得很靠后啊。还不如不说。好了，临近晌午，姑姑肯定做好饭了，我们得回去吃饭。回去吃饭，路上竟与风尘仆仆的郑如谦主仆遇上。算一算，他们离开了得有足足27、8日，原本干净的衣裳全都破了，扎好的发髻也都凌乱，鞋底都多了2洞。你们去哪里了？老三呢？其他人呢？我们回到簪花小院，姑姑说你们被一个王家的姑娘叫走了，公子担心，连衣裳都没换就出来找了。二哥，我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可不是呢，刚才三哥吓死人了。等会儿跟你算账。张姑姑已经准备妥当热水和新衣裳，快去洗澡，换身衣服再来。鞋子也给你备好了，都是江生新买的，快去洗干净。张姑姑也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吃饭了。姑姑，我要一勺。我也要一勺。给我也来一勺。张姑姑抱着大锅笑眯了眼睛，逐渐找到了当年在十里铺村喂猪的感觉。饭过3巡，郑如谦终于缓了过来，长出一口气。外头的日子可真不是人过的，又冷又饿，还得赶路，还得在30之前回来。我怕我回不来，小江生哭鼻子。我才不会哭。不过跑这么远也是有好处的，我终于离开安水郡了。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安水郡之外还有很多的郡城，他们的气候跟我们不一样，种植的菜也不一样，就连吃饭的口味都不一样。从安水郡一路往南走就是安阳县，再往南就是丹阳郡的地界。那边的人竟然吃甜的，他们那个菜齁甜，差点没吃死我。不过他们的鸭子很好吃。郑如谦回头瞪他，你抢我词儿。汪小松缩回去，不敢吱声。丹阳郡有个特产鸭，是放在炉火里用果木烤制到皮脆肉嫩，再沾上甜味的卤汁，味道那就一个美。我来时特意让人包了2只，虽然不如刚出炉时美味，但是热应该还能吃。二哥只到了丹阳郡就回来了吗？怎么可能？从咱们这儿到丹阳郡也就7、8天，我这趟可是走了足足15天。对，东家去了余杭郡。这下郑如谦的眼神真的跟刀子一样了，连汪小竹都瞪了过来。汪小松像个鹌鹑似的低下头，决定要把嘴巴封上。余杭郡是哪里啊？余杭在丹阳南方，听说再往南可能会看见海。遗憾时间不够，否则必然要带些仙物来。方恒神情紧张，张了几次嘴，才终于鼓起勇气。我打算离开这里。三哥，你在说些什么？虽然王玉瑶是为了保住婚约才对我出言重伤，但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在安水郡，方家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与其忍着他们不停的侵扰与伤害，警惕着不知何时会出现的污蔑与栽赃，倒不如远远的离开，让方家彻底放心。可是你能去哪里？3年前，我父便是在北部驻守边疆，历仕驱逐鞑虏，守卫王朝。以前总想着做个大将军，带领千军万马踏平鞑虏，守卫边疆。可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我不是方小公子，没有方家做后盾，我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将军。但我不能放弃，我要去北韩苦地，我要上战场杀敌，哪怕只救下1人，也好过在尔虞我诈里艰难求生，好过被人盯着像靶子一样肆无忌惮，好过带给大家苦难与伤害。老三，
大哥支持你。我们生于这片土地，长于这片土地，我们热爱这里，本该为了这片土地去奉献。只是你是我们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请保护好自己，都请爱惜生命，都请等待团聚。臭老三，以后每年过年你都得回来，家里少了你我可不愿意。三哥，我给你准备药，好多好多的药，你一定不要受伤。三哥，天下会太平，你也会回来的。你们俩什么时候长得跟我一样高，我就回来了。三哥会回来的，对吧？不会像那个9岁的哥哥一样消失在生命里，对吧？江生，不是所有分开都是失去，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还是亲人。三哥永远是你三哥，永远都会冲在前面保护我们小江生。三哥坏蛋，三哥大坏蛋，不守承诺要离开，三哥是骗子。三哥走之前要好好陪我们。在征得同意后，小姑娘拉着方恒去东街置办了一件又一件衣裳，一双又一双鞋子。用不着的，江生，我是去北疆做士卒的，又不是去游山玩水，简单带个包裹就好了，哪能拉一车行李？江生闻言放下细棉布长袍，又拉着他到了东街古玩铺子里。方恒正想再劝说2句，江生从里头挑出了个护心镜，郑重道：我看画本子里的男主角经常在关键时候被护心镜救命，三哥你也拿着，江生和镜子一起保佑你。方恒一怔，伸出手接过，看了又看，只是扭过头问价格时，古玩铺老板伸了伸手，500两。二哥，大嘴郑二爷摇着折扇进来了，一番唇枪舌战以后，5两银子拿下。再看一旁的古玩铺老板已经在翻白眼了。各位慢走，慢走不送。到了晚上，张香莲捧上一盆又一盆的饺子，大肘子炖鱼肉丸子全都放在方恒跟前，慈爱道：好孩子，边疆苦寒，一定吃不到这些东西，你多吃点，再多吃点。又有大户人家在放烟花了。兄妹们吃饱饭，站在小院里肩并肩仰头，看天空上五颜六色，炮竹声中，许墨轻声询问：带走的人定了吗？江3和江4愿意留下，其他人都跟着我去边疆。大家的反应是我没想到的，学了这么多年武艺，终于派上用场，一个比一个高兴。江武也去？我问过他了，他想去边疆。江武是家中长姐，我买下他时只用了5两银子，因为他的父母太渴望卖掉他，用换来的钱给家中幼弟上学，所以他是价格最便宜的，也是练武最拼命的。三哥，金疮药占了大头，解毒药也有一部分，还有清热祛寒的，都在上面标清楚了。到了边疆，不要不舍得吃穿，有二哥在，你什么都吃得起，穿得起。不知何时，王福峰也来了，他满脸艳羡地望着方恒，大手一挥，送上500两银票。小表弟，记得替表哥看看这王朝的大好河山。郑如谦瞪圆了眼睛，又赶紧从怀里掏出一把，亲二哥怎么能比表哥差呢？边疆苦寒，什么都买不了，我留点碎银够了，其他的你替三哥攒着，给三哥攒着娶媳妇儿。一句等我回来尚在喉间，远处突然响起了马车的声响。臭小子，臭小子，一声不吭就要走？喂，你的随年钱还没拿。边县令，我能问问为什么姨母不见我，每次都让你带来吗？他现在不太方便，要等到你我有能力以后再行相见。姑娘，方小公子走了，是朝着北方。哦，3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天真活泼烂漫的王玉瑶变成工于心计的恶人，也可以让娇滴滴的闺阁小姐不择手段地去撑起破烂不堪的家族。
姑娘，你明明可以听扶风公子的安排，嫁个普通的殷实人家，好好过一辈子的。可阿娘不愿意，外祖不愿意，死去的舅舅不愿意。偌大的孙家，千斤重担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等待着他与方家的联姻，渴望着他振兴家族。为什么不能是阿恒哥哥？傻孩子，因为方家大房败给了二房，因为他没有能力，因为这是命运。那命运可真该死啊！说好的婚约换了人，还要由他亲手逼迫那少年远去。北疆很远吧，也很冷吧，会出事吗？会流血吧？会永远冰封，再也回不来吗？傍晚间，又有丫鬟过来禀报：姑娘，方家送来了消息，您跟范公子的婚约照旧。范公子还送了人手过来，说是任凭姑娘差遣。王玉瑶一怔，这是好事，也是孙家败落以后最渴望的。他目光微垂，落在自己近断的双腿上，眼底流露出嫉妒与狠戾。眼看着1月即将过去，小姑娘脸上还是没什么笑容。张香莲出于心疼，也出于规劝，端着一碗蛋花汤来到她跟前：“吃点吧，小江生。”姑姑，不饿。小江生，要吃。知道你舍不得方恒这孩子，可你忘了一件事情，方恒是你的哥哥，也是小芝允和小长燕的哥哥呀，更是如仙和小莫的弟弟。你可以伤心难过，哥哥们也会伤心难过的，对不对呀？江生愣愣的点头。本身哥哥们就要因为方恒的离去而难过，现在还要为你担心，他们会更难过的，对吗？小江生是个乖孩子，不会忍心让哥哥们担心的，对不对？小江生点了点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自责。姑姑说的对，是江生不好，这些天让姑姑和哥哥们担心了。江生不该让你们担心的，以后会好好吃饭，开心生活。落在张香莲的眼里，却是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喷涌。姑姑别内疚，你说的很对，是江生这段时间想差了，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大家。姑姑你做对了，江生还要谢谢姑姑呢。张香莲再控制不住自己，掩着面容，抽泣着离去。江生，你跟姑姑吵架了？二哥瞎说，江生才不会跟姑姑吵架，是江生一口气把蛋花汤喝完了，姑姑高兴的。一口气喝完蛋花汤，能高兴到哭鼻子？嘿，你喜欢喝蛋花汤，我去给你盛。晚饭时，江生不仅乐呵呵的跟哥哥们交流，还多吃了2包子。来，多吃点，梅菜干猪肉馅的，这梅菜干可是你二哥亲自拉回来的，多吃点。妹妹吃饱了，不能硬塞，小心积食。小五你放心，我配了消食的药，还不如不配。晚饭结束，郑如谦看了好几眼江生，确定小姑娘是真的想开了。他决定公布一件事：我这几天可能也要走了。江生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消失，变成了惶然。老二，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要出一趟远门，过几天才能回来。年前去了一趟丹阳郡，带回来的烤鸭，郑老二也给郝掌柜送了个。因为久放，算不得皮脆肉嫩，但在酒楼大厨的巧手加热之下，沾上卤汁，倒也有几分别样风味，惹得郝掌柜连连称奇，甚至想要再订个100来只在酒楼里叫卖。这怎么可能？但是烤鸭可不行，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放个7、8天也就腐败了。郝掌柜还以为他是在抬价，狠狠心出了2两银子1只的天价。郑如谦当时就呆了，他在丹阳郡购买这鸭子也就30、40文1只。二哥错了，二哥说错话了，二哥不会离开你的。老三也没离开咱们，他就是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团聚的。这一趟应该也就个把月就回来了，很快的。对，大哥考试之前我肯定回来。我没事的，二哥，你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只要你们还回来，
只要你们还是江生的哥哥，就够了。路过安水郡守府邸，常燕敏锐地发现有外地人，他们衣衫规整，驾着3匹马车，神情居高冷漠。常燕皱眉，他不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倨傲。小五，怎么了？风景的方大管家亲自莅临小小安水郡，本官心底真是惶恐。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您老人家亲自出动？也没什么正经的大事儿，不过是来提醒贺郡守，莫要忘了与方家当年的约定，以及孙家现在也不容易，希望大人高抬贵手。剩下的话因为距离太远听不清，但常燕眼神好，清楚看到了贺郡守黑透的面色以及不悦的神情。五哥，是有人来伤害三哥了吗？幸好三哥已经走了，虽然去的地方不平静，但三哥有句话说对了，在安水郡才是最危险的。这段时间要盯好作坊，雇佣做工的姨姨们也要反复敲打，不能再出现方子泄露的事件。可没想到出事的竟然是温之允的小医馆。2月的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小温大夫正坐在医馆里翻捡晾晒的药草，偶尔捡到一块带泥根的，想起来江生做的菜糊糊，忍不住抿着嘴笑。温大夫在笑什么？我在想，医馆要不要多雇2位医女？你一个人有点太辛苦。小竹，你怎么看？温大夫愿意招就招，小竹会帮着教他们的。断了双腿的王玉瑶被2位家仆抬着，轻轻放在温氏医馆。这位姑娘，请问有什么需求吗？我的腿断了，需要接骨。温之允抿抿嘴，心底忐忑。姑娘，你这骨已接好，药也还不到换的时候，没什么事情最好不要折腾，平躺着最有利于愈合。王玉瑶眸光闪烁，上下打量着温之允。你这医馆开了多久了？开了小半年。你放心，我不会拿我自己的腿来找你的麻烦，我还没蠢到这种地步。温大夫是吧？你这医馆开了小半年，可有行医资格？此话一出，温之允微愣，旁边的小竹更是瞪圆了眼睛。他怎么不知道行医还要资格？大禹王朝有规定，大夫需要行医资格方能开设医馆，否则就只是游方郎中，不能为百姓看诊抓药。不要以为安水郡是咸阳县这种小县城，无资行医也没人管，在这里是要入狱坐大牢的。汪小竹心急如焚，仗着自己存在感低，一步步后退。好不容易退到门口位置，他扭头就跑向簪花小院。当他疯婆子似的冲进作坊里，歇斯底里大喊救救温大夫时，江生和常燕都吓了一跳。四哥出什么事了？四哥出什么事了？汪小竹笨拙的比划，磕磕绊绊转述。江生急坏了，撒丫子就要往温氏医馆冲。你别着急，四哥不会这么快坐牢的，从告府衙到宣判再到收入大牢，至少得1-2天呢。再说了，2条腿有马车跑得快吗？四哥当时有害怕吗？没有，温大夫没有害怕，只是愣住了。四哥最近有什么打算？打算扩招医女。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收到举报前来查询的贺郡守。方家人才到，孙家人就折腾幺蛾子，这让贺成章的心里很不痛快，对王玉瑶也没什么好脸色。谁状告到衙门有人无资格行医的？回大人，是民女，这家温氏医馆的大夫并无行医资格，乃游方郎中一名，违反了大禹对于医师的要求，按律当押入大牢，判刑5年。小大夫，你有什么要说的？温之允咬了咬唇，把手伸进袖中，正准备往外掏东西。四哥，医馆太挤了，有什么话到府衙再说，草民没有话说。贺成章轻叹口气，挥挥手叫人把温之允架住，带往府衙。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温氏医馆的那个小大夫，听说没有行医资格，只是游方郎中，现在郡守大人要处置他呢。天啊，没有行医资格，那岂不是庸医害人？能治病的就是好大夫，凭什么说人家是庸医？
你看病的时候怎么不这样说？两方人马谁都不服谁，你一句我一句，差点闹起来。大禹王朝确实有律法规定，行医者除却世袭，尚需考取资格，并于衙门记录在案，方能行医救病，否则视为违反律法，需入狱5年方得释放。温大夫，本官问你最后一次，可有行医资格？若是没有，本官也就只能判你无证行医，入狱5年了。王玉瑶在旁得意地勾起嘴角。回大人，草民没有亲自考过行医资格，但是草民的祖父考过。既然是世袭资格，就不存在无资行医。来人，将温大夫释放。王姑娘，检举本是好事，但希望你下次能够调查清楚，莫要再冤枉了好人。等瞧见许墨与常燕兄弟2人，才露出清浅的笑。许兄，常燕，是扶风对你们不住，扶风身为家主，却未能对王家人严加管束，幸好未酿成大错，否则扶风请示难安。有方家为大phòng撑腰，这些事情怪你不得。是啊，扶风哥哥，我们知道你的难为，这次来就是来找你商议应对之法。方家本就势大，又铁了心为王玉瑶撑腰，无人拘束之下，他怕是能将安水郡翻过来。挑剔温大夫的行医资格只是其一，以后说不定还会在病患上做手脚。4月份许兄还要进行举人事，若是受到了折腾影响。他双拳紧握，思来想去，沉声道：祖父祖母的继承要到了，我原是想只身前去泰山为祖父祈福，如今怕是要将所有王家小辈都带上了。笑道：是顶大帽子，但这件事情只王扶风一个人出面并不够稳妥，至少还需要个提议的，才能由身为家主的王扶风同意。王扶风与许墨兄弟2人商议过后，拧着眉头叫来家仆，在耳边吩咐过后，家仆匆匆离去。约莫盏茶时间过后，家主，明宇愿意随行家主去泰山为祖父祈福。吩咐下去，3月王家嫡系孙辈尽数前往泰山为祖父祖母祈福。这消息传到3房，王三爷第一个闹腾起来。王扶风瞧不起人，王家所有孙辈都去，却不让浩然去，他就是不想承认浩然的身份。老爷，浩然要是去祈福了，怎么考举人事？王三爷这才讪讪地停下蹦跶。整个安水郡陷入诡异的平静之中，除了郡守大人时不时地来簪花小院转上2圈，再踹上一张桌子，有时候还会拿走2个桌腿扔到方管家跟前。答应方家的事，本官可一直在做。方管家面色铁青，江生费力地找到一个木桩拴住马儿，刚准备进酒楼叫人搬东西，就栽进了一个怀抱。哎呦，这是个石头吗？江生懵懵地抬起头，看见一张眉飞入鬓的年轻面容，依稀仿佛有些眼熟。公子没事吧？江生后知后觉地想起来眼前的人是谁。我没事，没事。你这小丫头仿佛在哪里见过。江姑娘同小郑都是从咸阳县来的，一直给2家悠然居送货。哦，我想起来了，我是在咸阳县见过你，原来你也姓江，与我倒是有缘分。不是的，公子，我不姓江水的江，我姓江，生姜的姜。原来跟我不是同姓。你这次急匆匆过来，可是有事情？我是送货来了，顺子哥哥，抬货。这对兄妹聪明的紧，刚开始只是送菜，后来做出了腊肉，现在又做出了腊肠和腊鱼，风味在整个安水郡都是独一份。好多人来悠然居，就为了这口辣味儿。再给他们点时间，了不得啊，了不得！江承院看着比车辕高不了多少的江生，满脸吃惊，因为力气不够，鱼块包从怀中一点点下滑，眼看着就要摔在地上。江承院震惊不已，把江生从地上拉起来。谢谢江公子。为什么宁肯摔倒也要接住这包裹啊？掉在地上就让它掉，捡起来不就行了？那可不行，鱼块本身娇嫩，摔在地上品相就不好了。再说这是吃的东西，掉地上让客人看见了不好。江生也不管他，屁颠颠跟过去看称重，等郝掌柜结账。簪花小院作坊一如既往的良心。郝掌柜笑容满面。郝掌柜，我走了。
顺子哥哥，我走了。江公子，江上走了。他连顺子都叫哥哥，怎么叫我公子啊？大公子又不缺妹妹，还在意这个？江姑娘许是怕唐突你，但愿是吧。大公子来安水郡，所谓何事啊？是来散心，还是有要务在身？江承院的笑容收起，目光逐渐深沉。之所以离开风京，是奉祖母的命令来寻失散多年的亲妹妹。这腊肠、腊肉、腊鱼的都来点，本公子要好好尝尝，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臭二哥，说好的早点回来，说好的在大哥考试之前到家的，可眼瞅着3月28就要到了，连个郑如谦的鬼影子都没有。小姑娘又气又急，踮着脚尖在簪花小院门口张望。好不容易2道瘦猴似的人影出现在视线里，风雪跋涉。都说冬季出行最苦，不是说越往南走越暖和吗？怎么感觉一点都不暖和，甚至冷得发抖？小松啊，有时候冷不冷也不是全看温度，还要看雨水湿润，看风向的。汪小松读书少，还真被唬住了，心中愈发敬佩起东家。当郑如谦说要买100只鸭子的时候，店家都震惊了，瞪着眼睛用丹阳话询问：“1簸箕要好多钱？你认真的吗？”老板，我们一口气要上100只，可有100只的优惠。都说做生意讲究薄利多销，咱给您多销了，您也挣点利呗。在软磨硬泡半个时辰以后，郑如谦如愿以偿，用40文的价格买下100只鸭子。马车行到安阳县的时候，汪小松在车厢里闻到一股酸味儿。他斗胆打开包裹，才发现第1天购买的烤鸭已经腐败。东家，虽然4两银子很多，但实在不行也只有止损了，我们就当这一趟白跑，丢了4两银子。一路上他都在想该如何保存烤鸭，看来只能用冰了。仔细打听一番，果真有人卖冰。你们是得了什么需要在冰上睡觉才能治的病吗？是想运点怕热的东西。那你这样可不行，冰块放在马车里很快就会化掉，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想要保存冰，你得拿厚棉絮捂着。同卖冰小哥辞别后，2人直奔丹阳郡，重新购买100只烤鸭。在看见簪花小院门口那个亭亭玉立的小少女时，瞬间化作了头晕目眩。他甚至来不及叫上一声小江生，便软软地倒在地上。二哥，老二没有生病，就是太虚弱了，需得好好将养一阵子。先送烤鸭。东家别担心，我这就送过去。这一躺就是足足2天。大哥，先走吧，等二哥醒了就去公园接你。眼看着时间将至，许墨也没了办法，只能轻轻颔首。大哥，我送你去考试。我看见好些头发花白的考生，我还看见了扶风哥哥的那个弟弟，他正蹲在贡院门口看文章，念念有词。当看见角落里的方管家时，他眉头微蹙。许墨没有进行最后的冲刺，而是闭目养神，养精蓄锐。郑如谦、温之允和常燕都不敢打搅他，连呼吸都放轻微了。是谁在公园门口害人？许墨皱着眉头，瞧见行凶者，先是一怔，很快认出这人。孙全柱，你在这儿？正好衙役过来审问。是他让我这样做的，他怕自己考不中举人，故意迫害同窗学子。你污蔑在遭，你信口雌黄，你泼脏水，我们根本不认识你。我已经着人去叫郡守大人了，说不定可以当场破案。江生心焦若焚，急得团团转。是那个小生江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江哥哥帮忙吗？一个是莫名其妙伸出援手的方家，一个是并不算熟悉的江家。他抿着唇，目光在方管家和江承院身上来回闪，最终定格在江承院身上。旁边的袁衙役突然喜形于色，众人回头才发现是安水郡守来了。大人，别说了，先让学子进去考试，万般事情尽数压后。先让学子进去考试，莫要耽误了举人事。快，现在就进贡院。大人，他是凶手，是坏人，凭什么让他进去考试？凭什么？凭什么？凭他2连暗手，凭他院士没有参加就能来考举人事？可他是主谋。他是不是主谋，
有待商榷。你当街行凶背考学子，却是人证物证俱全，来人，押去府衙大牢，立即审查。幸好大哥没事。大哥吉人自有天相，逢凶必然化解，别太担心了。等大哥再拿个暗手回来，吓死那群小人。二哥，举人氏的魁首不叫暗手，叫戒元。大哥一定可以拿下戒元，说不定还会连中3元。常燕和温之允抿了抿嘴，没说话。连中3元何其难？小姜片，你就别做梦了。江生瞪眼，他好想跟这个人吵架。他不叫生姜，也不叫姜片，他叫江生。江生相信大哥，大哥是最厉害的。我也相信大哥。我们也相信大哥。我们也相信大哥。江承院愣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我得去悠然居。于是乎，他们又在悠然居里见到了衣冠楚楚的江承院。起初瞧见江生，他还有点惊喜，以为这小姜块是来找自己的。放下东西凑过去，才听清楚是来找郝掌柜的。郝伯伯，我二哥运这个烤鸭可辛苦了，人都受脱相了。你可收到这千辛万苦运回来的货了？收到了，收到了。拿冰镇着的想法可太机敏。我原本以为那烤鸭放不了多久，却没想到现在还新鲜着呢。郑如谦咂嘴，那可是机敏。100只烤鸭才4两银子，半车的冰却足足花了10两银，简直让人心疼到抽搐。看着郝掌柜取出2张100两银票，他伸手接过，仔细端详2眼后，交给了江生。江生郑重放进小荷包里，笑得眉眼弯弯，就差亲一口郑如谦了。落在江承院眼里，他又不理解了，不就是200两银子，值得这么开心吗？这对兄妹当哥哥的赚了钱，永远交给妹妹。起初是几文钱，再到几两银子，再到几百两银子，相信以后他赚到成千上万两，也会交给妹妹的。二哥今天又赚钱了，晚上跟姑姑说要加菜，大肘子行吗？嗨，你说行就行。郑如谦笑着与郝掌柜辞别，并约定好尽快送来下一批烤鸭。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朋友。说白了，郑如谦想独吞这条利润线，怕被窃取生意。二哥有没有想过，冰才是这场运输中的关键？冰是不便宜，但10两银子还是能买上一车。冰辖制不住抢生意的人。二哥，10两银子是冬天冰的价格，夏天呢？如果10两银的冰涨到了50、100两，还有可能买不到，那烤鸭的利润可就直接缩没了。再者，二哥的优势可不是一个城池的运输。郝掌柜可以不要你从丹阳郡运过来的烤鸭，但他舍得不要作坊里的腊鱼腊肉吗？舍得不要斜阳县的干豆角，云水县的茭白和牛蒡吗？太棒了，小五，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惊慌失措，害怕有人抢生意，倒不如把整个大禹王朝的运输线都做起来，让大禹王朝遍布二哥的人与马车。冰的价格那么贵，要是我们也能自己动冰就好了。太对了，太对了！我还要在大禹王朝各地备上冰块，把利润压缩到极致。转眼，许墨的第1个3天结束了。江生高兴地迎过去，扑腾着手脚要冲进许墨怀里，被郑如谦一把拉住：“小心点，别撞翻了便盆，大哥的风姿就保不住了。”但许墨还是扭过头来，看着自己这个逐渐恢复结实的弟弟，挑了挑眉：“大哥，这3天受苦了，饿不饿呀？姑姑早就做了一大锅大肘子，就等你开饭了。”兄妹们坐上马车，回到簪花小院里，浅浅休息一晚，又要备战第2个3天。只是在这之前，有件事情需要解决。深夜，许墨独自拜访郡守府。长身玉立的少年在经过叩门，引荐后，沉稳地立在穿着单衣的贺郡守跟前。学生见过郡守大人，多谢大人3天前在宫院门口为学生解围。不必客气，不针对你，任何学子遇到事情，都是以考试为先。学生深夜前来，
就是想问问郡守大人，那孙群柱到底是受何人指使，目的是为何？是方家。多谢郡守大人，学生知晓了。夜深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去贡院。许墨沉重的点头，转身告辞。大哥，到底是谁？郡守大人怎么说的？是不是方家？是方家。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的一群东西。老三走了也不放过我们，生怕我们过得好。他还故意装好人，还问我们要不要帮忙。贼喊捉贼，狗吃着屎骂屎臭。有郡守大人在，这安水县总归是安宁的。许墨的眼底升起动容，他又想起了安水郡上一位郡守，想起庞县令，想起父亲，想起为了百姓们不惜一切的清官们。簪花小院的孩子们都松了口气，回到作坊里，各自忙事情。也趁着这段时间，郑如谦怂恿江生把家中所有的积蓄给清算清算。江生满脸戒备，在他固有的印象里，家里每次要清算积蓄，都是用个底朝天，连个底儿都不剩的那种。小江生，算算嘛，我们总不能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得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哦对，还有个挖地窖的钱。江生满脸抗拒的把荷包倒了个底朝天，足足有2000两整。太好了，太好了，这些钱应该差不多够了。江生的手瞬间空了，他皱着眉头，抿着小嘴，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哇的痛哭出声。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如谦呐，妹妹怎么哭了呀？啊！郑如谦合上下巴，心底也满是猜测，总不会是自己惹哭的吧？不会吧，不会吧？二哥，这钱哪里来的？江生给我的，然后就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二哥，你确定是江生给的吗？郑如谦沉默了，他想起来，好像是自己伸手抢过来的。常燕和温之云显然也明白过来，爱莫能助的摊了摊手。好妹妹，二哥知道错了，二哥不抢你的钱，二哥把钱还给你，都给你。江生的哭声顿了顿，但没控制住。二哥不买房子了，也不挖地窖，更不雇人，这些钱都给江生，都给你，好不好？小江生，乖啊，不哭不哭，姑姑帮你打如谦的屁股，我们打他啊。我不是不给二哥钱，而是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三哥的，要给三哥留着娶媳妇儿，不能花了呀。好啦好啦，江生不哭啊，阿恒他也不想你哭的。二哥，你花掉三哥的钱，以后赚了可要补回来。江生不该哭的，吓到二哥了。我只是有点想三哥了。你放心，二哥不仅把1500两还给老三，还给他翻好几倍，让他想娶什么样的媳妇儿就娶什么样的媳妇儿。远在千里之外的方恒似心有所感。公子，怎么了？说了多少次，别叫我公子。几人自安水郡抵达北疆，以流浪儿的身份参进了军队，队伍里人不多，也就20几个，经常被派出去执行一些小任务，比如捉野味，又比如寻找干净的水源。时间长了，免不了有人抱怨：我们是来参军的，是来跟达鲁厮杀的，怎么净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有方恒闷头做事情，从来不问为什么，更不抱怨。今天是5分队的队长第20次下达命令，要一群人带上水壶，打上100壶干净的饮用水回来。队伍里又开始抱怨，觉得队长是杀鸡在用宰牛刀，还有的干脆偷起懒。反正队长只说打100壶干净的饮用水，但没说时间，慢慢打也可以，反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有方恒带着6位家仆，外加2位16、17岁的少年，攀爬过高山，越过山林，抵达有着干净水源的小溪。落脚点里有种诡异的寂静，方恒瞬间戒备起来，连带着6个家仆都精神高度集中。一群人试探着进了落脚点。方恒，没有任何陷阱，也没有任何人，所以落脚点原本偷懒的人去哪里了？方恒有些迷茫，但还是把水壶放在队长指定的位置。冷不防有笑声响起，竟然是第5分队的队长来了。好小子，
你们这群人通过考验了，以后正式并入第5分队。你以后来当这9个人的小队长。生生熬完了9天的举人试，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本身就是一种坚持。这次考试，整个安水郡来了近500名学子，但是坚持下来的只有300余人。江生抿着嘴没说话。人潮汹涌的时刻，拎着考篮的许墨出现在视线里，但江生并没有莽撞的再冲过去，而是谨慎的看了2眼考篮。没了，已经倒干净了。太好了，不用担心大哥的屎尿了。被江生瞪上一眼后，又收起了笑容。大哥，我在小富村买了套别院，挖了个地窖，还存上了好多兵，又雇了不少人，以后专门运输各种金贵的东西。老哥，温氏医馆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声，也开始盈利了。扶风哥哥去泰山了，我帮着他处理着王家事务。大哥，作坊的腊鱼和腊肉都卖出去了，天气热了，产量又要变少。姑姑已经准备研究其他东西了。好，都很好，相信北疆的老三也会很好。回到簪花小院后，许墨并没有举人试考完了就掉以轻心。我这就去雇人，争取在大哥放榜前把安水郡到丹阳郡这条线给运起来。我要去一趟斜阳县，最近给患者诊脉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要去找吴大夫请教。那我就在扶风哥哥回来之前把王家给打理妥当。江生站在院子里，莫名有点不适应。晚上，张姑姑做了鸡汤面条端给孩子们。这鸡汤是选用新鲜的老母鸡，在炉火上煨足半日，直到骨头肉都酥了，炖出浓浓的鸡汤味，再用鸡蛋、面粉和出来的手擀面，煮出来劲道又香浓，味道可正宗。姑姑做的面很好吃，不过江生在书里看到白水煮面也能让人欲罢不能，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神仙味道。白水煮面怎么可能好吃啊？书里说，先是要把小鸡仔腌制1天，再晾晒至干燥，最后磨成粉和入面里，即便是用白水煮，味道也极鲜美。可鸡怎么晾晒至干燥，还磨成粉，再和进面里呢？既如此，那我便试试。书里说要把香料放在盐里炒香，只可惜杂记只是简单描述，并不是菜谱，没有提及用了哪些香料。一碗杂记里的白水煮面被江生看到提出后，又被张姑姑努力做出来，如今端放在桌中央，等待5个孩子品尝。这就是传说中白水煮也能让人欲罢不能的面。江生好奇地绕着面碗来回看，好奇就尝尝嘛。大哥最辛苦，大哥先尝。妹妹先提出来的，妹妹尝吧。别谦让了，每个人都有。怎么样，好吃吗？江生认真点头。姑姑，这面还有多余的吗？能给我点吗？还有许多，我都切好放在案板上了。二公子是打算把这面卖到悠然居，送给郝掌柜尝尝。郑如倩嘿嘿笑，绝口不提卖的事儿。按照安水郡的老规矩，前3名不出现在牌匾上，由专人送喜报到家中。可今日外头已经响过好几波鬼哭狼嚎，就是没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江生纳闷，难道大哥不是前3名？先从后头看，一个一个往前数，却始终没有许墨的名字。说时迟，那时快，找到了！我救这孩子们，肯定来看榜了。报喜了！报喜了！江生长吁一口气，恭喜许介元，贺喜许介元，举人是第一，您这可是妥妥的头筹，将来飞黄腾达了，可不要忘记咱们。许墨尚且微怔，郑如谦就迅速反应过来，自袖中摸出5两白银，塞到那报喜人的手中。旁边的江生又惊呆了。大哥，举人是不同往常，给5两也值得啊。好在许墨也察觉到问题的关键，他左右环视2眼，果不其然，在贡院门口的角落里看到了笑眯眯的安水郡守。敢问大人，大禹王朝的规矩可是前3不上榜？这可不是大禹王朝的规矩，这是安水郡的规矩。许墨再次怔愣。大禹王朝历来榜首都是要提名的，这是因为许多考生并非本地人，才有了千里报喜一说。至于安水郡这个前3不上榜，不过是前任郡守那个老东西
擅自修改的规定罢了。如今我既然做了这安水郡守，当然要修改掉这个不成章法的规定。暗手、戒元，就该出现在榜首上，就该让众人敬仰，就该享受艳羡的目光。明朗轻逸的少年再次拱手，对安水郡守致谢后，缓缓退离。老爷，我总觉得你话没说完。前任郡守也不像是无故修改规定的恶人，这其中肯定有什么渊源。身为前三，尤其是暗手，总要面对有阴枪冷剑，面对极度作恶，面对野心坑害。那老爷又为什么改掉这个规定，不保护暗手了？一味的保护有什么用？举人事过了，便是入京赶考，便是殿前问话。将来他要面对的刀枪剑戟多了去了，区区阴枪冷剑就怕了，那还是不要做官，回家种地去吧。再说了，戒元身份带来的也不只有坏事。与此同时，簪花小院的马车上，兄妹们正在陆续进入车厢。冷不丁儿，有个学子指着正在上车辕的许墨大声道：“是他，他就是戒元许墨。”许墨一怔，想了想，冲学子拱了拱手：“戒元老爷，元芳几何，可有婚配呀？”我们吴家的大小姐正是嫡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今年刚刚好18岁，与戒元老爷您有缘呐。我们刘家的姑娘就这一个独生闺女，老爷想要招个有缘婿，家产都留给你们。不出意料，里头站着个弱柳扶风的少年郎，浅笑低吟：“恭喜了，许久不见的许兄、扶风兄，这些时日辛苦你了。不论如何，都得祝贺许兄，也要感谢常燕小兄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账目都在管家手中。对于你们兄妹，我信得过。这次我是先行赶路回来的，其他人稍慢些，最多10天就会抵达安水郡，或许是时候离开了。”离开？离开？离开？大哥为什么要离开？大哥为什么要离开？大哥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答应三哥要在安水郡等他回来的呀。我们要是走了，他回来找谁啊？来年2月便是会试，我要入京复考。王扶风闭上了眼帘，江生瞪圆了眼珠子：“我们可以给老三写信，告诉他去丰京找我们呀。”真的吗，二哥？我们可以给三哥写信吗？能，一定能。好，我跟大哥去丰京。我也去。虽然安水郡的生意还没稳定下来，但是能去丰京拓展生意，我感到很开心。哥哥弟弟妹妹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目光落在常燕身上，这个最身无长物的少年摊摊手，连话都懒得说。首先是作坊，江生询问了张启全夫妇的意见，得知他们愿意留守在这里，便放手交给他们。让人意外的是张香莲，她居然愿意跟着孩子们去丰京。我去丰京把腊味带过去，也开一个作坊。郑如谦那边也处理着，庞大山兄弟继续维持安水郡的运菜事宜。汪小松、汪小竹兄妹都愿意跟着去丰京，但是安水郡还有生意没处理完。汪小松决定多留几个月，等一切稳定后再赶去丰京。许墨给边文轩送了消息，给爹娘上了香。江生静静地看着这片将他养大的土地，心底满是不舍。你们这一去，便不知何年才能回来。丰京繁华，浪花迷人眼，只怕许兄要忘了安水郡的清雅。扶风兄言重了，安水郡是生养许墨的地方，是许墨的故乡，任何地方都比不上。你且放心，只要好好服用小四配给你的药，往后在丰京看到的繁华美景，我尽数为你呈现信中。这大禹王朝的万般美景，你看不得，我替你看。祝福你，我的光。到了二哥这儿，画风就变了。哼，你小子有出息，生意要做到丰京了。还没去过呢，张叔。不过你放心，给我1年时间，必定在丰京站稳脚跟。好小子，有想法，我看好你。安水郡和烤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人手不用担心，该解雇就解雇，该重用就重用。你东家有钱。汪小松眼眶含泪，东家，
你在风京等我，一定要等我，顺便帮我照顾好妹妹。整个温氏医馆的医女，除了汪小竹，竟然一个愿意跟他去风京的都没有。到风京又要重新招医女了，这边的医馆就不管了吗？医女们没有梳着，闹出乱子可怎么办？不会没人管的。吴大夫说了，他会时常过来看看。最后看向五哥，江生的心平衡了，既没有友人相送，也没有随身相伴的人。要么就明天走，要么赶紧走，不然天黑找不得客栈下榻。徐兄放心，王玉瑶不积极，我不会放他入风京的。二哥，怎么还不走？郑如谦望着东门方向，像是在等谁。郑兄，走好。郑如谦嘿嘿一笑。王明宇站在王扶风身后，眼眶逐渐湿润。家主啊，他们还会回来吗？他们不回来，你可以去风京啊，至少你还有机会去。唉，走了，走了好啊，去更大的地方发展，也有更多的机会。谁走了？郝掌柜怎么知道我要走？大公子要准备些什么吗？这里的腊味，尤其是腊肠，多给我带些，祖母和妹妹一定会喜欢的。马车疾驰，颠簸不停，便宜的马车就是劣质，几层棉被只能让屁股稍微好受点。二哥，我没事，还是快些速度吧，我跟四哥可以睡觉。这么一睡，再睁开眼就是天黑。他们一共6个人，需要订2间房。张香莲带着江生一间，兄弟4个睡一间。坐在马车里3、5天我就受不了了，真想不到三哥是怎么骑马到北疆的。落地的时候，他的胳膊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吗？1个月后，他们终于穿过汉中郡，抵达风京边界。随着地理位置的变迁，温度和空气也随着产生变化。温之允甚至还流了鼻血，他自己就是大夫，摸过脉象就知道问题不大，只是空气过于干燥导致的不适应。那是什么？这就是昆仑山脉，也是整个大禹王朝的龙脉。当初大禹王朝的先祖把京都坐落在此，就是因为这条龙脉。2天后，马车伫立在风京大门口。相较于安水郡的粗略检查，风京的士兵要更仔细。风京毕竟是天子脚下，对安全的要求极高。江生点了点头，士兵惯例过来检查。郑如谦从善如流地掀开帘子，又拿出安水郡守给的身份文书。常燕自角落里抬起头，时隔3年，他又回到这座城池。这一次，他只是常燕，有哥哥和妹妹的普通少年。五哥，你怎么了？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冷呀？是吗？小五冷吗？四哥给你暖暖。考虑到风京物价高昂，兄妹一致同意租房。郑如谦看上了个2进的小院，小心翼翼地询价。这套院子什么价格？100两。郑如谦大惊失色。怎么，简贵一看就是小地方来的乡巴佬，从头到脚透着穷酸。真以为风京跟你们小地方一样？这里可是京都，是天子脚下，没钱就跟乞丐一起住破庙，别耽误我时间。你为什么推人？贵怎么了？你们敢要价格，我们就有资格嫌贵。不过就是个牙人，竟高傲至此。我能花100两银租一套房，你1年能赚100两银吗？本公子不是租不起100两银的房子，只是不租你的房子。真以为整个风京就你这一个牙人不成？经过郑如谦一通分析，又厚着脸皮询问几番，终于找到了新的牙行。据说这家牙行的老板不仅是外地人，还是中原区域的老乡。国子监附近可有2进的小院子？公子最高能接受多少两？有无房屋年限要求、布置要求？不能高于100两。我带公子去看看。巧了，竟然是郑如谦之前相中的那套2进小院。这院子是谁家的呀？只交给你们牙行往外租吗？当然不可能只交给一家牙行，院子的主人家是保密的，但风京的牙行都可以往外租这套院，就看谁先成交了。郑如谦点了点头，内心已经有了决断。不过我可以透露给你点，这套院子是江家的资产，我也不怕你越过我直接找主家。
江家这种存在，可不是你我能够触碰到的。这套院子价格几何啊？80两1年。郑如谦惊了，于是他施展无敌口舌，舌灿莲花，硬生生从80两磨到了70两。哎呦，兄弟，你比我适合做牙人，就冲你这张嘴，也能租出去不少院子。江三江四住在耳房，大哥和二哥住在一进，四哥五哥跟我和姑姑小竹一起住2进。等三哥回来了，就跟二哥住。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住得太近。二进就让姑姑和江生带着小竹住，2间正房，我跟老二住1间，小四跟小五住1间。那三哥回来了住哪儿？郑如谦指着院子里有些破旧的狗窝。我看那就挺好。这天晚上，所有人都睡了个好觉，除了郑如谦。370两，连生活都困难，更何谈拿去赚更多的钱？老二觉得我们现在有最开始困难吗？郑如谦一怔，怎么一转眼370两银子在手里都能辗转不安呢？隔天，许墨要去国子监入学备考会试，江生还提议要买一条质感上乘的绫罗长袍，生怕他被同在国子监学习的学子们瞧不起。再好的绫罗绸缎，不如好好学习。我去国子监是为了备考会试，不是为了拼比炫衣。若是同窗因为区区衣裳便瞧不起我，那不教也罢。大哥，你不用特意为我省钱，370两也好，300两也罢，都阻挡不了我在丰京做生意赚钱。不是为了你，只是做自己罢了。许墨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踏入国子监，冷不丁他看到了中年男人的侧脸。许墨眼角泛红，想起来被污蔑的爹娘，想起两人自戕时的壮烈，想起草草结掉的案子，想起朱志被救时的得意。大哥怎么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他。大哥的爹娘到底是怎么死的？许县令夫妇被师爷出卖，冤枉他们收受贿赂，还将他们下了牢狱。原本朱志是没资格处置许县令的，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许县令夫妇安置好大哥后，竟然自戕而亡。大哥的国子监恐怕都不安生。只是看着许墨从颤抖变成了平静，再到步履从容地走进国子监，他甚至与朱志擦肩而过，笑着点了点头。嘿嘿，三叔考了9年的举人，总算是考中了。下一步是打算会试，还是去地方做官啊？不去地方做官了，就留在丰京。方远哥哥好像也要考会试，也不知道三叔跟方远哥哥谁能成功取得进士，也可以一起中的呀。到时候咱们朱家就是双喜临门。方远是方家的人，就算中进士了，也是方家的喜，与朱家何干？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他们低着头，完全没留意到最初走过去的许墨，不知何时又落到他们身后，望着几道面和心不和的背影，冷笑出声。放心吧，你大哥始终是你大哥，不会莽撞行事的。大哥真的没事吗？可我感觉他好恨呢。恨归恨，大哥做事情有大哥的章法。再说了，我们还没在丰京立足呢，大哥不会轻举妄动的。好在江三和江四带着满满一车的腊味赶来，都是刘翠特意晾晒至干燥，放了1个多月也没有坏掉的上等品。江生换了身干净的裙子，抱起几斤腊肠就往外走。小江生，你干什么去啊？去悠然居卖腊肠、腊肉、腊鱼。小江生，你就这么自信？丰京悠然居能要咱们的腊味？二哥，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好，二哥陪你去。负责接待的小二哥皱着眉头打量他们，吃过先例的亏，悠然居小二哥一时间竟拿捏不住郑如谦的身份。这位公子看着眼生，在悠然居里可以预定，是2层还是3层？我是来找你们掌柜的。我们掌柜？找我们掌柜做什么？要见到掌柜的才可以说。小二哥皱眉，知道这俩小孩估计是没憋好屁，他摆摆手，刚要叫人把他们撵出去，目光忽然落在江生的眉眼上，他眉眼的形状与偶尔见过的东家夫人竟有几分相似。莫非是东家找了远房亲戚，故意试探悠然居来了？
公子和姑娘先坐坐，我这就去叫掌柜的来。大掌柜，大掌柜，外头有人找。他打量了眼气喘吁吁的小二哥，没有任何迟疑，推开账本与算盘，马不停蹄地跟着下楼，直到看见江生和郑如谦，他才瞪圆了眼睛。这就是你说的贵客？是啊，大掌柜，这位姑娘说有要事要见您，且只能告诉您，下次莫要轻易叫我了。我能让悠然居的客人再多5成，大掌柜敢不敢信？大掌柜可以信或者不信，但信了你能收获5成的客人，不信又有什么损失呢？拿什么让我多5成的客人？拿你这肠吗？不止肠，还有肉，还有鱼，仅凭这些东西就能让我多5成的客人？大掌柜要是信得过小子，现在就可以让人蒸了送出去。若是有人喜欢，我们谈谈合作；要是没人喜欢，小子这就滚出去，再不踏足悠然居半步。你踏不踏足悠然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难吃的东西只会损伤悠然居的口碑。好，把包袱送进厨房，快些蒸熟蒸透。起初大掌柜也只是想要应付下2兄妹，可等飘着辣味的肠和肉端过来，他挑了挑眉。掌柜的，吃啊，尝啊，这腊肉辣得好啊，肥而不腻，稍微炒炒肯定更好吃。2位小友的辣味有多少？悠然居都要了。好啊。为什么不跟悠然居合作？就像在安水郡和咸阳县那样，长期供货是双赢啊。二哥，他们瞧不起我们，江生可以被人看不起，但江生不能忍受哥哥们也跟着一起。好，我们不跟悠然居做生意了，我们跟别人做生意。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悠然居的生意还是要做。书里讲过，生意分主动和被动，把腊肠送到悠然居，任凭大掌柜挑选品尝，本身就是被动的行为，想要尊严就得化被动为主动。哦，我懂了，就跟我在安水郡想抬腊肠的价格一样，得先给悠然居甜头，等他们想再要腊味，就得求我们了。600两就600两，我一定能在丰京建起这作坊。此乃川蜀地区的腊味。那小子诚不欺我，这腊味我真有几分能耐。派人去川蜀地区购买腊味了吗？掌柜的，已经派人去了。这腊肠与腊肉，挑些最好的送给东家。听说方家的小子已经在准备科举了，老方将军英武一世，到头来连个继承人都没有，只是遗憾。科举是个好路子，总比在战场上刀枪无眼来得好，也更让人放心。老夫人的脸色微沉。母亲，祖母，前2天承欢就听说丰京也有安水郡的腊味了，你们来尝尝，可喜欢这味道？确实不错。祖母喜欢就好，回头让悠然居多送下来，左右都是咱们家的产业。也不知道程院走了这么多天，有没有找到人。江承欢瞬间委屈起来，他不明白，自己已经努力讨好祖母了，为什么祖母还要心心念念寻找真千金？难道血缘真的那么重要吗？祖母，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是什么稀罕物事？吃腊肠和腊肉，这是我在安水郡尝到的美味，特意给祖母带回来些。江老夫人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开心又像是无奈。大公子，你看看桌子上是什么？江承院这才抬起头，看到桌子上一盘盘的腊肠、腊肉与腊鱼。这些货物可是从安水郡运来的？是在川蜀地区买到的。江承院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罢了罢了，这毕竟是风景。大掌柜却误会了，扭头叮嘱小二哥，让去川蜀地区的人快些带着腊味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客人开始询问甜口腊肠什么时候有货了。活了30-40年，大掌柜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偏偏他当初太过高傲，连江生兄妹的具体信息都没留下。眼看着悠然居就要着急上火，躲在角落里的江生和郑如谦嘿嘿一笑，拎着几斤腊肠腊肉，随便找了个市场，交2天租金就开始售卖。江生特别不好意思，他觉得是自己才导致了眼前的局面，连累哥哥们跟着吃苦受罪。老祖宗在书里讲过，多吃青菜对身体好。二哥，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卖腊肠，悠然居能收到消息吗？
二哥，我没事儿，不就是点脏污，先把腊肠卖了，回头换衣裳。哎呦，可是脏了衣裳，不好意思，平日里顺手惯了。没事儿，老板，衣裳鞋子都不值钱，能沾上你家鱼味是他们的荣幸。鲨鱼小贩哈哈笑了起来，两个人就此攀谈上。当得知两个孩子是来卖腊肠以后，他大手一挥，看见那边的位置没有？你们赶紧过去，那里是入口，人多。多谢叔了。这位置相当不错，就在菜市场入口拐角，一根根色泽鲜亮的腊肠腊肉就摆放在眼皮子底下，总有人心动，总有人忍不住问价。500文。500文？抢钱呢？虽然卖腊肠不是真正的目的，让悠然居主动找上门才是关键，但封京的百姓居然也会嫌弃500文的东西贵，让他觉得有点讶异。小笨蛋，你别忘了，这里是城西。如果这世上能够再无流浪儿，每个人都能吃饱饭，那该多好。这天直到收摊，腊肠都没卖出去一根。正如谦心眼多，特意包上2根腊肠1根腊肉送给鲨鱼小贩，只说是请叔尝尝。第二天还是在这个脏乱差的菜市场里，江生已经从一开始的兴致勃勃到现在的蔫了吧唧。要不咱们还是去城东的菜市场，大不了交上几两银子的摊位费，也比在这里耽误时间强。就是这里。冷不丁窜出个人影，直扑腊肠与腊肉上，抓着就往嘴里塞。那是生的。怎么样，孔哥，是你要的那个味道吗？2位叔伯这样传过来，可是对我们的腊肠腊肉有什么意见？哎呀，没什么意见，就是昨天晚上我让内子随便炒炒，孔哥过来说话，闻见香味儿，尝上2口以后，死活要问问这腊肉腊肠哪里来的，我没办法，只能把他给带过来了。敢问2位巧友是从何处购的这腊肠？哦，我不是要越过你们买东西，我是想问问你们能不能多买点。悠然居大量收购这种腊肠腊肉，有多少收多少，也没有很多啊。那你们有多少？不会就桌子上这些吧？100斤。才100斤？哎，那就100斤吧。按照之前说的价格，500文1斤，全都送到悠然居去。大师傅，不是我们不卖给您，实在是天气热，腊肠和腊肉都不好做，这价格也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不好做？这腊肠腊肉是你们自己做的，不是外面买的。你们想要什么价格卖？你说的不会是2两银子1斤吧？不可以，太贵了。正如谦收拾好，一手背着包袱，一手领着妹妹，不紧不慢地往外走。等等，2两银子就2两银子，但是我先买100斤的，其他的再议，可以吗？二哥，2两的价格着实不低，悠然居真的会同意往后的合作吗？商人本质重利，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利润，买腊味的成本越高，就意味着悠然居的利润随之降低，他们必然不同意。但当作坊的腊味成为独一份的时候，悠然居不同意也得同意。再说了，我也不一定要2两，走2步退半步，可比直接走1步半来得强。这些货是从安水郡运过来的吧？要不就是安水郡也有人做这种腊味肠。安水郡的东西可没听说过卖到2两银1斤的。我就算让人去安水郡运货回来，又能折算到多少钱1斤？大掌柜说的安水郡那家作坊也是我们的。大掌柜如果执意觉得安水郡的腊味香的话，也可以去运，我们还承接运货，只收货物2成的运费，您看如何？2两银啊，哪怕在丰京也没有这么贵的东西。二哥，一定要卖2两银吗？能不能少要点钱？看把伯伯心疼的。便宜？怎么便宜？我们做腊味也是要成本的呀，那么多人口都要养活，便宜下来本都不够。可是就稍微给伯伯便宜点吧，就一点。最多便宜500文。哎呦，不要拉倒。小友莫急，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半个时辰后，
郑如谦手里拿着上带墨香的文器，上下打量，左右欣赏。要是有什么新货，也只管送过来。为什么不把白水面卖到悠然居？一定会受到风京百姓的欢迎。二哥，白水面是姑姑做的，我记得她之前说过，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铺子。我何德何能，这辈子能有如此良善的妹妹？我也很幸运，有这样好的哥哥们。大哥可有拜见窦大人？暂时还没有。大哥，我们有肘子吃了。看来晚饭很丰盛。姑姑，红烧。好好好，给你红烧。大哥怕连累窦大人，不怕连累咱们兄妹。哎，你为什么要这么聪明？小五，我不会伤害弟弟妹妹的，我只是想要为父母讨个公道。大哥，你进行到哪一步？五哥，你欺负大哥了？没有，我哪敢。虽又哼着歌，蹦蹦跳跳的去了厨房，非要看着大肘子是如何炖烂的。大哥，这种事情你不该瞒着我们。你想报复朱志，想要算计他、坑害他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至少要告诉我们。风京情势复杂，我为私事复仇，不想连累你们。大哥，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称兄道弟，你要是真的出事了，封建的贵人们会在乎多杀几个人，多染点鲜血吗？又或者你出事了，哥哥妹妹们还能好好活着吗？他突然怀疑自己是否太过固执地为父母复仇，他是否应该为了弟弟妹妹放弃对朱志的恨？大哥，坏人应该受到惩罚，方家也好，朱家也好，迟早会跟我们势不两立，但你不应该自己筹谋复仇，你要告诉我们，至少要告诉我。好，那就只告诉你。许墨感觉到了异样，疑惑地转身，然后他看到了捧着肘子的江生，满脸怒气的郑如谦，以及委屈万分的温之允。大哥，为什么瞒着我们啊？我们可能不配知道吧？谁让我们没有小五聪明来着？大哥，我真的没有五弟聪明吗？大哥，你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吗？你怎么教育我们的？都忘了吗？那肯定忘了，毕竟都是以前，好几年过去了，忘了也正常。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小厮？是大哥不好，但大哥是有苦衷的，妹妹最乖了，一定会理解大哥的，对吗？江生的表情顿时一滞，大眼睛滴溜溜转动，显然内心在天人交战。老二，瞒着你是大哥不对，但大哥只是希望你能快乐赚钱，不想你每天束手束脚。你放心，大哥以后肯定不瞒着你，有事情第一时间告诉你。郑如谦用鼻子哼了口气，仰头看天，表情是不屑的，但神情明显松懈。一切都是大哥的错，小厮莫要跟大哥生气计较。你和小五在我心里素来一样，没有半分区别。真的吗，大哥？你没有骗我，大哥是小厮最信赖的人，大哥的每句话小厮都相信。小厮放心，绝对没有下次了。我不会放过朱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撼动世家。大哥，你不适合做虚与委蛇的事，你的身份也迟早会被朱家发现，你就做你自己，堂堂正正的许介元，在国子监内广交友人即可。至于朱志，别太担心，当个县令都能犯下大错，在封京还能没有他的错处揪？五哥，你怎么那么懂这些事情啊？福弟，你咋有那么多脑子的？五哥说不定是天生聪颖，又或者博览群书，就跟小江生一样，生下来就是个聪明坯子，长大了自然差不到哪里去。小江生你偏心，那么多大肘子全部都给小五了，我也要。我也要，不可以漏掉小厮。怎么，没有大哥的？许墨不再绞尽脑汁接近朱志，转而与同窗朗朗交谈。不过半月时光，他就在国子监认识了3位朋友。其一，乃中书舍人的嫡子，去年考了秀才，今年出场举人试落榜，死乞白赖要做朋友。其二，是礼部尚书的嫡子，吊车委中了举人，准备巩固2年，再参加来年会试。冷不丁看到许墨在准备会试，顿生结交之意。其三，竟是朱家的少年郎，只不过是朱家的旁支，但在提起朱志时不屑嗤声。刚开始众人只是吟诗作对，海阔天空，
时间长了，免不了好奇各自身份家世。我爹做个中书舍人，勉勉强强算3品。我爹与我娘恩爱异常，连个小妾都没纳过，所以我叫赵元，就是原配的意思。伯父虽是礼部尚书，这点确实不如赵大人了。他纳妾不多，但也有2、3位，以至于家中不仅有庶子，还有庶女，连带着勾心斗角丛生。我父只是个中士大夫，我娘早逝，只能跟着继母长大。我父母双亡，没有家世，只有几个弟弟妹妹相伴，从村口一路走到现在。但以家世论身份，未免太过枯燥。会试的卷子，可不看你家在什么官位。国子监内叔侄同窗的可不多，听说你也有叔叔在国子监学习。也算不得多么近的关系，都快出3府了。哎呀，你是说朱小的三叔吧？叫什么朱志的，我听说过他，考了9次才中举。我娘没事就拎着我耳朵教育我，生怕我跟他一样。提他干什么？晦气！这是怎么了？可有什么隐情？我与这表叔历来不和，听说他在地方做官犯了事，被家族保下，之后就死活不肯离开风景。之前他几次说亲都不成功，好不容易中了举人，就要娶个风京闺秀，听说已经相看好2、3家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讲出去。我这表叔看着正气凛然，实际上在外头养着姬妾，还生下了个长子，全靠朱家帮忙压着，才没影响这桩婚事。回到小院，许墨就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弟弟妹妹，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小五，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朱思恒跟朱志没有仇恨，单纯陷害你，想要对你出手；另一种可能是朱思恒真的恨朱志，但是又没有办法对朱志动手，只能想方设法地挑拨他人对朱志的仇恨。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要是后者，朱思恒能够看透你对朱志的在意，又顺势挑拨离间，甚至可能当初你主动接近的时候，他就在刻意逢迎。那这个人的心思称得上可怕。许墨面色微白，朱志没有费尽心思的必要，那就只能是朱思环这个人心思深沉，复杂到令人畏惧，也让许墨的心底五味杂陈。既然是后者，说明朱思恒说的话很真实，他是真的不盼着朱志好。这也代表着朱志就是个布满裂纹的鸡蛋，随时都能盯上密密麻麻的苍蝇。小江生，你干什么呢？是不是又想吃大肘子啦？二哥，你说能给三哥送东西，真的吗？啊，真的。你想给老三送什么？送吃的、喝的，送衣服，送银钱。我们已经在风京安顿下来，夏季的腊味产量虽然少，但也能赚点钱，可以给三哥送东西了。好，放心交给我安排。二哥，这里真能雇佣到长工吗？这里招请长工，可有人愿意签10年长契，到期续约还是解契都随意，不强求。我去，10年的长契月银怎么说？我雇的长工不出苦力，但是要四处奔波，地方不确定，1年给5两银，来年酌情增长。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带着弟弟一起。东家放心，他什么活都能干，打马车也是一把好手。郑如谦思忖片刻，同意了。小院里，江3、江4也送回来调查的结果。朱志胆子很大，养的外室就在朱家不远处，外室生了长子也是真的。朱志想做官，就不敢重树轻敌，将庶子定为继承人，除非他没有嫡子。借力打力是最好的，但风京我们连个相熟的世家都没有，只能尽量找点外人和乞儿来做，还得隐藏身份，避免牵连到咱们。他话音刚落，郑如谦和江生带着兄弟俩走进来。前面的魁梧男人倒没什么，当看见后头的少年时，常燕的眼睛亮了。小五这是怎么了？脑袋瓜子用太多，傻了吗？虽然10年很长，但跟卖身契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初来乍到，在劳务市场连短工都接不到，再不找个赚钱的活就要饿死了。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乡？我们要赡养父母，还要娶媳妇儿，当然不能灰头土脸回家乡。帮我做一件事，这2两银子
就是你们的。会很难吗？无论多难，都为东家赴汤蹈火。名门闺秀在拐角等待，约莫等了烦躁的时候，朱志差不多该从永安巷里出来了。被豢养的外室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挽着朱志，依依不舍到巷口再离去。朱志，你在干什么？旁边的人是谁？五哥说过，风清世家最喜勾心斗角，可我们好像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事情办到了。我忌惮的从始至终都只是朱家，而不是朱志。给三哥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可以让高岩走了。北疆遥远，我给大哥准备了少水耐放的糕点，腊肠、腊肉、腊鱼，姑姑新做的夹袄，还有新纳的布鞋，从徽州郡路过买的小玩意儿，还有什么呢？考虑到高岩不认识方恒，常燕又把江三安排了过去。我要见到公子啦！弟弟，这件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这2两银也是你一个人的，哥哥不贪你的钱，但是你要安全回来，遇到事情都听旁边这位兄弟的，知道了吗？新衣裳，新鞋子，吃的喝的用的，还有小玩意儿，能把江生也带过去吗？那你愿意和我们分开吗？见到三哥一定要告诉他，我们都很想他。好了，你们走吧。三哥会知道我们在想他吗？会的。徐兄，你没事吧？可是家中发生什么大事，亦或者银钱短缺？那能是什么事？让我们勤奋的许大学子把书都拿到了。朱兄缘何一言不发？我知道，朱家出了好热闹的事。你那个表叔在外头养外室，儿子都多大了，还要娶陶家的姑娘，现在被陶家姑娘退了婚，已经沦为整个封京的笑柄。原来是陶家，朱家跟陶家这个亲事，恐怕是必连不可。陶家姑娘最委屈的事情，应该是跟朱志退了亲，还得其他朱家人一亲。跟朱志退了亲，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小妹。朱兄，你也有机会哦。不会的，陶家的要求至少是个举人。江三，三哥，方恒的刀差点控制不住飞出去。公子别动手，是姑娘要求的，说让我带她叫一声三哥。你们怎么来了？还有谁？江四吗？江四没来，留着保护姑娘呢。公子们不在安水郡，去了风景，遇到了好些事情。大公子给你写了信，姑娘给你带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在马车里。我们一路找到北疆的军队，问清楚了公子的名字，又得知公子的具体位置，才一路赶过来。还好见到了公子，还好没错过。三弟方恒，见字如晤。这段时间北疆可好？天寒地冻，注意保暖。吾5人已从安水郡搬迁至丰京，一切甚好，莫要牵挂。老二已置办起作坊，家中收入尚可。大哥，不是二哥一个人置办的，我也跟着置办了，我也有帮忙的。江生亦有帮忙，为作坊贡献出大力。老三莫要担心，生活一切都好。也不知道三哥收没收到吃的喝的用的，要是有个东西可以直接跟三哥对话就好了。要是有个东西能跟三哥直接面对面讲话更好，要是有个东西能半天飞到三哥跟前更好。我看你们的脑子是看画本子看得不正常了，一个个天天胡思乱想，不干正事儿，能不能跟大哥学学勤勉？大哥天天坐着，屁股会不会磨出茧？大哥听不见，大哥听不见。我想要跟朱思恒合作，朱思恒一定想要跟我合作，才会在我跟前屡屡露出异常，我便如了他的愿，陪他走一遭。大哥，无论你想做什么，只管放手，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朱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跟许墨直言。许兄莫要说笑，我乃朱家旁系嫡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许墨也不在意，浅浅一笑，便转身离去。许兄这样直来直去的讲话，可知道会吓死个人？是吗？绕来绕去才没有意思。朱兄有话可以直说，只要利益得当，一切皆有可能。我想成为举人，要尽快，不能等3年。
做不成举人没关系，我得让人认为3年后一定会成为举人。这件事情交给我，祝大才子。恰逢10月15，两人赶赴丰京文昌阁的酒会，随便走2步，就听到吟诗作对，且都是上等佳作。我真的行吗？这首诗做出来，不会有人怀疑我吧？别太担心，我在呢。朱思环出现的时机很巧妙，文斗场上2个人正在较劲，底下也都各执一词，各自叫好。我看是江公子的比较好，文字优美，韵脚连押，更胜一筹。我觉得是袁公子更佳，内蕴悠长，意义深远呀。不妨请诸位欣赏小子的作品。青翠春来未见齐，仲夏夭夭香来袭。霜寒10月花开尽，唯有松云秀旧枝。这首诗是朱思恒做的，他连举人都考不上，能做出这种诗？怎么，江大公子、袁二公子，我这首诗做得怎么样？跟2位可有一比之列？看不出来，朱公子也是才高八斗，名气远扬啊！早有这能耐，举人氏应该拿下解元才对。说不定是朱公子藏拙呢。他又寒暄上了2句，才依依不舍地带着许墨离去。你们可知挡了江家姑娘的路？你们是外地人吧？丰京有规定，不能纵马狂奔，但也不能太过缓慢。刚才我们的马车是撞到了你们的马车，但却是你们太过迟缓导致，与我们江家无关。我刚才已经询问过姑娘，不与你们计较，只要你们跟姑娘致歉，此事就可接过。不知道丰京何时规定了，不允许马车走太慢，多少是慢？拿什么判定慢与快？你们这些外地人，在丰京闯了祸，还要胡搅蛮缠，明明是你们的错。我们也不想追究，却非要反过来泼脏水，真是蛮夷。江家的人都是这么厉害，称呼别人为蛮夷，还不讲道理的将错推到别人身上吗？你们2个小孩是想耍赖吗？来人，把他们按住，找他们的长辈谈谈。住手！休得当街欺负我弟弟妹妹。江家怎么了？江家了不起啊？江家当街欺人？你们就这么欺负2个小孩？江家势大就能这样欺负人？这是在文昌阁门口就敢强行捉拿孩子，背着文昌阁还不得杀人放火？原来这就是江家，真是让人害怕。以后我们是不是都要躲着江家人走了？当即许多文人都指着江家一顿骂。我们只是想让他们赔礼致歉，就放他们离开，是他们不愿意，非要胡搅蛮缠。明明是你们的马车撞了我们的马车，你们不赔礼致歉也就罢了，还要我们赔礼致歉。我5个不愿意致歉，你们便要强行捉拿我们，现在又要反过来说是我们的错。当着这么多才子哥哥们的面，你们到底要扯谎到什么时候？那句才子哥哥们更是让不少文人挺直了脊背，愈发坚定为小妹妹撑腰的信念。小江生，是你吗？是我，江公子。哈，真的是你啊！你们怎么来了丰京了？上次看见拉威我就觉得奇怪，原来没认错。我哥哥要考试。哥哥，欢欢也在，不是说要给哥哥捧场吗？怎么停在这儿了？一旁的丫鬟像是找到依仗，絮絮叨叨起来，末了狠瞪江生兄妹一眼。哥哥，承欢不是惹事情，只是不想耽误了给哥哥捧场，可没想到还是晚了。欢欢别怕，有哥哥在呢。是谁伤害我江城院的妹妹？是谁在这文昌阁蛮不讲理？丫鬟指向江生3兄妹，江城院的气质一嘎，差点绷不住。欢欢，文昌阁门口人多眼杂，发生点碰撞是正常的，你莫要生气了。我们江家的闺秀素来都是有容人之良，何必计较区区小事？欢欢有不对的，我这个哥哥代他致歉，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不追究，可好？大哥、五哥，江生饿了，想吃姑姑做的饭。
许墨垂下眼睫，心底遍布阴翳。哥哥，回家好不好？好不好呀？江澄苑还想再说些什么，三兄妹的身影已经远离。哥哥，承欢不是不懂事，只是祖母介意承欢的身份，承欢他害怕失去哥哥与爹娘了。都怪我，是我松开了马缰。别担心，会找到的。大哥意思是，马儿很可能自己去悠然居，或者回咱们的小院了。先去较近的悠然居看看。幸好他们在悠然居门口看到了熟悉的小马车，以及正在搬货的伙计。今天只有货送过来，我差点要宁心送货的人出事了。确实是出事了，只是后来被解决了。刚才在文昌阁门口如此仗义，就不怕江家寻朱家的麻烦？我要说，我是出于正义，你信不信？其实我是为了扬名立万，仅仅写诗论道的名气还不够，我朱思环还要仗义直言，要清高桀骜的名气。不管怎么说，徐某都得感谢思恒公子。承许谢渊吉言，思环若达成所愿，必重重酬谢。也就3、5天，狄芝那边就来了人，跟朱思环传递消息，问他可愿意与陶家女成婚。我这岂不是替表叔背了锅？直到狄芝表示不会亏待他，朱思环这才委委屈屈地同意了婚事。我还以为陶家会等3年后居然是在成婚，就像王家的王浩然一样。思恒公子已满16，听说陶家的姑娘比他还要大上2岁。风京可真够大的，我转了半个月才跑出去，路过河南郡，给你们带了点好吃的。二哥，哪有特产给人带红枣的？别瞧不起，这可是正新的大红枣，皮薄肉厚核小，味道还好。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好运。江生撅起嘴巴，拆开另一个包裹。怎么，你不喜欢？小江生，这可是山楂呀！你最喜欢的糖葫芦就是用山楂做的，你怎么这个表情？江生没说话。喜欢糖葫芦的人就一定爱吃山楂吗？河南郡真是个好地方，红枣比人家好吃，山楂比人家甜，就连板栗都比人家的个头大。我这趟运了不少，待会儿要送去悠然居看看。郑公子，我们悠然居不是什么阿杂东西都要的。那红枣个头又大又圆，着实不错。走，回家。二哥不要难过，是风京人不识货，要是把这些东西送到安水郡，郝掌柜不知道怎么高兴呢。别担心，我不是难过。你们回来了，姑姑刚做了枣糕，来的可真是时候，要不要尝尝？这是丹阳郡的糕点。簪花小院作坊里有个大姐的娘家就在丹阳郡，她曾经跟我讲过，要用糯米面和上细腻的枣泥，再蒸出来。正好你昨儿运来的枣子又大又新鲜，我就试了试。二哥，你没有洗手，姑姑交代过我们要爱干净，吃东西不洗手，拉粑粑会拽出虫。还有，锅里还有，都敞开了吃。之前听江生提起，姑姑想要开一家店。是的，不过需要的钱太多了。姑姑想要自己开一家店有点难，想在这里做生意，摆个摊更合适。但风京有严格的规定制度，除却普天欢庆的日子，摆摊便会遭到奉天府衙役的驱赶，次数频繁了，还可能捉进监牢。不过我倒是准备开家店，姑姑要是有兴趣，可以跟我合作，我出钱，姑姑出人，咱们也在风京占下一席之地。姑姑考虑好了，可以来找我，我得去寻合适的铺面。二哥，江生永远支持你。老二，有想法只管去做，若是钱不够，我这当大哥的也能够支援点。大哥两袖清风，连帮别人提个小抄都不肯，哪里来的钱？谁说只有提小抄才有钱？我从来不做违背道德与律法的事。难道是大哥被别人伤害了，那人给他赔偿钱？也可能是哪家姑娘看上了大哥，打算招大哥做上门女婿，所以给点钱花用。一天都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借来的钱，
等老二赚了再还回去便是。大哥，我们不用借钱，800两会够用的。姑姑已经答应我了，往后原材料我提供，制作有姑姑，我们只需要租铺面就够了。江生长松一口气，刚准备露出笑容，我租了个800两的铺子。什么铺子需要800两？800两1年，还是2年，亦或者3年？1年。老二怎么选这么贵的铺子？因为大，铺子一共4间，从南到北占了小半条街。上任主人是拿来卖绫罗绸缎的，在相对繁华些的位置，所以价格贵了些。这4间铺子我打算分给小四2间。他本来在安水郡开着医馆，陪咱们来封京了几个月，一直无所事事。但医者就得治病救人，才能积累经验，才能成长变强。再说了，咱们兄弟俩的铺子开在一起，往后的日子里互相也有个照应。温之允本来扶着江生就吃力，这会儿骤然失神松开手，圆润的小妹就仰天摔去。生生，妹妹。仰天摔倒的那一瞬间，江生想了很多。啊，还缺了位哥哥，五哥去哪儿了？小生，你以后少吃点儿。五哥，你救了我一命，以后我把糖葫芦的皮让给你吃，我吃里头的山楂。小江生啊，以后咱们也卖糖葫芦，姑姑说她可以学着做，你想吃多少吃多少。真的？真的，姑姑正在熬糖稀呢。糖是蛀牙的，要少吃。不听，和尚念经。不应该呀，我是按照糖水同比例熬的呀，刚开始也是糖稀，怎么就成了糖沙呢？姑姑别，万一能吃呢？好吃吗，小江生？好吃啊，姑姑，可好吃了。哪怕是制作失败的糖葫芦，味道也顶呱呱。姑姑是搅糖稀了吗？小莫怎么知道？制作糖葫芦的糖稀是不能搅的，搅过就会翻沙。古籍里有先辈提及，只可惜寥寥数语，并未详细。许墨心底担忧，决定跟朱思环借上200两银家用。大哥，我敢租800两的房，就不怕没钱花。二进小院门口，瞧着一众熟悉的脸，江三险些没掉下泪来。但江三现在最想做的，还是抱着江四大哭一场。辛苦了，我弟弟可还好？三公子说他一切都好，还说他已经得到了小队长的职位，如今手下足足8个人。北疆虽然寒冷，但这里的人都很好，就是饮食不太习惯，有些想念姑姑做的菜，只盼早日凯旋归来，与兄妹举杯共饮。好好的孩子，怎么就跑去北疆这种苦寒之地受罪？阿恒多沉默寡言的性子，能说出想吃姑姑的菜，那就是真想吃了。凯旋一词何其艰辛，大陆与北疆的摩擦持续了近10年，哪怕江方2位将军坐镇，仍然战火频发。后来方将军离世，达鲁更是嚣张不已，持续烧杀抢掠，至今已年毁上百村庄。三公子给你们写了信，二哥敢租800两的铺面，是早就知道江三哥哥能把安水郡的利润给带回来。臭二哥，一定要卡着家里的银钱花，你就不怕1分钱没有，连饭都吃不上？晚上让姑姑给你喝刷锅水。刚才江三太激动，竟漏了一封信在怀里，他刚才转交给我，由我代为致歉，希望小竹姐姐莫要恼怒。多谢小文大夫。这个院子里一共11个人口，上次查询只有9个，另外2个回来了吗？抢着开门的江生背后冷汗噌的冒了出来。到底回没回？回来就让他们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对，冷静。小猪姐姐，你帮忙把江三哥哥和高岩哥哥给叫出来，门口有好多哥哥找他们，都是贵客，一定要让他们收拾干净，莫要邋里邋遢。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前头的江三江四正常自不必说，
轮到后头的高岩时，江生下巴差点脱臼，在画师绘图完毕之后，便客气地告辞离去。姑娘，别看我要谢小猪姑娘。不过是举手之劳，我现在得赶紧给医馆送药材。小猪姑娘，你帮我帮你。江三哥哥，江四哥哥，我们也去看看新铺子吧。新铺子的位置在天街口，说是占了半条街有点夸张，但4间铺面的排场确实算不上小。郑如谦穿着自己斥巨资购买的锦衣长袍，将骚包2个字演绎到极致。二哥，你真的要穿成这样吗？你们懂什么？我现在就是铺子的门面，是招牌，只有我穿得好，别人才放心过来买东西。众人抬头瞧见了抱着药筐的汪小竹和满脸痣的高岩。高岩，你脸让鸟啄了吗？就算真的被鸟啄，也应该是坑坑洼洼，而不是鼓出来肉汁啊。高岩想解释，却因为口吃半天说不清楚。好在有小竹帮忙，总算解释了前因后果。那肉质是拿什么搓出来的？没过多久，江生也到了。小江生，好看吗？二哥好看吗？江生强迫自己点了点头。好看就行，不枉我花了50两买这一身。二哥，你竟然拿50两银买套衣裳，你知不知道，哥哥们的衣裳合起来才不过5两银。哥哥，走吧。是继续逛逛，还是回家去？哥哥若是累了，我们便回府；若是还想逛，陈欢就陪哥哥。不逛了，那边似是要新开个铺子，待得开业，我带你来瞧瞧。江承欢扭头看见江生，面色微变。是他们在这繁华的天街口开铺子，也不怕赔个血本无归，又没有身份背景，当心关门大吉。只是过来瞧瞧，若是有什么新奇玩意儿，也好买给你和阿娘。哥哥说了算。臭二哥，不理你了。骗你的，骗你的！我哪里舍得50两买套衣裳？这是我自己扯的料子，姑姑给我缝的，只用了10两银子，真的。骗你是小猪。二公子叫我。没。路过有人好奇打听新铺子，郑如谦骚包的介绍，江生跟着插嘴补充，配合相当默契。角落里，常燕拉着温之允嘀咕：10两银子的衣裳，二哥要是直接说出来，妹妹这个小财迷肯定会爆炸，所以就夸张到50两，再降回10两。一涨一跌的心理落差下，10两银子的衣裳也能心平气和的接受了。二哥这脑瓜子，该他开店做生意。温之允深表赞同，深以为然。二哥，你就打算这样在门口招揽客人，不做点其他的准备？放心吧，老二早就与我商量了。今日我与朱思恒谈妥，他会带人过来捧场，届时赵云、齐怀也会过来，这已经是我能调动的所有人脉了。多谢大哥，多谢五弟，多谢大家。你们放心，这个铺子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一定会打造出风京最受欢迎的糕点铺子。转眼到了开业的日子，热闹沸腾的天街口，4间连在一起的铺子，下面是喜笑颜开的东家五口。你们这到底是卖糕点还是卖药材？这是我跟我兄弟的2家铺子，我兄弟妙手神医，可治百病，我这铺子里糕点数不清，想吃什么应有尽有。二哥吹得有点大，我并不能包治百病，最多也就能治个5、60种小病。四哥，百病只是一种形容，二哥的铺子里也只有10几种糕点，他不还是吹成数不清？你可知道，能治5、60种也算得上极厉害了。四哥，现在的你未必是风京最好的大夫，但在将来，你的医术一定是最精湛、最厉害的。小五相信你，永远都相信你。吉时到，一个高香扑鼻的九针房，一个药味浓郁的温氏医馆。要排好队伍，不排队的一律不看诊，根据先来后到，逐一站好。不过半盏茶时间，温氏医馆跟前排起长龙，速度快的跟找来了托似的。我们没找托吧？义诊还需要找托，老二不妨试着举一反三。街角处，
朱思环已经带人出现，相信不大会儿，糕点铺子内就能热闹起来。大哥，帮我提上先尝后买，买1赠18个字。许墨微微颔首。九珍坊开业，买1赠1，随意品尝啦！新鲜出炉的糕点都能随意品尝。早知贵店生意如此汹涌，我就不过来跟百姓抢糕点了。哪里，思恒公子能够前来，那是设地铺子的荣幸。有你往这儿一站，将来文昌阁的才子们绝不少来。还是许兄口才了得，我把这些东西在朱家分分，若是他们喜欢，会自行来九珍坊挑选。许兄才华横溢，弟弟又精明睿智，假以时日，这封京必定有你们兄弟的一席之地。朱兄说笑，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铺内上忙，则不送原意。许墨回过身，并没有立即进店帮忙，反而从袖中掏出3块热乎乎的糕点，江生1块，常燕1块。给小四的，铺子里已经卖空，幸得我眼疾手快藏起来。虎哥，你衣裳乱了。他动作极其自然，就像平日里做过无数次。再次看愣了不远处的江城苑。礼记中古人云：男女不杂作，不同宜家，不同亲至，不亲受，叔嫂不通问，庶母不通常，男女7岁不同席，恪尽礼节守大方。也就只有这般小门户的人家才能不顾礼节，于大庭广众之下有肢体接触，污人耳目。可真是这样吗？江城苑觉得心底怪怪的。理智告诉他，妹妹的态度没错，情感又让他有些反感。自己生了一双红眼睛，偏要怪这世界是红色的。古人云，古人说的全都是对的，古人就没犯过错吗？江家兄妹齐刷刷转身，表情惊愕。看什么看？我就是听不惯你们这些话。别人兄妹关系亲密了些，与你们这些外人有什么关系？天天评头论足，乌鸦都比你们话多。赵家的小子，胡言乱语些什么呢？你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千万别套自己身上。赵兄来了，赵兄莅临，铺子蓬荜生辉，里头糕点不算多，但随意品尝，且来2块试试。许兄，我来给你捧场来了。我要这个，那个，还有那个。铺子门口再次剩下江生与常燕兄妹2个，他们齐刷刷歪着小脑袋，江城苑远远地看着，心底怪异的感觉愈发绵延生长。哥哥还要去吗？若是不想挤，派些丫鬟仆人进去买吧，也算全了哥哥的捧场意愿。不了，还是亲自去吧。一切听哥哥的。怎么就卖空了？枣糕多好吃啊！常燕手中还有小半块，闻言毫不犹豫地伸过去。哥哥，承欢实在不想违心，这样的人家的铺子，承欢也不想进。请恕承欢不懂事，要先回府了。话落，他转身离去，留江城苑立在原地，进退两难。哥哥，你不走吗？于是脚尖轻挪，原本进店的步伐改成了退离。承欢就知道哥哥必定不会与承欢计较。五哥，那俩是不是被狗追了？要不怎么刚到糕点铺子门口扭头就跑，还速度那么快，裤带掉下来都得用手拎着的那种迫切。不用管他们，不懂人间疾苦的世家公子贵女罢了，许是家中有丧事要奔。赵兄，你是真的吃不下，这些东西最多放3天就坏了，日后你想吃可以再来九珍坊，随时都有。不用，我就要这么多，这是我给许兄的捧场，将来许兄做了状元郎，可莫要忘了我。承蒙赵兄高看，许某不胜感激，只盼来年2月不负赵兄期许。赵兄，我送你。你放心，我阿娘很爱吃糕点的，这些糕点她2天就吃没了。真的？真的？你还不相信我的品行与话？3天后，2家铺子恢复正常运转。我这材料全用的好货，口味又绝佳，怎么还没小厮的医馆人多啊？二哥，糕点终究不是饭，并非必需品。封京的哪家铺子不是经历过时间的沉淀，才逐渐打出口碑与名气？二哥想要赚钱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做生意真的急不来。况且九珍坊与医馆开在隔壁，又有4个坐镇，哪怕看诊的时候随口提一句，也会给九珍坊带来客人。
二哥，小竹已经在招募医女了，将来医女去给施家夫人按摩，也会宣扬九针房的。大哥可能出事了。不会吧？大哥每天上下学，国子监距离这也就盏茶时间，能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可能？方京多的是达官贵人，有他们在，什么事情不可能？我们去找大哥。我们去找大哥。郑如谦仗着身高腿长，第一个冲到院门口，拉开木门，隐约看到个人形。大哥，大哥，我没事。你的衣裳都破了，不知道身上有没有伤口？我没事，只是朱思恒给了我一个消息，让我太过震惊。就在昨日，朱思环与陶家姑娘换了庚帖，订了婚书。朱思环没忍住，跟陶姑娘表达了自己多年的倾慕之情，并保证自己3年后一定会考上举人，绝不会让姑娘被娘家人瞧不上。朱家没有想办法帮你考上举人吗？想办法。感谢陶姑娘沉默过后的赤诚相待，朱思环才知道举人试也有猜题一说。但这并不过分啊，不管文章是平时做的还是贡院里临时做的，都是这个人写的，都代表了这个人的才华。能在贡院看到自己曾经挥毫过的试题，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徐兄，你真的把人想得太善良了。既然都是备好赌题，一个文采普通的人会背自己的还是背别人的？如果他真的能够自己写出篇篇好文，他还需要考进信库背2篇吗？他就不能临场发挥或者2次创作？这件事成便成，不成也能拔出科举中妄想靠赌题一步登天的蛀虫。如果这一步还不行，那我只有拿出最后一步棋了。陶家已经知道朱氏的举人可能来之不正，还要举人身份才能议亲，也是个端着架子的世家。再端着架子也是封京世家，也要面子。朱思恒没有思恒公子的名号，陶家也不可能与他定亲。大哥，你还没说你这身狼狈是怎么弄的呢？许墨低头哑然，结果大哥就当场被坏人打了顿。许墨的脸当时红得像猴屁股，这样丢人的经历他委实不想承认。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墨鬼鬼祟祟跟在学子身后，好几次都快要跟丢，正着急，冷不丁身后传来一声娇斥：哪来的登徒子？随后弟弟妹妹最为尊敬最为清风霁月的大哥就原地飞起来，在四肢朝地趴了个狗啃泥。彼时天色已深，他来不及心痛刮烂的棉袄，也来不及擦干净面容，只想回头寻找清平学子，结果已毫无踪迹。竟然是国子监的学生，我不是有意，是你先鬼鬼祟祟，是我不对，你莫要怪我。可怜许墨只能慢吞吞坐起来，稍作休息后才艰难地回了2进小院。给大哥呼呼，大哥不疼。大哥以后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这次没有打草惊蛇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放心，我不会再急于求成。大哥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作为外人很难打听到赌题的内幕，但是如果你是其中一个角色呢？许墨眼明心亮，不再言语。姑姑，铺子生意不好怎么办？我那一车正新红枣不会用上半年吧？做生意就是这样，以前给别人运货没有风险，赚的也少，现在自己开了铺子，赚得多，承担的风险也多。可是姑姑，我想赚钱，我不想赔钱，也不想天天吃剩糕点。要是能天天做买赠就好了，糕点肯定不剩下，但那样利就没了。如果剩的糕点太多，折算起来跟买赠活动差不多，倒不如少要点利，直接薄利多销。也可以继续赠，但少赠点。大哥五弟说的有道理，就要继续买赠。坊内所有糕点买1斤送半斤，先到先得。好处很明显，有过路人被吸引过来，买了几包糕点离去。弊端也非常清晰，前几天买过糕点的客人进来看到价格，非常不屑地扭头就走。郑如谦这次没有唉声叹气，也没有哀嚎，他想起来悠然居的好掌柜，
掌柜的是怎么涨腊肠菜市价格，还不让人反感的呢？傻小子，原地涨价当然不合适，但我可以让腊肠换道菜，亦或者换个方式与大家见面，不就珍贵许多？他找到张姑姑，要她改变枣糕的形状，最好捏出造型，再提高枣泥含量，最后打出口号：精品枣糕。姑姑且先卖着，要是生意好，我们再雇人来。周遭几家卖食物的铺子全都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但他们的态度都很整齐，无一例外认为九珍房是在故意搞噱头，没2天就得取消买赠，就像之前一样。转眼所有商贩都消停了，老老实实卖东西。九珍房从门可罗雀变成了络绎不绝，他龇牙咧嘴高兴的同时，又要准备去远方了。二哥，马上要年底了，真的还要出去吗？那么远，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快得很，放心吧，小江生，过年前我一定回来。二哥，你记得答应江生的话，一定早点回来。别忘了帮我盯着九珍坊的生意啊，让姑姑每个月至少上2款新糕点。江生用力点头，目送马车载着3人越走越远。得常燕提醒，他在国子监里开始流露出自己家贫需要银钱，并有意无意地展露才华。许兄缺银钱，缺多少只管跟我讲，可不能在国子监里讲。这个地方嫌贫爱富，你没有银钱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徐某更想自食其力。别的不说，你那弟弟的糕点铺子就称得上日进斗金，怎的你这个大哥清贫如血？难道是兄弟戏强？我们虽称兄道弟，却并非血缘关系，岂能要年龄更小的弟弟赡养？就在他疑心这招能不能奏效的时候，一位出乎他预料的人找了过来。我从前也如你一般清贫，后来得贵人赏识帮助，才能脱胎换骨，在这风京里活出个人样来。这位同窗在说些什么？徐某不太懂。许墨是吧？我打听过你，从斜阳县考上来的小老百姓，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远赴风京会试。我还打听到你暂居在表姑姑家中，想必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受吧？许墨眨眨眼，这个姑姑应该是张姑姑吧？猜得很不错，下次不要猜了。我还打听到你那表姑姑家中有好几个孩子，平日里叽叽喳喳，恐怕难得舒心安宁，这样的环境恐怕不利于你学习。还有3个月就要会试，你需要银钱，需要清静的学习环境，也需要光明的未来。只要你想，这些东西全都唾手可得。我可以试试。2人简单的约定下，富贵公子的要求很简单，须得许墨3日内提出上届封京乡试考题的文章，再根据文章质量交付银钱。当许墨隐晦提出想要见见其他同窗时，被富贵公子无情拒绝。咱们这个行当赚钱轻松，但也是有竞争的。你与其他捉刀人是竞争关系，彼此之间最好不要有联系。我这是为了你好。许兄，你真是把我搅进了一滩浑水中。不过你要是真想探查，我必陪你。谁让我是礼部尚书家的嫡子呢？前2年就听说有赌题的存在，但我总觉得科举还是要靠自己的真正实力。竟不知已恶劣至此。许兄能够找到我，想必已经心有决断。你且放心，齐某愿意奉陪到底。你想赌举人试的题？是的，会试难度太高，赌题的难度也会增加。举人试涉及更广，波及的人也更多。这事情交给我。隔天，他带了个更为白净清秀的公子过来。许兄，我来了，还把帮手给你带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
他愿意帮我们去读举人氏的题。是你？徐某可是见过齐公子？不，我们没有见过，更不认识，也没有踹一脚狗啃泥什么的。2天后恐怕要令我弟替我出面，并主动为被动了。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许墨自己，还关乎到无数赤贫学子的将来。他们虽然穷苦，但只要坚持到底，就能凭借才华得到重视。可这些所谓的赌题，所谓的捉刀，将他们的人生禁锢，让他们永远在沉泥里翻搅，再难以站起来，登至顶峰。我们也许力量微小，我们也许惩戒不了背后所有的人，但只要我们能把事情捅出来，让天家看到科举背后的阴暗，便是完成了使命。江生最近很忧郁，大哥神出鬼没，二哥奔赴远方，四哥倒是在家，可每天亮就去医馆，天黑才能归来。原本热闹的小院突然安静的不像话。小妹，你是不是当五哥不存在啊？我没有，我不是，我就是五哥最好了。外头来人了，可能是大哥，也可能是二哥、三哥、四哥，我们去开门吧。小松哥哥。哇，姑娘，一别半年，你怎么胖了这么多？江生笑容一正，渐渐收起。五公子，你怎么一点个都没长？常燕面无表情地扭过头，汪小松赶紧捂住自己这张嘴，只恨生下来学会了说话。小松哥哥千里奔波，还是去洗漱洗漱吧。小竹姐姐在医馆呢。东家在安水郡的生意都布置好了，跑丹阳郡的，跑云水县的，跑咸阳县的，跑安阳县的，全都雇好了人，由庞大山指挥，张叔监察。作坊也挺不错，咸阳县的豆角全都收获煮熟再晾干了，一半供应2家悠然居，还有一半按照东家的交代拉风进来了。郑如谦如今不在，所有事情都只能先交代给江生，而后再转述。可交代到后头，汪小松的脸上出现了类似难为的情绪。姑娘，东家的烤鸭生意做不成了，悠然居的掌柜用这大半年的时间，在安水郡养起了鸭子，还高价从丹阳郡挖来个烤鸭师傅，以后不需要我们千里迢迢去拉货了。这也太过分了！这是不是大哥说的釜底抽薪？那些冰块和别院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冰块和别院都保留，就算不运烤鸭，也可以运其他东西。烤鸭的生意没就没了，悠然居釜底抽薪不地道，但是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润。小松哥哥，我们一起去天街口吧，正好我去看看糕点铺子生意，你去见见小竹姐姐。至于那满车的干豆角，江生很快做出决定，先带着，悠然居要就给，不要也可以卖给别人。汪小松刚从马车上下来，看见医馆门口严肃奔走的妹妹。小竹，你来了。来了。江生都在旁边替他们着急，这要是二哥回来了，他一定要扑过去。再看这对兄妹，打了声招呼后，居然各忙各的去了。汪小松挠了挠头，稀奇的左看右看。当看见几样糕点高达300文1斤的时候，他本想伸进去的手默默地缩回身后。小松哥哥喜欢只管拿着吃，都是姑姑做的呢。汪小松又退2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小松哥哥不吃吗？吃吧，没事的。还记得十里镇的糖葫芦2文钱就能买1根，到了安水郡就变成了5文，再到方京涨成多少钱，知道吗？汪小松怔怔地摇头。20文，是十里镇的10倍，是安水郡的4倍。区40文的糕点，放心吃。要是还害怕，就跟江生去悠然居看看吧。安水郡的悠然居最多称得上富贵，丰京的悠然居却得用富丽堂皇、雕栏玉砌、金碧辉煌来形容。到地方了。老夫人怎么来悠然居了？是想要用饭，还是散散心？之前让你们给王朝内悠然居送的消息怎么样了？那孩子可找到了？这个应该是没有。刚走到附近的江生吓得缩起脖子，幸好大师傅走过来，
把他拉到木梯下暂避。老夫人息怒，老奴知错。老奴有给所有悠然居送消息，让他们寻找小姐，但并没有消息传来。刚才老奴不敢说，是因为公子和小姐都在包房里，老奴怕呀。老夫人，老奴。3楼正中的包房门被打开，眉头紧皱的江承院走了出来，身后是眼圈通红的江承欢。见过祖母。见过祖母。嫡亲妹妹尚且踪影全无，你却躲在悠然居的包房里安慰这个假货。江承院，你就是这样为人兄长的吗？祖母，承欢好歹也是家里娇养的姑娘，哪怕不是嫡亲血脉，这10几年的亲情就作假了吗？祖母，您不要送走承欢，我也尽力去找妹妹，我们江家就当有2个女儿，公平公正疼爱，不好吗？嫡亲的2位子女尚且一碗水难端平，更何况2个这样身份的孩子。你总想着公平对待，但这个世上真的有公平吗？你认为我要赶走江承欢，所以不愿找嫡亲的妹妹，这难道就是公平了吗？你真的对你那素未谋面却血脉相同的嫡亲妹妹公平了吗？承院，你是个好孩子，但你不能太孝顺，你母亲的话也不能尽听。哥哥，莫要因为我一个没了血缘的妹妹跟祖母生喜。这么多年，我跟母亲早就习惯了，祖母素来是不喜欢我们的。承欢不哭，哥哥带你去玩。大师父，我不是故意进来偷听的，我……嘘，刚才的事儿可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不知道。江生心领神会，用力的点头。什么不知道？跟小姑娘说话呢，她好像又送了什么好东西来，是吧，小姑娘？我有一车从安水郡运来的干豆角，悠然居要吗？大掌柜嗤之以鼻，轻蔑摇头。千里迢迢运来干豆角，要怎么吃才好？我姑姑会拿它来炖五花肉，炖排骨，有时候会炖鸡，配上薄薄的小饼子，特别好吃。这是什么上不得台面的吃法？悠然居金尊玉贵，岂能用这种低贱食材毁招牌？这车豆角干卖完了，想要只有下年。大师傅要是有兴趣，可以在姑姑做的时候来尝尝。干豆角可卖出去了？江生摇了摇头。不光悠然居没要，他连跑了3家干货店都没人收。他们不要是他们没福气，是他们不知道干豆角的美味，等他们知道了，抢着要也没有了。江生，出什么事了？小五欺负你了？没有，四哥，没有人欺负我。不管是谁欺负你，你都要告诉四哥，知道吗？我要去跟姑姑说，晚上想吃豆角炖鸡。四哥，你刚才冤枉我了。孩子们，吃饭了。小五，四哥真的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误会你了。我相信你不会欺负妹妹的。常燕委屈的点点头。啊，五哥，你不是生气，你是在故意。张姑姑做的炖菜永远是那么热气腾腾又好吃。您知道哪家院子是租出去的吗？啊，对，租给几个孩子，最大的也才15岁，最小的也就10岁上下，是个女娃。中年男子立在2进小院门口，最后确认了下门户，刚要抬起手，一阵异香窜入鼻尖，大师傅的口水越分泌越多，终于他忍不住抬起手，用力地敲了3下门环。是不是大哥回来了？也可能是2哥，还有一点点可能是3哥。我去开门。请问这里是炒鸡家？不对，是江生家吗？是，您是找小江生有什么事吗？大师傅，你真的来了。来了。小姑娘邀我来尝尝豆角炖鸡，我就冒昧过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小小心意不成敬意。是您客气了，豆角炖鸡刚刚出锅，来尝尝吧。大师傅，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姑姑做的炖鸡刚出锅，我才尝了一口。对，
就是这个味道。我曾去过江南2趟，那里的炒鸡就是这个味道。绝，真的绝！这干豆角也太好吃了。大掌柜还不稀罕呢，我明天就去卖给别人，已经有干货店跟我要了。小江生，你可莫要着急，这干豆角、悠然居都要了，全都要了。可是大掌柜他……放心吧，他要是不同意，大不了我就不看了。大师傅你多吃点儿，别客气。姑姑，今天剩下糕点了，大师傅你尝尝，这是我姑姑做的糕点，可好吃了。九珍坊跟你们……那是我二哥开的铺子，专门做各种糕点，里面的糕点全都是姑姑一个人做的，味道可好吃了。小江生，你能给我点干豆角吗？一点就行。看来这干豆角还是要卖给悠然居了。你弄这些阿杂东西来干什么？不会是真要买吧？孔师傅，你清醒点儿，谁会干吃豆角啊？浓稠的汤汁包裹着豆角粉丝与鸡肉，在火苗的鞭打下翻滚。大掌柜，外头客人闻到了厨房的香气，问是不是上新菜了，说也要一份同样的。大师傅终于抬起头，挑衅地看了眼大掌柜。二进小院门口，大掌柜和大师傅双双出现，一个神清气爽，一个虚伪假笑。小姑娘啊，这个干豆角你们还有多少？我们悠然居都要了，全都要了。笑什么呀？你们不是不稀罕吗？我们安水郡小地方的东西，别污了你们大酒楼。已经有好几位贵人订过这菜了呀，他们说没有就拆了悠然居。你是掌柜，你看着办。之前是我的不是，都是我不好。干豆角是个好东西，往后你们有多少，悠然居就要多少。真的？不知道干豆角掌柜的什么价格收？200文1斤。好，都给你了。这下封京的悠然居不会再瞧不起我们了吧？那可不一定。常燕扭头望着皇城的方向，眼底流露出一丝鄙夷，并着满满的庆幸。悠然居也有师傅做糕点，但精力有限，每天最多3、5种。我看你这糕点极不错，愿不愿意供给悠然居一些？孔师傅说笑了，九珍坊的糕点低廉，恐怕入不了贵人的眼睛。不，你这糕点味道确实独一份，我是真心品尝过才想跟你合作，我没有说笑，我是真的。大师傅，都是我不好，我当时以为又要挨打，小宋是误会了，才闹了这么个乌龙。挨打？只是扭到了，问题不严重，休息几天，再喝2副药就行了。都是我不好，我一看见姑娘哭，我就急眼了。是我不好，是我自己胆小过分。我没事，年纪大了腰不好很正常，再年轻个20岁，倒在地上的未必是我。行了，今天的事儿就这样吧，糕点的事儿你再琢磨琢磨，这药我拿走了。姑姑，什么糕点的事儿？悠然居想要九珍坊的糕点，他们都瞧不上咱们的红枣百丽山楂，怎么可能瞧得上糕点？姑姑，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可以斟酌下，实在不行，我们改天去探望探望大师傅，再多问问。隔天，江生口述张香莲反复研究的新品豆沙荷花酥出锅，他用油纸仔细地包上2份，与江生、常燕一起去悠然居问了大师傅的住址。结果他的府邸竟然颇有气势，足足有3进大小，光这宅子在封京不低于1000两银。常燕无奈轻笑，示意江三上去拍门，却在歪头的刹那瞥见他们这些时日神出鬼没的大哥许墨神色匆匆，旁边还跟着2个差不多年岁的公子。在他们走后没多久，后头竟又跟着2个黑衣人。他扭过头，江三已经在拍门了，几乎没有迟疑。常燕把糕点塞进张姑姑手里，又拉着江生躲到角落里，并用眼神示意江三江四避开。
等扶着腰的大师傅过来开门时，只看见了张姑姑一个人，她又惊又喜。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应该是吧，我是来探望一下孔师傅，再谈谈合作的事情。胡哥，出什么事情了吗？罢了罢了，说好的共同进退，哪怕有危险也要一起面对。是大哥，姑姑在大师傅这儿没危险，我们先跟上去看看。应该是这里了吧？找谁？是安君吗？别再找我，我不做捉刀人了。安学子，我找你不是为了代笔，我想跟你聊点其他的事情。我听说你给朱家的公子代笔，助他成为举人老爷。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我已经不做捉刀人了，也没有钱财任你们搜刮，还要怎样？非要逼我离开风京吗？好，我走，我不考举人了，我再也不入风京了。我只是想要安安静静科举，为什么要逼我？刚开始逼我成为捉刀人，为了钱财，为了能存活下去，我认了。我也承认藏了私心，拿出来的文章不够好，想要把真正的实力用在自己科举上。可他们看透了我所思所想，抢走我真正的文章，还要逼迫我自己书写敷衍的文章。因为这个，我已经2次举人落地。我23了，家中还有老父老母，我没多少时间在风京耗了。如果科举不是我这种下等人可以走的路，那我就不走了。我回家，我种地，我老老实实做个秀才，这辈子到头也认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听话的，真考上了举人，他们能奈你何？他们能举报我徇私舞弊，甚至拿着我自己的文章污蔑我。到时候，我不仅成不了举人，连秀才的身份都要被剥夺。或许我们可以帮你。捉刀人代笔的事情已经影响到科举的公正，也让更多贫穷学子陷入死循环。你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我们要让这件事情被风京人知晓，更要让天下知晓，才能彻底杜绝这一现象。我们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担心事情曝光，你也受到惩罚。可有什么比你落寞回乡更凄凉呢？再者，你们也是受害人，我身为礼部尚书嫡子，会尽量为你们争取减少处罚。好。2道强壮的黑色身影冲进院内，抬手就要捉拿安君。光天化日之下抢人，你们是谁派来的？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哥哥，我也学过一些，能帮你的。行了，我在呢，你保护好许兄还有安兄。有事冲我来，别伤害他们。你们下手那么狠，我哥哥不会饶了你们的。我哥哥会把你们打死的，我哥哥会帮我报仇的。你别说了，到底谁帮谁报仇？许兄，你让开吧，他们要的是我，不会伤害你们。安兄，既然说过同进同退，徐某便不会为了活命交你出去。别害怕，就算是死，今天我们也要死在一起。你们怎么来了？齐月跟着看过去，被黑衣人踹的木门早就躺在地上。原本的空间里站着2个10岁上下的小孩，正气鼓鼓地看着许墨。大哥，要不是我们出现在这里，要不是江三哥哥和江四哥哥反应迅速，你2月的会试不打算考了是吗？这个年不过了是吗？弟弟妹妹你不要了是吗？好，是大哥错了，大哥下次不敢了。妹妹可以不生气吗？大哥要不是被我们抓住了，也不会承认错误吧？小五，你忘了，这招还是你帮我出的。大哥坏蛋，五哥也是坏蛋，我去找姑姑，不理你们了。这位是礼部尚书家的齐兄，这位是齐兄的弟弟，这位是安兄，这位是我的五弟。至于外头那个小胖妞，是我妹妹。谁胖？谁胖？外头那位可爱的小姑娘，是家中幺妹。没想到许兄也有弟弟妹妹，还是这样可爱的弟弟妹妹，真是有福气啊！我要是能有这样的弟弟，可多好。我这个弟弟他不太成器。安兄，这里恐怕不能住了，你要另择他所。我是个普通学子，虽无身份背景，但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也有自己的风骨傲气。这些世家欺人太甚，抢走了我的才华，还要夺我性命，我是要与他们不死不休。我有个别院，不为外人所知，可能要委屈安兄先住几天了。明日我去接许兄，再按照约定行事。许兄真是个好哥哥。怎么，我不是好哥哥？是不是你心里没数吗？大哥怎么找了齐家兄弟？
为什么不找我跟四哥？你们还小，这事牵扯甚广，我毕竟有功名护身，你们却什么都没有，不好卷进去。老三啊，什么时候回来？糕点的事我还要跟孩子们商量商量，隔天再给你回复。刚才多谢香莲你帮忙拾掇了，家中委实有点乱。大师傅说悠然居是真心想合作，也说了不是单纯把糕点卖到悠然居，大师傅诚意十足，我觉得可以合作，只是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如谦回来敲定。二哥这个坏蛋，过年回来就等他决定，要是不回来我们就自己决定。姑姑这段时间先研究花样。倒是风京突然流传起一则消息，那朱家3代儿郎朱志的举人身份来路不正，是找人代笔得来。需得多少天才能抵达丰江？得4、5日。4、5日后，那岂不是只能过元宵了？东家还是歇歇吧，或者让我来，你已经2天没休息了。要不这顿饭别吃了，咱们用点干粮凑合凑合，万一能赶着过年回丰江。人是铁，饭是钢。郑如谦不想再耽误3天，咬牙停在一家小馆门口。几个本地晒着太阳议论国情，偶尔争论2句，面红耳赤的颇有架势。咱们大禹王朝跟达鲁打了几十年，他们打不过我们，我们灭不了他们，一直是投鼠忌器，互相提防的状态。谁能想到前段时间北京传来了捷报，倒不是大批的战役，而是咱们几十人的兵对上几十个达鲁，本来以为必败的局居然赢了。这可是大好事儿，达鲁骑射厉害，咱们能出现一个小子跟达鲁的骑兵抗衡，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能灭掉达鲁，再无战事？瞎想些什么，只是个小战役罢了。听说那小子不过13、14岁的年纪，似乎也姓方。姓方啊？1年不见的弟弟，原来你刚刚打过一场战役，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不少代价吧？不知道此刻的你痛不痛，难不难过，有没有思念我们？老三，谁在唤他？方恒猛地扭头，却只看到了虚无。队长，你怎么了？方恒摇摇头，看了眼他的腿，江2的胳膊，江5的腹部，江6的胸口，江7的头皮，江8的手指。大哥，今天可是30，还没有二哥的影子吗？江生官，他们都会回来的。与此同时，齐家齐怀兴冲冲地回到家中，看到略带愁容的礼部尚书，扬声道：父亲，天家是不是要你调查捉刀人一事？你如何知晓此事？父亲别管我是怎么知晓的，我来是要给父亲一篇文章，乃捉刀人写给举人的代笔文，相信可以帮助父亲一二。齐怀，这件事是你爆出来的对不对？是你选在过年前让整个丰县人都惴惴不安的对不对？是我又如何？逆子！科举舞弊一事非同小可，捉刀人更是年年存在，怎么就凸显个你出来？要你去揭开这些事，要你去捅到天家跟前，你惹大祸了你！父亲，您知道捉刀人的存在对吗？您也知道科举不公平，就因为背后牵连甚多，就要默认无辜平民学子被欺压。您是礼部尚书啊，您是需要操持整个科举的人，是学子们最尊敬的大人，您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那群贫寒学子确实很可怜，但齐怀，这里是丰京，这里世家脉络丰厚，势力连着势力庞大到你无法想象，捉刀人和舞弊更不可能一口气清除掉。你贸然动手，只会沦为众矢之的，世家们不会放过你的。世家怎么了？能越过天家去？父亲，天家不是摆设，他过问了这些事情，就代表有公平公正的可能。我们不能放弃，更不能认输。你不服气是吧？好，那就让你看看丰京世家的厉害。
当礼部尚书把文章送到天家跟前时，朱家当场就喊冤，反过来控告安俊抄袭朱志的文章，并暗示这件事情可能是礼部尚书捣鬼，只为报复朱家。加上陶家、方家，加上一些官员纷纷联名控诉礼部尚书，差点把他的老底都给翻过来。与方家、江家齐名的窦家终于站出来，吏部尚书窦威明更是建议把文章作者提到金銮殿上审问。提文章作者。坏了，徐兄，金銮殿上来人捉拿安俊了。徐兄，我们是不是错了？科举舞弊牵连太广，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父亲曾经劝诫过我，是我太过自信，如今竟害得他身陷朝堂，连安兄也要被抓。西淮，你要先冷静下来。七兄紧张父亲可以理解，担心安俊也正常。朱家联合其他利益相同的世家污蔑的确很厉害，但你别忘了，我们头顶上还有个天家呢。天家若是昏庸无道、残暴不仁，大禹王朝岂能有当今盛世？只要科举舞弊确有其事，只要文章确实是安俊的，天家必定不会放过舞弊者，更不会纵容他们戕害忠臣。最重要的一点，礼部尚书为官多年，岂会为了跟嫡子置气，就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赌？我知道了，若是我父亲没有后手准备，恐怕早就被定罪了，而不是先审问安俊。可我们是要保安俊的呀，之前信誓旦旦的要他帮我们，转眼间把他送上金銮殿，还要任由百官审问，这岂不是断送了他？天家只要说见文章作者，但不知道作者是谁，你只管禀报，我就是安俊，安俊就是我。大哥，谁告诉你上了金銮殿就一定会被整个封京世家报复的？我不是说封京世家们善良，我是说他们敢报复吗？还没殿试就上过金銮殿的文人，普天之下也就他一人，谁敢碰他？更何况大哥，你怎么认为安俊想错过这个在金銮殿上舌战群雄的机会呢？等到安俊不愿意去，你再带他赴金銮殿也不迟。今天可是大年初一啊，怎么皇帝也要干活？哥哥们都不在，连肉饺子都不香了。或者我们可以给大哥送点去。我不去。小五，你是不喜欢这个提议吗？五哥应该是怕肉饺子凉了。大哥吃完串西，皇城门口没有出宫的地方吧？小心掉进碗里，让大哥吃你的口水饺子。五哥坏蛋，我哪里流口水了？我只是在想，皇城这么大，若是普通房屋，不知够多少乞儿居住。小五别怕，四哥在呢。大哥，给你送饺子来了。新春佳节总是要吃口饺子的，也别在意什么礼节了，尝尝吧。香吗，大哥？香，特别香。许兄莫不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此话怎讲？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才能遇到这样的弟弟妹妹呀。的确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父亲，你小子怎么过来了？还不赶紧回家过年？儿在此接父亲归家。徐小子，当初老夫是怎么叮嘱你的？你又是怎么答应的老夫？老窦可是遇见了相熟的人儿。怎么可能？我是什么平庸身份？怎么能认得起国子监学生安水郡来的许介元？学生许墨见过郡守大人。安水郡一别近2年的时光，不知您老可还好？就这样一直弯着腰，2月的会试，莫不是打算跟府试一样趴着考？学生心里内疚，是学生失约在先，学生有错。叫你入了封京便来寻我，结果你倒好，来了大半年都没有动静。要不是我家夫人年前馋腊肠腊肉，去悠然居尝到了老味道，我还不知你尽早就来了。这也就罢，你一介备考学子，竟然敢卷进科举舞弊案。要不是老七跟我打过招呼，连他都得被拖进去。学生就是怕连累了大人，才不敢去探望大人。科举舞弊兹事体大，学生也是怕。你也知道兹事体大，你也知道怕。你以为朱家背后只有朱家？封京世家关系脉络错综复杂，彼此都有姻亲与生意合作。
连在一起犹如整个大树，谁都没办法撼动。以你一个单薄瘦弱的小学子，就想将他们连根拔起？这里可不是安水郡，他们也不是孙家。哼，天家的确盛名，科举舞弊也不是天家想看见的。但你别忘了，风京世家错综复杂，天家也不能轻举妄动。拔出萝卜带出泥，天家还要世家效力，岂能为了区区捉刀人，一口气扳倒风京大部分家族？阿莫，是你不明白，天家纵然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你可以相信天家盛名，但不要期望太多。那安俊呢？放心吧，他没事儿。科举舞弊不是不可以处置，而是不能草率处置。这东西就像脓疮，每次轻轻戳开，表面愈合，内里依旧肮脏不堪。要想将它连根拔起，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让刀子深入底部，才能一击毙命。天家没有彻底处置捉刀人，就是因为涉及太广，世家太多。但天家也尽力追责了安郡代笔的朱家人，下圣旨剥夺了朱家儿郎的功名。为保护安郡，天家令他入国子监学习，还允许他越级会试。只要得了贡上的功名，殿试过后便是板上钉钉的进士。四哥五哥，你们听清楚他们在聊什么了吗？听见一点，齐怀爹爹关于脓疮那番话说的不太对。脓包只要全部都挤出来，再敷上药物，即可慢慢痊愈，不用刀挖。能让脓疮复发的都是庸医，没处理干净脏东西。这不是我说的，是吴大夫说的。人家是说的这个脓疮吗？是吗？是吗？常燕扭过头，叫来江三，在他耳畔叮嘱2句。江三瞪圆眼睛，先是有些惊讶，随即兴奋地点了点头，赶着马车离去。五哥，我们就1辆马车，你让江三赶走了，我们怎么办？看来只能麻烦齐家哥哥送我们回去了。哈哈，自然是可以，我与父亲共乘即可。多谢郡守大人指点，学生领悟了，择日便前去拜访郡守大人，还请郡守大人莫要将学生拒之门外。老窦，怎么还不跟孩子说实话？风京哪有什么郡守？别听老齐乱说，我虽是窦家人，但安水郡的位置却是实打实靠自己得来，并没有仰仗窦家的实力。大哥，你的手好冷啊，给你暖暖。我没有妹妹体温高，但也能为大哥暖几分。多谢齐大人，多谢窦大人，也多谢齐兄。他日学生上门拜访，还望2位大人点拨赐教，学生不胜感激。好小子，那我就在吏部尚书府等你。你与阿怀都是好孩子，可要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啊！走吧，回家。还有多久？快了，马上，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家了。江三呢？他不是早就回来了吗？我让他去办点事，没走丢就行。小五长大了，也开始瞒着哥哥们了。大哥，仅此一次，学武以后。外头突然传来马车声响，二哥回来了。二哥这个坏蛋，让他早点回来过年，非要卡个大年初一，30的饺子都没吃上。可谁能想到，当初那个面阔口大的风朗少年，竟然瘦到只剩把骨头了。小江生，30是年，初一也是年，二哥没食言，二哥回来陪你过年了。瞬时眼前一黑，闷头栽下。哥哥！同一时间，江家其乐融融的团圆宴上，江承院猛地站起来，耳边那声凄厉的哥哥仿佛依旧回荡。哥哥，怎么啦？奇怪，妹妹的声音一直是温柔且细软的，但刚刚那声哥哥，却哭得他灵魂都在颤抖。没事，也许是出了幻觉。哥哥送你的心头面好看吧？好看，好看极了，哥哥送的最好看。这是你的随年钱，我们的小承欢要年年快乐，岁岁平安啊。二哥，给你随年钱，你要年年快乐，
要岁岁平安。郑如谦刚准备出声调侃，就因为嗓门太干而发出奇怪的呵呵声。二哥，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30的饺子没吃上，大年初1的总得吃吧。二哥，我不骂你，你放心，我知道你这么着急回来都是为了我都记得的。你要早点好起来，我们一起吃饺子。郑如谦的眼睛愈发瞪大，呵呵声也增多。会不会是老二渴了？你可真是个笨蛋，再晚一会儿，二哥没被赶路熬死，要渴死啊！我这不是关心则乱吗？二哥，这2个月你受苦了。是啊，老二，江生已经拿钱让姑姑去买肉了，说要给你好好补补。四哥说还要给你抓点补药呢，让你尽快把身体补回来。不，肉可以吃，药就不喝了。不喝也得喝，难喝才能长记性。以后你再敢不顾身体赶路，就给你喝最苦的药。四哥，最苦的什么来着？当然是黄连了。你在干什么？哪怕出了水泡，戳破就可以，把外皮撕掉会愈合得更慢。我只是好奇里面是什么呀？里面是没有皮的肉。伸出手，小温大夫让我来帮你们包扎。回家过年的时间不要沾水，等元宵回来再给你们换纱布。你不回家过年吗？不回去，这里就是我的家。不用千里迢迢赶回家真好，等我爹娘去了，我也把媳妇孩子带封京来，再也不用1年见2回了。大年初2，高家兄弟赶着马车，带着赏银回家过年。郑如谦也终于被允许从床上起来，慢条斯理地用饺子。张姑姑在旁边跟他絮叨大师傅，絮叨九珍房跟悠然居的合作。汪小松气愤地告状，对郝掌柜釜底抽薪的动作异常不满。江生则好奇他从河北郡带来的板栗。3个人同时讲话，犹如500个鸭子在唱歌，其聒噪程度连许墨都皱了皱眉。一个一个说，小松先。郝掌柜实在是太过分了，烤鸭2两1只是他提出来的，合作也是他先敲定的，结果转头就开始养丹阳郡的鸭子，还挖了个大师傅过来，等鸭子一长成就断了我们的合作。他要是不想合作早点说呀，我们都把别院和兵买好了，突然不做生意了，不赚钱是小事儿，别院跟兵才是最大的亏损。不怪郝掌柜，2两银子1只的烤鸭虽然是他自己主动提的，但也未免太过于高昂，大大压缩了悠然居的利润。这次去了河北郡，我才知道真正能够做长久的生意，要么无可取代，要么潜力薄润。既然不是独一无二，那就要做到足够划算，才能屹立不倒。可我们的兵和别院怎么办？小松哥哥笨蛋，先不说兵和别院能运别的东西，就算不运了，原药卖出去也不亏啊。兵和别院又不是泡沫，一吹就散了，遇水就化了。东家说的有道理，还是东家聪明，是我笨了。二哥，我知道你的意思。小松哥哥从安水郡运来的干豆角，我跟悠然居要了200文1斤，没有漫天要价。很不错，按照这个价格，悠然居还会来找我们买干豆角的。东家的意思是咱们要在封京也种豆角，晒豆角干，那我们就是回安水郡去了，就为了这一车豆角干。在安水郡能卖50两银的豆角干，拉风景就卖100两，我给你5两的辛苦费，干不干？不干，必须干。那不就得了？那我们与悠然居的合作怎么说啊？当然要合作，他们想要精致的，姑姑就给他们精致的。有了悠然居高价的衬托，九珍坊的评价高点，才会更受欢迎。我一个人恐怕做不来。姑姑只管扩大人手，雇人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姑姑放心去做，将来九珍坊做大做强了，说不定能开回安水郡去，就像悠然居一样。
开遍大禹王朝。你不是想问我河南郡有大板栗，为什么还要从河北郡带回来小板栗吗？为什么？因为我在河北郡发现了板栗的新吃法，一种把板栗放在砂石中翻炒加热，直到板栗熟透裂口的吃法，流行于河北郡等2、3个郡城内，是当地百姓冬天必吃的美味。河南郡的板栗的确又大又饱满，但也因为个头太大难熟，不如河北郡的小栗子更好开口，也更香甜软糯，尤其以迁西县的品质最为优越。你们是不知道那滋味，刚捞出来的板栗烫烫的，上头有个小尖尖，用手一按就能剥开，里头的板栗肉光滑干净，放进嘴里就是一股香甜味儿，再品上2口，软糯甘甜在舌尖抿开，真是让人欲罢不能。我不信，除非你给我尝尝。尝尝就尝尝，我这次可不仅买了板栗，还带来了炒板栗的沙子。糖炒栗子，糖肯定是少不了的，油是化糖的。可糖都附着在壳上，壳又不能吃，加了糖岂不是浪费？因为糖在炒的过程中会逐渐焦化，焦糖的味道飘扬食里，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客人，也能让栗子看起来更美味，更有食欲。炒到喷香的板栗虽然没有沾到一点焦糖的味道，但本身的甘甜与软糯还是瞬间占据了口腔，又沙又绵的口感简直勾人魂魄，让人欲罢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熟了吗？没尝出来。应该是熟了，没熟小江生不会咽下去的。这东西一定会受到风京百姓的欢迎，比糯米枣糕还要卖得好，风京百姓有口福了。绚烂的光芒在黑夜中绽放，让所有人都目不转睛，为之赞叹。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放一场烟花？看，那边好像是江家放的烟花。哼，承欢，喜欢吗？送你的烟花。人才是江山的根本啊！我想他们，我想他们了。怎么了，五哥？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就是怕你跟着哭个不停，出来躲躲。不吃饭，不看烟花，你俩在这里做什么？二哥既然来了，那就一探究竟吧。兄妹3人轻轻拉开院门，跟上步伐。前头的女人只顾着埋头走路，根本没注意到身后坠了3个小尾巴。苗姐姐，张姨，好孩子，跟你娘去吃吧。张姐，辛苦了，这段时间一直给我们娘俩送吃食，又给我们寻了这样一处避所，都怪我当家的心狠。因为我生不出来男娃儿，就非要赶我们娘俩走，还不给我们留点衣裳银钱，这是要让我们活生生死在外头呀。越是这样，你越要活出个人样来，越不能如了他的意才是。可我没有户籍，没有身份，什么都做不了。若是和离，孩子就得交给他，可他根本不会善待大丫，我不放心呐。是啊，要是女人也有权利休夫，能够带走孩子该多好。孩子的事情我们再想想办法。倒是你，我想跟东家说说，让你来给我帮忙，不过你得先和离。东家人善良，偷偷拿点剩饭也就罢了，咱们不能给他添别的麻烦。张香莲起初还算平静自如，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脚步声。姑姑，是我。你们3个怎么大半夜的出现在这儿，吓死人了。姑姑也没告诉我们，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呀？那娘俩乞讨到9针房，我看他们可怜，就帮了点忙。饭也都是上顿剩下的，扔了可惜，就给他们送点儿。之前如倩让我给9针房照糕点师傅，我就想过要苗姐过来帮忙，但她被孩子绊住手脚，实在是没有办法。是啊，姑姑，告诉我们总会有解决办法的。人多力量大，
我跟二哥做生意，每次遇到困难都要问哥哥们的。也许哥哥们不懂生意，但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路与见解，总能在搅成一团的麻花线中杀出一条血路。是我怕打搅你们，怕你们觉得我多事，我都接受。帮助就是帮助，我没想过回报。理不清的人，我也绝不会纠缠。姑姑可以让那位爷爷和离之前把女儿卖掉。啊？先卖给江生当丫鬟，等他母亲攒够钱来赎身，再还他自由。还是孩子们聪明，还是你们聪明啊！我这就去告诉苗姐姐。天色都黑了，姑姑先回去歇息吧，万一真遇见坏人怎么办？是，好，都听你们的。走，回家，姑姑明天还给你炖大肘子。也就是在他们离去后不久，负责夜巡的禁卫军从黑暗中走出。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小孩说话的方式有点像？怎么可能？都失踪多少年了，咱们当初都把风镜翻过来了，也没有找到。嘘，还是别提了，这可是天家禁忌，不能流传出去。哎，走吧走吧，继续巡逻。二哥，年过了，九珍坊都开业了，咱们也该跟悠然居谈谈供应糕点的合作了。好嘞，这就去。哎呀，欢迎客官用饭，是厅堂就坐还是楼上雅间啊？诶，是你，姑娘是来找大掌柜的吧？哎，这边请。二哥，跟上啊！今天这合作，你一个人恐怕不能谈成。为什么？二哥坏蛋，二哥瞧不起人。那你去谈，我看看。哥哥就在这等你了，回头别哭着出来。二哥，你等着，你等着。去吧，小妞妞，哥哥在后头，永远做你的后盾。承欢，你慢些走，想吃什么跟何瑞讲，回头送到3层去。哎，是呀，三小姐只管说想吃什么，小的这就让后厨房做。江承欢面带微笑，目光扫了一眼前方，落在江生珠圆玉润的背影上。又是他。小姜块，你怎么来悠然居了？是来送腊肠腊肉的吗？圆溜溜的大眼睛才回头瞄上一眼，里头就传来了大掌柜的允进声。他只能冲江承院露齿一笑，闪身进门。这般不知礼数的野丫头，怎么配进悠然居？前头的郑如谦猛然回身，慵懒的躯体恢复紧绷，表情亦逐渐冷厉。三小姐，江姑娘的铺子跟悠然居有交易，此番是前来商谈新合作的。合作？悠然居家大业大，需要跟这种人合作生意吗？悠然居来往的可都是贵客，是封京的上等世家，若是让他们知道悠然居跟这等子人有合作，恐怕会造成口碑影响。按说我一个闺秀不该管这种事情，但悠然居总归是江家的产业，是江家祖辈的心血，我也不能看着心血被践踏。放你的狗屁！这位尊贵的封京世家闺秀，你10数年的教养就是张口闭柔叫别人野丫头，称别人没教养，还是质疑别人做生意的能力？这种人是哪种人？这等子人又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又算得了什么东西？我呸！从前你欺负人，我大哥斯文不讲脏话，我弟弟妹妹年纪小不懂反击，但我郑老二可不喜欢讲什么礼数。你欺负我妹妹，那就是欺负我，别怪我胡抡脏话，不给你留面子。这悠然居可是江家的产业。哼，悠然居的东家这样瞧不起咱们小老百姓，生意不做也罢。你，就连江承院都听呆愣了，瞪着圆眼睛站在旁边，内心天人交战。哥哥，这个人欺负我，他欺辱我。是你妹妹先欺负人的，我也是哥哥，不能允许别人这样侮辱我的妹妹。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要是我，会不会这样做？掌柜的，你多留些吃，多留些，别客气。你们这是也要吃板栗吗？这个小呆瓜哟，吃啊，怎么不吃？我辛辛苦苦从河北郡运来的呢。那我给哥哥剥皮。大掌柜，我不允许悠然居和他们做生意，我不允许。三小姐，大公子，这是怎么了？
我说我不允许悠然居跟他们做生意。我们兄妹就不为难大掌柜了，生意不做就不做，之前谈好的合作就此罢了。大掌柜要是想吃板栗，随时请去九珍坊，小子就不在这叨扰了。大掌柜的老泪都快飙出来了，跟咄咄逼人的主家嫡女比起来，这兄妹俩称得上善解人意。你们看着嫡亲的妹妹，又看看走远的小姜块，他瞪着大圆眼，不明白怎么就闹到这种局面。那这饭还吃不吃？吃？怎么不吃？这可是咱家的酒楼。只剩大掌柜唉声叹气，还有机灵的小二哥何瑞，看了看远去的江生，又看了眼上楼的江承院。第3次，他第3次觉得这位小姑娘的长相跟江夫人有点相似了，尤其是那圆碌碌的大眼睛，和大公子吃惊的时候如出一辙。东家之前说让您老帮忙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二哥，刚谈好的合作，不要了吗？不要了。从一开始是封京人骄傲，现在是世家金贵，合着咱们小老百姓活该就被瞧不起呗。不同人有不同的活法，真正的教养应该是容纳这个世界的参差，而不是仗着自己的金贵去鄙夷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江生认真地点着脑袋，小脸上都是信服。不过江家那个小娘们儿可真不是东西，还不许悠然居跟咱们做生意，真是屎壳郎打哈欠，一张臭嘴。二哥，你这样得罪江家，不怕遭报复吗？怕吗？怕呀！就算是要遭报复，二哥也不能看着我们家小妞妞被欺负，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受。放心吧，不会的，他还有个哥哥呢。刚才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他哥哥都没有站出来帮忙，可见并不赞同他。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只不过他妹妹会怎么跟他闹，我就不知道了。二公子，姑娘，你们走过去吧，马车实在是动不了。这位公子，咱们板栗有限，每人只能买2斤。您要是还想吃啊，等东家把板栗运回来了，给您吃个够。二哥，你有去运新的板栗吗？别回头卖光了。放心吧，高家兄弟过完年就会直接去运，最多20天就能够带回来2000斤的板栗，闻着便甜蜜芬芳，入口必定销魂。安兄喜欢，只管跟许兄说，这可是他家的铺子。好想吃糖炒栗子，好想吃糖炒栗子。许兄，你现在不给我糖炒栗子，但如果我将来病了躺了，记得拿糖炒栗子来看我。许兄安兄，人来了，可以准备了。许兄，且看我的。孙叔，听说天街口开了一家新铺子，里头有糖炒栗子吃。思环这不是看着您闷，特意请您来尝尝的吗？真不愧是旁系养出来的小门小户，区区糕点就放在心里了。朱家什么没有，还不够你吃的？朱思环表面唯唯诺诺，心底冷哼神笑。你让我排队？我可是朱家的嫡系，你让我来排队？我去，三叔我去。说时迟那时快，安俊卯足劲儿冲过来，胳膊肘故意屈起，撞到朱志的肚皮上，只听得扑通一声，两人栽倒在地。哎呀，是谁要谋杀？来人啊，保管捉拿他！对不住，是小子滑倒伤到了您，真是对不住啊，这位公子。在对视过后，朱志勃然大怒，认定安俊是个无权无势的平民。三叔你怎么了？你怎么当街打人啊？安兄，许兄，这下你得拿糖炒栗子来看我了。三叔别气了，你当街殴人传到朱家可如何是好？是这人先行袭击我不过是还手而已，大家都可以作证，是他先伤的我。学生安俊于大年初10在天街口遭朱家人恶意报复，学生对不起皇上赏识，学生这就把命赔给朱家人。隔天，天家宣了朱家人进宫。4天后，朱家人经过反复挣扎，终于把朱志的名字从家谱上划去，并昭告整个方京，朱志被逐出朱家。但那又如何？朱志依然好端端地住着别院，娇妻幼子在怀，
金银不缺，吃喝不缺，乐子不缺。大哥这般瘦弱，打得过朱芝吗？不会被反杀吧？要不还是我去吧。谁都不去，大哥也不去。可万一追查到了呢？大哥可是要考会试做状元的人，过往得干净，不能沾血。大哥，许县令夫妇愿意看到你为了复仇牺牲掉原本的坦途吗？亲手杀人，真的不会动摇你原本的信念，影响你10年寒窗汲取的知识吗？大哥，恨朱志的可不止你。当月20日，外出寻欢的朱志被人乱刀砍死，结束了他废物般的人生，也让许墨心头的执念彻底消散。是你让江三骑马回云水县的，他7天仅睡3晚，裤子都磨破2条，你可知晓？常燕点头，他知道。你还让江三把高家人找来，既然都来了安水郡，怎么没给老朋友带点风京特产，腊肉腊肠什么的？常燕摇头，这个他真忘了。是特产的事儿吗？现在是高家人的问题。大哥你放心，高家人仗着高氏是县令夫人，没少欺凌乡里，死不足惜。江三至始至终没有露脸，就更攀扯不出来我。最重要的是，为了朱家做后盾，谁也不会因为一个废柴的死大动干戈。小五，以后有什么事还是得跟大家商量。常燕乖巧点头。大哥，都是我的主意，是我求武帝帮忙，是我不愿意看着大哥一个人辛苦筹谋，我也想复仇，我也想为爹娘做点什么。朱志害了你的父母，也害了我的爹娘，他明明是我们2个的仇人，每次却都是大哥冲锋陷阵，都是大哥辛苦筹谋，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做不了。咸阳县我给他下了致敏药，可耐心治上半年就能痊愈，除此之外我束手无策。我不配为人子女，我不是个好孩子，所以我央求武帝，求他为我想办法，怎么能杀了朱志？武帝才为我出谋划策，为我隐瞒所有，都是我不好，是我迫切，是我不择手段，请大哥责备小嗣，一切与武帝无关。小嗣别害怕，大哥不是想要训斥你，只是告诉你，往后有什么想法都要告诉大家，不要一个人憋着忍着，只要你说出来，别一个人藏着压着。是啊，小嗣，咱们是兄弟，有什么话只管跟哥哥说，二哥肯定第一个赞同。都是小嗣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前几天都没好好吃，现在多吃上2口，这馅儿啊都是我亲手磨的呢。揣着复杂思想，小姑娘慢慢走到悠然居，正好江承欢从雅间出来，目光红红的，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瞧见江生，他迅速恢复金贵，高傲道：都说过不与你合作了，还来做什么？别指望再耍心机，我哥哥不在这里，你诓骗不了他。江生疑惑地抬起头，视线缓慢深延，最后与木阶上的江承欢相撞。蹲在柜台后的小二哥猛地站起来，起初他还有疑惑，现在他好像知道这个小姑娘的真实身份了。迟疑了片刻，小二哥还是转身跟大掌柜告了假，然后转身直奔江府。您是哪位？找谁啊？我是悠然居的，找江府，找江老夫人，是酒楼有急事儿。不多时，门房领着个大丫鬟过来，正是江老夫人随身伺候的谭月姑娘。见过谭月姑娘，小的何瑞，在悠然居干活。我记得你，老夫人已经在等着了，跟我来吧。原来是你呀，悠然居应该不是急事，你只管慢慢说。小的在悠然居看到一个姑娘，但不敢肯定什么，只是想来禀报老夫人一声。那位姑娘的大眼睛，依稀与大公子有几分相似。何瑞是吧？你且慢慢说，别着急。那女娃到底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什么过往，这一切我都要知道。今年11岁了，圆圆的脸蛋，圆圆的眼睛，有点过于圆润。我跟着大掌柜打听了一下，只知道他是安水郡来的，有5个哥哥，没什么血缘关系，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
跟咱们悠然居做好些年生意了。哦，对了，大公子在咸阳县的时候就见过他，时常念叨几句，有2次还惹得了3小姐生了脾气。这会儿2位姑娘正在悠然居里，似乎有些争执。来人，驱车去悠然居。江家动作迅速，不多时赶来了辆3匹高头马车，换辆普通些的，不起眼，但内里舒服柔软的。很快，马车启程，带着江老夫人、谭月以及前来报信的何瑞，赶往悠然居。我的车会有人给你赶过来的，放心吧。刚才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还有咱们3小姐都去哪里了？小二哥脸上写满了不可说，指向3楼包房。你在看什么？我不允你在门口吵扰，是不想坏了悠然居的名声，平白的惹旁人关注，可不是带你欣赏雅间的。是你让我来的，还不让我看？那你把眼睛蒙上呗。悠然居是江家的产业，你兄长当众辱我，双方必定不能再合作。上次没表达清楚，这次我要掌柜的亲口说，你总能死心了吧？是的，咱们以后不能做生意了，不光风京、安水郡和咸阳县的也不做了。江生心底一个咯噔，虽然早有预料。你不要怪我，怪就怪你兄长那张嘴，要怪就怪你太招人喜欢，连我唯一的哥哥都要夸赞欣赏你。不怪我哥哥，我哥哥也是为了保护我。生意断掉就断掉，没什么可说的。大掌柜，东家发话了，合作继续，不许断掉。嘎！你一个小二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的话难道不能代表江家？可您不是东家，您只是江家未出阁的姑娘。是谁说的这话？是谁？是母亲？是哥哥？还是祖母？我要去问问他们，为什么？马车里，这位金贵的江3小姐再次失声痛哭，但到了江家，她必须要擦去眼泪，恢复端庄与大方，从容走进江夫人的院落，规规矩矩的见礼问好。承欢似有些心事。那日在悠然居，哥哥装傻充愣，任由别人辱我，心已经歪出去了。如今又让我在悠然居落了面子，母亲，江家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嫌弃我了呀？别怕，你永远都是江家的嫡女，丢失的那个找不回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事，东家不愿意因为私事影响生意罢了。那咱们就继续合作，腊肉腊肠都没了，我让人去作坊搬运，精美糕点也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来，明日给送吧。他圆溜溜的大眼睛咕噜转动，思考着利弊。大掌柜，你可不能今天说继续，明天再断掉合作呀，我们的货也是有人抢着要的。放心吧，我们东家说的话一言九鼎啊。老夫人，接下来怎么办？差人去安水郡，我要这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消息。即使封京的糖葫芦卖到了15文一只，江生还是狠狠心跺跺脚，咬牙买了。小姑娘背对着商贩，刚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张口，才咬进嘴半颗，眼前的光就被挡住。你是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许兄的妹妹，我在九珍坊门口见过你。你怎么在外头一个人吃糖葫芦？难不成是偷吃啊？江生的表情霎时灰暗下来，眼底写满了愤愤。不会是真的吧？那我可得告诉许兄，你偷吃糖葫芦不给他，你可要小心点哦。唉，这孩子与大家闺秀真是半个字的边都沾不着，若真是，将来少不得多教几番。别看了，那是人家小姑娘的书，你们怎么能看呢？我们家的小姑娘回来了。小姑娘去哪里了？足足离开了1个时辰。我去悠然居了，经过我的力挽狂澜，百般说服，悠然居的东家答应跟咱们继续合作了。就只是去悠然居了？当然。没偷吃点什么？对啊，没有偷吃。你们笑什么？
当带着糖渣的手帕摊在跟前，江生才知道他吃完糖葫芦忘了擦嘴，难怪哥哥们全都痴痴的笑，难怪五哥那么笃定。扣除给2位姑姑的月影、另房费用以及原材料费用，3个月的净利润不多不少，刚刚好1300两银。小江生，二哥花的钱都给你挣回来了。二哥，江生，我的医馆没赚多少钱。小四，医馆挣得少就挣得少，只要还能赚点钱，不至于亏本就行。小温大夫看见穷人就义诊，有时候还要倒贴药，能赚到钱就奇怪了。我原是想让医女按摩把钱挣回来的，可温氏医馆还没有打响名号，医女无人召请，医馆这些时日赚的钱，除了买新药，几乎全都贴出去了。小四，只管放心去做你的，二哥在后头挣钱，就是给你们花的。是啊，四哥，医馆咱们就没想过挣钱，主要是让你精进医术的。小四放心，医馆是你自己的，只管大胆去拿自己的主意，哥哥们不会妄加一言。快坐下，快坐下，吃饭了。想不想让温氏医馆赚大钱？放心补贴贫穷的百姓。这次我又得出去一段时间。大哥2月底就要会试，你1月底出门，这么短的时间能回来吗？我不回来了，傻江生，人年纪大了，时间就变得可贵。贡院门口少的我，大哥依然考得上状元。北边的生意我不去，东西就运不回来。是啊是啊，可是二哥才回来没多久，又要出远门，我舍不得你。其实我这趟是看看能不能把北疆浙东线给通了。我要去北疆，还能不给老三捎点东西啊？早想你前头去了。还不够，再来点儿。三哥在外头缺吃的少穿的，多带点总没错。江生，你刚才不是还舍不得我吗？是舍不得呀，但是更舍不得三哥。他一个人在外头过年，肯定吃不好穿不好。二哥早点到，替我们跟三哥问个好。哎，写给老三好久了，但是还没找到风京去北疆的远游人，不如交给你，辛苦了。希望三哥看到这些东西能开心。九针坊跟作坊，以后全部都交给你了。二哥放心。二公子，二公子等等！二公子，二公子等等！二公子，我们也给兄弟们准备了点东西，拜托二公子带过去。拿得有点仓促，希望兄弟们不要介意。马车再次腾飞，朝着遥远的北疆。麻烦二公子告诉他们，我们想他们，很想很想。麻烦二公子告诉他们，我们想他们，很想很想。追上了吗？东西带上了吗？带上了，多谢姑娘提醒。带上了，多谢姑娘提醒。阿婆下次找孙子孙女来买吧。您这么大年纪，要是出点事，惊动奉天府可如何是好？阿婆，你能起来吗？要不要我找人扶你啊？是我自己摔的，从来没怪在你身上，怕什么？这话你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呢？那您是不要这糖炒栗子吗？我们刚送出去，这多不好意思啊。当然不要，不过既然你心地如此善良，我便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收了。在天街口的角落处，刚才还拐瘸的老夫人正深沉凝望过来，眼底滚满复杂的情绪，似感慨又似哀叹。老夫人，您看出什么来了？反应快，机敏且不失善良，还是吃过苦之后的善良，比天真不谙世事的单纯更为可贵。他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说话成套，还能跟悠然居做生意，可见不缺头脑，至少不用担心被江家人欺了去。只不过有一点，想要融入江家，受到世家人尊敬，还得一段路要走。那就现在吧。好，
四哥、五哥，你们俩也有小秘密瞒着我了吗？四哥，你忘了我分你包子吃。五哥，你刚退烧，还是我喂你的菜糊糊。你们，小五，要不就带着妹妹吧。原以为风京那么繁华，没想到城外跟安水郡差不多。五公子，咱们都离开风京几十里路了，还要走吗？继续走，什么时候看见寺庙，什么时候停。可等他们藏好马车，蹑手蹑脚地爬上去，才发现里头住着好几位女施主，好多漂亮姐姐啊！可为什么生活在破庙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单靠着那点菜，他们怎么生活？好问题，好思考。看不出来小江生也有脑子了吗？眼看着江生都快要站着入睡，破庙门口终于传来了动静。只见一辆马车停在外头，上前不缓不慢地敲了3下门。世子，你可来了。世子，妾也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呢。江生还没见过这样香艳的场景，大眼睛瞪得溜圆，小嘴也不自觉张开，似有晶莹剔透的口涎在蔓延。常燕这才发现破庙里的画风变了，赶紧让江四蹲下。怎么不让看了？我还没见过呢，让我再看看，再看看。看什么看？那是你一个小孩子能看的吗？江生捂着后脑勺，有点不理解，怎么就不能看？姐姐们多漂亮呀！那也不许看。差不多了，江三、江四，按照之前说的做。这样不太好吧？我在爹爹的医书里看过，这种情况容易造成男子应激，很可能男震雄风。他该。世子来这里了。混账东西，竟然金屋藏娇藏到如此地步！哎呦，我的腿，我的腚，我的尾巴骨！路过山坡底，不出意外看到了焦急的车夫，似乎要回风京搬救兵。四哥，你到底要去哪里挖草药？好远啊！今天还能不能挖到了？医馆里有病人等着呢。你干什么？不要命了你？我们只是医馆的大夫，没有钱赔给你。大夫，求大夫出个诊，我这里有个病患，10万火急，银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治好我们的事，公子，多少银钱都是的。你这话可是真的？会给咱们银钱？真的，真的。那就去看看吧。大夫，我怕疼，你别弄疼我呀。银钱好商量，只要不疼就行。没什么内伤，应该就是骨伤。我要看看伤口。真好，时光堪比工笔，足以将一个人的外貌雕琢到连近亲都认不出来。即便是他也不例外吧。骨头没裂，只是筋骨挫伤以及皮肉肿胀，先休养个把月，再做调养。大夫，你这开的都是便宜药物，怎么不给我开贵的？最少也得几十两银子一副啊！贵贱药物都是治病的，几十两银子一副和几十文一副效果相似，没有必要花冤枉钱。我的医馆在风京，叫做温氏医馆。若是有什么善后，尽管去找。四哥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言起戏来我都当真了。我观这位公子身份不低，主要是想兜售一下医馆，总不可能天天劫富济贫。医女们能够进入风京世家后院才是最重要的。恭亲王独子因父亲脾气暴躁，又娶了位河东狮后，在府中非常没有地位，所以酷爱金屋藏娇。四哥，你若是一名昭著，迟早是要与风京世家紧密联系的。你的医女们也是为世家夫人准备的，与贵人打交道是迟早的事。温之允突然领悟了常燕话里根本的意思，人也彻底归于平静。那样就可以招更多的女工，救助更多犹如张姑姑、苗姑姑一样的女性了。当然可以，只要有一位世家客人，后面的就会源源不断。大师傅，你怎么来了呀？悠然居不炒菜吗？最近悠然居糕点卖的甚不错，
我过来看看，能否加些量。只不过，张香莲毕竟是一个人，不仅要捏精美糕点，还要兼顾九珍房铺子，实在分身乏术，所以并没有答应。哎，不加量也行，限量才能激起贵人的购买欲。江生歪着脑袋，恍惚想起来自己以前见过的发情小公狗对着小母狗搔首弄姿的模样。九珍坊的糕点还是不行啊，只有普通百姓来买，没有一个大户人家愿意品尝。卖给贵人哪有这么简单？悠然居能够起来，乃是因为东家本身就贵，其他贵人为了捧场，才逐渐有了大酒楼的模样。恰逢张香莲来送新出锅的糯米枣糕，大师傅突然正襟危坐。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贵人吃的东西，除了口味，就是一个特殊性。这跟九珍坊的初衷显然相背逆。你看看哪家公子姑娘吃几十万一斤的糕点，即使吃也是偷着吃，绝不可能拿出去待客。咱们都没有贵人的人脉，那就只能靠噱头来吸引贵人，让贵人觉得能吃上九珍坊的糕点是一种荣幸。做生意讲究一个方向，你们既然已经走了平价亲民的路子，就别想挣贵人的钱了，薄利多销，一样能赚个盆满钵满。大师傅说，九珍坊走的平民路线，而贵人们吃的是特殊性。为什么是特殊呢？不能是唯一吗？他跟张姑姑交代一声，便踱着步在天街口晃悠。风京真的很繁华。都是我不好，撞到了姑娘。姑娘可有不是？风清竟然有这么圆润的小孩子，还是个女孩子。小孩，你撞到我了，但是我不生气。我就想问问，你天天吃什么才能这么胖啊？你才胖，你才胖！天天吃板栗，吃大肘子，还吃糖葫芦。姐姐，你不生气我撞你啊？不生气啊，我说你胖，你生气了吗？江生摇摇头。那不就得了。妹妹，我能捏捏你的脸吗？这么圆太可爱了，太想捏了。江生思考片刻，大义凛然地点了点头。哦，真是太乖了。都说有缘来相见，今日看见妹妹，我心头就欢喜，便交个友人吧。我乃姚氏思清，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姑娘，你忘了问人家的名字了。失策失策。姑姑，又要偷吃糖葫芦啊？你的哥哥们都叮嘱过我，不能跟你吃太多糖葫芦。姑姑放心，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10岁的孩子，不会贪恋糖葫芦的。姑姑，你学坏了，我找你真的是正事儿。咱们铺子里的糕点目前有10几种，可有哪种是独一无二，别人家铺子里没有的？没有。可没见风清有别处卖莲花酥的。因为这个糕点制作复杂，他们卖不上价格，也犯不着得罪悠然居的东家。真要是有哪家店想做，买2个回去研究研究就会了。江生苦恼极了。小江生，你的梦想不是吃饱喝好睡觉吗？怎么钻研起了九珍坊的糕点？咱们现在生意挺好的，温饱不成问题。不是温饱的问题，姑姑最近又拿剩饭出去了吧？九珍坊每天卖出的糕点有限，供给悠然居的也不多，再加上糖炒栗子，你跟苗姑姑2个人也够了。再招人是不划算的，只有九珍坊卖的更多更忙，我们才能招人，不是吗？再说了，九珍坊是二哥辛辛苦苦开起来的，他交给了我，我定然要努力让九珍坊更好。姑姑，我没有做错吧？没有，当然没有。只是我的想法破灭了，我们做不了独一无二的糕点，永远也成为不了世家夫人的待客首选。看来还是得走别的路才行。我倒是有个想法，风京的糕点种类繁多，就算创新了，也很快就会被人学走。
倒不如从别的地方琢磨点新意。你还记得孔师傅让我做的模具吗？虽然对面的铺子也卖糯米枣糕，但没有咱们的雕花，更没有模具。用雕花来区别造型，创造独一无二的糕点，是个不错的主意。只可惜雕花不难，模具也能找到，迟早还会被模仿。小小荷花酥，只要你的糕点卖到了世家的桌子上，谁敢不要命的去模仿？怎么了这是？又要练你的狗爬字啦？江生小脸立马垮下来。8岁启蒙，9岁练字，能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哥哥都没你厉害。再说你又不需要科举，能够通过阅读扩大心胸，了解到自身以外的世界，便足够了。大哥，我想麻烦你给我画个画。画？这是什么？是我们吗？谁画的？真好看。是我们。我的画技是不如扶风的，你要是等得了，我给他写信，托他为你画上几幅。等是等不了，但是大哥可以先给我画2幅，再让扶风哥哥也画几幅，反正也不嫌多。哼，小机灵鬼，既然想通吃，说吧，画什么？画点花，或者小动物，越新奇越好，越少见越好。我明天就去找上次订模具的师傅，要他快些赶出来，差不多3天左右。姑姑，我想到了，我们不光要雕刻花朵，还要在上面刻字，卖给谁就刻谁家的姓氏，或者干脆印上名字，不仅独一无二，其他糕点铺子也不敢随意模仿。那我们卖给谁呢？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会找到的。赵元哥哥，好久不见，怎么不进铺子里看看呀？我想吃糕点，但我娘不想吃，还说再吃就打我。你想干什么？没什么呀，就是想问问赵元哥哥，要不要吃糕点，还是那种专属于你一个人的糕点，除了你，此糕点不卖给任何其他人，出再多价也不行，而且不收你银钱哦。行，在哪儿？你给我尝尝。3天之后吧，3天之后你来九珍坊，放在铺子最中间的，就是专属于你一人的糕点。已经开门半个时辰，大家只看不问，这也不是个法子呀。姑姑你别着急，想想什么情况下你会看见新奇的东西，但是又忍住不问。买不起的时候。见过赵公子，九珍坊欢迎赵公子。别，你可别跟我行礼啊，回头让许兄看见了，我不好解释。赵公子，您前几天定做的独一份糕点已经出炉，烦请这边看看满不满意。这些不要钱，要是在悠然居，至少卖2两银子。不仅不要钱，往后这道糕点只有赵府能买。赵元哥哥，且尝尝吧。真不枉咱们免费送出的这第一份的糕点。在跟五哥激烈商讨过后，江生又布置了个后手。刚才赵家公子买的什么糕点？给我也来一份呗。给我也来一份。这位客人，刚才赵公子拿的是定制糕点，独属于赵府，不卖其他人。那我们也想要怎么办？对啊，那我们怎么卖？当然是定做了，但凡客定的糕点都是独一份的，除了您谁都不卖。我也来定做份这天下独一无二的糕点。这位公子想要什么图案？又印刻什么姓名呢？图案随意，姓氏刻江。烦请江公子3日后来取。年轻公子傲然点头。糕点已经定下，只是我不太明白，大哥为什么要定制奇奇怪怪的糕点？江家又不缺专门做糕点的大师傅。最重要的是，大哥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非要让我去定？问这么多做什么？我们可是一个祖母的亲兄弟，连排序都是跟着你的。今儿要是你是万火节叫我过来帮忙，还不告诉我真相，当心我跟祖母告状。多大的人了，还是张口闭口告状，跟小时候似的。这是我在安水郡结识的一个妹妹，几次想要帮她点忙，都错过去了。今日难得遇到，当然要帮一把。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你是江家嫡系大公子，我是庶侄，论起影响力远不如你。好了，大哥请你吃酒，今儿不去悠然居，去其他地方。我们小江生越来越棒了，做起事情来一套一套的，思虑更周全，想的也更缜密了。是啊，妹妹越来越厉害了，跟二哥一样厉害，确实值得夸赞，都知道请托了。
只有3家客人罢了，想要九珍坊成为世家夫人待客首选还早着呢。那会儿你们再夸我吧。张香莲跟温之允都笑了起来，只有常燕眼尖看到了他手腕露出的亮银色，微微一怔。这几天太忙，竟然把重要事给忘了。买点什么好呢？姚思清赠了我一个银镯子，我要赠个银簪子还是玉镯子？要是二哥在就好了。姑姑，4哥5哥，我要出一趟门，会赶在晚饭前回来的。知道这几天妹妹见过什么人吗？小五，是妹妹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是不是太过忽略江生了？从斜阳县到丰京，从几文钱到上千两积蓄，他一直穿着最便宜的成衣，用着姑姑给他的红绳，从来没有挑剔过，更没有任何首饰。我们只顾着他的吃穿，只顾着教他认字成长，看着他一点点学会做生意，却忘了这个年纪的姑娘最爱漂亮。如果我们不给她这些漂亮的东西，谁又能给她呢？就算别人给了，真的能收吗？小五，你是说有人越过我们送给妹妹首饰？常燕沉重地点了点头。那江生刚才，小五，我们要跟上去看看，一定要跟上去看看。公子姑娘们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啊。这里的簪子可真漂亮呀，相比较之下，张叔买给翠儿婶的梅花簪简直粗糙到不能看。什么时候回安水郡，一定得给翠儿婶带个好看的梅花簪，就要这个了。银楼明码标价，1分钱都不给讲。姚姐姐，我可等到你了。哎呀，是江生呀，你来这里做什么？他家的东西可不便宜，给姐姐挑的，给姐姐挑的回礼。我没有银钱定制，就来了银楼挑选，只盼姐姐不要嫌弃。好看吗，妹妹？好看，好看。你呀，以后不要来这个银楼挑人饰了，我带你去几家铺子，才是又便宜又好看呢。好啊，好啊。他这个年纪也是该交个友人了，我们也不能总是看着他管着他。温之允咬着下唇没说话。说起来，我们也该送小江生一些首饰了，正好这有个银楼，不如进去瞧瞧吧。小五，你有钱吗？夫人，这就是丰京最大的银楼了，想要什么随便拿，为夫来结账。我生辰你就送些银饰啊，罢了，你也没什么银钱，银饰就银饰吧。四哥，钱来了。见过公子。见过公子。公子，这些时日没有见你来医馆，可是已经彻底痊愈。这是谁？你什么时候病了？他为什么叫你公子啊？恭亲王世子有口难言。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再不说，砍了你的头！我是温氏医馆的大夫，我们医馆里有专门为夫人们按摩放松的医女。公子他是来为夫人订医女的。对，就是这样。你们还有医女？虽然是个没听说过的劳什子医馆，但世子能有这份体贴，妾很欣慰。夫人喜欢就行，正好今天走了几十步路，回头就叫医女给你放松。那我能不能晚上去一趟悠然居？世子妃猛地抬起头。我不去。哎呀，我才不去呢，谁喊我都不去，我得在家中陪夫人。世子有心了，我们去挑银饰吧。公子，您看这多不好意思呀，是我不好，打扰了公子与夫人，我这就退下。他转身欲走，仿佛刚才真是偶遇。恭亲王世子卸掉怀疑，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叫那什么义女来恭亲王府候着，好好伺候世子妃。另外，把那天的事情忘掉，若是泄露出半点，仔细你的皮根筋。小五，我没有钱给妹妹买首饰了。张院有心了，这可是九珍坊新出的定制糕点，每家每户没有重样的，公子特意买来给您老品尝的。确实不错，糕点很别致，适合走亲访友。老夫人可是要订上些，送去几位姻亲世家。几天没有关注，小丫头竟然想了这样的鬼点子，不错，真是不错。不过是个假货，在这里摆什么世家千金的谱啊？还不知道亲爹娘是个什么成色呢。江承欢下马车的动作一致，藏在袖子下的五指握成拳头。喂，你怎么还不从江家滚出去啊？不找你的亲爹亲娘吗？他们也失去了一个女儿啊。三小姐，快先回去吧，大公子让人送糕点来了，这会儿估计正找您呢。大公子又送了什么糕点？是定制的糕点，一盘可贵，得1两银子。据说在整个丰京都独一无二，刚拿到手就给三小姐送来了，还热乎着呢。
哥哥总是这么记挂我，还送来这么别致的糕点，真是有心了。二哥呢？二哥没给我买。回四小姐，二公子说太贵了，不值得。好吃就讲，不枉公子提前3天在九珍坊订了这份糕点，总算是没花冤枉钱。九珍坊？这是九珍坊的糕点？是呀，九珍坊新推出的独一份糕点，在整个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还带有江府的标志，除了江家人，谁都不能订。阿娘，我们有钱了，我们真的有钱了。要谢谢东家，没有你们，哪有我们今天？我们的帮助是偶然，你们娘俩能够拿定主意，才是重中之重。姑姑，我们该招点人手了。另外，苗姑姑也不能一直在九珍坊打地铺，得去租个新院子。小江生，你真是我见过最良心的东家了。是吗？良心吗？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挨饿。大哥就要会试，4哥5哥在宣扬医女，2哥和3哥，你们在远方还好吗？马车上，郑老二一连打了3个喷嚏。东家，你怎么天天打喷嚏啊？谁在背后骂你了？呸！这是我妹妹想我了，你一个喷嚏都没打过，莫不是小猪不想你？妹妹不想我。这从路边的残垣断壁以及分辨不出来人类还是动物骨头数量上的递增，就能看出来北疆真不是个良善之地。东家，咱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吗？实在不行，下次吧，下次带着江3、江4来，这样就不用担心头盖骨跟后脑勺分家了。唉，找不着老3就算了，但北疆咱得留个据点呀，总不能辛辛苦苦白跑一趟，就这样夹着尾巴回去了。那行，咱们往村落里走，往人多的地方走。这种偏僻的雪地是真吓人啊！好，杀，抢粮食，吃饱饭，多女人。等郑如谦和汪小松赶到，杀戮已经接近尾声，都冒炊烟了，肉应该是熟的才对，怎么这个味儿？哼，送死！来了，走啊！东家，都怪我！早知道咱们继续走密林，咱们不来村落了。我们要是死了，妹妹得多伤心啊！姑娘还有其他哥哥，我妹妹可就我一个，我走了，她可怎么活呀？别哭了，你不能死，我也不能死。东家，你要是活了，记得对我妹妹好点，给她找个好夫家。小松，东家你可请了，东家你把我吓死了，都没砍死我，差点被你吓死。原来是汪小松啊，没脖子看着可真别扭。多谢这位兄台出手相救，若是没你，我们2个今天肯定逃不了。东家，你不认得他了？啊，我怎么会认得他？你认得？就是他。见过二公子。你是江姐、江1还是江8？我是江5。二公子刚醒，吃点东西补补体力。怎么就你一个人？老3呢？其他几个呢？我来附近巡逻，看到你们2个被大陆追杀，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得去前头的村落救人。二公子别怕，我在呢。走吧，不能耽误时间了，多耽误一会儿就会多死几个人。既然没死，我刚才怎么回事？东家你还好意思问？你刚才是被吓晕的。早知道不提了。不灭大陆，誓不还。既然边疆这么惨烈，百姓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居住？不能往里走呢？因为敌人的心是贪婪的，你退到哪里，他们便侵占到哪里。就算退到安水郡，也不过只是把安水郡变成新的边疆罢了。也正是这些边疆战士和百姓的牺牲，换来了内地的祥和宁静，换来了封禁的歌舞升平。这些尸体可是需要掩埋，会有军队过来收拾。我们大禹王朝的士兵也好，百姓也罢，从来不曝尸荒野。退吧，这里没有活口了。恩人，没有2位恩人我就死了，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呀！公子，队长他来了。这么多人，是军队还好，万一是达鲁可怎么办？我胡说的。属下来迟，整个村子都被灭口，仅有1位姑娘存活。这些达鲁，每个区域再增加2名士兵巡逻，务必要做到第一时间探查敌情，不能再让达鲁肆无忌惮。是，队长，属下在路途上救了2个人。
那怎么行？他们的东西得他们自己分。二哥，你看，我这还留了包呢。还有大哥的一封信，有本事你也让出去。二哥，你莫要生气，不是我们不珍惜家里送来的东西，实在是边疆苦寒，尤其是冬季缺吃少穿。我身为队长，总不能自己吃肉，让大家喝汤。郑如谦不吭声。二哥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第5小队人数这么多吗？其实这里有个秘密，不应该说出去的。但你毕竟是我亲二哥，因为我与儿郎们同享福，共患难，总有人慕名前来，就收留许多村落的幸存百姓，渐渐的人就多起来了。我这帐篷又大又宽敞，总不能一个人享受吧。刚好江一他们都是我的禁卫，索性跟我睡在一起，偶尔还会多几个伤兵。二公子，队长，吃饭了。你们都被去了奴籍，也算是个堂堂正正的禁卫了，将来还有可能做将军，就别叫我二公子了。二公子说笑了，咱们脱奴籍是因为参军需要，没有队长，咱们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讨饭。在咱们心里，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公子姑娘。嘿，是啊是啊。江巴从后头探出脑袋，龇牙咧嘴的笑。郑如谦也笑，笑着笑着，瞄到江巴缺了一根的手指头，终于克制不住酸涩，捂着脸垂下头。队长，怎么二公子突然就哭了？二哥不必太难过，我的确是方家的小公子，也的确有过极高的身份，但方家人的祖训就是为国而战，为守护百姓奋斗到底。从生下来我就知道，父亲袭成了祖父的意志，而我将袭成父亲的意志。队长，二公子，饭给你们打来了，就在这吃吧。快吃吧，一会儿凉了。北疆为什么这么穷？你们是在为国家而战，不应该大力支持吗？封京的世家载歌载舞，随便吃顿饭就几百两银子，就算换成普通的猪肉，够第5小队所有人饱餐3天的。因为有钱的是世家，又不是国库。先帝暴虐征战，国库空虚多年，能够供给给士兵们吃饭就不错了，怎么可能顿顿有肉？更何况北疆那么偏，普通的猪肉吃食根本运送不过来就坏了。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为什么不能上阵杀敌？我真是个废物！大哥，我们是不是没法给爹娘报仇了？我真是没用，连上阵杀敌都做不到。我该死，我该随着爹娘一起死的。冷吗？冷就对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证明自己有用，只有死才是最没用的。做不了上阵杀敌的人，就做那个背后支持他们上阵杀敌的人。无论你做点什么，都好过懦弱的死掉。你不要说什么风凉话，洗菜和面根本不缺我们几个。我们想真正做点有用的事情，我们有什么错？你们没有错，你可以不喜欢切菜和面，但不能瞧不起切菜和面的人。没有他们，你们连饭都吃不上，你们只能饿死。可是切菜和面真的不缺我们，我们也不会做。你看我这手，切个萝卜能破3个口，到最后受伤了，休养了，又变成吃白饭的人，我们不愿啊。既然不愿意切菜和面，也不能练武，那跟我搬东西吧。运什么？运物资，从封京运到边疆，中间可能会遇到打虏，也会吃很多苦头，但你们运来的东西可以给战士们加餐，可以让他们吃好睡好，可以让他们的伤口痊愈更快。愿意吗？好，我去。我愿意，哪怕遇到打虏我也愿意。我会赶马车，要我。我认路，记性特别好，我也要去。郑如谦回过头，正好看见方恒。傻小子，二哥会陪你一起度过所有难关。公子，这是什么呀？你们不懂了吧？这是咱们大禹王朝的郡城分布图，都是东家走南闯北摸索出来的。地图可是咱们王朝的机密，怎么能就这样画出来？是你们要跟我们运东西的，还要质问这儿质问那儿，到底谁是东家？好了，小宋，看看我画的没错吧？东家，他刚刚质问你，你怎么不反驳啊？泄露机密，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怎么能让个长工3言2语污蔑了？反驳什么？当上东家，你就会知道，3天2头质疑你的人多了去了。
我要个个都解释，那不得累死啊！我是东家，我出钱雇你们干活，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拉倒，哪那么多废话？虽然边疆战乱，但外侧的百姓还是能正常农耕生活的，尤其是跟河北郡接壤一带。只是因为冬季时间过长，1年只能收1茬，所以大部分粮食还是得从江南运过来。他找到方恒，兄弟俩嘀嘀咕咕了半天，最后方恒做出决定，派出1个小队的人守在边疆，长工们运来东西交给军队，就可以离去，最大程度保证安全。这次会试，我可就不让许兄你了。齐兄尽管大展拳脚，这次许兄可有足够的把握？把握谈不上，尽力罢了。他俩什么时候那么亲了？都是男人，能不能保持点距离？封建可不流行龙阳之好。安兄只不过性子活泼，爱笑了些。是啊，我就是爱吃他们家板栗。许兄是个好人，知道我穷，经常给我带好几斤。大家都是熟人，怎么没见给我割点儿？我可不爱吃板栗。割你，自己抱着吧，我不陪你等了。许兄可等着你大展宏图呢。大哥，门开了，等过了会试，再通过殿试，大哥以后就能当官，咱们再也不怕被人瞧不起了，说不定还能在封疆横着走。不能横着走，万一给大哥惹了麻烦多不好。那先不给大哥添麻烦了，等大哥很厉害以后，我们再横着走。那也不行，我们得谦逊做人，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克数己身。五哥，什么？我和四哥想去喝碗馄饨，你要不要一起啊？明明1个月也能赚几百两银子，怎么吃碗馄饨还心疼成这样？五哥你不懂，穷过来的人舍不得花大钱，要不是为了给大哥讨个彩头，才不吃呢。夫人吃点什么？2碗馄饨。很快馄饨上桌，不知道多少人用过的碗里飘着半浊的汤，并不精致的肉馅馄饨在汤里起起伏伏。老夫人，要不都给我吃吧？不用了。夫人，一共2碗，40文。老夫人，我这就去拿银子。不是打算把老子丢下就跑吧？万一你跑了，我留个老太太有什么用？2斤糖炒栗子，这不就是那个讹人的老太太吗？怎么现在好像反过来被馄饨摊给讹了？你们今天必须把这40文钱给交出来，交不出来我就报官。我用这个抵。江生不识货，但也知道那玉镯绝对价值不菲，30两银子得有吧？不止，看水头特别足，至少1000两。拿1000两的玉镯去抵40文的饭钱，这不太好吧？人大就抵了，可要说话算话啊！怎么光天化日抢人东西啊？把玉镯还回来，还给我！不许你伤害我妹妹，有话好好说，真动起手来可就不好了。明明是你们先抢了我的东西，现在又要威胁我，封疆还有没有王法？你要的是40文馄饨钱，我已经给你了。这玉镯价格太贵，得还给老夫人。可那玉镯是夫人自愿给的，你凭什么阻挠？玉镯什么价格？2碗馄饨什么价格？你不清楚吗？40文就换来个玉镯子，你这是馄饨摊还是当铺啊？伙计表情僵住，满脸沮丧，倒是周围百姓大笑起来，还有给江生比大拇指的。伯伯、婶婶，我说的对不对啊？对，真是太对了。对，真是太对了。对，真是太对了。江老夫人的心底愈发柔软，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决定了，即使江生不是江家的子嗣，她也想跟这个小姑娘有所牵绊。好了，我们要走了，大家再会啊。江老夫人把玉镯交给谭月，又在她耳边嘀咕了2句。谭月领命，很快拦在江生的马车跟前，说了没2句，又折返回来。老夫人，姑娘说无功不受禄，40文的馄饨钱算不了什么，60文的糖炒栗子也算不了什么。姑娘还说，如果您真的有心，就还100文到9针坊。回江家。
齐家的那位哥哥也来了，还有赵家哥哥、朱家哥哥，嘿，他怎么也来了？常燕伸出指尖挑开车帘一角，粗粗这么一扫，就在人群中看见了曾经和他们几次冲突的江家小姐江承欢。江家一定有个目光短浅但一心爱子的长辈，他掐断了江城院参军的念头，又逼着他科举。即使江家将来地位下滑，江城院也可保此生无虞。从大局观上来讲，这个思想对江家发展很不利，但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希望孩子好好的也是没错。为什么是母亲，不会是祖母？因为江老夫人如果真的目光短浅，就不会有现在的江大将军了。江老夫人能支持自己的儿子成为将军，却不能逼迫孙子也上战场，因为孙子还有母亲，她只不过是个祖母罢了。那这位祖母可真是伟大的人，就像我一样，明明很担心三哥，还要支持他去边疆。小姜块，大哥怎么了？又看上哪家姑娘了？回头让祖母提亲去。光天化日之下瞎说些什么有的没的。哎呀，我懂，回头咱们兄弟私下聊，偷偷说。二哥，别忘了你还带着妹妹。真是羡慕你，有这样温柔的妹妹。哎，昨天还有个馄饨摊在这儿呢，今天怎么就没了？我听说是得罪贵人了。嘘，别问了。我当时就在，好像是得罪了位老夫人，还好有个小姑娘帮忙。说，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江家，祖母被欺负了，不出手说不过去。我想，祖母应该是要我们感激那个出手相助的小姑娘，而不是打击报复馄饨摊主。哎，就是他，他还叫我伯伯嘞，嘴巴甜得很。是他？为什么又是他？他是影子吗？为什么永远摆脱不掉？不管怎么说，他都救了祖母，我们应当感谢。哥哥，差下人去给他送银钱便好了，不必亲自感谢吧？为什么不去？祖母亲自交代的。你还想阳奉阴违？你二哥哥觉得呢？要不我去？你去有什么用？你是大哥吗？你能代表江家吗？既然大家都愿意，承欢又岂能阻拦？只怕大哥一个人不够，我们兄妹也亲自过去感谢吧。江姑娘，上次你救了我祖母，我代表江家向你致谢来了。举手之劳，不必在意。江姑娘，多谢你帮了我们祖母。是啊，多谢你。多谢。江生没有说话，三姐姐这句谢可真是没有诚意。刚才还不愿意大哥过来道谢，莫不是对这位姑娘有什么不满之处？我是真诚道谢江姑娘帮了祖母一次。你个假货，张口闭口祖母，谁是你祖母？你祖母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蹲着呢。我是假货，可我没有觉得我哪里有错。被抱来的时候，我也只是个婴孩，没有选择能力。我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我爱了10几年的父母兄长，突然告诉我都是假的，我不想接受，有错吗？这个世界上我不亏欠谁，因为现有的一切并非我的算计，我也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要说唯一亏欠的，只有那个失去江家锦衣玉食生活的真正嫡女，可她又不是，我凭什么要忍受她抢走哥哥？我不喜欢她，我只是想让她离哥哥远点，离我们远点。她又不是那个被我取代的孩子，我不亏欠她，也有理由讨厌她。我没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假如她是呢？江承院傻在原地，江承风怔愣不知所措，江承宇捂着嘴巴，心脏砰砰乱跳。江承欢最茫然，好似午夜梦回，不切实际的连脚步都轻浮，但偏偏理智格外清晰。江家三小姐犹如绝美的蝴蝶，翩然着摔落地面。欢欢，你别怕，有哥哥在，你别怕。快送医馆，别耽误，找大夫。四哥，那边有病人。哦，我带了小药箱。常燕眸色沉沉地看着，虽然皱眉，但没有阻止。四哥，这就好了。四哥真厉害，又救了一条命呢。老夫人，您不过去亲自接小姐回家吗？谭月呀，今天这场戏从头看到尾，你可有发现？馄饨摊上发生的事情为时尴尬，老夫人您本不该告诉任何人，却还是告知了4位公子小姐。
就是为了牵扯出江生小姐。公子小姐们是您安排来公园门口的，也是您安排人指向江生小姐的，甚至脾气火爆、口无遮拦的四小姐，也是您特意叫来的。只是有一点，谭月不明白，这毕竟也不算什么好事。您为什么不在江家悄悄揭露，而是要在公园门口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是啊，何必呢？私下里解决，江家为保颜面，会对外宣称生了双胎，其中一位养在乡下，11年之后才接回来。自此排序推后，将承欢做姐姐或妹妹。我那可怜的小囡囡，就只能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做什么都比不上她，内心日渐自卑、彷徨、委曲求全、黯淡无光。便是外人知晓了，也只会道一声，到底不是养在身边的。谭月越想越心惊，越想越敬佩老夫人的手腕与远见。我不会赶走江承欢，她可以作为江家养女继续锦衣玉食地生活着。将来嫁人了，江家也是她的娘家，但我不允许她取代囡囡，享受着属于囡囡的一切。我的囡囡呀，刚生下来皱皱巴巴的，跟个小猴子一样，后来养了6、7个月，终于白白又胖胖，还会冲我露出眉牙的笑。结果转眼就丢了，还在外头受了那么久的苦。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终于能朝那个消失又归来的孩子走去，并轻声问上一句：囡囡，回家吗？回家？回家？是啊，江家，你是我们江家丢失的孩子，我是你的祖母。老夫人，您可别逗乐了，我不要那100文了，行吗？不说了，不说了，我大哥要回来了，我们得去接他。好孩子，能告诉祖母为什么不相信吗？江家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会弄丢孩子？啊，大哥出来了！大哥，我给你带了糖炒栗子。你慢点儿，老夫人，有些时候你以为好的东西，未必在别人眼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比你想的聪明得多。可我也是想给他最好的。我能理解囡囡的选择，也知道江家来晚了，可他不愿意回去没关系，但我想常常看看他，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妹妹是个心肠柔软的小姑娘，对她好的人，她会铭记在心，即使后来者的感情，也能在时光中弥补。囡囡不愿回，便做她自己；囡囡愿意回，就是江家唯一的嫡女。大哥今晚回去好好休息，不宜进食油腻，以免刺激肠胃。许墨轻颔首，可算是回来，赶紧吃2口热饭，快！这是怎么了？小江生不开心了？我没有，挺好的，姑姑，主要是饿了。饿了还不简单，吃大肘子去。到底是怎么保护妹妹的？外头哪来的风言风语？到底怎么回事儿？是谁这样做？连江家的脸面都不要了？是祖母，她说找到了那个丢失的孩子。过往种种浮现在脑海。母亲，你没事吧？母亲。焦夫人从怔愣中回神，望着嫡子出色的面容，似乎想说些什么。母亲，承欢有大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接回来了？是母亲去，还是我们一起去？焦夫人握紧手中帕子，眼神几多变幻。母亲，妹妹终于找到了，不去接她回来吗？那是我们江家的嫡女。接是要接回的，只是怎么能肯定她就是真的？我能肯定她就是真的，从时间到年龄，从性格到行为，至于其他的证据，我想也不必拿出来了。是不必拿，还是没有？既然找到了，那就接回来，与承欢一起教养着便是啊。母亲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宣传承欢的身份？他也是您承欢膝下的孩子呀，一胎双叔，既成全2个孩子，又维护了江家体面，不好吗？
楠楠暂时不愿意回来，江家任何人不得去扰她的清静。若是让我知晓，老夫人，您把话说清楚呀。您是担心狄小姐受欺负，才这般行事的。不必说，就让我做这个恶人。怎么可能会不公呢？只是11年没见，生疏是难免的。在这儿傻站着干什么？还是好圆。姐姐不是教你了吗？要多吃青菜。可是瑶姐姐，大肘子多香啊！而且我瘦了，你摸谁的脸呢？可是小江江，女孩子太胖会没有男孩子喜欢的。不会，哥哥就很喜欢我，每个哥哥都喜欢。他们说胖点好，能吃是福。其实我也不希望你瘦下来，但江生，你总要长大的，总要成为一个曼妙的姑娘嘛。哎，罢了罢了，将来身高抽条了，总会瘦下来的。都来悠然居了，姐姐带你吃饭，随便吃。还记得之前教你的吗？不要随便对人笑，要金贵的踏入，要进包房吃饭，要保持神秘。多漂亮的姐姐呀，就是话碎了点。大掌柜正在盘账，看见姚思清就要过来行礼，等瞧见江生，又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姑娘，姑娘来了。要个2层的雅间。大掌柜如蒙大赦，擦着汗过去安排。招牌菜我都点完了，你再添点自己喜欢的，尽管放心要，姐姐有钱。够了够了，还是不要铺张浪费了。刚才在门口踌躇些什么？若是你把我当友人，只管放心的说出来，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我知道姚姐姐身份不简单，应该是封京姚家的姑娘。我跟你说些江家的事情，你可不要笑话我。说着把真假千金的事情讲了，又提方才的纠结。我是想问悠然居要不要白水面的，但又不想跟江家有太多接触。有时候觉得这一切就是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我不贪慕荣华富贵，但我怕眼前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我怕得到了再失去，那还不如从来就没有。要，什么都要，白水面要。我不是因为江家才要的，我知道白水面，有客人在安水郡吃过以后来到丰京找，可我也拿不出来。难得听到姑娘提及，当然是要了。那我便开个作坊给你供应白水面。我们这是走文气的合作，是约定，是生意。哎，好，菜来了，2位姑娘慢用，我去外头招呼人了啊。悠然居用的食材都是最好最鲜嫩的。姚姐姐，如果是你会回去吗？你想要江家的权势，成为江家嫡女吗？江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你是想要亲情？但是江生，我得告诉你，真正疼爱你的人会来找你的，不需要你回去，不需要你用单薄的身躯面对高门世家，不需要你去彷徨的探索，更不需要你谨慎的讨好。疼爱你的人会把一切障碍扫清，再铺平地毯，将你迎接回去。可江家有谁做到了呢？江老夫人做不到，所以她尊重你的选择。我知道了，姚姐姐。好多肉肉啊，江生快吃，不吃都浪费了。吃，也给姑姑哥哥们尝尝，还没吃过羊肉牛肉呢。4公子和5公子看见姑娘一个人出来不放心，跟到了这里，又等了1个时辰。江生把油纸包交给江三，蹑步走到马车跟前，正在思考如何唤醒哥哥们。妹妹怎么了？小温大夫一个机灵，差点摔下去。当看见龇牙咧嘴的江生时，他又笑得眉眼弯弯。太好了，妹妹终于高兴了。哎呀，等了半天，好饿呢。姑姑应该做好饭了，我们回去吃饭。是该回去吃饭了。妹妹饿吗？江生心虚地捂住嘴。你居然背着我们偷吃羊肉！也给你们带了，也带了，好多吃的呢。感谢大方的姚姐姐。这天晚上，整个2进小院都尝了次鲜。等大哥回来了，我们也煮一次羊肉给大哥尝尝。姑奶奶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猪肉10几20文一斤尚能买得起，
羊肉那可是几百文一斤，像这种上好的肋排位置，能达到1两银子一斤，炖上一锅至少3、5斤，也就意味着3、5两银子。为什么羊肉这么贵啊？牛肉贵我知道，因为牛二要耕地，律法不支持杀牛吃肉。因为中原种粮，多栽种粮食，鲜少有畜牧区域，只有产量变多，价格才能随之调低。纵观历史，什么都是物以稀为贵，屡见反不鲜。羊肉那么贵，我们也养羊，是不是就能赚钱了？中原也好，封京也罢，都没有大片的草地，不足以支撑喂养大量牲畜，这也就罢了。我们的羊肉味道膻腥，能接受的不多。要说肉味鲜美，也就只有北疆少数区域才能饲养出来，可那是北疆，战火连绵的地方，谁敢为了一口肉不要命啊？小江生，把水面卖给谁了？是卖给悠然居，还是给其他酒楼了？看着白纸上的黑字，还有红彤彤的手印，以及奉天府的红戳子，那就恭喜妹妹了，作坊的事情也得着手准备上了。我这就去租赁合适的院子，姑姑得空清点一下要来干活的姑姑姨姨们。常燕动了动嘴，想要叮嘱些什么。清点只是知道有谁，但不代表我们就要雇他们干活。姑姑一定要说清楚。再说了，还得给哥哥们存钱娶媳妇儿呢。看来我们得更努力才行。走吧，四哥。好。牙行。江生把自己的要求报出来，便宜，面积大，能够改造成作坊。那就不能在封京的核心地段，至少也得离国子监1个时辰的车程，才能足够便宜，还未必面积大。1个时辰，岂不是快出城了？太远。这里毕竟是郡城，除了核心地段的富贵人家，大部分院落都比较局促，多是些2进3进，价格还不便宜。风景就是寸土寸金的代表，依我看，你与其在风京城内花大价钱租赁，不如直接去外城买个别院，价格便宜，地方宽敞，往后连租金都省了。刚才就觉得有脚步声，没想到还真是，哪来的登徒子，光天化日，投掷杀气。三哥，你觉不觉得这只是一团纸呢？谁会莫名其妙跟在后头，还扔个纸团子过来？还未启蒙的学子吗？亦或者大脑偏瘫的患者？映入眼帘是清晰的白纸黑字，上面记录了一处位于国子监附近的4进院落。江生再往后看，不出意外的瞧见了院落归属人江城院。一定要收下，收下。最后看着他把地契折叠成小块，放在最显眼的石头上，他走了。为什么不收下呢？姑娘为什么不收下那张地契？为什么要收下？无功不受禄，听说过没？可是不能因为江家是个世家就觉得像是失去了什么。假如找我的不是江家，而是一对普通的夫妇，又或者家况赤贫，你们还会让我回去？怎么可能？姑娘吃的苦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回去遭罪。那不就得了？明天大哥的会试就结束了，也不知道共生的第一应该叫什么。二哥会试期间赶不回来，会试结束总能回来了吧？还有三哥，好久没见他了，好想他呀。四哥五哥神神秘秘不知道在做些什么，我得去看看。同一时间，告老的御医府邸门口，抱着药箱的温之允和提着糕点的常燕吃了半个时辰的闭门羹，终于叹息着转身。我们与老先生萍水相逢，不接见也正常，都怪我学术不精。四哥，不怪你，是我们无权无势，也无亲无故。医术是本事，老大夫愿意交是大方，不愿意亦正常。原来我能遇见吴大夫是那么幸运。四哥五哥，你们去哪儿了？我刚才捡到了一个地契，好贵好贵呢，恐怕不低于1000两银，可是给我放下了，我没要。可不能乱捡别人的东西，当心进官衙。我给他放大石头上了，咱不要别人的。国子监的4进院子岂止是不低于1000两，恐怕要7、8千两。若是园林规划的好，宅子布局合宜，8、9千两也要的。以后哥哥们挣钱给江生买4进的院落，想买多少买多少。对，
这是医馆上个月的结余。走，回家吃肉喽。三小姐已经醒来，人很消沉低落，不怎么讲话，任凭夫人安慰也没有开口。大公子给狄小姐扔了块地契，但小姐没有要，又放了回去，似乎打定主意不跟江家有所关联。江老夫人闭着眼，没有任何动作。老夫人，我们真的不接小姐回来吗？奴婢有错，请老夫人责罚，但奴婢是真想不通。郝谭月，你能想这么多，说明是真心对囡囡考虑。贡院门口能看出门道，则证明你这些年成长迅速。将来若是我去了，恐怕就要劳烦你多多照顾囡囡，替她排忧解难。老夫人别说这些，您是要长命百岁的。长命百岁都是骗人的。老头子离开这么多年，我也该寻他去了。至于囡囡回家是迟早的事情，在风京，钱和权是分不开的。只要踏入这权势的漩涡，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保护亲人，你都得奋发厮杀，都得努力前进。他还小，不懂得江家对他的重要性，但是迟早有一天他会明白，就是不知道这身子还能不能等得到。妹妹可以放心去等大哥了。好，等宫院门开了我就下去。大哥考得怎么样啊？这9天吃不好睡不好，发挥哪有平时一般？那是你平时底子没打好，许兄跟你可不一样，人家是安水郡的界员。安兄此时感觉如何？还行还行，总的来说不是很困难，应该能有个7、8成把握。齐怀傻眼了，平时大家一起玩，考试起来真正困难的只有他。旁边的江生兄妹已经围着许墨叽叽呱呱起来，你一言我一语，都是关切。我做了什么孽，竟有个你这样的弟弟？老天爷啊，我也想要许兄那样的乖巧贴心的弟弟妹妹。齐月瞥了眼许墨兄妹，头一次没有艳羡，反而多了分怜悯。他把齐怀拽过去，一阵嘀嘀咕咕。什么？你说江家跟许墨妹妹？小声点。我妹妹怎么了？经过再三考量，我还是想在附近租了个2进的小院。白水面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金贵又特殊，愿意吃的人不多，能吃得起的人也不多，加上产量少，2进的院子也够了。看来你这段时间很努力，是个乖宝宝。不过这段时间没有老2、老3的消息吗？没有。老2、老3这2个没良心的，我们在风京这么惦记他们，结果连封信都不寄过来。等他们回来了，这账肯定得算。大哥，这些天你在考试，我们瞒了你一些事情，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啊？妹妹，不要用我们这种拉人下水的词汇啊。哦，是吗？江生吸吸鼻子，把会试第3天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还不忘辩驳。当时你在考试啊，那么紧要的关头，若是打扰到你，我们内心都会不安的。发生这种事，一定吓坏了吧？换位思考，若我是你们，在那个紧要关头也会瞒着。只是我已经考完，你们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而不是让我从外人口中听到。我知道错了，大哥。那不是人多吗？打算到家再告诉你的。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江生啊，你若是想回去，哥哥们便永远在后方保护你。你若是不想回去，哪怕是江家的将军从边疆杀回来，也抢不走你。大哥会把你藏在身后，谁想抢走你，就从大哥的尸体上踏过去。我们也会保护妹妹，我们也会保护妹妹。哪里用得着从尸体上踏过去吗？江生不会让别人伤害哥哥的，江家也不行。你们回来了，如谦托人捎信来了。算二哥有良心，还知道给我们点消息。二哥说他回安水郡扩大作坊了，边疆的线也已开拓，边疆苦寒，3哥受了好多罪。作为兄弟没多少能耐，但能供应弟弟吃肉。二哥还说让我们在风京世家里扩散消息，看有没有贵人需要给边疆的亲人运送东西，但得加钱。往边疆运送东西是不是有点危险了？还是往军营里送？
这必须征得驻地将军的同意，还得经过重重检验，一旦出了问题，就难逃法则。不用我们选，二哥已经选了。这封信应该寄出有段时间了，按照信封上的内容来推算，二哥已经抵达安水郡，正在扩大作坊，往边疆送肉。再说了，也不必太过担心，给军营送肉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天家也想给边疆战士吃好喝好，只是碍于国库空虚，捉襟见肘。二哥若是真的能够将这条线办起来，得到的嘉奖远大于弊端。这就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原理。反过来想，水能覆舟，但也能载舟啊。二哥必然也是想通了，这事做大后，惠国惠民，也会自己。老二成长了，4年的时光，我会告诉老二，我们支持他，但也请他保重自己，保护好身边人的性命安危。会试已经结束，自我感觉颇为良好，还请放心。4月若出捷报，会再寄去。告诉二哥，羊肉可好吃了，看看安水郡能不能养羊。东家，这是怎么？咱们给边疆送的腊肠被打虏劫走了？呸呸呸！胡说些什么？小松的孩子多机灵，又有军营的人接应，不会遇到打虏的。没什么事，是封靖那边寄来的信。大哥考完会试了，会试过了之后，应该就是殿试了吧？殿试过了就能当官。许墨这孩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现在就等放榜了。大哥说十拿九稳，那就是真的十拿九稳。其他人呢？小江生呢？张姐姐呢？姑姑跟江生一起创了姓氏糕点，在封靖卖得极好，带来不少利润呢。现在又开了新的作坊，卖白水面。那就好，张姐姐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张姑姑也让我同你问好来着。嘿，婶儿有什么话可以写成信，等我回风景带给姑姑。哎，好。虽说有军营的人在前面接应，但他们还是怕呀。为了缓解心底的惧怕，汪小松主动开口：“你为什么叫杨枝啊？这不是女孩的名吗？”我娘说，女孩的名好养活。老话说过，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左手方有个一闪而过的骑马打虏，汪小松的心陡然提起来，赫赫地指着前方，赫然是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杨枝更是红着眼眶，把在车厢里休憩的另一个长工也叫起来，全神戒备。汪小松几乎快脱力，身后的马蹄声越密集，汪小松反而越平静起来。小松，是我。三公子，你可算来了！刚才吓死我了，好多人追我们，好多打虏啊！杨枝在旁边抽泣着点头。小松，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刚才是我们呀。对啊，越追你跑得越快，幸好咱们是骑马的，否则不得跟你到天涯海角。应该是眼花了，谨慎点是好的，但也不能谨慎成这样，我们追了半天呢。是啊，也许真是。队长的意思是在咱们之前真的有个打虏过来，只是后来撤退了。这条路不安全了，打虏在这里见过你们一次，恐怕还会来第2次。若是没那么好的运气，能在打虏之前见到行军人，人和货必定惨遭毒手。队长，他们既然人少，咱们想办法灭了就是，这可是最近最便捷的路了。连哨兵都跑了，咱们怎么找他们？江武带着江七、江八2个身形比较小的躲进车厢内。有江武他们在里头保护，你们不会有危险，但是可能要遇见杀戮。若是你们不愿，到了休憩点就把肉卸下来，衣服换给江武他们。我愿意。汪大哥，你可以在休憩点等着，我一个人去，我可以的，我不怕。好，我去。边疆里的休憩点就是个小屋，能够遮风挡雨，吃口饭，简陋的紧。江南的休憩点可就不一样了，那可是个茶厅，里头的茶水都是免费的，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茶厅？那岂不是四面漏风，冷死了？嘿，江南暖和啊，没有风都热死了。正是茶亭四面漏进来的风吹到身上才凉爽惬意呢，再吃上一碗冰圆子，那可真是绝了。杨枝的表情从呆愣转为艳羡。好小子，跟着哥哥混，以后带你去江南吃好吃的，那边的烤鸭哟可便宜了，才几十文一个。汪小松牢记方恒叮嘱，
和之前一样保持谨慎，速度时快时慢，偶尔还要抱怨2句。身后却陡然传来动静，夹杂着喜悦的呼喝以及听不懂的语言。也就是眨眼功夫，马车就被截停，10几个打虏狞笑着凑上前来。有打虏认出他们就是诱饵，口中骂骂咧咧：“夫君，哥，你撑住，队长马上就要来了，杀，给我杀干净！”大哥，放榜了，可是榜上没有你。许墨一怔，大概是有些意外，但依旧平静如水。大哥，这不是安水郡，这里是风京，榜上没有你的名字，是真的落榜了。大哥怎么可能落榜呢？一定是哪里出错了，会不会是贴榜人遗漏了你的名字？要不要去公园问问？江生，考试就是如此，有人通过就有人通不过。大哥从来没觉得自己优秀到能够畅通所有考试，这次不中，3年后再战便是。是我太过心急了，大哥还年轻，落榜个会试算不得什么，18岁再考依然是最年轻的那批学子。不是你心急，而是一路走来都太顺了，让你误以为所有的事情都会那么顺利。人生在世，怎么可能全都一帆风顺？走吧，我们也跟小4、小5说一声，你们都知道了。大哥，你怎么可能落榜？大哥也是人，当然也会落榜，别太担心，以后还有机会。可是小5就不用我解释了吧？不用，我只是很意外，为什么榜首会是他？哪个他？怎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凭什么？凭什么许兄落榜了，他却是会员？榜前所有学子都扭头看了过去，有人忍不住出声：“就凭人家有真才实学，没能力的都落榜了。”放屁！许兄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许兄不可能落榜，绝不可能！别拦我！他说许兄没能力，纯粹放屁！我要揍他！许兄的能力，你们不知道吗？安俊苦着脸点头。唉，安兄在榜，连我都显而又显的过了，怎么许兄就……这也就罢了，凭什么会员是方远？他那个女人怎么来的？咱们都知道。退一万步说，让武将世家的人摘了魁首，咱们这些文官世家真该抹脖子上吊。狗屁精彩绝艳！14岁的会员，你信吗？齐怀摇头，安俊茫然摊手：“许兄，你落榜了，你怎么能落榜呢？你可是我的榜样呀！许兄，这里肯定有猫腻，我不服气，你怎么可能落榜呢？连齐怀都过了，换个人当会员我都不吭声，可怎么能是方远？也许就是我能力欠缺，技不如人。连你都过不了会试，我这辈子都做不了进士，完不成父母的期待了。”许墨啼笑皆非：“还没恭喜齐兄安兄，过了殿试，可就能大展宏图了。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呀！10天后会放出落榜学子的文章，到时候有主考官的批注，可以过来看看。”高家2位哥哥说着板栗可以存放多久了吗？干燥阴凉处可以保存2个月。什么也不用做？小江生，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就这样看着对方恶意压价抢生意吗？是的，干燥阴凉的情况下，板栗也就存放2个月，夏天最多半个月就要生虫子发霉。我们有2哥购买的别院和储存的冰块，可以延长存放。他们有什么？很快10日过去，宫院门口比之前还要热闹。在这儿，我看见许兄的名字了。这不是我的卷子，难道又是捉刀人？齐怀面色大变，催着众人走到角落里。这可不是捉刀人，难道是滕禄生出了问题啊？他们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名。当务之急是找到许兄的卷子，一切自然明了。赵元扭过头，目光落在齐怀身上。安俊恍然大悟，同样看向齐怀。许墨、江生、温之允和常燕全都怔怔地望了过去。行了，今儿齐小爷就算拼着挨我爹一顿，也得让他给许兄找卷子去。齐兄仗义，往后齐兄有什么事情只管招呼一声，我赵元鞍前马后，
绝无不字。齐兄仁义，我等万比不得你，与你差上千里。哎，齐兄，好了好了，别戴帽子，也别用愧疚的眼神看着我。且不说大家都是兄弟，当初咱们为什么要先翻捉刀人？不就是希望每位学子都能堂堂正正的考试吗？现在科举舞弊已经舞到咱们的脸上来了，我辈岂能忍之？齐怀扭头看向贡院大门，白皙的面容上挂着浅淡笑意，轻微扬起的不只是下巴，还有他那颗鲜红炽热的心。要是有风就好了，小风一吹，大秀翩跹，齐兄的风骨当真是天下无双。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齐兄，往后齐兄有需要徐某的地方，只管出声。是啊是啊，咱们九真坊的糕点任齐怀哥哥吃，1分钱都不收。许文十一馆也不收钱，都不收钱。100多个上榜生，不可能把卷子全都拿出来给你过目，只能你把卷子默写一段，我再拿着对比出来。明日我就让人送到齐府，你觉得会是谁换走了许兄的卷子？安俊没敢回答，遥遥地望了眼榜首的位置。如果真是方家，那换走许墨的试卷，将会是他们做过最错的一个选择。慧媛啊，他们真敢想。同样遥望榜首的还有常燕，相较于赵元等人的乐观，他眉头皱得最紧，人也更为紧绷。小五，大哥会沉冤昭雪的吧？会的。齐家。齐怀从江三手中取来试卷，心底几番犹疑，到底还是走向了父亲的书房。父亲，我有事求见。进。父亲，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能不能去贡院试卷阁找一份卷子？你想做什么？贡院的试卷岂是随便就能碰的？你老子是礼部尚书，又不是皇帝。父亲，不是随便碰，而是遇到换卷的情况。是不是那个许墨？他的试卷被换了？是，许兄比我优秀的多，却落榜了。我们心底都有些疑惑，查看批注时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的试卷。齐贡镇一点都不意外，优秀学子才容易被盯上。父亲，这是他连夜默写出的会试卷子，我没有资格进入贡院的试卷阁，只能够拜托父亲为我们探查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许兄的试卷。唉，齐怀，这次的事情可比上次捉刀人严重多了，一旦卷进去，连我的职位都可能不保。这样你依然要下定决心帮他吗？父亲，儿不孝。齐贡镇捋着胡须，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父亲，求求你帮帮他，求求了。你们呀你们，许墨是老窦看中的人，要求也应该是他求到老窦那儿，老窦再来求我呀。我还能搭个窦家的人情，结果你们倒好，直接先求过来了，真是笨呐！就算没等到老窦来求我，这窦家的人情我也得要，不能跑，绝对不能跑。当天礼部尚书去了趟贡院，借用职权翻找当朝贡生试卷，展查时间后匆匆离去。抱着复杂的心情，齐怀再次抵达书房，不出意外看到了正在发呆的礼部尚书。父亲，是找到了吗？齐贡镇缓缓点头。那是谁？卷子上的名字是谁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父亲可是对过，跟许兄默写的文章是否相同？一模一样，可那本是慧媛的卷子呢。今朝慧媛，方家方远。真的是他？阿怀，你心有正直，我不阻拦，但方家我们招惹不起。身为封京的老牌世家，又有无数军功垫底，方家的枝繁叶茂超出你的想象。如果你也为你的友人好，务必要劝他放弃，3年后还可以再考，还有机会。但如果得罪方家，就没有以后了。齐贡镇的苦口婆心犹在耳，齐怀握紧宣纸，立在2进小院门口，内心天人交战。大哥，齐怀哥哥来了，一定是有好消息。许兄，这次可能会比较难。许兄，
是齐怀不好，齐怀胆子小，是齐怀对不住你。虽然是为了齐尚书那两鬓白发，为了齐家好不容易积攒的家底，但齐怀还是羞愧到不敢回头，狼狈逃窜。齐兄啊齐兄，我怎么会怪你？这是徐某的事情，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能连累有人。可是大哥，就凭我们的力量，要怎么跟方家对抗？是啊，大哥，我们真的有能力跟方家对抗吗？你们别忘了，方远拿的是会员，一个武将世家的人，却在会试时异军突起，拿下榜首，想必也在方家的意料之外。他们是顶级世家没错，但顶级世家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方家有姻亲，必然也有对家，对家不会为了帮许墨出手，但对家会为了打击方家而出手。借力打力，大哥，官场应该有你的一席之地。三哥的二叔，可是在方家老夫人离世之后，才敢夺权欺辱三哥的。但方圆毕竟也是方家子弟，老三消失之后，他们没理由针对方圆。这就要涉及一个方家秘辛了。当年老夫人撇心大房，一度传出二房乃庶出的谣言，更有甚者，听说方老夫人的死也有方家二房的手笔。基于此，方老夫人的娘家怎么再可能跟方家有情谊？不翻脸已经是最后的容忍。哦，对了，方老夫人的娘家姓贺。许墨和常燕简单商量过后，第二天就递了拜帖，想要拜访贺家家主。不出意外被拒，他毫不气馁，接连3天递上拜帖。你是谁？无缘无故拜访我贺家做什么？家主很忙，没工夫接见一个无名氏。我是安水郡守贺成章属地的学生，我今天来是跟方家有关。你不能在贺家乱提四叔的名字，幸好是我来打发你的，换成家主早把你打死了。你从安水郡来的，你见过四叔了吗？他好吗？哎，大人挺好的，是个名官，只是好像跟方家有点……嘘嘘嘘，别提方家，在贺家，方家是个禁忌。可我就是为方家而来的，你应该听说过，方家方远拿了会员。黑皮少年的表情又变成不屑，还有隐隐约约的厌恶。他拿的这个会员，本来是我的。黑皮少年又惊了。我本是安水郡解元，此次考试摘得会员，却叫方家换了试卷。我知你贺家与方家有旧怨，没什么所图，就是透个消息罢了。徐某话已带到，告辞。黑皮少年傻在原地，半晌回不来神。这还就没什么所图，你这算盘桌子都崩脸上了好吧？贺家跟方家有旧怨，你跟方家有仇，跑来告诉贺家，这贺家岂能让人当靶子？不过气愤归气愤，黑皮少年还是第一时间把事情禀报给了家主。我这样直白的上门，真的可以吗？贺家会认为我在利用他们吧？世家花心思，从来只多不少。你要是弯弯绕绕，他们必定谨慎提防；反倒是单刀直入，把目的说出来，让他们自行选择会更好。我们也不依赖贺家。大哥，是时候把妹妹献祭出来了，不太好吧，小五？没办法呀，只能他上了。四哥，五哥，你们是要我再胖点，压死方家人吗？傻蛋，是让你派出手下几十个一亿姑姑，在风京掀起腥风血雨。于是第二天，风京开始多了批闲聊的妇人，他们嗑着瓜子融入人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出对今朝会员的憧憬，连带着对武将转文官的几分小崇拜。这位会员可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嘞，能文能武能拿会员，我看状元老爷板上钉钉是他的。继帮朱思环拿下才名后，他终于以自己的名义进入文昌阁，大肆交谈聊友，将自己浑身的才华倾泻而出。好一个青竹公子！说是贺家不出手，我便只能去求窦大人了。别着急，再等等。5月初，贺家家主于上朝之际参了方家一本，理由是方远并非才子，却拿得了会员头衔，
怀疑会是有猫腻，恳求天家彻查。就是这个时候，大哥，看你的了。一身青衣的许墨站起身，看了眼弟弟妹妹，又看了眼自己执笔的手，终于气吞山河，一往无前。他没有坐马车，就这么徒步去了奉天府。这不是最近声名鹊起的青竹公子吗？他没有回应，依然笔直的前行。路过中书舍人府的时候，赵元默默地跟在了他的身后，谁劝都不回头。路过贫穷小巷的时候，安俊咬牙跟了上来，视死如归。路过礼部尚书府的时候，齐家兄妹立在墙角，死死盯着许墨的背影。齐怀心底的线终于崩断，他还是那个爱国爱民的少年，他的雄心烈火不曾扑灭。他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跳跃，他大喊着：许兄，等我！从二进小院到奉天府，赶车只需1炷香的路途，被少年们足足走了半个时辰。他们笔直郑重，他们一表人才，他们目不斜视。不仅沿途的百姓被吸引，连文昌阁里的学子都忍不住坠在后头，一探究竟。大哥怎么不敲了？并不是鼓声越大，冤情才越深。大哥住手，乃不愿鼓声扰民。何人击鼓？错为何事？见过府尹大人。莫要多礼，有什么冤情，只管进堂陈述。学生许墨状告会试科举，学生试卷被调换，成绩亦下落不明。堂上，奉天府尹的表情也从客气变成了微妙，还夹杂着几分犹豫。大禹王朝律法森严，不容污蔑泼脏。你说你试卷被调，可有证据？自然是有。根据大禹王朝律法，落榜生可于放榜10日后查看落榜试卷。学生于贡院墙壁上发现，那朱卷上只有名字是学生的，其他皆为陌生。为自证清白，学生将会试卷子内容重新默写，只盼府尹大人还学生清白，证明这大禹王朝朗朗乾坤，没有龌龊。你说你落榜了？是，学生的落榜试卷现在还贴在贡院大门上。奉天府尹的手都在抖，迫不及待叫衙役摘来贡院上许墨的试卷，和手中的卷纸对比过后，他怅然失落。来人，持令牌去贡院，将所有今朝贡生试卷取来。当对比到今朝会员的卷子时，负责帮忙的衙役和举人全都傻了。有些事情在心底揣测的时候是一个心情，真正验证了又是一个心情。他娘的，怎么会有人舞弊舞到会员身上去？但凡你换个人，但凡你换个名字，都没那么过分。方家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来人，传今朝会员。好半晌，方家的马车抵达，下来的竟然只是个管家。见过府尹大人，我们公子身体不适，正在由太医会诊，今日不过是小丑跳梁，小的一人足矣。堂上的小老头明显沉默许多。大人，可以继续查案了。学子许墨状告试卷被换，正好与方家会员相撞，你可有话？当然有话说，不过是拿着我们家公子的卷子抄上一遍，这种拙劣的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傻子。奉天府尹的老脸微沉，他刚才也被震惊了，是不是说明他也是傻子？如今这些傻子又来击鼓，又来鸣冤，属实过分，还请大人还方家一个清白。会员试卷一直束之高阁，怎么可能会被其他学子抄写？当然是我们公子流传出去的。早在10日前，公子在文昌阁以文会友，就把这份会员试卷默写出来，满足几位至交好友的好奇心。想必是谁不小心流传了出去，又叫这学子捡到，自作聪明的来奉天府蹦的。所以这位管家说试卷是在10日前流传出去的。大概是10日左右。到底是不是10日，这很关键。
方管家犹疑片刻，到底还是点了点头。大人，学生这卷纸有默写日期，烦请大人检查。大人，这只是一卷纸，谁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大人，或许还有种分辨方式。你说？不如我们当场来默写这卷子，看看谁与原文的相似程度高。那这么说来，随便找个人背了榜首的卷子，再提前准备一份默写草稿，就能状告榜首偷了他的卷子。齐怀迫不及待地抬腿，想要进去给许墨证明。别去，方家会挑出你与大哥关系甚笃，存在做伪证的可能。真进去了，也不过是白白搭上个齐家。那怎么办？就让两方这样僵持着吗？启禀大人，既然双方都无比疑虑，那不如拿出会试原卷，再请出贡院的几位老先生共同辨认原卷的字迹到底属于谁。烦请大人和老先生将原卷拿出来，孰是孰非，一辨明了。许墨的心思辗转，抬起头的时候依旧平静如水，笔挺竖直，反倒是旁边的方管家面色微变，逐渐凝重。许兄太能藏了，前头我都快急死了，结果在这还有一招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提出来查看原卷？你打仗直接和将军对战啊，无论谁和谁打，总得要小兵试探，总得摸索对方底线，总得寻找对手的习惯。耽误点时间之后的一击毙命，总比自大狂妄之后的傻眼强吧。府尹大人，真的要打开原卷看吗？不看原卷如何断案？大人，怎么不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断出来案了吗？奉天府尹不说话，整个大堂内一片寂静。倒是外头的人又开始哗然。出什么事了？府尹大人怎么不讲话？常燕不再回答，表情肉眼可见地严肃起来。这两份试卷与你的字迹完全相同，实在无从区别，只能根据姓名判断。一样的？怎么会一样呢？大堂外再次喧哗，所有人都不解，都激烈的讨论。只有许墨站在大堂中，头脑像是置于鼓中，双耳随之嗡鸣，整个世界再听不到其他声音。安水郡时，我就瞧你是个好苗子，只是心术有些不正，别以为模仿了我们家公子的字迹，就可以往方家身上泼脏水，抢夺我们公子的会员身份。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大哥，大哥，回队，回队！大人，请问这两幅卷子确定都是我的字迹吗？是的，与你提供的默写文章分毫不差，连我都要以为你写了2份。启禀大人，学生发现会员卷的姓名籍贯位置有修改痕迹，分明是有心人将学生的名字修改成当前名字，请大人明察。大人，莫要听这小子胡言乱语。我家公子胡名的时候，不小心手抖掉了些浆糊在名字上，重新剔除后又胡的名字，并非修改。大人，您信吗？先是一模一样的字迹，又是胡名的位置出现修改，怎么那么多巧合都让方家公子赶上了？方家只派个管家过来，究竟是瞧不起奉天府审案，还是方家那位会员才华不够，生怕比拼呢？我许墨就在这撂下话了，不服气可以来比，可以来谈古论今，可以吟诗作对，甚至可以重新考试。请问方家那位公子敢吗？凭什么你要比就比？是不是哪个学子跳出来，我们公子都要比试一番？会员就是来跟你们比试的，你算什么？说比试就比试。大人，种种疏漏您看在眼里，与其反复纠结寻找真相，不如重新考上一次。学生愿意在任何地方接受任何考验，与方公子一起。大人，我们世家的公子可不容许外人随便污蔑泼脏水。已经上榜提名的事情，就因为跳梁小丑要重新比拼，这对我们方家不公。事涉科举舞弊，关系重大，容老夫上禀后再做决定。来人，退堂。大哥，大哥，许兄，许兄，我很好。府尹大人虽然不能绝对的公正，但至少没有偏向方家。可大哥的会员还是没回来，我们岂不是白白折腾了20来天？也没有白折腾，至少我们赢得了民心，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方家这个会员拿着烫手。呸！活该！谁让他们盯哪个不好，非盯上许兄的会员？我在外头听得分明，他们老早之前就盯上许兄了，自以为万事俱备，可没想到许兄拿了个会员。对了，府尹大人说要上禀，是要禀去哪里？皇城。难道朝廷就如此下去了？明明天家才是这个王朝的主人，却叫各大世家沆瀣一气，连主持公道都不能。莫非整个官场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哼，当然有，天家也提拔过不少的贫寒学子，可这些孑然一身的人，要努力多少辈子，才能跟百年底蕴的世家比拼？所以，即使上禀到了天家跟前，依然拿方家没有办法吗？谁说没有办法了？谁说给不了公平公正？这个朝廷，又不是只有方家和他的同党。赵大人，窦叔，大人怎么来这里了？你这鼓声都传到吏部了，稍微打听打听，就知道有个学子要告科举不公。许墨呀许墨，你真是让老夫又惊又喜。方家的确是顶级世家，也的确有权有势，奉天府尹也的确拿他没办法，就连礼部尚书也只能避其锋芒，中书舍人更不必提。但世家并非只有一条心，利益有翻船的可能，敌人也就比比皆是。大人，是不是只要有足够多的支持，足够多的话语权，就能跟方家抗衡，也能让天家放心主持公正？孺子可教也。说白了，天家也要后盾。朝廷中只要有一半的世家附议，方家就不能为所欲为。说到底，大禹王朝还不姓方。许墨的眸光又暗淡下去。许小子，犯难了吧？方经就是这么现实，说破天了，也得用权势抗衡权势，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宿命。大人，可我上哪里去寻得世家的帮助？又有几家愿意帮助无亲无故的人呢？总要先试试，万一能争取到呢？许兄，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啊！是啊，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姚姐姐，你怎么也来了？循着远古来的，你好像有心事。姚姐姐，我大哥遇到了困难，我想帮他。姚姐姐，我应该去求江家了，对吗？求？小可爱，谁说要你求江家了？傻瓜，如果真的需要你求，那求了也没用。真正疼爱你的人不需要你求，不疼爱你的人求了也没用。江生觉得自己好像摸索到关键。人年纪大了，眼睛随之退化，太远的地方已经看不清楚了，只能通过丫鬟判断。老夫人，小姐过来了，她过来了。我的衣裳可还整齐？头发可有乱掉？没乱没乱，依然还是整整齐齐的老太太。见过江老夫人。怎么还叫老夫人？应该叫祖母。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只是个称呼罢了。好孩子，是为你大哥的事情过来的吧？放心吧，江家不会袖手旁观的。那还需要我回江家吗？不用，若你跟着哥哥们快乐，那就在外头吧。江生愕然，帮你就帮你了，没那么多理由的，不用想这么多，开开心心的生活吧。见过顾祖母。封京世家关系冗杂，江家代表的可不只有江家，你且把心放回肚子里。是呀，江家跟姚家是姻亲，跟廖家也是姻亲，跟陶家还有几分关系，错综复杂，可不是说说而已。年纪大了，有些不中用，看来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就让思清陪着楠楠吧。老夫人这身子骨可厉害着呢，我站了1个时辰，浑身都酸，您才打慌。小江江，你可不要跟我生气，也不要跟姑祖母生气，她是怕你吃亏才叫我去教你的。姚姐姐，我是该回去的，对吗？可是江生，姑祖母最不希望的就是你委曲求全，她怕你肆意的活着呢。也没有很为难，我就是突然想知道有祖母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怎么能这么懂事呢？不要这么懂事好不好？你可以任性一点的，每次看见你总会想，我那嫡亲的妹妹若还在，会不会跟你一样伶俐剔透，一样圆润可爱。
还是不要太圆润吧。姚姐姐的妹妹可是出了意外，先天不足，生来2天就走了。若是能够活下来的话，跟你现在一般大。所以这么多的疼爱也有几分移情作用吧。姐姐莫难过，有缘会再相见的。就像我丢了11年，不还是见到你们了？回江家自是没问题，可是你想过怎么跟你的哥哥们说了吗？江生的表情僵住。哎呀，看来有点棘手，也别怪姐姐不义气。这个时候，你还是自己面对吧。大哥、四哥、五哥，你们商量完了？江生，我不需要你为了我回江家，更不需要你为了我求江家帮忙。可是我们没有其他世家可以求助了。大哥，桂圆是你的，不能被方家抢走。谁说没有？我们打算效仿上次，拉拢方家所有正地，即使没有江家这种分量的世家，合在一起也不容小觑。可拿什么拉拢呢？窦大人是欣赏你的才华，其他人呢？不过是以后为他们卖命几年罢了，等价交易，谁也不亏。大哥，江家不需要我回去，江家愿意帮忙，是我想回去陪陪祖母，他们没有为难我。江家不是洪水猛兽，你们劝劝大哥呀，不能跟世家做交易，不能出卖良心啊！我去求恭亲王世子妃，我去毒死方家，我不能看他们这么欺负哥哥和妹妹，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答应祖母了。难道要我欺骗老人？难道要让他空欢喜？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我就是想有个亲人，我想陪陪祖母。江家还能帮到大哥，简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等打败方家，一定要给三哥去个信，还要问问二哥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他了。这天晚上，江生格外乖巧粘人，他陪张姑姑做饭，烧着火唠嗑，还学习了下怎么做大肘子的。你这是打算以后自己做大肘子吃吗？是啊，姑姑，哥哥们呢？江家呢？没来人吗？都在皇城门口呢。小莫已经进了金銮殿，正在和方家对峙。这群臭哥哥居然都不叫我！冷不丁，一辆带着江家标志的豪华大马车停在小院门口，并着一张熟悉又有些油滑的脸。姑娘，我来送你去皇城门口了。何瑞哥哥，上次去悠然居没有见到你，去哪里了？姑娘，我是接你的呀，我以后就是你的车夫了。江生脸上的笑容淡去，手也下意识地搅动起来。哎，姑娘快点吧，一会儿公子们都回来了。四哥、五哥，你们坏蛋，都不叫我。江生来了，妹妹来了。招呼人呀，二哥。招呼人呀，大哥。招呼？怎么打招呼啊？你来了，小生江。谢谢你们能来，也谢谢你们帮我哥哥。江承院的血液凝固了，那是他的妹妹啊，也是该甜甜的蹦跳在他身边叫他哥哥的姑娘。可现在他叫别人哥哥，他为别人道谢。怎么样了？怎么说的？能不能拿回来？方家会不会报复我们？恐怕要拉锯一阵子。今天的金銮殿上，大哥已经不是主角了。啊，那一定很激烈。会不会舌灿莲花？会不会巧言善辩？会不会战况激烈？你来我往，谁都不服谁。落榜小儿能言善辩，要是把这份本事用到做文章头上，别说是个会员，我看状元都能摘回家，而不是在这里巧言令色，谋夺不属于别人的东西。你在胡言乱语。江家身为世家，居然在科举里头搅浑水，谁知道是不是为了江家子嗣做准备？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往后江家儿郎可不缺功名了，只管强取豪夺，只管说别人来路不正。你在胡言乱语。同为封京世家，江家居然帮这个落榜小儿污蔑方家，这其中要是没点猫腻，老夫这名字倒过来写。你在胡言乱语。姓江的，你是不是只会这一句话？你猜。扑通一声，
朱家家主倒下了。皇上，江家欺人太甚啊！不仅笼络个落榜生来搅和，还故意欺晕老朱，这也太过分了。天家抿着嘴没说话。皇上，微臣只是不愿意在您跟前吵嚷，失了世家身份与脸面。老朱这个人脾气是大了点，扶到偏殿歇着去吧。皇上，事关科举舞弊，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一旦误判了，那就是终身受损啊。世家子弟的终身怕受损，普通百姓的未来就不重要了。方家势大，要不是有江家帮忙，连重考都没机会。以许兄的才华，来年说不定又拿个会员。我们来年也得努力，若是能争个前几，就是另一番天地。这就是有实力的学子吗？考上宫生以后，得知成绩作废，第一时间不是生气，而是想着下次可以考更好。只要能争来重考的机会，一切辛苦都值得。徐小子，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我们一群老东西在天家跟前把脸都拼完了，你可不能输给方家那小子。大人放心，许墨必会拼尽全力。多谢江大人、姚大人、齐大人、赵大人。好小子，拿个会员回来，也不枉咱们为了你费尽口舌。若是能再拿个状元，我倒是要给你保个好媒。哪有给自己家人保媒的？哎呀，你这算盘我可听到了。多谢江大人。你应该叫我二叔，楠楠。二叔？他叫了二叔？他没有叫过哥哥。随时回家。大哥，金銮殿好看吗？到处都是金做的吗？随便抠一块都是金子吗？就算是金子铺成的，谁敢抠一块下来啊？酝酿了半天，还以为是要关心我，没想到是关心金子。我都知道你要重考会试了，大哥，你这次可要得罪在榜公生了。真是麻烦啊！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公子直接跟方家那位单独考？谁有本事就让谁拿会员得了。许墨摇头叹息，露出几分苦涩。江家、窦家、姚家联手，加上那么多人帮忙，也才不过让方家答应重考。单独设考，方家不可能答应的。若是真的设了，其他落榜生也有样学样敲个冤鼓。天家今年别做事情了，金銮殿也别上朝了，全部都是单独设考的学子。一旦涉嫌舞弊，就重启科举，也算是不成文的规矩了。早就说你笨，这都看不透，还得公子亲自提点。四儿啊，你还得跟三哥多学学。不过大哥，方家能答应重考，想必也知道这中间有太多做手脚的机会。天道有眼，轮回无益，我辈不屈，挟难压正，会试就会试，手段就手段。我倒要瞧瞧这个不正统的方家还能使出什么龌龊。走吧，回家给老二老三写信。五哥，你在想什么？往里坐坐呀。姑娘，你坐这里啊？我要跟哥哥们在一起，给三哥的信寄到北疆就可以了，给二哥的信寄到哪里去啊？兄妹四个深思了半天，然后北疆的方恒就收到了2封一模一样的信。队长，莫不是疯了？这你就不懂了。家书抵万金，自轻请义重。那倒是，队长这次可是收了2封厚厚的信呢。一模一样，纹丝不差。给二哥的信寄到我这里，说明他也没回去。那科举舞弊岂不是只有大哥和弟弟妹妹在撑着？谁能想到，一直扎着最简单丸子头的小姑娘，也有珠钗还应的一天。姑姑，要不别拆了，也别编复杂的发髻，就丸子头挺好的。我还没回江家呢，你就要把我打扮成花灯笼。江生乖，要打扮。你们都不懂，人和人的关系并不能全靠血缘绑定，哪怕是最亲的爹娘也是看人下菜。聪明厉害的孩子，他们总会多给几分经验。你是咱家的宝贝疙瘩，江家愿意疼你就疼你，不疼你，咱不在那受气。多好的6个孩子，怎么就要拆开了？姑姑，不拆了，就这样挺好的。大哥要好好读书，准备会试，
如果方家捣乱就告诉我，我会请江家帮忙。四哥要好好练医术，别成天哭哭啼啼，对眼睛不好。五哥要不考个功名吧，以前还有我陪你无所事事，往后我不在，你一个人总是无聊。姑姑，以后还是要经常炖大肘子。大师傅说做饭的手艺可是不进则退的，带我去江家吧。真的要去吗，姑娘？江生平静的点头。江生，如果我重考的代价是你做不愿意的事，那我宁肯将会员拱手让人。妹妹，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我没有其他方式感谢江家。别去，别去呀，小江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干嘛搞得那么感伤？江家难道吃孩子？进一个吃一个，这就对了嘛。放轻松，等我从江家长点见识，再分享给你们。江生，江生，江生。不知道过了多久，何瑞勒停马车，小心提醒：姑娘，江府到了。找谁啊？不找谁，就说江家嫡女回来了。门房吓了一跳，什么也顾不得，手脚并用的往里跑。在府里这样跑，成何体统？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姑娘出门了吗？姑娘没出门，自打前阵子病了，一次门都没出过，连话也少了许多。这门房又发什么癫？我就是来给姑娘取燕窝的。我能确定，姑娘一直在夫人跟前，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就这样走了后门。打秋风就该走后门。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不打咱们的秋风。在说些什么悄悄话？这么高兴，讲给三小姐听听，就当解闷了。我们路过大门，发现来了对打秋风的穷亲戚，穿得破破烂烂，倒是吃得挺胖，估计没少打秋风。也不知道是哪个院的小可怜，这月银怕是都被打走了。还有门房，也不知道发什么癫，扯着嗓子喊姑娘回来了。要是外头那些打秋风的穿着富贵点，我们就被唬住了。是啊是啊，明明姑娘就在这儿坐着。姑娘回来了，真的回来了。你慢点，你慢点，都来得及。江老夫人一言不发，大步前进。祖母，好孩子，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门房去通知两院，再让大厨房做上一桌好菜，晌午给姑娘接风洗尘。好嘞。老夫人慢些，姑娘慢些，谭月姑娘慢些。辛苦你了，往后就跟着姑娘保护她吧。何瑞立即领命，激动得像挖了金子。楠楠，楠楠，祖母，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想叫叫你爸爸。喜欢吗？给你准备的。那院子约摸2进大小，右边挨着德仁院，左边挨着大池塘。想玩吗？去吧，很结实，不会摔下来。姑娘，还要大点力气吗？到现在大半个时辰了，两院的人都没动静吗？二爷忙着公务，大公子和二公子在国子监还没下学。二夫人带着4小姐去踏青了，3小姐烫伤了手，夫人刚叫过府医。好，好，好，不见就不见了吧，左右回府也不是为了他们。怎么不玩了？还没到饭点儿，再玩会儿吧。不了不了，玩一会儿就很开心了。再说了，也不能把祖母晾晒一边，您年纪大了，得找个地方歇息，可不能老站着。好，那咱们去吃饭。大厨房的师傅们手脚很麻利，花里胡哨的摆盘也真的没有，如流水般端上来的尽是满满肉菜。江生又惊呆了。老夫人，姑娘，还有几道炖菜火候没到，一会儿再给你们上。江生感觉自己的心要被撕裂了，一会儿被飘上来的肉香缠走，一会儿又觉得好生罪过，好生浪费，还有种背着哥哥偷吃的内疚感。来尝尝红焖的带皮羊肉，我听思清说你喜欢吃羊肉，一直都想给你送点儿，又怕扰了你的清静。对不住了，四哥，
五哥，也别只吃这道，尝尝别的。这是爆炒的小嫩羊，卷了薄饼，再撒点薄脆，味道层次丰富。这是酸甜口的炸肉片，裹上点葱丝一起，这葱清甜不辣，放心吃。谭月发现了，姑娘胃口是真好，给啥吃啥。吃饱了吗？祖母你也吃啊，这么多东西，不吃都浪费了。不会浪费的，谭月也要吃的，大丫鬟小厮们都会分得几口。姑娘真是舍不得了，咱们封京的世家就没人吃过剩饭，姑娘要是还想吃，让大厨房做就是了。不是这个，早知大户人家的丫鬟伙食不错，没想到连羊肉和牛肉都能吃到。但凡我当初有个户籍，肯定卖身当丫鬟去了。我现在挺好的，比丫鬟强多了。大哥也给我落了户籍，每天都能吃到肉，还能赚钱，甚至给别人发钱。梦里他裹着襁褓，不会说话，只会张着嘴啼哭。难怪吃饱饱睡觉觉，祖母在，不哭闹。江生一觉睡到了天黑，睁开眼是陌生的架子床，挂着粉色的纱帐。姑娘你醒了，姑娘喝水吗？饿了吗？晚上有想吃的吗？要不要穿新衣裳？江生呆了呆，头一次见到比自己话还密的人。姑娘你怎么不说话呀？姑娘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把府医叫来？江生这才记起自己是在江家。姑娘这套可好看了，穿这套行吗？突然循着风听到什么吵嚷，他目光落在最近的德仁院，果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过去。平日里不见王禄，偏偏就今儿一个人都不见，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血脉亲情在你们眼里算什么？是不是连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比不上？整个院子里多少耳目消息，怎么今天就失灵了？还是你们瞧不上我老婆子找回来的人？母亲息怒，今日着实是翰林院耽误了脚步，是儿不对。只是母亲刚刚的意思是囡囡回来了。今天回来的。在哪儿？人在哪里？廖氏，不问问你的女儿在哪里吗？当然是要问的。今日也是承欢烫了手，儿媳实在抽不出时间。那今晚是怎么抽出时间的？莫非是烫伤已经完好？自然是没有好的。承欢她身子虚弱，还请母亲允许儿媳带她回去休息，免得再生病痛。母亲，承欢身子弱，可以先让丫鬟扶回去。今天江生回来，总得先给他接风洗尘才对。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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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是要接风洗尘的，只是事情要有先有后。我先把承欢送回去，再给他接风洗尘也来得及。对对，夫人还要回去取给姑娘的见面礼呢。除了那个地契，我还有100两的金子，还有祖父给的刀。大哥，你脑子有问题？谁家见面礼送刀？送金子不如换套头面合适。承欢，回去吧。程月，程月，你且过来。最近我的嫁妆铺子出了些问题，你妹妹身子也不大好，需要的营养品都快买不起了。钟馗素来都在你祖母手里，我竟是连个见面礼都拿不出了。那我把100两金子给母亲，把地契送给江生。就只给她？承欢也是你的妹妹，别忘了，一视同仁是你的承诺。江承院内心挣扎，他本身积蓄就不多，月银几乎都用在江承欢身上。这100两金子和地契还是祖父在世时给的私房，总归都是做见面礼的，你给我给有什么区别？放心吧，待会儿再添些，就说是我们母子一起给的。江老夫人正在叮嘱谭月，瞧见他眼前一亮，刚想去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冷不丁肉嘟嘟的小姑娘依偎过来，她又重新挂上笑意。来来来，给你引荐下，这是你二叔二婶，这是你堂兄堂妹。小鱼跟你年岁相当，只差了不到1月。见过二叔，见过二婶，兄长好。我说二哥，
你怎么好意思的？阿娘一只镯子能劈你10根簪子，也太抠了吧！不是的，不是的，这簪子有机关，必要时候可以自保。连我都没有呢。虽然没有机关，也没有阿娘的镯子重，但特别适合搭衣服。别家姑娘都是纤细柔弱，偏咱们姑娘生得皮实又壮。我当是出了什么差错，原来还有一个一样敦实的。听说姐姐胃口特别好，我那儿有上等的小儿酥，回头给你送点来。江生眨眨眼，刚点头应下。姑娘已经来了，快快快！江生，这是你嫡亲的哥哥，还有你的母亲。见过兄长。江承院的心又苦又涩。见过江夫人。好一声江夫人，果然不养在身边就亲近不了，倒是我自作多情了。江生，你要叫母亲，这是我们的母亲啊。是啊，姑娘，夫人可是您正正经经的嫡母，将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既然你不愿意认我这个母亲，我也不强迫你，这是你的见面礼。冰冷的银锭子有点硌手，根据江生给酒珍房盘账的经验，应该有50两大小。地契去哪里了？母亲，为什么会是50两银锭子？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地契你让我保管着的，待你成亲再给你新媳妇儿。母亲手头窘迫，你也知道，这50两还是承欢停了补药省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江承院甚至不敢再去看小姜块，他茫然无措地念叨着为什么，一步步离开德仁院。谢谢江夫人，但是补药更重要，还是先喝着吧。你这是嫌少了？若是觉得二房给的多便是亲人，那你去认二房好了。祖母，我饿了。饿了好，大厨房早就准备好了饭菜，随时都能开吃。祖母可不能偏心，我也要吃。好好好，都吃，都留下来吃。老二2口子也留下来吃口饭。今儿大厨房的师傅给小江生准备了好肉好菜。今儿也是沾了小江生的光呢，二爷不得来点酒？来喝点，欢迎小江生回家。江生吐着小舌头，趴在软榻上，死活不肯起来。姑娘，咱们回云气阁睡呀，在这睡不太好，容易受凉的，万一半夜吐了可怎么办？不愿意起不起了，就在这儿睡吧。祖母，江家是不是又弄错了？一次错岂能次次错？江家自有江家的能力，绝不可能再出现错认乌龙。祖母别误会，我没有难过，我就是不太明白。见过母亲。江老夫人这一巴掌打得相当狠。母亲上来就打我，可曾想过我是将军的嫡妻？廖氏，我以为我们心照不宣，辛苦4年找回来的孩子，就算你没有偏疼偏爱，也得维持个表面功夫。可你行事如何？你的所作所为可有一点点嫡妻的沉稳与庄重？你对得起祭祖的托付，对得起祭祖在外征战吗？江廖氏有那么瞬间的怔忡。你身为亲生母亲，拿出50两纹银的见面礼，连叔婶都不如，连堂兄妹都不如，甚至还要克扣下兄长给妹妹的物事。廖氏，你要我说你什么好？你究竟还有没有个母亲的样子？你有没有祖母的样子？你是怎么对待承欢的？养了11年的姑娘，与亲生的有何异？你非要让别人知道她是养女，是假的。好好的孩子瘦成一把骨头，差点连命都丢了。江家那么大，江家不缺钱，多一个女儿不好吗？多一个嫡女挡了谁的路？为什么要伤害她？就因为没有轩辕？轩辕到底是什么奇妙的东西，让你连11年的亲情都罔顾？你可以为了嫡亲孙女伤害承欢，我也可以将她视若无睹，更何况是她先不认我这个母亲在先。我哪儿错了？我哪里错了？老夫人，您没事吧？老夫人闭目不言。我知道母亲性子厉害，无论多少虚与委蛇都能看出来，所以我不做面子功夫，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做不来也就是做不来。往后谁亏待我的承欢，我便对谁不客气。廖氏，你在为承欢愤愤不平的时候，可曾想过，
江生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连程院都知道弥补，知道一视同仁，知道2个都是妹妹。廖氏，你可有把2个都当作女儿？你总想维护程欢，我也总想维护江生。我早知道你会偏心，甚至没有奢望你呵护弥补他。我只希望你能把面子功夫做好，只希望你做个无功无过的母亲。有些事情我不想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廖氏，你是希望我把江承欢的血亲找来吗？轻飘飘的一句话，足以让江廖氏的笑容消失。或者说，把亲家叫来，把祭祖在青楼流连忘返的连金叫来，总也得让别人父女相见，血亲团圆。亦或者聊聊江生当年到底是怎么丢失的，抱住他的是不是你廖家的婆子，又是谁下的这个命令？母亲，我没有，不是。我不该对你抱任何的期望，你太不聪明了，廖氏。我只跟你做交换，如果你想让疼爱的外甥女好好活着，就认真扮演一个公正的嫡母。别忘了，那始终是你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不是的，都不是的。好奇什么就问吧。老夫人，姑娘真是被亲生母亲给扔掉的吗？可以说是她，也可以说是廖家。当年她早产临盆，身子太过虚弱，前几个月楠楠都是放在我这里照顾的。半年后，她身子爽利了，执意将孩子抱走。我做祖母的也不能阻拦，结果这一放手，就是11年，发现蛛丝马迹。源自于江承欢那孩子过于纤细的骨骼，老将军身材魁梧，我亦有几分骨架。生下的小辈们，程院也好，程峰也罢，包括程瑜在内，都是高挑有余，纤细不足。就连楠楠襁褓时，小腿也是浑圆，可唯独到了江承欢这里，纤细连弱又倔强敏感，与江家的所有孩子都不一样。若说廖氏是来报复江家的，他对程院极好。我想不通他为什么非要抛掉楠楠，抛弃江家嫡女。难道夫人是受到廖家胁迫，不得不扔掉姑娘，接受三小姐？可夫人对待姑娘的态度太过冷漠，倒像是她为了给外甥女光鲜的未来，主动扔了亲女。这要是让姑娘知道了，该多难过呀！廖家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有确凿证据，一直隐忍不发，也是想等着祭祖回来处理。廖氏若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廖家还有几天好日子。三小姐真大方，给了这么贵的头面，比大公子还要大方，比夫人也大方，不过就是有点晚。祖母替我还回去吧，我已经拒绝了，她非要塞给我，还说替江夫人致歉，我替姑娘去还。怎么不多睡会儿？已经睡饱了，再睡也只是躺在床上瞪眼睛。哥哥们从来都不赖床，他们特别努力，我也要努力。你的哥哥们都很优秀，也都是很善良的人。那是当然，我大哥的文采无人能及，每次考试都能拿第1，我还等着他拿状元呢。我二哥的算盘打得最好，我三哥的功夫最厉害了，我四哥医者仁心，我五哥最聪明了。哦，真那么优秀？一点水分都不掺，又背着哥哥们偷吃了新的美味。那我们去给他们送点吧。江生猛然扭头，满脸不敢置信。谭月他们不爱喝肉粥，江家又没有吃剩饭的传统，扔了也是可惜，不如送点人情。对，不爱喝肉粥。好啊，自然是好的。我妹妹呢？我妹妹去哪里了？怎么出去2个月，回来妹妹还没了呢？哈哈哈！你们还我妹妹，还我！你们是怎么照顾她的？你们是怎么做哥哥的？能不能跟我一样稳重成熟点？老二，大哥，我没说你，我说他俩的。不怪弟弟们，是我不好。妹妹是为了我才主动回到江家。奶奶个腿儿的方家，我看着就不是好东西。当初在安水郡那个方管家突然帮大哥，估计就没憋好屁，还偷字迹。他怎么不偷人呢？把大哥认去当方家子孙好了，到省去提心吊胆进行舞弊。许墨嘴角抽搐，
狗似的龟孙儿，绝户的东西，全家上下都黑了心肝，早晚让野狗叼走尸体，早晚天打五雷轰，劈死姓方的。妹妹，我的妹妹没了，就那一个妹妹，好不容易走到现在，怎么就没了呀？谁陪我妹妹？方老三，我们妹妹没了。许墨性子克制，最能隐忍悲伤，这一刻也酸了鼻头，涩了喉咙。好哥哥，你回来了。妹妹回来了。老夫人，姑娘还是有点功力在身上的，一屁股把门撞开了，也只有咱们家姑娘。江老夫人又想起小长燕平静但又意味深长的话。老夫人见谅，五弟与妹妹已经小半年没见，有些失礼，还请老夫人屋里坐。让祖母见笑了，刚才是我太激动，以后不会了，一定不会。举人老爷赶紧坐吧，这种活还是交给我。我只是想尝尝我孙女每天喝的茶是怎样的味道。二哥，给你带了肉粥。你说什么？肉粥？什么？江生给你们带了一大盆肉粥，谭月正在烧火，这会儿差不多好了，你们也快些去。大师傅特意煮的肉粥，江生喝了3碗呢。整个正厅便只余下许墨稳坐如山。你怎么不去？质子尚有可随心，五位长兄自担责。摘走了他的成果，本来水到渠成的事儿，谁知道这穷崽子不干，闹死闹活要重新考试，要挣回未来。哼，做梦！来年要是穷崽子考中贡生，那俺老方家的脸还要不要了？俺可以不做会员，但你必须落榜，最好惨不忍睹，无心学习，一落千丈，啥也不是。方家那么大，若是不择手段可怎么办？基础的安危无妨，大哥就跟当年的安学子一样，就怕方家有些旁门左道，引来歪风邪气。放心放心，二哥哥既然回来了，绝对会保护你们，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上刀山下火海，有我郑老二在，你们就稳坐如山，无所畏惧。好，那就全仰张二弟了。祖母身子不大好，每天都要小气，中午还要煮药，我们得走了。香生，二哥刚回来，你就要走啊？小姑娘的2只手搅来搅去，似乎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怎么了这是？祖母该回去了。好，那我们回去。哎，姑娘，那是姑娘。姑姑，哎，姑姑，祖母要喝药，我们得回去了，下次再来看你。要是能把我自己劈成2半多好，一半留在江家陪祖母，一半留在2进小院陪哥哥跟姑姑。老夫人，姑娘，这是夫人送的荔枝，已经拿清水浸过了，正是鲜甜可口。当年杨贵妃迷恋荔枝，引得天下皆知，自此专供皇室，直到大禹建立，世家才得到机会品茗，需求量日益增加，运送荔枝的活儿也成了肥差。廖家原是走镖出身，有点走南闯北的底子，廖氏便让江家跟天家求情，钦点了这运荔枝的差事。好吃吗，姑娘？江生点点头。倒是忘了告诉姑娘了，这荔枝是有核的，只能吃中间薄薄的肉。难怪有点透明，难怪这么贵。去掉外皮，去掉核，这肉才占多大点儿呀？祖母吃。哎，好。荔枝美味，却使人上火。去年大公子嘴馋用了2盘，生了好大的口疮。那就收下去吧，晚上再用。廖家这次送了多少荔枝过来，都给谁送了多少？大丫鬟不负期望，把这会儿功夫打听的全都如实禀报。这次荔枝不多，你也去拿几个尝尝，剩下的留给囡囡。祖孙2个玩耍了会儿，难得江生不饿。江老夫人提出去逛逛花园消食，饿了再吃晚饭。
行至花园深处，角落里传来丝丝动静。吃饭就吃饭，便是用些糕点，江家也从来不会惩罚你们。躲在这角落干甚？小丫鬟们诺诺点头，不敢吱声。你们竟然偷荔枝吃，偷吃主子的东西，是要被打板子发卖的。你们两个是想被卖给牙婆，还是想被送进奉天府？谭月姑娘，饶了我们吧，我们没有偷主子的荔枝，这是三小姐不愿意吃，又怕隔夜坏了，赏给小巧姑娘的。也许是品种不相同，又分不出来第二盘。但这一次，江老夫人没有发火，甚至没有去找廖氏理论，只是在窗前枯坐了很久后，让谭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二进小院的少年们。什么？你说江家的人区别对待，给养女送上品荔枝，给我妹妹送中品荔枝？负责告密的话痨小丫鬟战战兢兢点头。好一个江家，不就是个破荔枝吗？江三，马上给我装扮麻袋，给我妹妹送过去。祖母不要生气，江夫人并不喜我，能够分出荔枝已经算得上是公正，大些小些并不重要。我要是得了好东西，也肯定把最好最大的给祖母，其次才会分出去。你这个鬼灵精！好，那我们不跟他计较。中午就不吃那么多荔枝菜了吧，上火容易难受，价格还贵。不，还得吃。为什么？因为都道风京荔枝金贵，江家也才得到3盘，怎么有人用盆装着呀？就这么大拉拉的送过来，还不止1盆。敢问公子有何事？拜见江老夫人，拜见江姑娘。九珍坊来给你们送荔枝了，顶顶美味的岭南荔枝，包鲜包甜嘞。郑公子，这里走。如谦见过老夫人，见过江姑娘。二哥，你疯了？你在哪儿抢的荔枝？满满3大盆，得盼多久呀？你个傻蛋，岭南盛产荔枝，这些是我亲自带回来的，不是抢的。所以昨天荔枝就到了，但是你没给我吃。不是不给你吃，而是拆卸有点麻烦，需要点时间整理。江生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来话。吃不完就送人，赏丫鬟，赏小厮，别为二哥心疼。荔枝在岭南根本就不值钱，贵的是运输，是人力物力，是时间，是遥远的距离。可是还得感谢老夫人给了小子这个机会。3盆荔枝不成敬意，只要老夫人喜欢，往后九珍坊管足管够。好好做，荔枝卖给普通世家不算什么，将来卖到皇宫里去，才算长久不衰。承老夫人吉言，小子会努力的。江老夫人也不是小气的人，抬手让谭月送给西院1盆，给江夫人母女送1盆，并着重强调3盆都是一模一样，老夫人从来不区别对待。二哥，你怎么知道江家和廖家的关系？又怎么知道风京荔枝都是廖家负责的？嘿，你忘了，咱们有小五，多亏了你，多亏了江家，只要荔枝不愁卖，运输就不停，咱就一直有荔枝吃。真的？江老夫人在远处眉眼弯弯，没有打扰，任由兄妹俩嘀嘀咕咕聊了足足大半个时辰。那我就先走了，跟老夫人告个辞。这就走啊？要不吃过饭再走？吃了饭再走吧，上好的荔枝宴呢。那就打扰老夫人了。托姑娘的福，我也是开眼了，千金难买的荔枝宴呢，宫里都未必办过几次。廖家的卖价是50两银1斤。什么玩意儿？50两银？这满满3大盆得多少钱呢？我配吃吗？荔枝生于岭南，在本地不过100文钱就能买到，关键是运过来路途太长，果子太焦，保存日期又太短。按照廖家的价格算，那就是只要果子能卖出去，吃掉3盆算什么？利润在后头呢。在他身后，江老夫人长长的叹了口气，谭月挣扎着上前，露出怀中沉甸甸的小包袱。傻孩子，快追上去吧，哥哥们还需要你的帮助呢。就这样吧，祖母自私的多留了你1天，
但不能强留你一辈子。江家并非良善之地，廖氏也永远做不到公平公正。与其让你留在这里受委屈，倒不如让你自由翱翔。风筝与放风筝人之间的线呢，11年前就断了，绑不回来的。快去吧，楠楠。江生再不敢迟疑。公子是舍不得姑娘吗？想想汪小竹突然穿金戴银，金贵万分，汪小松的眼泪就有点不受控制。松哥，你妹妹还在医馆呢，没有穿金戴银。是啊，松哥，别做梦了，没那可能。汪小松哭得更大声了。二哥，他傻了，他呆了，他懵了。二哥，你偷跑出来的，江家知道吗？不是偷跑，是回家。走，回家。饭都热过3遍了，老二怎么还不回来？莫不是在江家被为难住了？有妹妹在，江家应该不会为难他。或许是3盆荔枝太过扎眼，天子脚下总有王法，二哥不太可能遇到意外，大概是有事情绊住手脚。二哥，我们怎么不进去啊？郑如谦回过头一拍脑袋，怎么把这小祖宗给忘了？有他在，忘了回家跟兄弟吃饭什么的，应该不算大事儿吧？小五，五哥，你们，我们回来了，我把妹妹带回家了，我带的。是啊，东家都走远了，姑娘突然窜出来说要回家，现在只缺老三了。开饭了！小江生，来吃肘子，你最爱的大肘子。不，我不饿了，在江家吃饱来的。如谦肯定饿坏了，多吃点儿。还是给大哥吃吧，大哥肯定比我饿。我吃青菜足矣。那给小四吃。二哥你忘了，我不爱吃肘子。那给小五吧，小五能吃。二哥，姑姑给你的你就吃吧，反正也是饿着肚子回来的。郑如谦隐约觉得他们知道了些什么。二哥，要不要给你泡点消食茶呀？大哥，你不去上课吗？我不打算去上课了，我子健人多一生事短，倒不如在家平心静气。可是大哥，解决麻烦的时间也算是一种成长，不是吗？每次我们解决问题都能长大一些，都能学会道理，好多还是你教我的。最重要的是，大哥，你还有我们。走吧，去国子监。走了，忙去喽。要是卖不出去，明天就得变色。郑如谦摇着折扇，没有说话，逐渐有了大商人的模样。东家来了，东家你们可算来了，好多人家来订这个荔枝，我都不知道卖给谁了。有姚家、齐家，有方家，有赵家，有贺家，有朱家，都是封津有名的大家族。江生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想什么呢你？他们都是循着江家来的，我运的可是头茬荔枝，仅比廖家慢1天。这种金贵的东西，谁先拿到，既证明财力，还证明地位。江家在前得了3盆，剩下的家族不甘示弱也是正常，只是卖给谁还得仔细斟酌，毕竟仅剩3盆了。那肯定得给姚姐姐一份。齐家也得给点，赵家也不能忘，窦家也得给，都是在金銮殿上为大哥出过力的。至于方家、朱家，直接无视。大哥，你就说句话吧，实在不行我们喝酒去。老张也不是办法，弟弟带你去，一醉解千愁，行不行啊？江承院默默摇头。那你好歹说句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让你3天一句话都不说，遇到困难我们就去解决，不能老缩着折磨自己啊。要不我去找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吧。回江家，小江块儿，我错了，我不该因为跟祖母赌气就不认真寻你，我不该想着将错就错，我不该总试图一碗水端平，我不该忘记我还有个妹妹在外受苦。我总觉得一切都是意外，总以为承欢也不容易，她战战兢兢生活的样子我看在眼里，所以我心疼，所以总想偏袒她2分。我总认为她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想过她是取代了你的一切。我总想着江家可以养2个女孩，我可以有2个妹妹。我不知道原来你的一切是别人精心算计，
原来你的一切是被抢走的，什么狗屁公平？谁对我妹妹公平？谁能公平？江生，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可不可以原谅哥哥？可不可以不理我？大公子，姑娘已经走了，您是江家的子弟，心善是好事，但男儿更应该杀伐果断，目光长远。谭月姐姐，妹妹去哪里了？去她觉得自在的地方，去她能自由翱翔的天空。他踉跄着转身，与尚未回魂的江澄风一起踏出云栖阁。远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打着油纸伞出现。哥哥，你怎么来了？自己遮雨吧。哥哥这3天去哪里了？可有吃好喝好？母亲私留的地契和金子都被我拿来了，也送出最贵的头面做补偿，可江生没有要。那头面你留着吧，我会自己弥补它。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不该出现的，对吗？我应该去死的，对吗？姑娘不要胡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没有欺负江生姑娘，还跟夫人大吵一架，冒着大雨给公子送地契，你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你醒了，姑姑给你留了饭，二哥说去看看作坊，留了江三载你。笑啥笑？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玩木头。回头给我订2板凳，要小的，这样姑姑们分荔枝的时候就不用辛苦蹲着了。遵命，妹妹。赵英，这谁呀？东家对你可不薄，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可不能做。是啊，赵英，你可不能带坏大丫。前方是作坊种地，外人不能乱进。哎，你们都误会了，这个也是东家。不进，你们继续干活，我妹妹差不多醒了，待会儿跟她一起进。真要说曹操，曹操就到。二哥，鸟姑姑怎么站在外头？当听到郑如谦被阻拦的原因，他啼笑皆非。这是我二哥哥，是九真坊的东家，大家别害怕，不是坏人。这个作坊我还想扩一下，可是二哥，白水面价格高昂，做得多未必卖得多。谁说我要做白水面了？这玩意儿不是脑袋有点问题的都不去吃。那你要做什么？郑如谦卖了个关子。二哥，你是不是想扩大咱们的糕点铺子？那是，全家就我最聪明了，除了我还有谁？还有谁？大哥，那个除了我还有大哥，大哥也可聪明了，比我还要聪明那么一丢丢。大哥。然而回过头，哪有那青衣书卷少年？原来是我刚刚看花了眼，有个人穿着青色的衣裳，我还以为是大哥呢。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们。把姜四叫来，先把油和面搬去作坊。你们怎么跟做贼的一样？见面大大方方打招呼不行吗？是我们，自从你在半路非要加入，咱就是一个团伙的了。不过这样躲躲藏藏的，确实不是君子所为。大哥，我们非得偷偷摸摸的跟着江生吗？不是跟着江生，是跟着廖家。那几个人应该就是廖家的人，待会儿盯紧点，不能放他们离开视线。壮汉们盯着江生兄妹，他们盯着壮汉，什么时候能运完啊？哥哥们，我能退出吗？不能，已经跟了那么久，突然就放弃，你甘心吗？放弃就意味着前头的苦白吃了，前头的累白受了，你真的甘心吗？真的有人跟着我们？二哥，我猜可能是荔枝招人眼了。我还没运第2批荔枝回来呢，这就迫不及待了。廖家未免太过小气。那他们要做什么？难道是对我们下手？这段时间要姑姑们打起精神，维护住九真坊口碑。入口的东西，但凡出现任何异常，宁肯扔掉，也绝不卖给封京百姓。还有进货的原料，可要睁开眼睛看清楚，防止廖家将他们买通，做手脚。他不快乐了，一定是因为廖家。成天被人追踪着，谁能快乐？而且还不止一批人。廖家的壮汉们还没有动静，像伺机而动的猎豹，倒是一个急匆匆扎进温氏医馆，又捧着药物出来的身影，吸引了江成瑜的注意力。那不是小巧吗？是这样的，
府医这2天告假，他又淋了大雨，昨夜就烧起高热。这家医馆的小大夫很擅长偏方退热，估计就来了。又开始装病了。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病着，他是病秧子吗？还是说用生病赖在江家不走啊？江成风又咳嗽2声，试图制止他那张嘴。怎么啦？我说的没错吗？一个站着雀巢不撒嘴的鸠而已，明明不是江家人，干嘛非要赖着不走啊？说他不是图荣华富贵，我都不信。哼，抢了人家的人生，还是算计来的，难道不应该主动还回去吗？江成风咳嗽的愈发大声，屡次使用眼色。行了，你别把嗓子眼咳出来了。大哥都告诉你了，还怕你告诉我？我也没想到大伯母能做出来这种事情，更没想到江生姐姐这么可怜，什么都被算计走了。她本来可以衣食无忧一辈子的。江生回来，他也没做什么坏事，还帮大哥把地契金子要回来了。没做坏事，他才能在江家待下去。做了试试。还有，他把地契金子要回来是讨好大哥，不是愧疚江生姐姐。她就是个心机女，我要是她，早就从江家搬走了，还厚着脸皮装病。之前还欺负过江生姐姐，说不定就是她撺掇大伯母做的那些事，真是坏透了，骨子里就坏。随着他愈发口不择言，江成院的眉头也微微蹙起。行了，住嘴吧你！我不闭嘴，我就觉得他该滚出江家，灰溜溜的滚。其实你也不是亲的。你才不是亲的，二哥，你有毛病，拿这种事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你是父母亲自抱过来的，我当时已经3岁，有记忆了。你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就是命不好，摊上不靠谱的爹娘。这事儿大哥也知道。你还记得随身携带的玉佩吧？那就是你爹娘留给你的，方便以后寻亲。还有你爱吃甜口的菜，都是江南人的特征。你是说我应该是江南人？是啊，爹娘打算等你及笄再道出真相的。到时候你愿意寻亲就寻亲，不愿意留在江家也行。不行，我不要，我就要阿爹阿娘，我就要这个家，我不要别人。你说的都是假的，我不相信，我不。没办法呀，小鱼，若是我嫡亲的妹妹也找过来，你记得给我妹妹让位置，记得把这些年攒的金银珠宝还给她，以后江家4小姐也是她。等等，她是被抱养的，又不是被调换的，哪里有其他江4小姐？你诓我，你拿这种事情诓我，哥哥，你还是人吗？你只是被诓了一下，就那么伤心，还死活不肯让出爹娘？难道别人就愿意让出来，就愿意灰溜溜的滚吗？可是我没那么坏，针对别人还要装得柔弱善良，我也没有那么自私，明明真的回来了，还要霸着一切不放手。是，你比他善良正确，要是嘴上能把个门的就更好了。他们交头接耳，派出的人服用下什么东西以后，大摇大摆地进了酒针房，开始选购糕点。江成院皱起眉头，有点鄙夷廖家的低级手段。哥哥，我真是亲的，对吗？哎呀，是亲的，放心吧，只是想让你能够多学会换位思考，嘴下留情。因为买糕点的壮汉走出来，拎着包枣糕，竟然在酒针房门口打开品尝。壮汉这么哎呦的躺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2道身影闪过，扛起地上的壮汉就跑，速度堪比猛禽，连在外头虎视眈眈的壮汉同伙都没反应过来。二哥，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没什么声音啊，是不是错觉？大家就经常错听到老三的声音来着。也有可能。小巷里，江成院和江成风把壮汉扔在地上，脸不红气不喘。哎呀，你们是谁啊？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我们是谁？我们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放开我！再不放开我，你们死定了！
放开我呀！求求你们放开我！大哥、二哥，你们闻到什么味儿了吗？能有什么味道？是你馋糕点了吧？江成风照例取笑，但很快笑容消失。江成院也闻到了那股子扑鼻的恶臭，不仅冲击鼻腔，连灵魂都遭受鞭打。这是吃了什么上等八道，速度又快又狠，味道还冲。告诉廖家，要是再出这等子龌龊手段，就别怪江家不留情。四哥，我来给你帮忙。不许过来，别靠近。大夫面对这种情况没办法，你凑什么热闹？一边去。刚才只是太着急，妹妹，你不要生我的气啊。四哥是为了我好才不让我过来的，难道你妹妹在你心里就那么不识好歹？确实有点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你们也不要担心我。不脏不脏，四哥医病治患，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人，一点都不脏，只是这清理的活儿着实艰难，待会儿得多要点诊费，才对得起四哥的牺牲。有件事情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都开口了，能不说吗？四哥就喜欢吊我们的胃口。是啊，小四学坏了。是这样的，那位病人身上不止腹泻，我在他的呕吐物里还找到了没消化的枣糕。你们说今天感觉有人在跟踪？小五是觉得这个病人不寻常，即使他吃的不是九针房的枣糕，只要倒在九针房跟前，赖在九针房头上，这污名也洗不掉了。可他是在小巷子里被发现的。如果真的有人用这种下作方式污蔑九针房，二哥想好怎么解决了吗？郑如谦的大脑一瞬间空白。太狠，太恶心，但非常有用。就因为荔枝，连九针坊都要被算计。能不能有个两全之法？难道做吃食的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污蔑？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兄妹几个嘀嘀咕咕一阵，总算是商议下来。大哥最近在国子监有遇到麻烦吗？应该没有吧，还算平静。因本店被恶意竞争诋毁，恐生事端，所有糕点让利1折。小五就是小五，这招是真绝啊！把铺子被惦记的事情直接昭告天下，一旦出了意外，那就是恶意竞争诋毁，封京百姓不会讨厌九针坊，反而生出同情之心，真是妙啊妙啊！时间也从5月份溜到6月。你们说廖家不会半路拦我的荔枝吧？二哥要是担心，不如带着江3、江4去迎接一段路。好，从离去到现在19天，我们还赶了半天的路，差不多就在这片了，怎么就看不见人呢？那个人是不是小松哥哥？郑如谦的心沉了下去。小松，荔枝呢？荔枝呢？荔枝，我的荔枝呀！天杀的廖家，还我荔枝！这一车能出20-30斤荔枝，按照50两1斤，那就是1000多两。你们在哭什么？谁死了？我的荔枝死了，我在给荔枝哭丧。什么廖家？什么荔枝？我们的荔枝已经回小院了，这会儿估计在卸货。郑如谦的呼吸猛然一顿，似乎想把哭声压下去。这都快出风景了，东家带着姑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吧，马上要天黑了。小松哥哥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啊？这马车是谁的？竟然翻在这里。二哥以为是咱们的荔枝出问题了呢。好了，没事就好，荔枝和人都没事，比什么都强。这趟没事了，下趟呢？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荔枝利润高，但却只有廖家在运的原因了。这桩生意需要奔波20日，辛苦是辛苦，赚钱也是真赚钱。其他商人却从未染指，唯一的解释就是廖家太过霸道，不允许任何人侵占生意链，形成垄断。只要我还做荔枝生意，只要我侵占了廖家的利益，他们就不会放过我。别着急，先看看。大哥，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你疼妹妹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拿咱们仨的命开玩笑。
不只是一车荔枝，上面还坐着2个人，后头的马车上也有1个人。廖家这是要闹出人命。我说，廖家也真是胆大包天，想垄断荔枝生意可以理解，就是这手段未免太过下作。为个生意就能闹出人命，其他的事要怎么办？廖家又做过多少黑心肠算计人的事儿？程渊，你这孩子在做些什么？来就来了，怎么还带着个人？赶紧放了。舅舅这里刚到一批荔枝，正新鲜着呢。廖老爷也知道不能动手，那你为什么屡屡对九珍坊使出下作手段？程渊，这是什么话？荔枝的生意素来都是廖家专供，突然来个人过来争夺，廖家反击有错吗？一旦有人分上荔枝的羹，其他人家也会争先恐后，没了垄断的优势，廖家要怎么挣钱？又要凭什么在枫京立足？反击没有错，商人之间有自己战斗的方式，但龌龊伤人就是你的不对。上次我已经警告过廖家了，这次属于再犯，而再犯是要接受惩罚的。江程渊，我是你舅舅，这是你母亲的娘家。隔天，廖家2个铺子查出漏交税赋、缺斤少两等问题，当场被查封，连掌柜小厮都被拘在奉天府，等待盘查审判。廖家痛失数千两银，几个妇人抹着泪求见廖氏，然后在江家大门被拦住。夫人最近身子不大好，不适合见客，几位夫人请回吧。我是长嫂，不是客人，我想见廖家的姑娘都不能吗？这里没有廖家姑娘，只有江家的夫人，现在夫人身子不适，不能见外客。老夫人，大公子长进了，竟然舍得对廖家下手，还是差一点，2次才敢出手。若是老将军在，头一次就把廖家打服了。大公子也不赖，这次收拾了廖家，肯定能消停。就是夫人素来眷顾娘家，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迟早还会闹腾起来。您看，让他闹，现在只是让廖家跟九珍坊堂堂正正的竞争，他要是敢闹，就直接让廖家在枫京除名，真当江家是摆设呢。廖家不敢再用下作手段，姑娘肯定高兴坏了，听说还有新鲜的荔枝吃，真幸福呀。太好了，廖家就是活该，让他们不择手段，让他们阴险狡诈，全都活该，活该。乌哥，你之前让我们等等看看，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小五一向了解枫京，肯定是知道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小五，你怎么连我都瞒着？廖家与江家是姻亲，江老夫人不要廖家的荔枝，却要二哥送上门，说明对廖家有所不满。妹妹又是江家的嫡女，那就只能是江家在背后保护，而江家地位远超廖家，只要出手，廖家必定胆怯。借了妹妹的光，二哥这荔枝生意应该无虞了。但是江家没有触碰廖家根基，仅仅是割裂家族关系，说明生意上还得二哥自己努力。要是能让他们一点靠山都没有就好了。廖家这些人太黑，跟他抢生意，我一点都不亏心，能把荔枝生意全抢走才好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们笑什么？哎，有什么法子说出来听听，别卖关子呀。江生回到江家那么久都没有认祖归宗，一部分原因是江将军的缺席，一部分原因则是江老夫人想要保护他。江老夫人只宣布原嫡女是假货，却始终没有将真嫡女昭告天下。江家与九珍坊并无情分，却与江生牵连极大，只要带着江生拜访，江家必定不会将九珍坊拒之门外。不行，我可以带着荔枝上门拜访江家，用生意和利润来打动他们，但绝不能让江生过去。妹妹是我的，是我们的，不能还给江家。他们当年把孩子弄丢了，现在长大了想接回去，做梦呢。最苦最难的时候，江家在哪里？既然小时候都没照顾过，长大了凭什么拥有？我们已经过了最苦的时候，江家好不容易把妹妹还回来，绝不能再把妹妹送回去。廖家的生意可以不要，荔枝的生意也可以放弃，唯独妹妹不能再拱手相让。二哥，你别激动，没说把妹妹让出去，只是回去看看。不能回去，万一江家后悔了怎么办？我们又打不过江家。既然二哥不愿，那就找寻另外的方法，或者辛苦点
跟廖家打几年生意战也可以。我去。小江生，你在说什么？你要回江家？你疯了？你不要我们了？妹妹不要我们了。不是的，是我想祖母了，我想回去看看。虽然我没有阿爹阿娘，但是有祖母也不错呀。更何况江家大师傅的手艺那么好，做出来的饭菜那么香。明天我回江家探望祖母，二哥去送荔枝，简直两全其美。你们最好不要同时间进入江家，等江生取得江老夫人的同意，再让二哥上门拜访。姑娘回来了，姑娘快请，姑娘快请进。你倒是认得快。那当然了，韩月姐姐让咱们全都记住姑娘的脸，但凡姑娘敲门，无需禀报就能进入。要是谁在大街上看到姑娘被欺负，也好第一时间通禀。姑娘是打算自己进去，还是让咱带路？祖母，我来看你了。这人呐，年纪大了就是不行，总是出现错觉，不是看见囡囡的身影，就是听见囡囡的声音。按照老话，应该是姑娘想老夫人了，您才会出现这种幻觉。真的吗？那就好，那就好。祖母啊，怎么没人呢？开门呐！姑娘，要不我来吧，我嗓门大。我嗓门也不小。姑娘，这是梦里吗？你怎么出现在这里？谭月姐姐，德仁院的丫鬟呢？怎么都没人开门？他们被派去打扫云气阁了，想必是关着门窗没有听见。老夫人，您这嘴巴是真灵光呀，说来就真来了。姑娘来看你了。囡囡来了。祖母，你有没有想我呀？我来看你了。20天没过来，你生不生气啊？想呀，想你吃好穿暖没有，想你过得开不开心，想你都来不及，哪有功夫生气呀？不生气就好。是江生不懂事，没有及时来探望祖母，就连今天都是为了九振坊的生意。没关系，你能需要江家，祖母很开心。可是九振坊遇到了麻烦。那倒没有，今天虽然是为了九振坊才来，但我想通了，以后会经常来看祖母。跟九振坊没关系，跟江家也没关系，就是想祖母了。好啊。那祖母，我让二哥送荔枝过来了。夫人您不能进，老夫人还在休息。好孩子，你去后面躲躲。明明母亲没有在休息，你这丫鬟仗着宠爱欺上瞒下，属实胆大包天。谭月默不作声地跟进来，双膝跪地。母亲宠爱你，所以给你几分颜面，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个丫鬟，再有这种事情，我看你也不用在仁德堂伺候了，直接发卖给牙婆带走。我德仁院的丫鬟，何时要你来管束了？母亲，儿媳不敢。不敢都要发卖了我的丫鬟，将来若是敢了，岂不是要将我这个老不死的活埋？哼，廖氏，嚣张的时候也想想，这是江家，不是你廖家。求母亲高抬贵手，放过廖家一马。廖家这些年不容易，全靠着荔枝生意才站稳脚跟。若是没了这个生意，只怕要被挤出凤京。江家放过廖家，廖家放过江家了吗？你倒是把廖家女的本分尽到淋漓尽致，可你有尽过江夫人的责任吗？江廖氏面色陡白，不敢接话。自你嫁进来10余年，明里暗里帮扶过无数次，江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当看不见，因为将军府需要你操持，因为儿女需要你照顾，因为觉得你辛苦。可你是怎么对待江家的？廖家的荔枝生意是江家帮忙揽着护着，吃了10余年就成廖家的，江家不护着都不行了。江廖氏原本笔直的跪姿逐渐瘫软，几乎要伏在地面。廖氏，
你是不是以为江家不敢承受丑闻呢？又或者觉得祭祖跟你一样是个糊涂蛋，任由江家血脉被混淆？廖氏，你重视娘家可以，但不能把江家当傻子。现在是你亏欠江家的，不是江家亏欠你的。你没有任何资格来要求江家做什么，更没有资格强求江家的庇护。母亲不愿帮就不帮，说这么多长篇大论的话作甚？将军还在边疆，听不到这些话。但他始终会回来，会知道你做的这些事，会知道你给江家带来的丑闻。丑闻，的确是丑闻。这丑闻可不局限于江家，母亲最好捂结实了。江家压根儿就没瞧得上廖家，压根儿就没瞧得上我。江家高高在上，江家了不得，可你这老太太也不是江家的人。老夫人，夫人许是太气了，许是忧心廖家，也许是跟江家赌气。都不是，他这话不算错。我不是江家的人，我是江瑶氏，而江家也的确瞧不上廖家。可是方晶不是最要求门当户对吗？那我问你，皇子公主怎么门当户对？这个世界上并无绝对，出嫁的女子往往会夫家娘家同时兼顾，偶尔偏心娘家都是常见。娘家败落连累出嫁女的也时常发生，可以说出嫁女并没有因为嫁出去而与娘家割裂，相反愈发紧密，成为利益共同体。往亲情方面讲，养育自己10多年的父母就因为嫁人而形同陌路，又该是怎样的不孝与绝情？到时候娘家割裂开，婆家又融不进，才是真正的可叹可悲。就像张香莲一样，出嫁后就没了家。祖母不难过，你还有我。楠楠放心，我很好。江家与姚家关系密切，又同进同退。虽然姚家的发展弱了江家一筹，但只要我还活着，姚家的地位就稳固如山。老夫人，有句话压很久了，当初江家为什么要跟廖家结亲啊？因为江家的地位不能继续壮大了。将军要是知道这些，恐怕会很伤心吧？他早就知道了，只可惜江家后继无人喽。祖母，别想了。祖母看着我，看着我。我妹妹呢？我妹妹丢了吗？怎么还不出来？再不出来，冰都化了。你还知道来啊？冰块都化成冰水了。再过一会儿没了凉气，荔枝都得馊。你少吃点儿，都那么胖了。祖母吃，不给他。只给西院送5斤。这不太合适吧？夫人暂且不说，也得让大公子尝尝呢。他这些天都跟二小子住一起，自会吃西院的。送去吧，他不敢闹。老夫人请放心，九针坊早就准备就绪。祖母，我还会再来看你的，带着你喜欢吃的糕点。好。老夫人，您就不想着把姑娘留下吗？明明她也可以住在江家的。东家来啦，咱们今天的板栗刚卖空。张姑姑呢？姑姑去哪里了？香莲给悠然居送糕点去了，孔师傅亲自来接的呢。他们俩呀，真是羡慕呀。今天的糕点剩下不多，姑娘拿去给大家分了吧。好像是张姑姑跟大师傅。哎呀，香莲妹子，你莫要生气，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觉得很好，你很好。我知道你说过很多遍了，还有什么话吗？没有的话，我要回去给孩子们做饭了。香莲妹子，我什么意思？你真不知道吗？那么久了呀。大师傅，我不好，我是个残花败柳，也不能生育，这辈子就想守着几个孩子了却残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只想平静的生活。不，你好，
你很好，香莲，你不是残花败柳，你真的非常好，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好。我想照顾你，照顾你一生。可我不想照顾你，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老去，我只想看着孩子们长大，眼前的就是最好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够了，你们仨，赶紧回家。二哥，为什么姑姑拒绝了大师傅，又偷偷抹眼泪呢？因为姑姑害怕吧。可是我能确定，哥哥们会一直对我好，你们不会抛下我，也不会打我，更不会羞辱我。就你自信。姑姑，今天又煮大肘子呀，真香！姑姑的手艺真好。这么胖了还吃大肘子？哼，你不胖，你瘦，你都快劈4哥2个了。大哥，国子监可有事端？没有恶性事件。孔师傅，你要不进去吧，有话进去说。男人就得有话直说，藏着掖着像个什么样子？你得让姑姑看见，才能让姑姑心疼。他会心疼吗？东家，如你所料，廖家出招了，他们把荔枝的价格降了足足1半。怎么会这样？廖家这样做，我们可怎么办呢？大师傅的身影愈发落寞寂寥。能怎么办？他们都降价了，我们也得降。我还以为廖家能有什么手段呢，居然是降价，不能再高明点吗？他们降，我们就降。廖家要是赔钱卖，我们也赔钱卖。哼，我们也有，我们也便宜卖荔枝，但不是现在，先等第3批荔枝运过来。不急，不急。哎呀，姑姑别担心，你先把荔枝味的糕点做出来，只管做出来，剩下的全都交给我。是啊，姑姑，二哥最聪明了，他说没事，肯定就没事。就算他做荔枝赔钱，我们还有糕点，还有作坊，总归是够吃饭的。你且放心，这荔枝生意战绝对不会赔钱，二哥让你抢好嘞。转眼10天过去了，廖家的价格战确实有奇效。小倩呐，这样可怎么办？这样下去可不行，你的办法在哪里呀？6月底，高岩和一位生脸伙计赶着满满2车的荔枝停在酒珍房门口。这个肉比之前的荔枝肉薄，这荔枝拿出去卖，人家可愿意。姑姑放心，这个我不卖贵，就5两银子1斤。什么？50两1斤的荔枝直接降到5两银子1斤，这比廖家的对折还要狠，还要大手笔啊！姑姑别怕，这是川渝的荔枝，距离枫泾只有3天3夜的距离，时间缩短了，枝条自然也要少砍，每趟运的量也就多。别说卖5两，就算卖1两，我也是赚的。可是5两银子也挺贵的。可是廖家能不知道这个吗？他们为什么不运？问得好，廖家肯定知道川渝的荔枝，但酸甜口和肉薄注定了抬不高价格。哼，也就合江的荔枝能够跟岭南荔枝相比拼，但从枫泾到合江至少7天，跟去岭南差不了多少。今天我酒珍坊就替天行道，小松去告诉枫泾的人，咱们酒珍坊卖5两1斤的荔枝了。好了，张哥卖干货呢，尝不尝荔枝？哎呀，不贵，5两银1斤。你跟东家提我的名字，还多送你2个。真的不诓你，就是5两银1斤。还快去看看吧，待会儿抢没了。我说你们这真的是5两1斤吗？来，给我来2斤。可我们卖的不是岭南荔枝，廖家也不是傻子，会被蒙在鼓里。那又如何？提起来荔枝，大家只会想到酒珍坊的5两1斤，价格上我们就战胜了廖家。世家那边的荔枝呢？第3批就要到了，姚姐姐订了50斤，我没脸再按照50两卖给她。之前让你们做的荔枝糕点都准备好了吧？
但凡在九针坊订岭南荔枝的，每斤送1斤荔枝糕点，再加5斤川渝荔枝。荔枝降价就抬不回来了，否则行径与廖家何意？送那么多东西会让世家觉得不吃亏，将来送不送决定权也在我们。就算亏点儿，荔枝糕点由九针坊制作，川渝荔枝也是我们运送，最后利润还是回到我们手里。二哥，你行啊，是不是10天前就准备好这些小心思了？你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打算拿岭南荔枝跟廖家打价格战？小事小事，就像姑姑说的，价格战打起来没完没了，廖家舍得赔钱，我可舍不得。只可惜事情并不会止步于此，廖家也不会坐以待毙。先把第3批的荔枝送完，要想世家觉得划算，糕点还得卖，有多贵卖多贵，卖不出去也没关系，只要大家觉得值就行。我们农家说了，明面价格不方便降，但是给您多送点东西，将来您去九针坊订糕点，皆是优先供给。岭南荔枝的预定减少，但是川渝荔枝的预定很多，整体利润降低了。转眼廖家就降到10两，这让购买过荔枝的世家怎么想？10两的价格，我们大多少东西都不会有人买账了。已经有2个世家上门来退预定，其他的也不过早晚。为了击垮我们，利润也不要了，廖家这是要和咱们同归于尽呢。放心吧，不会的，这个局面看着是同归于尽，但我要是廖家，我有解决的办法。那我们也降价？可是二哥，我们没有本钱赔，如果真的要降，宁肯不做这个生意。东家，第5批荔枝还运不运了？第4批已经在路上了，实在没办法走了。岭南的荔枝10两1斤，谁还吃川渝的荔枝？走走，再不去就抢没了。你们不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吗？国子监又不是大牢，进去就出不来了。是我听到你们的难为，特意把大哥小五叫来。这有什么可藏的？二哥有困难就告诉我们，人多总归有力量嘛。你们别人是3个臭皮匠，我们是6个，所以我们顶2个诸葛亮。10两已经不计利润了，廖家不可能再低，我们也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廖家10天3车荔枝，每月可供300斤货，收入3000两银，光兵就得1000两，长工赏银加上进货也得300-500两，路上需要换马换马车，加上损毁的部分，摘除清理的人工，落地还得用冰镇，再配上木盆瓷盆送到各家各户，算下来几乎没了利润。就算赚个几百两，也不过是牙缝里的肉。最关键的是，廖家降25两的时候我们没降价，现在廖家10两我们也不能降，降了得罪人，也解决不了关键。廖家还会狠心降到8两5两，我们总有跟不上的时候，可不降，这生意是真没法做。就是说我们自己运荔枝也得10两银的成本，差不离这个价格，做生意没个翻倍的利润都算亏本。幸好荔枝挂果的时间暂短，我只签了短工，没签长工，否则还不得被廖家坑死啊。荔枝似乎是从5月到8月结果，确切的说是5月中到8月中，也就3个月的时光。8月底的倒也能吃，但是运不来风京了。以后咱们都没有荔枝吃了。别难过，我让小竹姐姐偷偷去廖家给你买点儿。二哥，既然我们去岭南运也是这个价格，为什么不直接从廖家手里买荔枝呢？江生满腔正义锁在喉咙里。我没疯，廖家愿意压价格，我们就接着他这个价，反正都差不多，我们能把廖家的荔枝全部都接过来，再转手卖出去。想法是好的，但是有个关键，荔枝是不能放隔夜的，要是荔枝能久放，也不会有天价了。要是荔枝能够多放阵子就好了。是啊，要是能够久放就好了。孔师傅，你怎么在这里呀？真是对不住，刚刚不知道你在那儿，要不要进9针房换身衣裳？不用了，
我还以为香莲妹子不会再理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香莲妹子，你继续。不，你给我擦。帕子也擦不干，还是去拿布吧。孔师傅在这等着吧。香莲妹子，我现在都不能和你说话了吗？我来买糕点都不行了吗？当然可以，九珍坊永远欢迎客人。到底怎么才能保存荔枝？难道晒成干？可荔枝干跟荔枝根本就不是一个价格啊！我知道，荔枝干能入药，2两银子1斤。孔师傅来了，你们在商量什么？那么激动？在想怎么保存荔枝呢？最好能存2月。这还不简单，放冰里就好了。大师傅，放冰不管用啊！荔枝运来已经放冰里10天，再怎么放都得坏。运荔枝用的是木箱，夹层里放着冰，跟直接搁冰里可不一样。你们可知道，这世界上能够存放最久的东西是什么？是冰。从冬放到夏，从夏再放到冬，只要做好保温，几年的陈冰都有。孔师傅的意思是，让我们把荔枝也变成冰，就可以跟冰一样存放。怎么了这是？姑姑，我们好像找到了保存荔枝的方法了，大师傅告诉我们的。真的呀？孔师傅，你真的会保存荔枝？姑姑跟大师傅认识这么久了，叫一声孔大哥也当得，总是师傅的叫，多见外呀。对，我们也该叫孔伯伯。孔大哥。我在呢，不就是保存荔枝吗？放冰，多放，足够的量可以把果肉也冻成冰块，只要冰续得上，放多久都行。我们悠然居有道苏山就是这么做的，还有果子冻，特别受欢迎。冰可不便宜，运20天的荔枝得用1000两的冰呢。冰不能这么算，同样的冰块放在马车里跟放在地窖的融化速度可不一样，尤其是冰量庞大，融化几乎微不可察。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冻成冰的荔枝再融化开来还好吃吗？为什么要融化？直接吃荔枝冰不行吗？最好把核去了，里头点缀些桂花蜜、乳酪块，放点其他的也都行，只要味道好，还是会有人赏脸的。孔大哥真有想法，这样奇特的方式都能想到。没有了，我在悠然居做过荔枝宴，当时有一道菜就是把荔枝去核浸上桂花蜜，再冻成冰拿出来享用。只可惜用宴的姜老夫人牙口不太好，荔枝冰放软之后赏给了下人了。今天也是凑巧想起来了，香莲妹子，我只能提供做法，但是能不能有人买，能不能卖得出去，没有办法跟你们保证。我知道了，孔大哥，不管怎么说都得谢谢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这荔枝冰有人愿意买吗？会的，相信我。走，收料交到荔枝去。前方正在叫卖荔枝，因为价格美丽，已经排出数十人的长龙。还行，没有糖炒栗子火热。九珍坊门口可都是100余人的队伍啊。糖炒栗子30文1斤，这个10两1斤，能比吗？那个，咱们来都来了，谁去排队啊？要不大哥去？大哥平时在国子监上学，没多少人认识。我跟江生经常出入九珍坊，被发现了不太好。大哥可能有点不太合适，要不就小四吧，他是个大夫，总不会有人愿意去得罪大夫。那就交给小五了。天降大任于什么人来着？只有你才能够担当得起这个重任。那个人似乎有点眼熟，是赵元的书童。再往后2个是齐家的小厮，还有姚家的小厮，连经常跟在窦尚书身后的侍卫都在队伍里。大哥，全仰仗你了。来30斤荔枝。廖家负责卖货的小二哥瞬间瞪大了眼睛。我们老爷要宴请客人，就得30斤荔枝。到了齐家，又是30斤。我们家老爷要做荔枝宴，有个远房亲戚特别爱吃荔枝，
可廖家的荔枝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赵家拿走30斤，零散着卖掉50斤，现在只有20斤了。20斤就20斤，10天之后还会再运100斤，大家烦请来早，卖完可就没了。50斤荔枝被齐家和赵家送到九珍房，郑如谦大方地挑出来10斤，分别给2家带走。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能买到荔枝全靠2位哥哥的帮助，这些九珍房的心意千万得带回去，不然我都没脸跟我大哥交代。10天后，姚家和窦家如法炮制，收回来60斤的荔枝。时间不紧不慢地走到8月份。女孩子吃太多冰不好，不能吃了。江生满脸惆怅，别打荔枝冰的主意，怕你吃坏肚子是一方面，如谦也在准备随时叫卖。是姑娘吗？中午吃鱼，吃红烧鱼。好嘞，大师傅，一会儿就回来吃。这是找到帮忙的了。多谢朱公子，朱公子大恩，如谦真是没齿难忘。谁能想到，最后竟然是朱家的朱思环帮忙，不仅买下廖家荔枝，还是连窝端的那种。给许兄帮点小忙，不足挂齿。哈哈，只盼将来许兄会员及第，莫要忘了我这个友人。一定一定。二哥，可以开始了吗？好，这就开始。为了致谢，也为了抬高荔枝冰的身价，郑如谦下令，给姚家、窦家、齐家、赵家各送1份荔枝冰，连朱思环都悄悄地送了1盘。江家自不可能略过去。才回本吗？340斤的荔枝才卖100多斤就回本，可以啦，剩下的都是利润。香莲妹子，来，你尝尝这个，鱼眼睛下的肉最好吃了，最嫩最香。这个也好吃，鱼嘴是精华。张香莲摆手，孩子好好吃，多吃点儿。多谢大师傅，我也要1盘荔枝冰。地址40两，马上安排人送过去。东街廖家40两，一会儿安排人送过去。丫鬟冷哼一声，抖出50两的银锭子。这10两是廖家赏你们的。廖家大方，替我多谢。小江生，去把如谦叫来吧，这廖家肯定不怀好意，我们不能给他送荔枝冰啊。不找二哥，也不让姑姑们去，我去。姑娘真的要去吗？您就算去也得叫上公子一起啊。放心吧，廖家不敢动我。谁啊？九珍坊送荔枝的。里面请。然而等了许久，还是没人来。姑娘，反正已经送到了，我们先走吧。再等会儿吧。好喝吗？这可是西湖最好的龙井茶，3000两银子1斤，1斤等于16两，每两就得需要近200银，1两又等于10钱，每次冲泡需要半钱的茶叶，那么手里这盏茶至少价值10两。你这盏茶需要10两银。廖老爷可算是来了，40两的荔枝冰已经送到，烦请轻点，5午后我们要回九珍坊了。你就是江生，江家的嫡女，我是你的舅舅，你应该跟我见礼。舅舅，母亲都没有，舅舅又排在哪里？我今天是带九珍坊来的，哪天我们要是在江家遇见了，再续旧生情分也来得及。我是你的舅舅，让你见礼你不见，还要在荔枝生意上跟我作对，看来你母亲没有教好你。江生皱起眉头，大禹王朝以孝治国，身为小辈却对长辈不敬，连嫡亲的舅舅都不认，你还想认谁？还有九珍坊的荔枝到底是不是廖家的？竟然拿荔枝冻成冰来卖，真是好鬼邪的心思，好恶毒的招数。廖老爷猜得真对，我们现在卖的荔枝就是从廖家买来的，能有今天全得感谢你们。廖老爷一口气提不上来，差点过去，偏偏江生笑得那么纯真，大眼睛里都是感激。他又羞又恼，颤抖着高抬起手，啪嚓，是廖老爷摔在桌子上的动静。呸呸！妹妹，你简直大逆不道！我可是你舅舅，嫡亲的舅舅啊！你是我舅舅，却不是江生的舅舅，休要在这里拿瞧。
江家没有养过他，母亲也没有喂给他几口奶，他不吃江家的，不喝江家的，他不属于江家，与你廖家更是毫无关系。那江大公子你就可以打舅舅了吗？你怎么能动手？虽然他不属于江家，但她是我妹妹，谁敢碰她，我就打谁。好，我真是有个好外甥，你连舅舅都敢打，明日你就弑母。我能作证，是廖家老爷欺负人在先，兄长只是为了护我一时失手，误伤了廖家老爷。兄长经历了洗礼与沉淀，江承院居然觉得挺好。倒是廖老爷你无缘无故欺侮伤女，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还是说廖家输不起荔枝生意，要从商战演变成迫害？不就是赢了点利润吗？算得了什么？区区1年的荔枝生意罢了，来年再看看这荔枝生意到底是谁的，还说不定呢。好小子，你需要被管教管教了。东街上，江生真诚的道谢。虽然廖家不敢对他动手，但言语上的打压却是不免。无妨。大哥，罢了，你自己决定吧。赶紧回去吧，这里不安全。少年双手负在身后，望着妹妹远去的身影。大哥，你要祸难临身，不该那么冲动的，怎么能动手呢？还打掉了足足2颗牙。是啊，大哥要怎么办呢？荔枝生意结束了，接下来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江生可能要拜托你们帮忙照顾着点了。把妹妹交给我们？你去做什么？你要去哪里啊？边疆。上次大伯回来还是5年前，记忆都快模糊了。听说年关大伯会回来，也不知道是否确凿。应该是要回来了，只是年关战乱频发，恐怕不好告假。我想着过去帮上一帮，或许能让父亲放心回京。封京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还有江家和江生也拜托给你了。当天晚上，江承院去了趟仁德堂，双膝跪地求来2叠厚厚的信封，然后在廖氏找过来之前，带上最简单的行李，单人单马疾驰离去。承院走了。走了？去哪里了？明明昨儿还在。去他该去的地方，很久之前就该去的地方。好囡囡，你的荔枝冰，承院是吃不上了，只盼着他凯旋归来的那天，再细细品尝。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要是能天下太平该多好。会的，会的。年纪大了，冰不得。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苏山冰酪都是整碗整碗的吃，我那奶嬷嬷担忧极了，回回半截的给我夺走，生怕吃完腹绞痛。江生在旁边直点头。其实年轻人火气旺盛，多吃点冰倒也无妨，只要不过分。等到上了年纪，才真是想吃不能吃，想喝不能喝呢。江生再次用力点头。老夫人，姑娘，小秋给西院送荔枝冰的时候，看到夫人在西院吵吵闹闹，夫人似乎是在寻找大公子。他竟然去2房闹，这个廖氏是真的一丁点脸子都不要了吗？我知道江承院这段时间都在2房生活，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去哪里了，他在哪里？大伯娘，你找错地方了，你不在自己家找自己儿子，来我们西院做什么？我知道他在这里，你们不要为他遮掩。现在风京沸沸扬扬，议论他打了亲舅舅，于情于理他都应该站出来，而不是躲着当个孬种。可是大伯母，流言蜚语不都是你廖家放出来的吗？江廖氏双眼通红，动作僵住。母亲，你告诉大伯母，你告诉他实话呀。什么实话？承院怎么了？他怎么样了？他走了，他不在风京了。昨天晚上连夜走的，你找不到他的。去哪里了？就为了打人的事情，他就这么没出息的躲了吗？他还没有给廖家一个交代，还没有跟我这个母亲交代。北疆，母亲你在说笑是不是？你是骗我的对不对？母亲怎么能拿这种事情说笑？这不合适。我没有骗你，他真的去了北疆。
要去接替他父亲的位置，要去守护家国安康。他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为什么要去北疆？在风京好好的做贵公子不行吗？为什么是廖家？是我？还是什么？不可能！程渊他答应过我呀，要留在风京，永远不会上战场，永远不会走祖辈的老路。他明明答应我的呀，程渊，你要平安啊！廖家的事情我去解决。婉儿既然上了战场，就不能再让任何人抹黑他。要不要再来一口？他倏然咧开嘴笑。你这孩子笑什么？难道不好吃？又或者你不爱吃牛肉？吃，爱吃，特别爱吃。姑姑再来一口啊！多吃点儿，看你饿的。廖家不再提及家主被打的事情，甚至还在努力压下去。为什么？廖家反复叫嚷，不就是等着江家服软，为了江家大公子的名声做些交易，比如继续给廖家当靠山，亦或者是打压九真坊等这些世家大族，哪怕是被打掉2颗牙，都能用来换取利益，当真是心思复杂到了极点。听说是江夫人去廖家求了许久，齐怀告诉我的小道消息，江夫人在廖家祠堂跪了半天。姑姑炖的牛肉太好吃了，下次还要多炖点，最好跟羊肉一起炖。大哥，谁的信？大哥，内容是什么呀？吾于草原获取小羊10数只，已经截留下来，奈何僧多粥少，盼二哥能早日带走，以为吾妹肚肠。边疆的小羊还有10几只，假如一只羊能养到200斤，1斤5两银子，那就是1万两银。羊啊，那是羊啊，是活物，我要怎么运啊？我要怎么带走？我要带到哪儿去养去？老三，你可真是我亲弟弟，亲的呀！也别这么发愁，风京运不过来，可以运到别的地方去吗？能去哪？那可是10几只活羊，就算能运走，也没有足够的草肥喂。割成肉运过来，搁现在的天气，成本比荔枝还贵。羊肉最高也不过5两1斤，再超就没人买了。即使放在冬天，不怎么用冰，搁置整月的羊肉还有鲜味吗？要不我把江生运过去，让他在边疆吃饱喝足再回来。三哥信里说是小羊，意味着要吃草吃肥。安水郡和风京都不合适，但边疆附近应该不缺草才对。老三才来了信，让我把羊弄走，说明边疆不能一直养羊。听老三那意思，再养下去就只剩羊皮了。谁说要老三养了？只要适合羊群生活，只要有人照看，剩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羊运到风京。你们让我在北疆养羊，不，或者说是有草的地方就行，最好不太远。那就养。风京不行，北疆不行，考虑到运羊花费的周折，最好在2者中间。可是这些地方我都来往好几遍了，根本没有草原，养不住羊群，只能往外扩。这里呢？这个先人前辈记录，风京往西是有个草原的，地处扶风郡。就算有，但这绕路了。老三在我们正北方呢。那个牧场是大禹王朝用来畜牧军马的秘密场所，外人难以触碰。哎，那就只剩下陇西。最关键的是，陇西物价可比扶风郡便宜多了。二哥想得真周到，二哥真厉害。马上二哥就要坐拥羊群了，以后富甲天下，无人能敌。我这就去陇西。下次回来我能看见你吗？不会又去江家了吧？江家没有咱家好，要等我回来，不要乱跑。好，二哥记得带只羊回来。直到马车身影消失不见，江生才轻叹了口气。希望二哥早点回来。姑姑，
剩下的荔枝冰应该不多了吧？能不能给三哥留点儿？冻到来年还能吃吗？那边来人了，说是要买咱的荔枝冰。东家，你给出个主意啊！咱们这冰是卖还是不卖？人都还在九珍坊等着呢。卖。苗姑姑先回去上茶，再告诉她运荔枝冰需要点时间，我马上安排人手。转过身，看向面色怪异的常燕。五哥，我得去九珍坊了，你是留在家里，还是陪我一起去啊？别怕，五哥在呢，五哥会陪你一起的。东家来了，这就是来买荔枝冰的大人了。见过大人。你就是九珍坊的东家？是。你这荔枝冰怎么做的？可有什么危害？回大人的话，是用荔枝肉和乳酪桂花蜜做的，吃多了可能会拉肚子。价格40两一盘，大人您要2盘的话，给70两就行。不知道荔枝冰卖到皇城是好事还是坏事？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你怎么了，妹妹？是太担心二哥了，还是生意上出问题了？五哥，我们还是说实话吧，赶在国子监放学之前。再等上半刻钟，如果大哥还没有回来，我们得去找了。又等了半刻钟，还是没有许墨清俊的身影。走，去国子监。难道是来年专供荔枝的生意要换人？他们狗急跳墙。请问国子监内是否还有学子尚未下学？未曾，几乎已经走完。胡哥，我们去哪里啊？凤京城那么大，是要分开找吗？或者我们可以去求祖母帮忙？我也可以求求恭亲王世子妃。如果是廖家，说明他们想要荔枝生意，只会成为筹码，不会伤害到他。如果是其他的人家，难道是方家？可大哥说过，方家不敢动他。是不敢伤害他，并非不敢动他。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儿大哥回家，脸色有点红呢。我可真该死呀！竟然没有察觉到大哥的不对。小五，和你没关系，只要有人算计，总逃脱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找回来呀！江三、江四，你们俩过来。五哥，我们也去帮忙吧。对呀，人多力量大，我们也帮忙找找。不用了，你们在这等着就好了。五哥是怕我们拖后腿吗？是啊，小五，我们能帮忙的。我们也想早点找到大哥，可有些地方真不是你俩能去的。胡公子啊，你猜对了，就在那家青楼里2层的第3间房。里头可有动静？动静倒是没有，我让姜四在窗口蹲着，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直接带着大公子破窗算了。只是青楼里毕竟鱼龙混杂，说不定有达官显贵，破窗的动静太大，肯定会吸引关注啊。实在不行，只能放把火，制造点事端，趁乱才好逃跑。五公子的心果然是家里最黑的。姑娘，公子，咱们身后有人，要甩掉吗？还是揪出来？揪出来，打一顿。别打了！小江江，别打哥哥，别打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你们在这里左右为难，想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大哥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多照顾着点你们。好，那就麻烦江二公子了。你俩在这儿等大哥出来，不要乱走动。如果有人发现了，就说是迷路了，知道吗？我知道，这里不会有人的，就算有也都是醉汉。五公子，我们可以声东击西，把2个姑娘引出去，再把大公子悄悄带走，就不会惊动别人了。常燕点头，瞌睡的姑娘吓了一跳，不悦地起身查看，结果在前方又发现新动静，不知不觉远离了房间。江三撬开门窗，过去查探许墨的鼻息，确定无误后，将他打横背起。谁啊？这是乱扔东西！大半夜的真麻烦，在这里守着个呆子，还要被吓唬。怎么没关窗啊？江成风和常燕整齐地贴在窗棂下，长松一口气。是打晕的。方家真可恶，这是要彻底毁了大公子呀！为了区区会试，值得吗？
世家千斤重，百姓如蝼蚁，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方家抬抬手。他们甚至不需要亲自安排，只需要透露点口风，就会有数不清的家族主动帮忙。大哥醒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还说呢你，大半天不回家，我们再不出来找你，你就要被吃掉了。幸好有五哥和江家哥哥帮忙。大公子啊，还有我。还有我。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也该讲讲了。之前是我们兄弟不对，还望许兄莫要记恨，能与我们重新谈古论今。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特意花重金为许兄请来了启蒙人。就你们这些读书人，启蒙就启蒙嘛，还非得聊些风花雪月。我们百花楼的姑娘要是没点学问，入不了你们的眼啊。公子喜欢聊什么？媒娘都会一点，是四书五经还是论语大学？徐某要归家，烦请姑娘让让，莫要挡着徐某前方的道路。你这书呆子，我哪里挡着你的路了？我这是带着你去更快乐的地方。公子何不来试试？保管叫你蚀骨入髓，再难忘怀。徐墨闭了闭眼，再想到家里等待他的弟弟妹妹，徐墨睁开眼，冷冷地后退2步。公子，许兄，你怎么能如此心肠冷硬？徐墨置若罔闻，疾步前行，直到抵达2进小院，才长松出气。我知道你想问，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方家不敢伤我，因为手段过于无耻。说到底，还是我轻敌了。大哥别太担心，可以让江3江4给你做书童。方家欺的不就是你身边无人吗？以他们2个的身手，可战可退，可攻可守。这2位兄弟的身手是极好的，可是真面对上达官显贵，身手再好也没用。方家能使出青楼女子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找来达官显贵为难大哥也不是不可能。或许有一个办法。四哥别怕，放心讲。方家怕的是大哥好好学习，怕大哥将来再夺魁首。只要大哥病了，方家就不会再施展阴谋诡计。我可以帮大哥施针，在不伤身的基础上显得病弱，甚至有肺痨咳疾，面色苍白也不难，敷些脂粉便好。实在没有办法，再选这条吧。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孩子们没事吧？没事，都回来了。去端菜，孩子们肯定饿坏了。或许我有个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请江2公子畅所欲言。我的法子是，我来给许公子当半年书童，但他要教我学习，助我3年后夺得举人。我大哥去北疆作战了，我留在丰京，总不能安心当个秀才，吃江家的老本。江家可以庇佑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但我的孩子呢？我的孙辈呢？我们江家的荣光与骄傲呢？好，罢了，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好好利用这份事。大哥，方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许兄，你们怎么可以打人？打你就打你，需要理由吗？不服，去江家找我。同窗灰溜溜的离去，剩下个千娇百媚的姑娘，苍白着脸站在原地。你也想挨？风京天气转冷的时候，终于有世家子按捺不住，趁着江成风出宫的功夫，将他拦在角落。许大才子啊，安水郡的举人是吧？听说你写文章很厉害，有没有兴趣带我写几首诗，让我在文昌阁扬个名？徐墨冷着脸不说话。哎，你这人竟敢对我使脸色！许公子写的东西你也配？要不要本公子给你写2句？你穿红戴绿，你赛过狗屁！朱家儿郎面色涨红，却又无可奈何。你刚刚不是出宫去了吗？怎么那么快？要想混得好，圆滑少不了。江兄这话说得好，敢问是谁的名言？是我爹。我爹很小时候就这么教我跟大哥，还要我们多听多看多知晓。世家争斗，心思诡邪，各种龌龊的手段都有。这世界上的事情，只有你不知道，没有想不到。徐兄，你聪明刚直，就是见地太少了。方家要是敢把我抬到青楼，我就得让他们把花魁送给我。要不这样，你今天跟我去青楼看看，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就能随机应变了。许墨差点被口水呛死。先回家吧，这些时日多谢江兄，咱们的教习也该提上日程。
徐某不敢打包票让江兄避重举人，但绝对知无不言，倾尽毕生所学。那就麻烦徐兄了。大哥回来了，今天没有被刁难吧？没有吃亏吧？别担心，不会了。当秋风转变成寒风，凛冽的冰雪笼罩大地。四弟，需要你帮忙了，我想生病。温之允呆呆地站起身，后知后觉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大哥，你不是最不愿弄虚作假吗？还要在脸上敷脂粉，你真的接受吗？为什么不呢？哼，方家不会放过我，与其等他们出手，我们费精力气防备，不如直接降低他们的戒心。不过就是区脂粉，不过就是区装病。来吧，小四，让我生病，让我做众人眼里的病弱公子，或许也能感受扶风兄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好了，江生，再涂下去，大哥就不是病，而是凉透了。那也得涂云呀。幸好小猪姐姐不喜欢香气，没有脂粉味，不然就只能用面粉了。好了好了，小莫是生病了，你们得有点态度，不能嘻嘻哈哈的。突然，外头传来敲门的声音，透过门缝往外瞧，竟然是江成风兄妹。怎么回事啊？不就是掉进水里了吗？怎么就伤到肺了？这样可怎么回事啊？江生抿了抿嘴，许墨装病这事儿，为了避免人多嘴杂，只有二进小院的众人知道。许兄，一定是方家的阴谋，一定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对不起你。哥哥，别这样。我没事，你们别担心。都这样了还没事？我要去打死方远，都怪方家，都是他们。江兄，你听我的，别轻举妄动，把我给你的几本书全都读完，待你领会贯通，我就痊愈了。真的？真的。窦尚书独自前来，看着面色苍白的学生，唉声叹气又无比惋惜。大人别担心，学生无妨，学生会健康无恙，保证不耽误来年会试。又过几天，齐怀和赵元也来了，带着个黑衣姑娘，眼眶都红彤彤的。许兄，我等你一起会试，你得赢，不能让方家得逞。许兄，你要好起来，你得好起来，我们都等着你。啊，我会的。令人意外的是，朱家来人了，除了朱思环，还有个朱家主枝的年轻公子，热络的嘘寒问暖。看来许公子真是不幸，竟然能跌落寒潭，只怕能早点好起来，参加不了来年的会试，4年后还可以努力。要好起来呀，许兄，好好治病，别让恶人得偿所愿。日子不紧不慢的过，眼看着就要逼近年关。二哥怎么还没回来？去安顿阳需要那么久吗？他还不知道咱们的计划呢，回来会不会吓到？是说曹操，曹操就到。隔天，风尘仆仆的郑如谦就敲门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了？上次回来那么大个妹妹不见了，这次回来大哥病了，还要病死了。大哥，你醒醒呀，你不要出事，你不要有事情，我们不能没有你。老二啊，你放心，我没事。大哥不行了，还在安慰我，这样好的大哥就要没了，我好心痛，我好难过。床头，许墨悠悠坐起来。多谢。老二啊，没想到你我兄弟情深至此，有天竟然能看见你为我这般落泪，真不辜负兄弟一场。大哥呀，你要是没了，我不就成大哥了？这多不好呀！埋头哭泣的郑老二终于察觉不对，抬起头看见精神奕奕的许墨，再回看捂着嘴偷笑的弟弟妹妹，再迟钝也后知后觉过来了。你们装病，这也太损了，怎么能装病呢？谁出的主意？是不是小虎？就你心最黑了。是我，与其站着当靶子，不如躲下躺起来。可是外头沸沸扬扬，说你重病，说你跌落寒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次许墨没说话，
脸上挂起些许内疚。是我穿着大公子的衣服跳下去的，辛苦了。回头去小松支10两银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都严重到让大哥装病了，可见方家手段绝非等闲。我走的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许墨一滞，大哥让青楼姑娘调戏了，还让人打晕送到青楼里去。要是我们求了各大家族去找，大哥往后的名声就不能看了。果然读书人就是桃花多，不就是会吟诗作对，不就是会念个酸文章吗？怎么就那么受人欢迎？怎么就没人调戏我呢？这是重点吗？这是方家在恶心我。即使方家不相信，只要封京其他百姓相信，就能制约住方家的行动。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在演些戏，在家中待到会试罢了。时至年关，剩下的时间倒不多，也就2个月左右。没事了，大哥，年年都买新衣裳，我都买腻了。今年穿以前的也挺好。是啊是啊，不就是切个红纸放个鞭炮吗？年年都是这样，不看也罢。以后大哥会每年都给你们放烟花，每年都放。不光放烟花，还要吃肉，吃羊肉，吃牛肉，吃所有好吃的肉。哎呀，羊，忘了，我还拉着羊回来呢。这个羊看起来比咱们这边的羊要丑。可惜二哥不是专门养羊的，不然非跟你掰扯清楚不行。这几天就割一些草供他们吃好喝好，过年的时候咱们杀了吃。好，只有这般美丽的簪，才配得上我们承欢。母亲，祖母已经断了您的中馈，单靠您的嫁妆根本入不敷出，这样珍贵的簪还是算了。不，你既喜欢，买便买了。大妹子，你跟这活做什么？我来。香莲妹子，你歇会儿，交给我。干点活怎么了？这马上大过年的，不能放鞭炮，不能贴红纸，总得做点好吃的吧？为什么要吹气？为什么要从羊蹄子吹气？从别的地方不行吗？哎呀，给羊吹气是为了方便剥皮，气在皮与肉之间通过，直达全身，把皮与肉分开。从羊蹄子吹气是为了扎起来，保证不漏气。一旁的张香莲只觉得大师傅周身光芒愈盛。香莲，你给我擦汗了呀？张香莲面色通红，轻轻地嗯了一声。那你给我再擦擦，再擦一下。待会儿那个羊腿和羊排都给你烤着吃，其他的全都炖了，怎么样？二哥，我们就只杀1只羊吧。为什么？这羊还没有长成，1只最多30斤，几天就吃完了。到时候再把第2个给你杀了解馋，不好吗？好，当然好。可江生惦记着远方还有个哥哥，他在北疆吃了不知道多少羊，还需要你特意留。这2只羊全都剥了吃，一起剥，想吃我们再运。还是香莲妹子的手艺好呀，今晚有口福了。大师傅，悠然居可还排着席呢，万一叫你可怎么办？我是大师傅，平日里多是教徒弟，偶尔有贵人才做点菜，这种大量的席用不到我。放烟花了。我听着像是敲门，可亲朋友人都在这儿了，还能是谁啊？随着木栓落下，大门缓缓打开，露出个窈窕的身影，不是江府的谭月又是谁？是祖母生病了吗？还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的，姑娘，老夫人挺好的，先搬东西吧。老夫人知道你们今年不宜铺张，特意让我天黑了再送过来。满载的车内装着数不清的肉，几匹新缎子，米面粮油，糕点蔬菜，都是过年应该置办，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置办的东西。老夫人交代，等徐举人拿了会员，新衣裳新首饰只管带出去，现在就先留着，全当老夫人送您的新年礼物。老夫人还说了，别家姑娘有的，咱们江家的姑娘也都有。说不出什么感觉，心尖上升起酸涩感，又带着难以言说的肿胀。喜欢吗，姑娘？真好看呢。
江生咧开嘴，鼻尖酸酸的。这是姑娘的随年钱。哇，100两金子！江生，你要发财了！谭月姐姐，替我照顾好祖母。姑娘放心吧，既然该转达的都已经转达到，我们就先走了。吃完饭再走吧，刚做好的年夜饭呢。不了，老夫人还等着我呢。姑娘，要好好的。我能把祖母接过来吗？她能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吗？姑娘别想那么多，老夫人在江家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并不清闲。让我去江家，我去陪她。老夫人给姑娘送东西，是希望姑娘开心，不是想带走姑娘的。爱分很多种，不是陪在身边就是最爱。老夫人对你的爱也是慢慢增加起来的。起初得知你的身份，老夫人希望你回来，那时候的爱源自于你是孙女，希望你做回江家嫡女。后来得知你跟哥哥们的情感，老夫人放手让你离开，爱就变成了对你这个人，变成了放手与成全。姑娘，若你真的爱老夫人，就别想着30过去，还要引得老夫人内疚，自己不该送东西。不如明儿呀，起个大早来江家，我们都等你。昨儿可吃饺子了？吃了，羊肉馅儿的，也给祖母带着呢。羊肉温热，适合您吃。这羊肉可比之前的好吃多了，膻味轻，肉质嫩。姐姐在哪里买的？我也要去买2只给爹娘吃。江生捂着嘴笑，要是悠然居能用上这样的羊肉，生意绝对更上一层楼。江生心神微动，好好吃哦。真的好吃。别担心，晚上还有。真的吗？新年了，姐姐有愿望吗？江生再次合上手掌，抵于唇前。他的愿望是这一刻的幸福永远延续下去。队长，你要不要也来点？方恒摆摆手，队长明明是年纪最小的，却非要装出最老成，难得那么开心，喝点怎么了？能这么说，我知道这是新年，达陆也知道。若是他们算着新年的时候警惕低，直接驾着马儿过来了，你要怎么办？到时候一群醉汉还不是任人宰割？队长怎么了？可是担心达鲁夜袭，咱们防御做得挺好，即便是夜袭也无所畏惧。不是担心这个，那就是担心大公子会试。您不是早就想好了2月请个探亲假吗？也不是这个，大哥会试的时间不太好。队长是不是担心北疆？这次方恒终于点了点头。队长，其实你不必太忧心北疆的，以前没你的时候，北疆的日子不还是照过？如果能让达鲁们心生忌惮就好了。即使打不退，只要他们忌惮害怕，能够少伤些百姓也足够了。强巴这小子嘴上抹蜜了，大娘们那么喜欢他，回回给他缝衣服。衣服？大娘？村庄幸存者？好，有了。首先找个少人的村落，劝说百姓潜藏几天，接着让将士们换下军装，穿上粗布麻衣，在村落里劳作。正月15过去7、8天，村子终于吸引来达鲁的注意。以他们的警惕，观察2、3天不出错，大概率就会动手。所有人打起精神，绝不允许最后的关头出错。队长放心，马上通知下去。母亲放心，儿在外一定会小心，绝对不让达鲁发现咱们村。好孩子，要平安呢。村口的达鲁点头，确定这村子里并没有高手。从新年到15，从15到2月，他们伪装成4次村落，屠杀进达鲁800余人。方恒心下松气，也终于能够请出探亲假。我们来了，风镜，看，别有居心是假，想吓唬大哥病情加重才是真，同时还能查探清楚大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病了。看来我们应该出去走走了。等小四从医馆回来，老二跟妹妹从作坊回来，好好商量下。大哥，你也没必要装这么认真，谁家病了的人必须躺着，
连2步都不能走。幸好马上要会试了，再给你躺几个月，我看你这2条腿得变成尾巴。3个月确实病得有点久，稍微懂点医理的人都会怀疑。我想出去走走，给大家伙看看真相。也可以，病那么久不像话，总归要有点起色才能让别人相信。或许还可以给方家设个绊子，他们不就是看不得大哥好吗？那明日就让小厮带我去了。志允，你明日可要上门探诊？没有，明日很清闲。那就好，你替我想个能瞒天过海的好病症，到时候让方家吃个大亏。大哥别难过，会好起来的，会的吧？他就是方圆。方家，方圆，一个从5年前就如雷贯耳，却始终没能相见的人。动手吧，小厮。江三赶着马车跟在方家马车身后，微微拉开空隙。就是这个时候，温之允拔出沾了毒药的银针，瞄准马儿屁股，狠狠地投掷过去。直到马痒的速度蔓延开来，马儿才嘶鸣着扬蹄，有了发狂的前兆。时间刚刚好啊！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江三。哎，放心吧，公子。大哥，公子。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没事吧？这是造了什么孽？上次掉水里病还没好，这会儿又被摔出来。大哥，你醒醒，你不要吓唬我们。为什么许兄会在这里啊？大哥闷太久了，想出来散散心，看能不能好起来。我们甚至没有想出去，只是在车里坐着，都要被这样对待吗？那是谁家的马车？一定要这么赶尽杀绝吗？许兄都病成这样了，非要他死不行吗？这一切都是误会，方家会尽力为许公子医治。医治能让我大哥在会试之前好起来吗？是华佗在世，还是扁鹊重生，能让我大哥赶上5天之后的会试？来人，拿上方家令牌，去宫里请太医，务必要最好的，资格最老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方家的马车导致许公子身受重伤，烦请诸位放心，方家一定会尽力照顾到许公子痊愈。至于马车冲撞事件，方家也一定会给许公子个说法。我们相信方公子会给我们一个说法，也相信无论如何会找到罪魁祸首。只是我大哥已经伤成这样了，真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还请方公子放我们兄弟归家，筹备5天后的会试。既然许公子为了会试那么努力，方家也只能如许公子所愿。这个方远有几分能耐，他最后的那番话是在暗示别人，咱们故意的呢。只要他们不来打搅大哥会试就行。大哥摔出去可有疼痛，可有不适？许墨摆了摆手，以后是不是安静等待就好了？方家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吧？接下来的4天格外平静，不仅没有捣乱算计的，就连在外头鬼鬼祟祟的黑衣人都消失不见。哪个狗日的东西在这鬼鬼祟祟？有胆子看人，没胆子站出来是吧？缺德的龟儿子，当本姑娘不会骂人呢？本姑娘可一直跟着二哥学着呢。你有本事站出来，让我看看是哪个龟孙。暗处的人啼笑皆非，松开腰间长刀，缓缓走了出来。楠楠，我是爹爹。爹爹？他怎么会有爹爹呢？姑娘怎么了？外面有人吗？还是腿疼？有坏人，但是被我赶走了。姑娘真厉害，已经能赶走坏人了。下次叫上我跟江四，不仅赶走，还能给他打一顿。好。将军，您已经在这里守了4天，快马加鞭赶出来的时间都用完了，马上大部队就要进京，您得去皇城复命。叫江旭在这守着，我去就回。将军，您可是骑着快马回来的，这裤子还是要换一条，当心面生不雅。行了，知道了。江家的将军都在外征战，娶个儿媳妇儿也不能分担，反过来还拖累江家。您这些年真是操够了心，待会儿将军看见，还不知道怎么心疼呢。他不会回来的。为什么不回来？将军在外面还有宅子，又或者外室？不是外室，
也不是宅子。别好奇了，明儿早点起，去贡院门口瞧着。贡院，姑娘，大哥好好考试，无论结果，也不要畏惧结果。也许并无绝对公平，但能重考，就证明有人还是维持着公正。这世间仍有净土存在。我所谓之努力，是为了净土更多；我所谓之付出，只盼朗朗晴空。我今朝输给方家，则证明世间没有净土，误会何该湮灭在黑暗中。别光啊啊的，赶紧收拾东西。还有什么？别漏了，再点点，多点2遍。已经给老三写过信，他也表示会在2月归来，怎么还是没有踪影？许是三哥不知道这次会试具体日期，还以为跟去年一样2月下旬考呢。敢问许兄身子骨如何？可还需要大夫看诊？方家重金请了太医过来，许兄若是感到不适，千万莫要客气。难道他想戳破大哥装病，让大哥名声尽毁？给大哥下毒，就是让大哥串个稀，也够破坏会试的了。别担心，方公子有心了，许某一切安好。既然许公子无事，那就会试场上见吧。他是来告诉其他学子，这个马车里坐着大哥，没有私下里算计，而是光明正大的指出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这个马车里坐着许墨。那怎么办？在外头我们还能保护大哥，进了宫院，真是想帮也帮不上。许墨低垂下眼睫，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任由方家行使阳谋？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锋的天意，更没有绝对的计谋。小五，你最聪明了，有什么办法吗？若是有足够的人脉，可以找到奉天府尹，请求他派出2位衙役随身保护大哥。那现在去找江家和窦家可以吗？齐怀应该也来了，我去找他们帮忙。没用的，二哥，江家的老夫人能说得上话，却不会出现在这里。赶路去江家时间也不够用了。齐怀虽然是尚书嫡子，但代表不了齐尚书，更何况齐尚书也畏惧方家。窦尚书倒是有几分话语权，可却不知道他来没来。即使来了，数千个人头，你有多久能找出来人？罢了，我进贡院之后，小心谨慎着点便是。就在这静谧时刻，异常寡言的江生站了起来。你要干什么去？可是渴了饿了，还是出贡？江生都摇摇头，不说话。不期然看到前头负着双手、身材笔挺高大的男人，原来他真的在，就在马车前头静默地守着。有相熟的人路过，都要恭敬行礼，再喊出句：“您回来了。”男人只是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江生抿着嘴，还在心底预演如何恳求。姑娘出来了，就在你后头。你怎么出来了？不在马车里待着暖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什么事？你且说。你能不能请奉天府尹派2个衙役保护我大哥？他要进宫院了，我们保护不了他，我会谢你的。我给你送糕点，我还有2盘荔枝冰，分你1盘，也可以给你钱。好啊。江继祖见状，大步走到宫院门口，不知说了些什么，又亮出个身份牌。原本平静随意的贡院夫子立即客气起来，事情成了。大哥，你会没事的，好好考试，我们在外面等你出来。许墨啼笑皆非，又深深地看了2眼江继祖。大哥放心，一切交给我。什么叫交给你？难道只有小五靠谱吗？我这个二哥就不行吗？大哥，你好好考试，我在外面等你。你小子怎么才回来？大哥都进贡院了。记错时间了，还以为是2月下旬。三哥这次回来多久？在边疆辛苦吗？累不累？抛去来回路程，约莫2月。我在北疆挺好的，不累。倒是你，听说在封京的医馆风生水起，我们家小四了不得，以后肯定是个传世名医。温之允腼腆的笑，有什么事儿跟三哥说，别在心底自己压着。但常燕的内心就是五味杂陈。不许说我胖，也不许说我没长高。谁说你胖了？我们家江生这叫有福气。对，我们家江生最有福气了，顿顿都吃大肘子。放眼整个封京，有哪家闺秀能做的？二哥，将军，三小姐也来了。江承欢
是夜里知道江将军归来的。我近些日子有些瘦了，不要穿太单薄的衣裳，口脂也要涂抹些，不能让父亲担心。还有给父亲的护膝都要带上，也不知道这次回来多久，够不够再添置2副的。姑娘，夜深了，还是明儿再去吧。不行，每回父亲来，我都是要第一时间拜见的。找到了，这就给父亲送去。姑娘，别去了，将军不在府里，将军还没有回府。即使回府了，将军真的愿意见这位站着缺朝的舅吗？父亲会回来的，父亲会回江府的。他每次从皇城回来，都要回府的。可这个夜晚，江将军真的没有回来。傻孩子，他始终是你的父亲，疼你呵护你了10几年，又岂是区区血缘能够断干净的？今晚不回府又如何？他早晚得回来，何必在乎这1、2晚？真的吗，母亲？父亲不会不要我的，对吗？姑娘，再睡会儿吧，等将军回来我叫您。江承欢摇了摇头，还是执意梳妆打扮。半晌，小厮过来禀报，江老夫人去了贡院，今天是会试第1天。江承欢有种强烈的预感，父亲就在贡院门口，并且还是为了江生。姑娘，你没事吧？你坚强起来啊！你明知道将军这次不是为你回来的，为什么还要过来？为什么呀？江承欢稳住身形，呆滞地望向前方。承欢呐，回去吧，好好的生活，江家不会亏待你。父亲，父亲，父亲，母亲，我没有父亲了，我只有你了。父亲不要我了，哥哥不要我了，求求母亲不要走，不要走。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的。将军和大公子都厚道，愿意留着3小姐呢。只可惜3小姐没明白，她本就是窃取的人生，还回去也正常。这世间事情，多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重亲情是好事，但抓得太紧，只会害了自己。是这样的吧？老夫人是回府里，还是跟着将军？回去吧，剩下的时光留给他们父女。你都不谢我的吗？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男人似乎在沉吟。我们做点小生意有赚钱，几千两还是给得起的，再多就只能慢慢给了。我还给三哥留了2盘冰荔枝，可以分给你1盘。那个并不多值钱，但整个风京都找不出第3盘。要是这些还不够，我4哥还可以给你看诊，什么病都可以。还有，没有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如果你还不满意，我们再商量。只要我大哥没事就行。我不要钱，我就要你那盘荔枝，还想尝尝你最喜欢的大肘子。就这些？就这些？难道你不愿意？那我待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冰荔枝、大肘子都给你送过去，你看行吗？送过去都不新鲜了，我想尝新鲜的。我同意了，但是我得问问哥哥们的意见。这件事情你是功臣，你说了算。我们都同意了，你上来吧。肘子刚刚出锅，你们就回来了，真是群闻着味儿的小馋猫。姑姑，这人是谁呀？哥哥们呢？在马车里。他帮了大哥，我请他吃大肘子。既然来了，就屋里坐。刚出锅的大肘子正香呢，就是不知道饭够不够吃。不过也就1个人，还好，再蒸2个馍。姑姑，是小恒，小恒回来了，2个馍不够吃，得加4个。他话音刚落，8个将呼哧呼哧追来，齐刷刷的喊：“姑姑，姑姑！”在后头还有4个持刀禁卫。张香莲突然有点晕。不用管他们，他们自有吃饭的地方。等等，既然帮了小莫，就是咱们的恩人，饭怎么能不管够呢？都别走，都留下来吃饭。6头猪是卫，16头猪也是卫。莲妹，这人到底是谁啊？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是帮了小莫的人，江生说要感谢他呢。
感谢归感谢，去悠然居吃就好了，干嘛辛苦做那么多菜？直到落座的时候，他才发现络腮胡子的男人有那么点眼熟。其实不用这么丰盛的，也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三哥呢。三哥可是千里迢迢从北疆回来的，平日里都吃不着这些东西。来来来，大肘子来了，快尝尝。大肘子得趁热吃，凉了可就不好吃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谢谢您愿意帮我们大哥。大肘子也吃过了，冰荔枝待会儿我让人送到江府。您意下如何？孩子，江家对不住你，也缺席了你太多时光，如何帮助你都是应该的，不需要你的感激，也不需要你的惦念。我于西北驻守20年，回京的岁月不过寥寥2、3年，不曾为找你出过大力气，也不曾亲自教养过你，更不曾为你撑腰出气，能陪你吃顿饭，为你剃去骨刺已是难得，再多的也不易消降。我只是来告诉你，你是有家的人，有爹爹的人，只要你愿意，江家永远对你敞开大门，爹爹永远都会在前方等你。他好像永远不会被击碎的山，英武的立于世间，既挡住前方的风，又镇住后方的水。大肘子吃过了，冰荔枝留着给哥哥们吃吧。公园的事你且放心，有我在呢。三哥，现在北疆正是战时吗？不仅是正战时，还是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刻。若不是攒下了几个大功绩，我都没脸请探亲家。那他呢？大将军要立多少功绩？要受多少伤？要杀多少鞑虏？才能力排众议回到封京？天家会责备吗？朝廷会愤怒吗？文官会递多少激情愤慨的折子？我只用顿大肘子就把人打发了，是不是有点太过分？江生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纠结，3两步冲到江继祖身后，欲言又止。你有什么需要的吗？我会努力帮你，我会回报你的。我只有一个心愿。什么心愿？你告诉我，我会帮你的。我想陪你玩耍半天。江生犹豫着答应下来。那就这么说定了，吃完饭我带你去。为什么我不知道这里？这是什么集市？是我小时候发现的地方，后来上了战场就很少来了，没想到添了那么多美味。撑啊，太撑了，撑得人发困，撑得人不想动。旁边路过一对父子，嘻嘻哈哈着路过。是不是累了？他傻傻点头，接着就感觉腾空而起。别害怕。四周景色不断后退，莫名的安全感袭来，伴着浓郁的困意。你这是做什么？那么大的姑娘了，怎么还能扛在肩上？还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她12岁了，是个大姑娘。我是侧着扛的，只用了一边肩膀。怎么样都不行，让别人看见怎么想？我知道了，是我鲁莽了。我只是想着，幼时不曾这样扛过她行走，以后她的年岁越长，便再也没有机会了。姑姑，刚才有人来敲门，把将军叫走了。他们长得有点相似呢，我还听见他叫将军兄长。兄长，不负兄长所托，这2天观察廖家，果然从戒备逐渐放松，似乎认定兄长回来没有立即处理，便是要对换子一事轻拿轻放。江继祖冷笑一声，没有说话。换了我们江家的孩子，还想江家不追究，也就蠢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乘风顺藤摸瓜，已经找到几位放养在乡下的老嬷嬷，但始终没能找出那位出主意又动手的人。既然我们找不出来，那就让廖家自己去找吧。那我们就先去别院会会那几个嬷嬷。笑什么笑？当我这身肉白长的呀，就是因为饿得太快。好好好，知道你饿了。刚出炉的藤花饼，要不要吃？藤花饼，顾名思义，
用紫藤花做的饼，通常在2、3月的季节。放心吃，多着呢。还是江一在入城的时候发现了野生紫藤花，下午没事折了些，晚上就有小饼吃了。直到木门被敲响，他第一时间抬起头，灼灼地望过去，原来是大师傅来找姑姑了。说不上是失落还是难过，只觉得心头沉甸甸的。依我看，等大哥会试出榜，姑姑的事儿也该办办了。到时候咱们这就是双喜临门呀！好，不错，双喜临门好啊，必须办。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这就去置办聘礼，到时候可要大家多多帮忙，多多过目了。那是当然，姑父的忙怎么可能不帮？只有张香莲羞得不行。姑姑，会试结束，三哥应该就走了。江一他们也不在，没办法给姑姑撑腰。办，这就办。没想到还是三弟面子大呀，姑父少不了谢你。只有江生，他没有吃大肘子，也没有吃小饼，就那么安静地坐着，神游天外。妹妹，你怎么了？是不是压着食了？四哥给你配消食茶。我没事，我吃饱了。楠楠，爹爹回来了。原来他没消失，原来不是梦，原来真的是爹爹呀。怎么1天就不认识了？你要是不欢迎我，我就走了。不，别走，你真是我爹爹吗？我真的有爹爹吗？真的是，真的有，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骗人！我爹爹没有胡子，我梦里的爹爹没有胡子。快点起来了，将军在外头等你呢。骗子，果然是骗子。你可算醒了，今天江家要去法门寺祭祖，要不要一起？江家，法门寺，祭祖。他后知后觉发现，眼前这个中年人真的是江将军。好多年没刮掉了，当初为了震慑大军，特意续起来的。祭祖？什么祭祖？江祭祖的笑容收敛，眼神凌厉起来。没有什么祭祖，这趟法门寺专为廖家而设。这次不是开宗祠，也不是去族谱，只是为老将军上炷香。真的吗？母亲不要担心，陈欢没事，先收拾东西吧。江家大门前，江老夫人在谭月的搀扶下，缓缓坐进高头大马车内。夫人，将军留下话，承欢小姐不必去了。江承欢刚刚抚平的内心再次被痛揪起来。哎呦，不是江家的人，非要凑江家的热闹。早知现在难堪，还不如躲在自己院子里呢。小月，父亲真的说了不要我去，这是真的吗？管家艰难地点了点头。既然父亲说了，那承欢就不去了。为什么不能去？凭什么不能去？承欢还姓着江家的姓，也给老将军送过终，怎么就不能去？谁说的不能去？江祭祖吗？要他来亲自跟我说。江管家额头冒出汗水，只觉得进退维谷，人生艰难。既然我把话撂下了，承欢去我就去，承欢不去我也就不去了。前头马车里的江老夫人终于睁开眼，给了谭月个眼神。让三小姐去吧，只要夫人不后悔即可。我为什么会后悔？承欢在江家娇养了12年，他就是江家的孩子。可是母亲，这是违逆了父亲的意愿。爹爹，你看，这羊棉明明那么好，揉多了就可以当棉袄穿，偏偏脱了袄子才会开花，真是一点用都不顶。哎呀，羊棉怎么能暖和呢？必须实心的棉花才能保暖。谁有实心的棉花呀？能用旧棉花就不错了。还有的人家用芦苇填絮，看着鼓鼓囊囊，一摸浑身冰凉。江祭祖笑，
笑着笑着，眼角就泛红，喉头酸涩。今天不是江家祭祖吗？为什么把哥哥们也叫过来？非也非也，法门寺专门祭奠往生亲人，他们许是想给自己逝去的父母上炷香。祖母，让你们久等了。不久不久，父亲呢？江生忍着笑意，指了指正在聊车帘的白面中年人。这……韩月瞪圆眼睛，大伯刮了胡子，有种不输爹爹的英俊哎。大哥可是嫌弃络腮胡子吃起饭来麻烦，每次饭毕都得洗脸。楠楠不喜欢。好了好了，去上香吧，我们家楠楠也要见见祖父喽。姑娘还不知道老将军是什么样的人吧？我虽然也没见过几次，但总听老夫人说，也能跟你讲讲。阿弥陀佛，施主来了。来了，小师傅可好？一切长安，所有该来的人都来了。那就好，那就好，那就进去吧。许久没见主持了。恭喜老夫人，恭喜将军，重拾千金，血缘归位。又看了看江生，露出浅笑。姑娘是个有福气的人，面如满月，四肢浑圆，没有福气哪能吃成这样？主持还可以看面相，看看我是不是也很有福气？面圆有福气，吃爆一多舌。啊，那我呢？那我呢？额阔面方，福气绵长。老住持的目光扫过江承欢，看到他单薄的身形，尖瘦的下巴，轻轻摇头叹息。唉，过饱难担福呀。廖氏有些不悦。您看看我们，面阔嘴大，四方来财，眉挑英姿，天生武将，男命女身，心细如发。当看到常燕的时候，老住持明显怔住了，反复端详几次，面色从凝重到微变。主持，我哥哥怎么了？他没事吧？性命无碍，可也只是性命无碍。人活着就行，管那么多干什么？要是能活着还能吃饱点，那就更好了。阿弥陀佛，禅房已经收拾妥帖，所有闲杂人等都已离开，诸位有请吧。我已经求过皇上，将廖家的荔枝生意交给九真方。百无聊赖的郑如谦突然精神起来。皇上也应了我，革去廖家所有人的仕途，其余几大世家也得了消息，不会再跟廖家做任何生意。为什么？廖家怎么得罪你了？你要绝了廖家的生路？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你真的不清楚吗？换掉江家嫡女，抛掉江家嫡女，漠视江家嫡女，桩桩件件，条条款款，哪个不是得罪？为了外甥女，扔掉亲女，让她乞讨7年，濒死挨饿7年，被人辱骂殴打7年，你到底是不是母亲？你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表示，回答我，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整整7年呐，那么小的孩子，摸爬滚打，乞讨为生，与狗抢食，辗转流浪，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廖平若，你回答我！廖氏被震得半晌回不来神。你想否认？两个持刀禁卫出现，手里压着个睡眼惺忪的醉汉，江承欢的生父啊，出现。你若是再否认，我就叫人将吕廖氏的坟掘了，挫骨扬灰。谁敢掘我爱妻坟墓？饶他半生安宁！扭头瞧见廖氏，他又呲着大牙笑起来。原来是姨妹啊！我那姑娘跟着你过得怎么样？我答应过，
你不会打扰你们，就真的不打扰你们。我这就走，别让姑娘看见。哎，不好，不好。廖氏，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是，我是换了个孩子，那是换了个孩子，那是换了江家的孩子。你换了江家的血脉，你害了囡囡半生。你不配做江家的嫡妻，你不配做囡囡的嫡母，你也不配拥有程远这样的孩子。你应该感到高兴，囡囡还活着。如果她不在这个世上了，整个廖家都得为她偿命。当初允你进门，是我做过最愧对江家的事。是儿有眼无珠，挑了廖氏做妻，儿对不起父亲母亲，也对不起江家列祖列宗，更对不起囡囡。不怪你，怪我当年想差了，只想着规避烈火烹油，却忘了门当户对。咱们两家是不够门当户对，你们挑我也不过是因为我恭谨孝顺，并不曾对我有过感情，也不曾瞧得起廖家，兢兢业业打理钟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你们说卸下我权力就卸下，说拿走对牌就拿走对牌。你们可有把我当作江家主母，又可有把我当作将军夫人？不要岔开话题。拿走你的对牌是因为你弄丢了江家血脉，即使到现在你也没有明确说出到底为什么换了江家的嫡女，就为了你们姐妹情深。可是据廖家的老嬷嬷交代，你们姐妹当年似乎也没有多么和睦。难道是记恨囡囡害你自此不能生育？当年你确实早产导致再不能孕，可江家已有嫡子嫡女，不会再迫你生孩子，实在是没有道理。说，你到底说不说？父亲，将军，您不能打母亲。江家的男人从来不打女人，我只是要他说出来当年真相罢了。他若是不说，廖家的人将会逐个暴毙，先从小的开始。听说廖家家主刚抱了个孙子，吕家的人也跑不了，活着的生无宁日，死了的挫骨扬灰。母亲，你说吧，你说出来吧。说出来，快点说出来。我不想说，我不想说，是你们逼我的，是你们在逼我。江生，他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他不是廖家的血脉，他活该被扔，活该乞讨，活该死在外面啊！我又要没有爹爹，没有祖母了吗？你就是亲的，就是祖母抱大的囡囡，就算你不是，祖母也要你。廖氏，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要试图用这种方式脱罪。脱罪？我有什么罪名？我只是扔了一个冒名顶替的孩子，抱来我的外甥女罢了。是，我跟姐姐关系普通，但江承欢好歹也流着我廖家的血，而这个孩子与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承欢在江家的日子太不容易，我不想说出来让孩子伤心，是你们非要逼我说出来的。都是你们逼我！你有什么证据？姐姐怎么就不是江家的血脉了？证据母亲不应该清楚吗？这孩子究竟是哪里来的？你又为什么对他疼宠入骨？不都明摆着吗？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胡言乱语？母亲真是太能装了，直到现在还演戏。你忘了姚家那个早夭的女儿了吗？她与我儿同年同日，她生下来夭了，我儿早产了。你说巧不巧？她是足月的孩子，我儿却只有7个月。到底是哪个孩子活下来的？江家的这位嫡女到底姓什么？我的儿啊！
尽管妯娌两个素来不睦，江二夫人还是忍不住沾了沾眼角。你是说江生是姚家的女儿，是姚思清那个早夭的妹妹？这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离谱认知？我把姚家的孩子换过来图什么？图江家的富贵？姚家可没有吕家败落，图养在身边，我也不缺孙女儿。别以为我不知道，姚思清母亲缠绵病榻，没几年可活了。你是想给那孩子找个亲娘，找个疼他爱他的娘，可为什么是我？明明妯娌也有身孕，明明大家月份相近，难道就因为将军是那个嫡？难道真如廖氏所说，姚家人在为自己的孩子甄选母亲？所以你认定姚家故意害你早产，再把江生塞过来让你抚养，为了报复姚家，也为了报复母亲，你狠心将他丢弃，换回来了陈欢。对，是我恨姚家，我也恨江姚氏，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那我就害死姚家的孩子。我把他扔掉，我讨厌他，我恨不得他死，我宁肯抚养姐姐家的孩子，我也不会养他。荒谬，真是太荒谬了！没有证据，仅凭臆测伤害了2个孩子。廖氏，你愚蠢又荒谬！你说姚家迫你早产，你说姚家换你孩子，你有什么证据？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我的血脉？我有证据，去叫姚家，思清父女俩知道那个孩子到底埋在哪里。老夫人，这是要得罪了姚家呀！去，哪怕是得罪姚家，我也要让廖氏知错，要他知道错的有多离谱。有禁卫带着他骑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风境。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又不知道磨破多少嘴皮子，用掉多少两家的情分。大半个时辰后，寺庙外终于传来动静，一身风尘的姚家家主带着姚思清出现，他怀里抱着个黑色匣子，眼神疲惫又凄苦。我就知道你们会挖出来我的孩子，这里面是我的儿，对不对？我的儿啊，别碰我！我要我的孩子，我要看看他。12年了，我想他，我的孩子。开匣子。姑母，真的要开吗？小阮他已经沉眠12年了。开！表哥欠你的我来还，但今日必须要给囡囡个公道。旁边廖氏哭声愈发凄厉，伤痛入心。老夫人，还没有请大夫。我会一些医术，只是对于摸骨不太精通，还是请个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来吧。好孩子，不用请别的大夫，你可有随身携带银针？银针？自然是带了。老夫人要银针何用？为了姚家的名声，也为了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姚家将这段故事泯灭，只对外宣称足月的孩子短命夭折。可所有姚家人都知道，那个孩子是中毒而亡。这不可能！你们骗我！你们毒死了我的孩子，只有可能是你们对他下毒了。在娘胎里就毒死的孩子和生下来再喂毒，尸骨所呈现的毒性是不同的，触之变色且深如墨，说明娘胎里就已经毒入骨髓。再者，杀死一个婴孩的方式有很多，掐死、淹死、摔死，都比喂毒药来的便捷。不可能的，母亲不可能骗我。母亲说了，我的孩子脚底有2颗痣。江生浑身光滑无瑕，他不可能是我的孩子，不可能。将禅房里的廖家人尽数绑来，从主到仆，一个都不许遗漏。当五花大绑的廖家人被禁卫拎来，12年前到底怎么回事？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别打我，我真不知道。江继祖把目光放在了几个老嬷嬷的身上。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不畏死，也不怕打，可你们总有子孙后代，总有子嗣家人。我身为大禹王朝的将军，
总有能力让几口人悄无声息的消失。求将军饶恕家人，求将军手下留情。当年吕家败落，大姑娘血崩离世，老夫人心疼襁褓里的小姐，恰逢二姑娘意外早产，生下的孩子像猫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活成。老夫人心疼大姑娘不易，又不想二姑娘经历丧女之痛，便想着法子给二位小姐调换身份，两全其美，这样江承欢能用江家嫡女的身份活下来，早要的孩子也不会惹来廖氏伤痛。不对啊，咱们姑娘可是在老夫人跟前待了半年才抱走的，并不是出生就被调换。说不说？说，是大姑娘，她嫉妒二姑娘嫁得好，嫉妒江家如火中天，吕家却彻底败落。她不甘心优秀了一辈子的自己临了竟然比不过木讷的妹妹，所以她在临死前逼迫廖老夫人答应为江承欢择个好的出身。知道廖氏不可能同意，娘儿俩就联手布了个局，无论是2颗痣也好，污蔑给姚家也罢，都是为了怂恿廖氏接过来江承欢。你们该死！大哥，刚才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的孩子到底是谁？我的孩子到底在哪里？你告诉我，谁才是王怀泰7月的孩子？谁才是啊？我来告诉你吧，江生就是。这个被你亲手丢弃的孩子，就是你的血亲骨肉。在你丢弃他的那些年里，他流浪辗转着生活，他无数次快要被冷死饿死，他饥肠辘辘到与狗抢食，他是所有人眼里的小乞儿，是无父无母的流浪儿，是谁都能随意践踏的存在。馊饭剩菜在他眼里是美食，狗都比他吃的尊贵。真可笑啊！仇人的孩子当成宝贝，心心念念的骨肉生命垂危，廖氏你真可笑。我的孩子在哪里？孩子，母亲找你，母亲会保护好你的，求求你回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行至江生身前，他的脚步逐渐迟缓，像是在努力分辨，又像是小心试探。孩子，你是我的孩子吗？造成的伤痕怎么可能弥补？产生的错误也不可能归位。他是，亦或者不是？是或者不是重要吗？千里草，我青青，日不得生，要给我儿唱歌谣，我儿不哭也不闹，奶奶不哭啊！看看这是什么啊？母亲给你准备的小玩具。我们娜娜是将军家的孩子，以后也要做个将门虎女，就是不能上战场，那个太危险了。你的祖父就是战死沙场，你的爹爹恐怕也要重蹈覆辙。娘不许你们兄妹有危险，娘只想你们好好活着。母亲，你怎么了？母亲，你醒醒！滚！坏人，别碰我的孩子！你是坏人，你滚！楠楠，你可有何念头？父亲还是好好照顾他吧。我想兄长一定不愿意他的母亲任人欺凌，流落他乡。哎，好。刚才吓坏了吧？回家得吃几个大肘子压惊啊！江生不害怕，3哥一直在。4哥也在，4哥比3哥在的还要久。那5哥也不能缺席喽。真好，虽然没了母亲，但哥哥们一直都在。那个，我也在，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江承风挠挠头，他年纪大了，不好凑这个热闹，只能咳嗽2声以示存在感。冷啊，怎么这么冷？姑娘，你没事吧？
你又在这里哭哭啼啼做什么？生母算计抢了人家的富贵，还要死赖着不走，就没见过你这样厚脸皮的人。江承欢想否认，却又张不开嘴。不要装楚楚可怜，也不要动你的小心思，更别想跟你生母一样想出毒计害人。话本子里你这样的配角最容易在这个时候生出歹意。你要是真有良心，就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就应该拼尽全力弥补江生。姑娘，当心寒意入体，您身子本就虚弱。小巧，我做了什么？他们认定我要受歹意，他们认定我要伤害江生，他们认定我是坏人。丫鬟低下头，不敢说话。四妹妹，我能问问你，为什么能跟江生一起玩耍，却始终讨厌我吗？是因为性格不合，因为真假身份，又或者争抢风头？因为你虚伪、固执，不够坦荡。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你不要想着借什么题发挥，更别想着装可怜扮柔弱。没人欠你什么，是你欠了别人。姑娘，咱们走吧，咱们走远点儿。姑娘，你去哪里？不，我不想走，我不想，我想要父亲母亲，我想要兄长，我什么都想要，我不走。我是耍了心机，我也装了病，我太想留住幸福的过往。但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会不择手段的害人？这么多年，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亲的，母亲是亲的，兄长也是亲的。我没有抢任何人的身份，也从来不是假货。母亲，承欢好疼啊！但承欢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承欢还想做爹娘的孩子，还想遇见兄长。只是这次一定要是亲的。只有踩踏进虚无，在半空中伸展，如蝴蝶翩然跌落。姑娘，别看，回马车里去。到底怎么回事？快叫大夫！大夫！你呀你，是不是又乱说话？江成宇摇着头，眼泪开始飞溅。温之允在江承欢的身上插满银针，为他止血，为他正骨，为他疏通淤血，累到满身大汗。小大夫，他怎么样？需要什么药物尽管说。虽说江家没有决定好要如何待他，却也没想过索他性命。血已经止住了，能不能醒过来很难确定。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是谁遇到危险了吗？是江家的那3位姑娘扭到脚了。她没事吧？可有大碍？只是扭到脚，为什么哭成那样？真是奇怪。可能是女儿家较弱吧。哎呀，时间到了，我们得去接大哥了。对，贡院里还有个考试的人呢。祖母，我们得先走了。我大哥要考完了，我们得保护他，别刚走出贡院就让人打到鼻青脸肿。好孩子，你先去，走吧。哼，不知道大哥是被打了半身的么，还是摔了个四脚朝天？也可能是个踉跄，或者被诬陷作弊。少年风骨如常，既没有被人刻意为难的狼狈，也没有遭到算计后的慌乱，反而有种难以言表的凝重感。没有被为难，爹爹的叮嘱起作用了，放假没有为难大哥。先回家。你们怎么了？大哥没出事，不应该开心吗？难道还跟上次一样，利用唐禄生做手脚，不知不觉的换了大哥跟方远的卷子？同样的招数用2次，未免太过浅显。难道是要杀死大哥？当年他们就想将我斩杀灭口，如今还想用这招，索命应该不至于。在会试结果出来之前，方家要是真的迫害了我，等同于坐实科举舞弊。那会试结束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迫害大哥了？笨蛋江生，怎么可能？大哥都拿了会试第1，他们还迫害个什么劲儿？江生又蔫了，犹如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好了，会试还有6天结束，方家就是迫害，也得在6天之后。先不着急商量对策，倒是小四怎么艳艳的，可是出了什么事情？温之允从离开法门寺就没有开口，见到许墨也没说话，像是满腹心事，又像是在压抑着什么。小四，可是哥哥们欺负你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跟大哥说说。大哥，
还是我说吧，四哥是累了呢。我们今天去法门寺了，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后来那位三小姐脚扭了，四哥大概是救她累到了，可是扭伤不是很好治吗？四哥累成那样，难道是太虚了？那你们岂不是到现在都没吃午饭？饿坏了吧？是啊，饿死了。可我们想等你一起吃，希望姑姑已经准备好饭菜，回家就开吃。可算回来了，吃饭没？锅里热着小鸡炖蘑菇呢。饿死了。姑姑快盛2大碗饭来。那会试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迫害大哥了？大哥都拿了会试第1，他们还迫害个什么劲儿？不是的，会试之后还有殿试，状元才是科举的终点，这样跌下来有几成生还几率？温之允苍白着面色，轻轻摇头。我去看书了。大哥真勤奋，就这么点功夫也要看书。要是我早就躺下休息了。所以你在行商，大哥在科举。小四要去哪里啊？也许去江家了吧。也不知道那位江三小姐怎么那么脆弱，竟然放弃年轻的生命。明明只要活着还有无数种可能。你当每个人都是江生呢？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吃过那么多苦头，受过那么多欺凌，还是好好活下来了。哼，关键还活得那么没心没肺，能吃能睡。大哥，宫院门开了，快去考试吧，我们在外面等你。许墨微微颔首，希望大哥考试顺利。回家吧，安心等着。四哥，你今天不去江家吗？江家三小姐的扭伤好了？好了，以后不需要再去江家了。江生没有多想，拉着郑如谦商量起要开个分店。虽然有点困难，但做人嘛，总要有点盼头。有道理。两人嘀嘀咕咕，虽然有些吵，但真实且充满烟火气息。小五，是有什么心事吗？四哥放心，我没事，就是在想大哥和方家。香雾姐姐你好厉害啊，什么时候我也能跟你一样？姑娘在想些什么？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性格自然也不一样。姑娘，你现在就很好，没必要跟我一样。如果可以，没人愿意成熟稳重。江生若有所思的点头。真没想到咱家小妹妹也开始有想法。孩子长大了，开始想训斥哥哥了。江生啊，四哥对你不好吗？好啊，特别好，哥哥们最好了。晚上我把姑姑炖的大肘子分给你们，大哥也分2块，这几天肯定饿坏了。大哥，情况如何？别想太多，咱们以前遇到的困难，不也都是到头来才知晓。运筹帷幄自然好，但谁能事无巨细的知道所有？不要让自己太累。是啊，小五，二哥在外头做生意，有赚钱就有赔钱，正常的很。我在战场上也是，有输就有赢，谁也不知道下场战役是什么结果。就像咱们出门，谁也不能确定会不会踩到狗屎。三哥，别躲了。没有三哥，我们跟方家的矛盾也不可调和，倒是可以让三哥试探出来方家真正的底牌。楠楠，爹爹来了。爹爹，你认识我三哥吗？三哥，方家的那个小子吧？当然认识。放心吧，一日驻守边疆，便是我麾下的儿郎，绝不让任何外人欺侮。爹爹真好，爹爹是个好爹，也是个好将军。楠楠过来，爹爹给你准备了城东的蜜糖酥，还有整个风京最好吃的糖葫芦。许墨和郑如谦默契对视，闪身让开了视线。于是人群中的方远看到了兄妹中的方恒。三哥，好吃吗？好吃再分你点。好吃。再扭头，方远已经不见，徒留满地寂寥。你比我儿年龄要小，却比他还要优秀，无人提拔都坐上了小队长的位置，若是有心提拔还了得。我与老方也算是故交，他的孩子我自不会袖手旁观。只是你父亲这些年也有不少旧部在北疆，
为何不见你联系，也不见你寻求帮助？为什么呢？起初是为了躲避方家，为了不被方家发现行踪，后来就想踏踏实实的保卫边疆。别人能够从普通士族做起，他方恒也能。你说的对，想要成为大将军，就得从士族做起，就得忧天下之忧，护平民之苦。只有真正从基层走上来的将军，才能带领大禹王朝打出胜仗，驱逐鞑虏。无论老方还是我，又或者几个带兵的副将，全都是从普通士族做起，没有进营帐就直接做队长，直接当将军的。方恒在旁边直点头。只是单凭你自己的力量，想要做到将军，恐怕要10数年之久。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哪怕靠着关系擢升快些，也不过是早点保护百姓，早点守卫边疆，是也不是。做武将的心思都直率，也最厌勾结手段。但是小方啊，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如果能够早些帮助受苦受难的百姓，早些驱赶走凶残可恶的鞑虏，哪怕使了些捷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应该寻找方家旧部了。方家已经知道了我的存在，无声的硝烟即将升起。确切的说，方家早就知道你是我们的三哥。从前我们总以为方家换试卷是盯上了大哥的才学，今天才发现想差了。原来是我害了大家。小五，你说让我来试探方家的底牌，到底要怎么试探？哼，不急不急，这段时间大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等会试结果。终于3月20日，会试放榜。大哥，我先下去。轻声妹妹，许兄来了吗？人在哪里？还不赶紧出来！是啊，快出来！许墨深吸一口气，终于掀开车帘。恭喜你们！应该我们跟你说恭喜才是。许兄品学高洁，遇挫而不倒，堪为我辈榜样。别听我哥的，你快去亲自看看。许墨轻轻颔首，终于10步走到牌匾前。许慧远，16岁摘得会试榜首，放眼前朝、京朝都是少见，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恭喜大哥了，恭喜大哥了，恭喜大哥了！我这堂弟果然有几分本事，祖父教我们习武与文学不过是浅尝辄止，他却能有几年的功夫考上贡生。凭什么？方家着实过分，方家欺人太甚。小五，告诉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测出来方家的后手？时间自5年前转到现在，经过方恒被追杀，许墨被换试卷，双方早就势同水火，不死不休。无论是为了报复也好，保护许墨也罢，寻出方家后手都成了势在必得的事情。我去，我愿意去。小五，你别再神神秘秘了，快告诉我，到底用什么方法？哎，告状。五哥，你疯了！大哥会员遭窃，把奉天府的冤骨都敲烂了，才换个重考。三哥上哪里磕头，能状告动方家？就凭我，如何能告得动方家？父亲留下的旧部叔伯都在边疆，最多能帮我尽快擢升，于风京并无任何助力。不，三哥，我们并没有打算告倒方家，我们只是先告个状。这就跟两人打架一个道理，你不进攻，就不知道敌人出什么防御，更不知道敌人的功夫深浅。只有出手了，试探了，才能够揣摩出敌人的招式。原来如此，只是小五，我们这样不就等同于激怒方家了吗？得罪就得罪，反正在边疆我也不怕他们暗杀，大哥殿试过后也有一席之地，咱们再不是轻易能灭口的无知小儿。终于，一个微风和煦的清晨，方恒跪在了皇城门前。这谁啊？不去奉天府喊冤，在皇城门口跪着做什么？我看着有点眼熟，像是那谁。在这跪着管用吗？天家要是不闻不问，岂不是白跪？怎么可能？天家就算不管，大人们下朝路过也不可能不管。约摸半个时辰后，太阳挂在梢头，空气逐渐灼热，皇城大门终于打开。1至3品的朝廷大员看
看到了持刀而跪的少年，先是怔愣，再打量，最后意味深长。是谁胆大包天，竟然挡了皇城大门的路，还不速速退离？当心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将你押入大牢。人群中的江生眨了眨眼，又摆了摆手。什么挡路？我看着是有冤要诉啊，还不速速禀报天家，由天家处置吧。呸！什么小小都能引得天家老泪，那还需要我们这些官员做甚？还是直接交移奉天府，先打上30大板。江继宗冷眼瞥过去，正准备为大侄女酝酿点火力。已故大将军方怀义之子方恒为父母之死喊冤，求天家仁慈，看在我父征战沙场数十年的份上，还方家大房一个公道。都跟三哥说了，别这么诚实，别磕那么狠的头，怎么就是不听呢？别磕了，天家已经收到消息，这就过来。您是表叔？天家今日对方家有火，你若是有怨，不妨直说，但切记不要扯到皇族身上。记住，你是来为你的家人伸冤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何人在此喧哗？方世辉之子方恒求见皇上。吾父战死沙场后，二叔一家为夺得权柄，残忍谋害吾母，并斥人千里追杀于吾。吾势单力薄，无可奈何，唯有请皇上做主伸冤。休得乱讲！还请皇上明鉴，微臣大哥离世后，长嫂心病成疾才离去。微臣身为二叔，本该承担起照顾子侄的责任，却不想这孩子心中不服，认定是微臣戕害了长嫂，扬长离去。5年了，微臣一直在寻找这孩子，浪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却不想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告上皇城大门，微臣心里苦啊！我要证据。你们可有证据？微臣有。微臣有遣人寻找侄儿的书信来往，更有这么多年孜孜不倦找的经营记录。只要能让孩子认清楚我这个叔叔的苦心，怎么着都值了。启禀皇上，草民虽然没有证据，但草民这些年孤苦无依，辗转流浪是实情。草民的家和家产被侵占了也是事实。但凡二叔是个仁慈有心的，草民又何至于在外受苦？太好了，我们的办法管用了。天家能还给三哥公正吗？怎么可能？舆论只能推波助澜，却没有办法决定结果。到了世家这个层次，流言蜚语不过鸿毛，真正关键的是听到蜚语的人到底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判定。装模作样，到最后也不过是和稀泥。你们两方各执一词，实则血缘亲人，倒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彼此各退半步，来个化干戈为玉帛。果然，方家家主脸色铁青着不说话。草民愿意，还请二叔把家主位连同中馈库房对牌地契全部交出来。区小儿岂能为国献力？大将军两兄弟一母同胞，接受家主身份本就是正常。倒是这黄口小儿因为小女人2句挑拨，便害得方家不宁，实乃缺乏管教啊！皇上，皇上明鉴，家主之位向来由嫡长继承，大方若无私也就罢了，明明有个活人，却非要二房的叔伯继承，又无法善待将军遗孤，实在是有寒千万将士的心啊！这是底牌来了，微臣心里难受啊！这些年兢兢业业打理家族，打理兄长留下来的产业，却要受到侄儿这样侮辱。同为方家子孙，怎么微臣的命就这么苦啊？父皇，儿臣正欲出门，却在门后听得2耳朵，本不该插手臣子之事，此刻却是不吐不快。都道家族传承交由嫡长子，方将军的威武亦是常人难及。可他离世后，遗孤幼小，方大人也是嫡子，也是次长，怎么就不能扛起方家门楣了呢？退一万步来说，方大人这些年治理方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贸贸然卸去所有，无异于卸磨杀驴。当然，儿臣也不是说方将军遗孤就要受苦受难，儿臣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为两家应该在这个时候分家最合适。
红儿，且继续说。回父皇的话，两兄弟成家以后本就该分开，大房是一家，二房是一家。既然小侄儿不服气叔叔管家，不如亲自接手大房资产，两家各自发展。以上乃儿臣浅见，父皇以为如何？方恒满心怒火，强行压住，用余光瞟向人群。那里立着僵硬的许墨，怔中的郑如谦，茫然的温之允，以及面色苍白的常燕。常燕来不及想些有的没的，给方恒一个眼色，又用口型转达：嫁妆。启禀皇上，草民不敢分方家银钱，更不敢跟二叔抢祖产。草民只要方家归还草民母亲的嫁妆，还请二叔把母亲的嫁妆还回来。你什么你啊？怎么那么笨呢？大哥、二哥、小五，有皇子做底牌，这次大哥殿试的名次可能要被方家缴获了。也不一定，殿试毕竟是天家做主，大皇子与天家也就是父子关系而已。大哥可是从解元考到会元，整个封京都知道的第一，方家能在殿试下什么绊子？就算下绊子，堂堂会元殿试排序倒数，会不会太离谱啊？方家能够任由大哥摘得会元，就说明这个身份并不够起眼。只要殿试中发挥普通甚至失误，大哥将来也翻不出多少浪花。三哥，你别冲动，不怪你。就算没有你，没有方家，也会有赵家、李家、孙家。走到这一步，我们谁都不想看到，但既然已经到了，那就好好面对，千万别内疚，也别难过。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分彼此，更何况已经到了现在，后悔什么的都没有用，还不如想想怎么解决问题。三哥，你都14岁了，要成熟点呀。妹妹说的对，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是鲁莽和后悔能够解决的，关键在于要怎么破这个新的局。或许我们再去求江家帮忙。贺家不是愿意帮三哥吗？那么多世家加起来，总能抵得过皇子的分量。可眼前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世家，方家能够选择大皇子，说明是赌这位殿下有极大机会成为大禹王朝的下一任主人。有这个结局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所有行为，包括殿试结果，都显得那么可笑无力。观方家只要扶持大皇子成功上位，未来可算得上名图坦荡。那我们能不能也去帮大皇子？天家4位皇子，大皇子与方家结盟，二皇子生母不显，四皇子跛腿残疾，五皇子久病不出。也许我就不该趟这个浑水，不该入京赴试。走到现在才发现，没有身份背景，在这偌大的封京，可真是寸步难行。大哥，咱们是要放弃了吗？放弃我们现在的一切，放弃跟方家作对，放弃三哥的仇恨。明明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敢跟县令对抗，怎么现在有身份有未来，却要瑟缩着后退？虽然没有银钱，没有身份地位，我也能活，哪怕吃糠咽菜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们退了，作坊的姑姑一役怎么办？张姑姑怎么办？安水郡的张叔、崔二婶怎么办？还有运货的庞大山兄弟、高家兄弟，运荔枝的长工，斜阳县的豆角。退不了，不能退。难道我们不要三哥了吗？行至今天，不是偶然，是必然。大哥对朝堂的了解还是少了。虽然大禹王朝是祝姓人的天下，但金銮殿却并非天家的一言堂。至于殿试，你且放心，过了会试同进士便是板上钉钉。再有江家、贺家提拔两手，仕途只是坎坷了些，却不会终止。大哥，你说过要做我们的靠山，我不是退缩，我只是害怕绝路。但凡有一点点的希望，我都会坚持下去。从前的理想，我一刻未曾忘记。虽然我私心里并不愿天家被世家钳制，但真到了那天，我也会保存钳制的能力。大哥不会放弃任何，大哥会愈发努力，大哥也会做你们的靠山。你们也有二哥呢，二哥有钱，就算埋也能把你们的命给买下来，二哥也会保护你们。三哥也会的，
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一定会取得大军功，重立方家军。皇城门口都没人了，我们也坐马车回去吧。还是走走吧，我想跟你们走走。我记得大哥的心愿就是做个清官，做百姓头顶的青天。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那么伟大，愿意为了陌生的人努力，也是想要保护家人，同时保护天下百姓。大爱和小爱并存，就成了想做个清官。我就不一样，我只想挣钱，让咱们大家吃得好，穿得也好。就是我心底不甘平庸吧。去北疆前，我只想报仇。到了北疆，我希望天下太平。我没有什么大愿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遗忘我。如果做个大夫就没人遗忘，那我愿意努力。到我了，我没有野心，我有饭吃，有地方睡觉就行，穷也没关系。但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好好活着，平安活着。一直都是自由。我出生在一个很杂乱的家庭，每天枯燥重复着无意义的事情。后来我趁长辈不注意偷偷溜了出来，因为我觉得离开就是最自由的。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束手束脚的地方，无论什么选择都有需要忌惮的地方，无论什么地位都有被迫忌惮的人。自由终究只是人类臆想出来的词汇。哥，大哥拿了会员，当初说好的双喜临门，我们把姑姑的喜事办了吧，趁着还团圆。是啊，得抓紧了。三哥的探亲假只有3个月，说好要送姑姑出嫁的。咱们还是头次办这样的喜事吧，必须热热闹闹的。听说高门贵女都是自己绣嫁衣的，咱们姑姑是来不及绣了，但得买个好的，买风景最好的。那咱们得给姑姑添妆吧。走了，去给姑姑挑礼物。我是男子，不懂首饰，妹妹给点建议，或者替我选也行。我也不懂，我也需要帮忙。大哥不去给姑姑挑礼物吗？是已经准备好了，还是没有银钱？看来只能跟我的同窗们批点借据了。倒是小五素不出门，可是需要大哥替你也多批条借据。不用了，大哥，我有银钱。快快快，洗洗手，准备吃饭。姑姑，大师傅呢？大师傅怎么没来？他好歹是个酒楼的厨子，哪能天天过来？哎呀，我们吃我们的。姑姑有看最近的黄道吉日吗？黄道吉日啊，姑姑，咱们不是说好等大哥拿了会员就给你办婚事吗？恭喜姑姑，正好大家都在，干活不缺人手。我昨天看诊的时候听别人说，这个月的黄道吉日可多呢。嫁衣去天四方买吧，姚姐姐说他们家绣娘可精致了。婚宴要几凉几热比较合适，才是快些定下来，我得抓紧时间买。是不是还得找个掌厨的？笨，二师傅可是有徒弟的人，哪能缺了厨子啊？姑姑你怎么看？怎么都好。姑姑，我们给你添妆了。蚕丝金镯子、金项圈、鸳鸯荷包、玉坠子，几十亩的地契，还有一个信封，是常燕给的。姑姑先别着急看，成婚当夜再看。就你小子会装神秘。你们不要再破费了，我不能要的，你们还是孩子。希望姑姑能够幸福，也希望姑姑永远不要畏惧。这里是姑姑的家，我们是姑姑的家人，但凡姑姑受了委屈，只管找家人来倾诉。老姐姐，恭喜你呀！翠儿、启全，你们怎么？多亏小宋托人给我们送了消息，我跟启全收到消息就赶过来了，还好来得及。来了好，来了就好。我去给你们找地方休息，肯定累坏了。吃饭了没？我去做点饭。哎呀，明儿就要出嫁的人了，还忙这忙那的。我们订了客栈，不缺吃喝。姐，就让咱俩好好说说心里话，好好陪你会儿。东家，他不饿，我饿。大师傅不知道何时过来，与张启全正式见过以后，当场烧了碗咸汤，日上烧头。精神奕奕的大师傅带着人来接亲。哎呀，恭喜嫂子，贺喜嫂子，
吉时已到，咱们上花轿吧。走喽，上花轿。张香莲没有娘家兄弟，就由孔武有力的方恒背上，稳稳当当的送上花轿。哥哥，要幸福啊！香莲姐，好好生活。啊，原来把女孩子嫁出去是这种感觉。花轿走了，是有点清冷。谭月姐姐，你怎么来了？还有何瑞哥哥，你们是来吃酒席的吗？是啊，我们代表老夫人来的，这是江府的礼金。那得赶紧做了，这就上菜。武离家太久，已至归期。勿念，你们永远的小五。都说成婚当天新嫁娘最累，我们已经这样了，姑姑得有多辛苦呀？累就早点休息吧。还要不要盘点下今日银钱？这些是要交给姑姑的吗？那明天给姑姑送回去，还是回门再给姑姑？回门吧，姑姑总要回来的。成婚那么累，这3天就让姑姑好好休息。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喝点解乏的八珍汤，亦有安神作用。五哥呢？五哥去哪里了？小院的门就被敲响了。是五哥，五哥肯定被你们谁关在外头了，幸好都还没睡觉，来得及给他开门。出现在门外的竟然是本该洞房花烛的张香莲和孔师傅。姑姑，你们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小五呢？我来找小五的。我今天晚上整理礼金的时候，拆开了小五给我的信封，里头放着的竟然是一张地契。地契呀！武离家太久，已至归期。勿念，你们永远的小五。五哥不是说他失忆了吗？难道是恢复记忆了？小五从来没说过他失忆了，是你认定，他没有反驳。我们没有说过不允许他回家，为什么不跟兄弟们当面道别？为什么不说一下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走？还在张姑姑大喜的日子里？我想，是为了让我们晚些发现他不见了吧？小五不会是受人胁迫吧？那我一定要去找他，我要把我的弟弟救回来。小五，你是要丢下我了吗？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为什么要抛下我？以后哥哥们各自忙碌，是不是又剩下我自己了？四哥别怕，我一直在呢，我不会走的，我又不是五哥。张香莲眼眶通红，几次想要说话，又不知说些什么。不管他去哪里，找到他不就好了吗？去哪里找？安水郡。安水郡？可是我们已经离开安水郡了，我愿意关掉医馆回去找，不用这么麻烦。我给大山写信，让他带着弟弟们在十里铺打听打听，我们也可以帮忙。作坊里头10几个长工呢。姑姑别担心，我不难过，五哥回家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等解决完了就会回来，又或者被我们找到。不过要是我们先找到他，肯定不能轻易算完，一定会打他个鼻青脸肿。姑娘要是觉得难受，就哭出来吧。不，我不哭，五哥只是处理事情去了，他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的。张叔慢走，翠儿婶慢走，一定记得把信交给庞大山，让他帮我们打听小五啊。方恒犹豫再三，选择去了趟贺家。贺家家主原本是笑脸相迎，当听到方恒的要求，笑容瞬间化成气愤。我只当你是为了方家的仇恨过来，没想到竟然是寻人。难道父母的血海深仇还比不得寻个人吗？仇会报，人也得寻。他是我弟弟。那被无数人记挂在心头，形容在嘴边的少年，已经换上华丽的锦袍，坐在轿辇内，行至皇城大门。殿下，真的要现在就回去吗？我等等吗？不等了，没时间了，马上就要殿试了。小江生，你怎么不吃肉了？你是怎么了？
不是很想吃这些油油腻腻的东西，青菜和蘑菇挺好的。正是月底，九珍坊的账目须得盘点。小钱啊，这2天姑娘怎么回事？连大肘子都不吃了。担心小五，又不能表现出来担心，直接把胃口给压没了。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姑娘都瘦了。哎呀，要不多带她出去走走，做点别的事情，转移心情。那家里就麻烦姑姑姑父搭把手。二哥，你别闹，我还得盘账呢。盘账去九珍坊，缩在这里做甚？好多病人啊，怎么那么热闹？怎么会来这么多有钱人？公子怎么办？温之允呆若木鸡。先过去看看。是啊，四哥，别害怕，我们都在呢。走吧，一起过去。请问诸位是来看诊的吗？是啊，你就是温大夫了吧？我们这儿有几个病人，想请温大夫施以援手。他指了指一位中年男子，又指了指年轻男子，最后是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怎么看都像是祖孙3代组团过来看病。只见脉诊置于桌面，中年人先伸出手腕，任由温之允认真感受。这位老爷，我姓吴，吴老爷子身子相当健康，只是有些许上火症状，今后多吃些败火佳品，如青色菜叶，又或者舒火瓜果。你不给我开方子吗？开什么方子啊？刚才已经说过了，吃些青色菜叶、舒火瓜果即可。轮到年轻公子了，手腕。不能把脉看病吗？古人讲究望闻问切，可不是只有把脉这个途径。好。年轻公子约摸14、15岁，皮肤细腻健康，四肢健全灵活，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唯独眼角微红。这位公子，是不是平日里眼睛干涩无泪，有时还会感觉到灼烧、发痒，像是有什么东西藏眼睛里，偶尔还会看不清东西？你倒有几把刷子。如果比较严重，需要辅助按摩针灸，只是轻微不适，可以先抓点药，用些清肝明目的枸杞子和熟地黄，必要时可以用帕子热敷。看不出来，小大夫13、14岁的样子，竟然那么厉害。老爷子这边请。听公子嘟着嘴，有点不高兴。只是大病经验太少，古书籍纵然可以拓宽你的眼界，没有实际救治熟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我观你资质不错，可愿跟我学习医术？突如其来的声音犹如惊雷炸在耳边，温之允咬着下唇，内心充满忐忑不安。哇，我祖父愿意收你是天大的福分，多少人想进我们吴家的门还进不了。我们可是医学世家，世代在宫里做太医的，今天错过了，你就是哭断肠子也悔不及。自由，收徒看缘分，倘若小大夫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勉强。这话倒是把人为算计归到了缘分巧合，但温之允还是不信。我呢，却是宫里太医，吴家在丰京也有自己的名望，不会口出狂言。此番上门，不过是在乡野中遇到了奇特病患，那人明明有敏症，却还是能够自如接触敏物，让老夫心生好奇。后来几番询问，才得知他是在温氏医馆救治过，得了你的敏药，方能随心所欲。啊，你不信，我还把这位病患给请了过来。神医啊，多亏了你，我才能不对蔬果过敏。这毛病委实要命，30多年了，都只敢吃馍和米，直到遇见神医你，我才能吃上一口蔬果，死而无憾啊！不必客气，你过敏本身也不严重，才能救治，患了重症就只能束手无策。这下你总不会疑心了吧？温之允心性还是稚嫩，面色愈发涨红，羞赧着不知如何是好。罢了，即便好苗子，
也不能强行逼迫。老夫就先行回府了，这是我们的诊金，希望小大夫仔细斟酌，免得将来心生悔意。四哥，小四，我在九针房听过吴家，确实是世代行医，出了至少3位宫廷御医，这点做不了假。几乎是在跟哥哥妹妹确认的瞬间，他拔腿跑出医馆。徒儿愿意。有谁满意轻笑，约定好学习医术的时间，又交代了府邸处所，施施然离去。成了。他点头，白净的面容上都是憧憬。我拜了师傅，明天就要去学习新医术。这是好事儿，小四多吃点。老二，怎么回事？郑如谦回神，很快把温氏医馆发生的事情简单交代。确实是吴家的人，始末有理有据，连病患都是小四确凿医治过的，不太像是算计。可是，你们不觉得一切太过顺理成章了吗？好像有点道理。之前我跟小五拜师去过几座府邸，其中就有位退下来的老太医，结果连门房都没有见到，吃了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那是谁呢？难道是江家？他室友想求过爹爹，但还没来得及张口。小四，你还记不记得去年跟小五一起拜访的告老太医是谁吗？当时小五说，这位太医颇为厉害，是个有身份的世家中人。我们去的那套宅子上面挂着的好像是吴，这位吴太医跟常燕有关系？可他不是在安水郡？没有人能够肯定小五回安水郡去了。相反，我跟大哥都疑心他就在丰京城内。五哥他要是真的在丰京城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隐瞒躲藏？为什么？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并没有得到证实。也许事实并非如此。是不是事实，明天就知道了。这吴府跟吃闭门羹的地方是不是同一个？当然是。温之允站在吴府牌匾下，想起上次来还和弟弟手牵手，这会儿就只剩自己一个，眼角又忍不住泛红。是温氏医馆的小大夫吗？温之允迟疑的点头。哎呀，您还真是准时，既然来了，赶紧进吧，老太爷已经在等了。晌午时分，按照两人约定，温之允上午学习医术，下午坐诊医馆，中午得回小院吃饭。吴太医没有阻拦，目送他离去以后，叫了马车赶进皇城。殿下，老夫已经完全按照您所指示解释清楚缘由，也顺利收下徒弟，可不知为何过去一夜，小大夫又怀疑起来。演戏这种事情，温之允向来不擅长，被怀疑也不例外。殿下，老夫接下来是装作不知，还是再次解释，打消小大夫的疑心呢？只要吴太医倾心教授，小大夫感知到没有恶意，会消除怀疑的。殿下放心，老夫必定倾尽所学，绝不藏私。5年了，母亲，你还好吗？生前你比不过菊贵妃，如今儿也比不过大皇兄。听说父皇已经准许他入金銮殿观览殿试，你在泉下想必也十分欣慰。倒是儿这个没娘的孩子，只能在你生前的居所里悼念你这无人问津的5年。齐兄，许兄，你可知道殿试规则？我父亲是礼部尚书，你也知晓，历代科举都由礼部操持，殿试规则也烂熟于心。这就是官家子与平民的区别。历史记载殿试都是由天家主持，但实际上天家只点1甲3名，2甲3甲都是由官员们裁定，比如6部尚书，又或者3公3姑。考试分为3部分，第一步乃测问，也就是天家出题目，考生们书面纸卷。第二步叫读卷，主考官检查考生卷面，字迹与文采都是重中之重，同时阐述出文章表达内容。第三步叫殿试礼，会随机抽取各种问题，不限书籍，甚至心血来潮。
这3部每一部都会收到至少6位主考官的评价，用不同的字符代表不同的评定，分数越高排名越好，说不定还会引得天家抽查。一旦天家表示满意，你这场殿试就会扶摇直上。徐某百般打听，都不如齐兄这一番话来得清晰透彻。不必客气，小事一桩，只盼许兄他日高中，不要忘了我齐家才是。天光破晓，殿试迎新。只盼将来我也有机会坐在那里，给所有贫寒学子一个机会。届时不会再有捉刀人，亦不会有贫寒学子被欺侮却不能言。今日测问，如何看待大禹王朝与鞑虏的数10年纷争？除却少部分胸有成竹的，大部分学子都皱起眉头，不知如何是好。就连齐淮和安俊都四处扭头，想要看看同窗们怎么想，怎么写。肃静，不许扭头，不许偷看，一旦发现作弊，取消殿试资格。许墨以笔尖舔墨，没有着急动笔，在脑海中认真思考。脑中忽然想起3弟方恒的自述：我去边疆之前，只想着天下太平，想着各退一步，可真正参与杀戮，不知谁的鲜血喷在脸上，心就被仇恨充斥。天下太平，这4个字说得容易，可大禹跟鞑虏积累了几10年的仇恨，彼此杀戮了那么多的尸骨，真的能太平吗？即使他们太平了，那些死去的亲人、无辜的生命，真的能太平吗？停笔，收卷。刘子秋。人群里走出个瘦弱身影，战战兢兢上前，还没张口就打了个嗝。主考官摇了摇头：我叫刘子秋，我的观点是应该止战。百姓日头本就艰难，日益征战只会苦上加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看见方远自信地从太和殿内走出。真是恭喜方兄了，不知能够位列第几？方兄优异夺目，又是14岁的年纪，照我说堪得前3甲。不算什么，还是期待诸位大放异彩。也是巧合，随着主考官身影出现，清晰入耳的许墨2字响起。学子许墨见过诸位考官，请读卷。学生浅见，须得止战。战争让人们失去了太多，生命、亲人、家园、安宁。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百姓需要平静度日。止战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所有同胞为之努力的向往。只是这战不能轻易止。大禹与鞑虏仇恨数10年，先皇主战，当今主和，都没能平复边疆战争。归根结底，是因为大禹不够强。强国强己强天下，只有大禹王朝强盛，才能有机会将敌人碾于脚底，才能止住战争，才能以战止战，繁衍生息。好一个以战止战，繁衍生息，确有几分道理。下一位，安俊。时至饭点，饥肠辘辘，大家不用客气，只管尽情享用。都到大禹王朝殿试伙食好，今日一看竟是真的。正午的日头愈发浓烈，也不知道天家喜欢什么，忌讳什么，可有什么不能提？天家性子温和，数次殿试都是公平又公正，不要怕。你们可知，今年的殿试并非天家一人出席，还请方公子大度量，也告诉咱们2句。天家在位12年，共育有4子2女，如今最大的皇子也已经16、17岁，是时候学习起治国之才。哎呀，那天家带的能是哪位皇子啊？不会是大皇子吧？听说生母是菊贵妃，身份1等1的贵重呢。不是大皇子还能是谁？2皇子生母平庸，4皇子生有残疾，便是2位皇子合起来，都抵不过大皇子一个优秀。你们是不是忘了那位刚刚归来的5皇子？你也说了是刚刚归来，这位5皇子身体极弱，为养病才离京5年，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康健，怎么能比得上文治武功的大皇子？是啊，这位5皇子虽占了敌，皇后娘娘
却是早几年就没了，连家族都随之落寞。有人唏嘘，有人感慨，有人无奈，只有许墨怔怔原地，脑中反复回荡着5年2字。午饭既毕，殿试离使。入得太和殿，便要与圣上面对面，切不可嘈杂胡言，更不得口出妄言。皇上驾到！待得天家坐上龙椅，环视四周后，轻轻颔首：“诸位平身，启禀皇上，400余名学子一应俱全，莫眷微臣等人也挑出30名优秀者，以供皇上过目。方远，你这个主战方式倒是新奇，要朕增加税收，还是专门收富人的税？哈哈哈，你就不怕先征收方家的？”回皇上的话，只要大禹王朝能够强盛，方家愿奉上财产，愿缴纳税额。在当前来看，税收是得罪人的事，但长远望去，国富才能民强。只要大禹王朝强盛，百姓迟早赚到更多的钱财。好，后生可畏呀！接下来几个被叫上去的人也确实发挥平庸，不能叫人眼前一亮。直到许墨被点名，天家缓缓念出他的理念：以战止战倒是个方式，可惜大禹王朝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能够维持当前已是难得，又如何做到以战止战？回皇上的话，以战止战实乃唯一结束战争的方式。达鲁生性嚣张强悍，如果不是将他们打服，即使安静2年，也会卷土重来。确凿如此，先帝在位时连年征战，也曾短暂将达鲁打退回去过。可惜不过2、3年，一旦休养生息过来，达鲁还会骚扰边疆，烧杀抢掠。启禀皇上，学生于下笔之前认真思考过，达鲁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为什么持续针对边疆数10年。这其中固然有他们打不到风京来的原因，但更多是因为达鲁也想活。他们如果不侵略，如果放任自然，就会冷死饿死，就会灭族断代。启禀父皇，儿臣有话要说。大禹跟达鲁征战纠缠数10年，来来往往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莫大的仇恨不将他们灭绝，已是仁慈，还要反过来助他们存活。这位学子到底是大禹王朝的人，还是达鲁派来的奸细？莫心底刚升起疑虑，那大皇子又开口了：父皇可能觉得儿臣这话冒昧，但儿臣当真不吐不快。遥想大禹同达鲁数10年纠缠，死去多少无辜将士，又有多少百姓被铁骑碾杀，多少妙龄姑娘被含恨侮辱，多少老人死不瞑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达鲁缺粮可以抢粮，他们为什么要折辱百姓？为什么要收割无辜生命？古盗贼尚有盗归，这群异族人当真是野蛮至极，毫无人性。还有无数惨死的将士，无数大禹王朝的子弟，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儿老无所依，可现在却要我们原谅这等子异族，对他们实行怀柔政策。儿臣就想问，他们凭什么？他们配吗？配吗？许墨有心反驳，却发现绝大部分学子情绪都被带动起来。父皇，大禹的儿郎就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我们泱泱大国岂容异族挑衅？必须要将异族灭尽，为我亡魂。许墨内心叹息，知道此刻不适宜讲话，也知道这一家恐怕无缘。天家眉目复杂地看了眼许墨：启禀父皇，儿臣也有话要说。大皇兄实乃为国为民的好皇子，儿臣非常认同他对达鲁的仇恨，有他在，达鲁迟早灭尽。说起来，大皇兄10年也16、17，将嫁与你同龄的大公子已经奔赴北疆，不知道你何时启程？人家只是带个情绪，只是为了压制许墨的文章与圣心，怎么就扯到奔赴北疆了呢？怎么？难道大皇兄说了半天，竟不肯亲自上战场，亲自灭了达鲁？儿臣自然是愿意去的。儿臣愿意为了家国舍弃一切，便是奔赴北疆也在所不辞。只是在那之前，
儿臣要为父皇分忧，要充盈国库，要储蓄足够的粮草战斗。看来大皇兄是去不了了，为灭境打虏的事情只能交给边疆的将士了。唉，也不知道离家的人啊，多久才能归来？是否能为父母送终？又是否能与妻儿相伴？但愿以战止战，商量和谈后，能够让边疆的战士早日归家。不对，也不是帮你，应该说是跟大皇子不和，凑巧帮了你。不过能得五皇子相助，也是你走运。七兄刚才可有抬头看到五皇子的真面目？听刚才的声音似乎确凿，怎么许兄，难不成你与五皇子有救？许墨摇头。许兄走运，既然遇到五皇子跟大皇子打擂台，大皇子帮方远，五皇子就顺手帮了你，只怕你们二人要稳得一甲了。没事，一甲不是3名吗？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方远拿状元，许兄拿榜眼，我捞个探花当当也不错。呸，探花那是一般人能当的吗？从安水郡来的平民罢了，也想跟方公子争夺一甲。要不是五皇子站出来，就凭他。切，五皇子为什么会帮他呀？难不成背后达成什么交易？可能是与大皇子不睦，也可能是与他有干系，但那又如何？讨好外族的奸细罢了。天家才不会选他做一甲。齐怀听到发怒，忍不住想要站出来争执。不过是多两句嘴罢了。朕在王城内起冲突，恐于殿试成绩有碍。祝福你。许墨用平静应对，不羞不恼。他那个方远在说什么？煮死你！是祝福你。想来是认为后日才出殿试结果，1天1夜有很大的变数吧？不怕，我看见你的卷子落在2甲那落，一甲将从2甲中选择，是否是许兄不敢肯定，但2甲之位难逃。哥哥，怎么样？怎么样？挺好的，我感觉不错。许兄更为夺目，恐怕一甲在望。别看了，别看了，我这兄弟情窦还没开呢，心里只有家人，没你的份。臭哥哥，哥哥，你怎么样？怎么样？考得好吗？有人捣乱吗？发挥怎么样？能做大官吗？我能横着走了吗？对啊，大哥，我能官商勾结了吗？大哥，方远那个瘪犊子有为难你吗？大哥身子可有不适？我给你把个脉吧。还可以，至少是个2甲。二哥快，之前商量好的，快！2个人撒丫子就跑，速度极快。刚从皇城里出来的许墨更是豁然。温之允很快垂下脖颈，假装不知道。方恒抿嘴摊手，示意不好说。犹记得白日里，许墨进入皇宫以后，江生百无聊赖，又不愿意回九珍房或2进小院，直到无意中听见学子亲属议论哪家的糕点不错，哪家的口味新鲜。可等来等去，糕点换成了衣裳，衣裳又换成了首饰，还是没有九珍房的名字。无意打扰，听夫人提起糕点，敢问是哪家铺子的？我也想给家里人捎上些许。蝶兰春、万珍斋、珍馐阁，都挺不错的。夫人没尝过九珍坊的糕点吗？听说也是极美味。九珍坊倒是听说过，能够定做带姓氏的糕点，可惜也就一款能尝，吃来吃去总腻歪，还是万珍斋的口味更全些。二哥知道蝶兰春，知道万珍斋和珍馐阁吗？听说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几个都有糕点售卖。蝶兰春手工奇巧，糕点栩栩如生；万珍斋口味多样，口感层次丰富。珍馐阁有点不同，他是酒楼出身，结果糕点意外比饭菜还要得封京百姓欢迎。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啊？这些都不重要，二哥告诉我，他们的糕点价格是很贵吗？是不是跟姓氏糕点一样，针对世家的定位？你是说你要跟蝶兰春和万珍斋抢生意？但是你别忘了，姓氏糕点有几大世家帮忙才抬出些名号，就连如今的客定也都是交好世家居多。贸然折腾高端糕点，赚不赚钱的另说，江生也许会受到挫败。想要挣钱交给我，其他的事情也得有哥哥们扛着，干嘛那么辛苦呢？唉，你自己不也说过，这样的生活就足够了？我也要赚钱
赚好多好多的钱。我要找到五哥，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他就不用偷偷的走了。就算帮不到，我把九阵方开遍整个大禹王朝，也总能找到他的。二哥，我们能找到五哥的，对吗？会的，一定会的。二哥别担心，要换做平时，咱们想卖出糕点不容易，得降利还得找托。可如今不一样，咱们有现成的活招牌。你是想？对，就是你想的那个。真方应该关门了，直接回家找姑姑。也不知道一天的功夫，姑姑能不能研究出来新的糕点。不研究新的，把旧的整改整改也行。啊，姑父也在啊，天天让姑父给我们做饭，还多不好意思啊。哼，香莲在哪我在哪，谁让他放心不下你们，我也就只能来搭把手了。什么？要做糕点？是九针坊的生意不好了吗？不是的，我是想做些高端糕点，卖给枫京的大户人家们。只是时间紧迫，有点为难姑姑了。大哥电视只此一回，有他给咱们宣扬，糕点想卖不出都难。好。听说入钱庄的8成都选了方家公子，2成的人选了许公子。大皇子也让人押了3000两白银，赌方家公子进衣甲。记得替我下注。殿下，不可呀！皇后娘娘总够就给您留下这些钱，若是赔进去，可如何是好？没了？放心吧，不会没的。父皇还在太和殿犹豫选哪个吧？我这个做儿子的，总得替他分分忧。见过武殿下，殿下万福。吴总管，快些起身。你比父皇的年龄还要大些，我们这些小辈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长大的，怎能受此大礼？哎呀，哪里，给殿下行礼，天经地义。殿下来找皇上的吧？大皇子已经于盏茶时间先行进去，还给皇上带了宫外的糕点，皇上很是欢喜。父皇，看来儿臣说的没错，武皇帝果然惦记着那位许学子，想要为他说情来了。守在殿外的贴身侍卫心底便是一沉，莫名想到3个字：恶人先告状。大皇子从来到现在只说给皇上送糕点，从来没提过殿试只言片语。见过父皇，见过大皇兄，倒是让大皇兄猜对了。臣弟此次便是想要为方公子说情，恳请父皇御批给他衣甲之位。方公子，许公子啊！他忍不住想要质疑武皇帝是不是念错了人名，怎么扯到方远身上了。恕儿臣打听去年的科举舞弊案，也知道了金口玉言许下的3甲之位。方家虽说是武将转来的文官，但这方公子确有能耐，错过恐是大禹王朝之爱。别的不说，仅收取赋税一项便是千古绝佳计谋，愿主动上缴，更是武将心胸，兼之文官慈善。这样的人若是得不到衣甲之位，还能有谁？大皇子有那么瞬间的恍惚，怀疑自己才是支持许墨的那个。再说了，帝王之语，金科玉律，父皇去年既然应了方家，如今就该实现诺言才对。帝王眼底闪过不悦，又很快掩住。对了，父皇，方家资产雄厚，不知道这次能缴多少银两，是否够边关战士饱餐，又能够安排起他们冬季的棉衣？怎么，父皇都愿意批给他衣甲之位了，方家却要食言，不肯上缴银钱吗？你到底想做什么？巴巴的跑来，就是为了坑方家一笔银钱，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大皇兄在说些什么？臣弟听不懂。天色不早，明儿就是放榜日，皇兄不如若早早同方家商量，到底多少银钱才配得上衣甲之位？大皇子有句话说对了，殿下既然不是为了许慧远谋衣甲，为何要趟进这浑水里，还白白得罪了方家？连封京的百姓大都压住方远，说明父皇偏向世家才是人心所向。所以殿下是给皇上个台阶下，让皇上能够顺利批给方公子衣甲身份，或者说是顺利并列。让你下注的并列下了吗？赔率高不高？高，可高了。殿下放心，咱们要发财了。金榜题名日，光宗耀祖时。若科举不公，还有什么努力的意义？怎么可能并列？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方家公子提议收税，并涌现10万雪花银，足够边疆战士们人手一件棉衣。这样大的功绩，难道配不上探花之位？这方家为了衣甲，牺牲可真是够大的。许兄在哪里啊？许兄拿了状元，许兄真的做状元了。许兄呢？许兄在哪里啊？怎么找不到他？大哥，待会儿你带着咱的黄金糕出去，逢人送2块，就说沾沾喜气。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九正坊的糕点，知道不？知道了。看，状元在那儿！恭喜许状元，贺喜许状元！许兄怕不是乐呆了，连中3元的16岁状元，铁定要载入史册呀！就是不知道咱们身为许兄的友人，能不能也琢磨2句？状元郎是吃了这糕点才卓越优异的吗？许墨语塞，回答不出来。对，就是吃了我们九正坊的糕点。那这糕点叫什么？叫状元糕。好一个状元糕，吃了状元糕就能考状元。好小子，老夫没有看错你，当真是块好材料，也不枉老夫殿试时特意留心，给了你最好的成绩。大人恩情，学生没齿难忘，永记在心。倒也不必如此，你的才情我知晓，整个风京也难寻几个。老夫家中尚有1女，而今刚刚及笄，不知状元郎可愿教学1二？许墨正愕然，余光瞥见又一位长辈身影。好你个窦威明，我说刚刚突然着急离去是做什么？原来是与状元郎套近乎来了，还真是巧合。齐家也有1女，还与状元郎有过交情，也希望状元郎有空能够指点1二。大家都挺有眼光，去年我就觉得这小子潜力可嘉，今年果然如我所料，就是不知道姚家的姑娘配不配得起状元郎。各位大人，学生尚有心愿未完成，还不到时候考虑终身大事，亲疏学生无法给予大人回应。也罢，这种事情不能强求，讲究的是个缘分。倒是你小子有空多来豆腐走动走动，我也好教你些心得经验。你的心愿到底是什么？天下太平，海晏河清。你怎么不希望飞天遁地，三头六臂呢？楠楠，近些日子可没找思清玩耍了。你们2个年纪相差不离，没事出去逛逛，让思清给你买点喜欢的东西。这些天不是在忙事情，待得空隙了，女儿一定会带妹妹出去玩耍的。女大不由爹，那就不管了。你们年轻人且随心意。让大家见笑了，本来是许公子大喜的日子，竟闹出来这样多的笑话。想让许兄优秀呢，只好我老娘没给生个妹妹，哪怕牙牙学语也得定下许兄。那当然啦，我大哥是最厉害的，大哥最棒了，大哥独一无二，大哥文采斐然，大哥出类拔萃，大哥品学兼优，大哥卓尔不群。好，你大哥是最优秀的，优秀的状元郎，国家准备受封翰林院撰修吧，还有进士游街，后写亲长不少的事情呢。我若是许兄，必定娶了这位姚家姑娘，既大方从容，又略懂官场，姿容纤细美丽，内外兼具的解语花呀。我还是觉得窦家的姑娘更好。论家世，窦家可是不次于江方2家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我妹妹？我齐家姑娘也不错呀。不同于青色直多的书卷气息，进士服与进士帽更添加几分贵气。我们走吧，马上要进宫了。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恭贺状元郎。多谢将军。这次进士受封之后，会在丰京城内游行，我早早在悠然居备好雅间，是观览游行的最佳位置。爹爹最好了，爹爹想得真周全。谁是许墨？许墨在吗？这位官爷，在下许墨。这有你的信与物，800里加急送来的，累死好几匹马。要不是重金筹谢，才没人接你这活。大哥看看，谁给你的信？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许兄，你定能夺我所不能夺，行我所不能行，走我所不能走。你是优异夺目，是万星中月，是人间至清。若将来百姓得你庇护，愿你永不忘最初忠言，
做一片青天，揽万里河山，经一夜明珠点亮微光。扶风上，皇上驾到！上次见面，上是白身，今日再见，尽是加身。不知道下次见面是在这朝堂之上，还是在奏折之中。许墨难得空隙，用尽余光扫射，却没有看见任何皇子的身影。远处的窦威明眼底都是慈爱。谢皇上，微臣自当领命，不负圣恩。爱卿且平身，偏殿可换衣袍。方家方远上前，此子不仅在朕的眼皮下长大，还生得如此优异，小小年纪就夺得探花之位，当真是了不得。德福可还记得，大于多少年没出过14岁的探花了？得有上百年了。少年难得，优异少年更是罕见。翰林院能得你这位编修，朕心甚慰。启禀皇上，微臣有话要说。爱卿且道来。殿试时，皇上提出问题：大禹王朝与鞑虏征战不休数十年，应该如何解决？微臣认为，应该先丰盈国库，再灭绝鞑虏。归根究底，还是国家不够强盛，国库不够富裕。微臣出身世家，深感封京繁华，更知世家生活华靡，一人一天的吃穿用度，足以支撑数十名边疆战士吃饱穿暖。微臣尝试过一天不吃饭，并无大碍，可数十名边疆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就难以征战，边疆纷乱还会持续，国不宁人难安。能与父亲痛定思痛，决定捐出半副身家，也就是10万两白银，给予边疆战士，愿他们吃饱穿暖，愿他们长歌趁手，愿挥刀向异族，愿战争早日结束。微臣也愿战争早日结束。朱家节衣缩食，捐献5万两银，陶家也愿意捐3万两银，邱家捐2万两银。儿臣僭越也愿意节衣缩食，收减用度，同母妃一起献出5万两银。红儿才立府2年，手头产业不多，这5万两恐怕你要积攒良久。为父皇分忧，为大禹王朝排忧解难，乃身为皇子的本分。儿臣是长兄，更应该做弟弟妹妹的表率。只有儿臣做得更好，弟弟妹妹们才能有样学样，心系国民。红儿善心值得夸赞，数十万边疆战士都会感激你的。启禀皇上，二皇子来了，说是要筹备1万两白银，以表心意。三公主也说了，愿意同敏妃捐献1万两银。天家显然对儿女都清楚得很，满意点头。大皇子和方探花就是故意的，在这个时候捐献，诚心让咱们不痛快。咱们只是被波及了，大皇子和方家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五皇子。五皇子？对，是五皇子。二皇子生母不显，但早已立府。三公主背靠大家族，四皇子的母亲也是个贵嫔，拿出万两不成问题。只有五皇子，生母早亡不说，连外祖家都落魄了，别说是1万两，恐怕5000两都困难。许墨不由自主开始揪心。唉，这个局不好破呀。回父皇的话，儿臣来晚了。小五，你来太和殿是做什么的？回父皇的话，儿臣是来献策的。那么多世家捐献银两，为王朝做出贡献，本就值得嘉奖。只是大殿容纳毕竟有限，既不能表彰家族，也不能喜乐宴请，因此儿臣斗胆请父皇择日办个赏春宴，特此嘉奖愿意奉献的家族。朕真是生了几位好皇子，就如小五所言，择日办赏春宴，诸位爱卿可都要来呀。多谢四皇兄能够听我2句阻拦，没有当场捐献银两。举手之劳，多亏五弟聪明阻拦我，若是真捐出银钱，才是为大皇兄做嫁衣。只是现在不捐，赏春宴上还得捐，方家自己充好人，还要挟裹大家，也不知道图什么。图讨好天家，
图背刺敌对，图一石二鸟。如果不是五皇子阻拦四皇子，又顺势提出赏春宴，江家、窦家等扛不住压力，也捐献出银钱，方家将成为最大赢家，既得天家欢喜，又洗去钱买探花的污名，还能背上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谁？微臣乃新任翰林撰修，于大殿外捡到五皇子饰物跌落，故追来送还，无意冒昧两位殿下。皇帝，此物当真是你所有？是。那得多谢这位学士，不然皇帝的东西就得丢了呢。不过这玉坠我不打算要才抛下的，又何必辛苦翰林学士巴巴的送来？既然你捡到，便归你了吧。许墨当时浑身冰凉，直冒寒气。这玉坠通体浑浊，掺杂棉絮，质量确实普通，给武皇帝戴有点委屈，我看丢便丢了吧。此行白白耽误了翰林学士的时间，受封之后还得游行，你可是状元，别浪费光彩时刻。许墨没有说话，心底还存着些许期盼。四皇兄，我们先行回去吧。也好，回去商量商量，赏花宴上要捐多少银钱合适。许兄去哪里了？刚才找你半天了。是啊，许兄，你若是不出现，就得榜眼探花走前头，白白亏了风头。哎，快，游行要开始了，我看见小五了，就在皇城里。这怎么可能？难道五哥被人抓去净身了？你在想什么？他不是太监。那是什么？五哥到底怎么了？他还活着吗？他还健全吗？得到许墨肯定的点头。活着就好，健全就好。小五可能有困难，我们得帮他，我们不能不管他。只要健健康康的，在哪儿都行，吃好穿暖，那就够了。是我关心太乱，竟不如弟弟妹妹通透。我在殿试的时候就已经起疑，受封的时候赶去辨认，可是小五不认我，态度格外冷漠。起初是气愤落寞，这才转过来，他必然是有苦难言，既保下长兄，又撇清干系，说明他情况不妙，也说明深宫眼杂。如今小五有难，我这个做长兄的不能袖手旁观。老二老三，你们怎么看？当然是帮了，你是长兄，我是次兄。可是大哥呀，你说了半天也没提到关键，小五到底在皇城里干什么？不是当太监，难不成做宫女啊？当然是皇子。会不会搞错了？不会错的，他就是小五，是我们共同生活了5年的弟弟，难怪偶尔会觉得小五面善，对绚烂的烟花也毫不在意，对金钱不在意，对权势也不在意。小五他竟然隐瞒了我，他明明说过兄弟间知无不言，他食言了，他骗了我。五哥不是无缘无故离开的，他说过不喜欢皇城，他说他热爱自由，他是为了我们才回去的。想必是为了这个状元，小五才会去跟大皇子对抗。早知如此，我宁肯不要这翰林撰修，做个普普通通的二甲。大哥，再说这些也没用了，还是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吧。事已至此，陈敬商不能自拔痛是蠢人的选择。同窗提过，五皇子身无长物，母亲落魄并无支援，我们不能让小五在赏春宴上出丑。二哥别的又没有，就是有点小钱，能给三弟送肉吃，也能给五弟捐款项。按照二皇子三公主的标准来，也就1万两。也就1万两。这2年丰京进项、安水郡进项，还有去年卖荔枝的银钱，应该能凑够。为了我五弟，怎么都行。对，怎么都行。小五骗了我，我会找他算账的。但弟弟有困难，做哥哥的不能不管。我医馆所有的进项都能拿出来。谁把钱给小五送过去？大哥你吗？许墨摇头。我去。爹爹，可以吗？江生想要进皇城，必须要江家帮忙，可他没有接受过正统嫡女教育，心机与手腕较之同龄人略显逊色。哎呀，你们这群孩子
觉得我年纪大了就要顽固不化，就要为了安全摒弃一切吗？别忘了，每个中年人都是从激扬热血走过来的，谁还没年轻过呢？那爹爹的意思就是答应了。爹爹最好了，多谢爹爹。别谢那么早，皇城不同于寻常，里头眼线复杂，每句话都得斟酌再三，以免有心人浮想联翩，小题大做。那些宴请的礼仪你可学会，相熟的世家夫人小姐可能认出，敷衍要穿的衣裳首饰都得准备。你既然代表江家去，就得有世家嫡女的模样。皇城里还会遇见后宫的娘娘们，不仅要见礼，还得知道他们背后站着什么世家，他们的子女又是哪位，有什么忌讳不能提。学，都学。为了五哥，这些都不是事儿。把参宴的事情一说，江老夫人果真不赞同，但她是个开明的长辈，随着江生痴缠两句，便无奈摆手应了。到时候跟紧你二婶，遇到意外也可以找思清表姐帮忙，记住吗？记住了，祖母。小鱼不去吗？她靠不住。常燕离去没几天，江生就因为忧心忡忡失去好几斤肉，这会儿又是学习又是劳累，不知不觉消耗掉更多。姑娘多吃点，再多吃点，可不能瘦了。实在不行就给姑娘买成衣吧。那怎么行？世家嫡女有几个穿成衣的？哪家不是提前数月就定制好礼成？咱们江家的姑娘当然也不能被比下去。说完又看向生无可恋的江生，姑娘可多吃点吧，别再瘦了。都说病者易瘦，难道姑娘是生病了？谭月姐姐冷静啊，我看姑娘不像是生病，倒像是长高了。哦对，长高，见过祖母。好孩子，快起来吧，这些时日辛苦你了。姑娘，二夫人跟四姑娘已经等在外头了。楠楠待会儿不要怕，夫人们会凑在一起寒暄，你就跟着小鱼，有什么事只管叫她。我记住了，多谢婶娘。不要跟婶娘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对，有道理。小鱼，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倒是姐姐你有什么不舒服，只管告诉我。江生点点头。这是成鱼吧？生得越来越好看了，当真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套完近乎才发现，席位上端方坐着2位姑娘。难不成江大人偷偷在外头养了个庶女？这是我大侄女，跟成玉同岁，今天跟我一起来赴宴。原来是江姑娘，我夫家姓贺，家里也有几个跟你们相同年龄的姑娘，有时间你们可以一起出去玩耍踏青。见过贺夫人，叫我江生就好。真是个好孩子，我也是头回见你，不知道给些什么。这金镯子你且带着，回头再给你寻更好的。长辈给便给了，楠楠只管拿着。回头记得给贺夫人多送些9针方的糕点，比什么都强。江生心中明悟，贺家应该是不如江家，所以有攀附之心。楠楠不必害怕，贺家新开了酒楼，想跟悠然居取经才过来寒暄。镯子也是故意戴在腕间，随时准备送出去做人情的。姚家2兄弟明明都出自同母，结果还不如我爹跟大伯和睦。见过婶娘，还有2位小表妹。这宴会还得半个时辰，妹妹们若是枯燥难耐，不妨与我一起出去走走。这可是宫宴，来往那么多人冲撞了，可如何是好？还是坐在这里等半个时辰吧。姚思清笑而不语，给江生个安抚的眼神，又冲江成瑜眨眨眼。母亲，我肚子有些不适，还想2位姐姐陪我一起出宫。那你们便去吧，只记得早点回来，莫要耽误了宴食。多谢母亲。谢婶娘。谢婶娘。首先，江生要送钱，就不能在宴会结束以后再找五皇子，那会儿黄花菜都凉了。
算来算去，也只能掐准开宴前的那点功夫，于半路上进行拦截了。这种赴宴，除了能够刷点好名声，剩下的全都是受罪。饭菜冰凉难吃不说，等待的时间太难受。你还来？我倒是不想来呢，母亲她非要我来，说多见些人才能够好说亲。我才12岁就要说亲了吗？一点都不想。哼，这不是臭鱼烂虾吗？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小心死掉下拔氏地狱！你才臭鱼烂虾！你这头臭猪，死猪！你叫谁臭猪呢？我姓朱，但我不叫猪。原来是朱家的姑娘，难怪跟妹妹不和睦。只是俩人能起外号到这种地步，还挺幼稚的。你就是猪，从头到尾都是猪，猪脑袋猪尾巴。看看你这身黑衣服，是从哪位同类身上扒下来的？好你个江成瑜，这么久了还是不饶人，嘴巴那么毒，你怎么还不反省啊？你都害死人了，以后你要不得好死的。你在胡说些什么？朱婉婉，你在挑事情吗？害死了自己的亲姐妹，我要是你都没脸见人，回家用被子捂死算了，怎么还敢来参加宴会的？江成瑜的双手都在颤抖，他很想强势撵走这几个聒噪的人，可发虚的内心又让他说不出来话。你心虚了，江成瑜。也是，毕竟害死了自己的姐妹，你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就这么死在你跟前，害怕了吧？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要是你就把嘴缝上，再也不敢张嘴说话。就是，杀人凶手呢？害死了一条人命，还能那么逍遥自在，恐怕晚上都得做噩梦了。江成瑜的面色愈发苍白。对，张口去死，闭口害人。成瑜若是真出了意外，你是不是也是杀人凶手？谋害江家姑娘，不知道是什么罪名，你们又是否担得起？即使你们担得起，我倒想问问朱家夫人是否能够担得起，又或者朱家担不担得起？姑娘且记住，除了黄家人，江家不畏惧封禁任何世家，管他三公三姑六尚书，只要有理有据，谁也不怕。将军就是你的底气，你还不赶紧走？是想我叫来各位夫人评评理，还是告诉封禁人你做的好事？朱家姑娘说的是谁？是江承焕。就在大伯母知道真相那天，他从云台上跳了下来，是我说的话太难听，刺激到他。我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说那些话。如果我能开导他，能安慰他，也许他就不会死。出口伤人是你不该，但他的选择并不是你能决定的。我也没想到他竟然走了这条路，更没想到那么久才知道这个遗憾的消息。姐姐，你不恨吗？不恨，江承欢的死亡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我们两人被换也不是他能决定的。被侵占的锦衣玉食固然可惜，但我恨他也没有什么用处，恨只会让我沉浸在愤怒里，埋怨、仇视的痛苦会缠绕着我。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好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开宴了，要现在回去吗？糟糕，太过专注做姐姐，肩负的重任还没完成。小鱼啊，我要出去趟工，你先跟二婶说一声，免得她担心我们，可好？那你们赶紧回来啊，要开宴了。三公主过来了，我与她有过数面之缘，待会儿见个礼，寒暄两句，更不会引人怀疑。跟公主都能见礼，跟皇子当然也要见礼。公主安康。是姚姑娘啊，这都要开宴了，怎么还不进去？我这妹妹丢了心爱的玉坠，便在这儿陪她寻会儿。要不要本宫也帮点忙？公主是要帮天家主持局面的人，哪能跟我们一样在外头耽搁时间呢？父皇帝，这次捐献你准备了多少银钱？若是手头紧俏，四哥也可以匀一点出来，
劳烦四皇兄惦记，便是借了又如何？没有镜像，弟弟也还不上，总不能拿四皇兄的银钱做捐献。江生听见熟悉的声音，强压住喉管酸涩，顶着满头珠翠站直身体。那也是，前方两位是哪家的姑娘？怎么还在附近徘徊？想必是父皇要为皇兄们择正妃的消息被有心人传出，哪个世家动心思了吧？这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哪有姑娘家家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待会要问清楚是哪两户的姑娘，可不能要。入目首先是落落大方的姚思清，纤细的身材与漂亮的面容让他心头一滞，涌现出不好的预感。视线往下落，富贵打扮自不必说，少见的珠圆玉润让他瞳孔收缩。不是吧？见过两位殿下。江生随之弯腰，却没有说话。姑娘无需多礼，宴会即将开场，你们在此徘徊，可是有事情需要解决。若是解决不了，只管跟本宫讲。多谢殿下关心，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主要是我妹妹心爱的玉坠子丢了，想在这附近寻寻。小事小事，你们都帮着找找，眼神利落点，别耽误宴会。四皇兄，我肚子有些许不适，你可愿陪我去供房里走一趟？这宝和殿里还有供房啊？自然有，赴宴的人总要出供。姑娘们若是找不到，本宫这就叫宫女来为你指路。四皇兄慢慢给他们指路，皇帝实在扛不住，便先行告退了。那就麻烦四殿下了。别担心，姚姐姐，五哥应该过来了。两人行至宫房，小心翼翼地推开，里头果真站着个气喘吁吁的少年。我在外头等你。妹妹。少女冷眼看着，不予回应。江生听话，不要生气了，我们时间可不多，宴会马上就要开始，我还得去捐钱呢。哥哥们让我给你的，怕你没钱捐献。不用的，其实我不用的，好歹我也是个皇子呢。爹爹跟我说江家要捐2万两，你捐多少？常燕语塞，没钱也就罢了，连我们也不说，谁让你回来做落魄皇子的？谁让你不吭声就跑？姑姑差点连新婚夜都不过了，四哥现在还哭哭啼啼，你自己看着办吧。是我不该，都是我不好。知道错了就行，请罪的事情以后再说。这钱你先拿着捐献，若是不够，我再想办法。我真不用，大家都知道我没钱，与其捐出1万两银子引来揣测，不如坦坦荡荡穷算。放心吧，我找你是有要事的。我不方便与大哥见面，但我要你转告大哥，方家最近动向非同小可。到现在我才串起来，方家的所作所为从来都不是为大皇子，他们是为了压住天下文人的嘴，是为了让科举舞弊不再提及。一旦压不住，天下文人群情激愤，科举舞弊重新提及，大哥和方圆必定有人遗臭万年。那天家不管吗？他在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赏春宴之后，方家为天家赚到了银钱，科举舞弊事件发酵，就只能牺牲大哥了。那我们要破坏掉赏春宴吗？不能让方家得逞。不能。哎，不仅不能，还得让赏春宴大办特办。可是方家逼迫世家捐献，不应该惹来怨怼吗？或许会引来部分怨怼，但他联合几方世家，挤兑的敌对世家，即使有怨怼也无所畏惧。江生始终还是对官场不够了解。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大哥确实很危险，你要转告大哥，这段时间谨慎提防，切记广结友人，奠定文豪名号。还要告诉三哥，与江将军一同返回边疆，不要落单，最好迅速掌握兵权，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二哥可能会遇到比廖家争生意还要激烈的危机，让他不要担心害怕，有事情只管通过送荔枝传递。还有四哥，好好跟吴大夫练医术，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家就要抵达大殿了，我们是快些回去，还是等些时候？待会儿吧，五哥比我们难，让他先回。这里，姐姐快来！皇上驾到！朱清平身。
平淡到没有波澜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客套寒暄：“小鱼，这些饭菜都没人动，宴会结束会怎么样？会倒掉，也可能是给宫女太监使用，或者扔给城外的叫花子吧。”当家的，你怎么了？屁股长痔疮了？夫人，这里是宫宴。你还知道是宫宴？他当然知道宫宴，也正是在宫宴，他才能抛下护板，看清楚五皇子的庐山真面目。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传说中养病归来的五皇子面容竟有几分熟悉。这次能办赏春宴，还是要多亏了几位爱卿。几位爱卿勇于捐献银钱，为边疆驱赶鞑虏做出超卓贡献，特此筹办赏春宴，以慰几位爱卿。启禀皇上，微臣听到武殿下那日简言，深有所感，特此捐献出2万两银，还望皇上不嫌。爱卿有心了，边疆战士会感谢你的。启禀父皇，儿臣也捐献1万两白银。天家满意点头，目光落在最小的儿子身上。启禀父皇，儿臣身子破败，这些年陆陆续续吃药喝汤，早用尽积蓄，典当了母后留下来的玉坠，才勉强得3000两银。还望父皇不要嫌弃，还望兄长姊妹不要嘲笑。若是有人嘲笑，儿臣也不敢怨怼。谁让儿臣是个没娘的孩子？就典当了3000两银，还都捐了。这五皇子以后打算喝西北风不成？堂堂皇子，不说置办行头，单论打赏下人、购买笔墨纸砚，那也都需要钱呢。殿下的心可真够黑呀！不提押注银的4万两，他原本手里也有5000两银，可却只愿捐3000两，真黑，真抠。好在效果极佳。这5年，詹师傅没有拨给你月银吗？月银？什么月银？叫詹师傅来人。詹师傅，詹氏杨宝明，见过皇上。杨詹氏，五皇子这5年在江南养病，你可有如实拨去例银？有拨，每年3600两银。你说拨了，五皇子却没见过，难不成让你詹师傅的人吞了？当着这么多世家的面，杨詹氏最好如实交代。常燕面无表情，冷冷看着杨詹氏偷瞥大皇子。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杨詹氏发现大皇子并不会保自己，绝望之下张口：“是大殿下，大殿下说武殿下在江南养病，每月送银两太麻烦，不如他代为保存，兑成银票送过去。”你胡说！你们2个人是不是故意联合起来污蔑本皇子？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本皇子了吗？启禀皇上，贵妃娘娘来了。见过皇上，也见过诸位大人。臣妾贸然赴宴本是不该，实在怕有些误会难以解释，才匆匆赶来。詹师府拨银的事情，臣妾也知晓。红儿确实主动提出给武殿下兑换银票，后来事情积压太多之后，就忘之脑后。还是前阵子臣妾收拾偏殿，才发现夹缝里的18000两银票，就是没来得及告诉红儿。该是小武的东西就是小武的，若是谁都能集阅掌管，要詹师府做什么？皇上训斥的是红儿，他丢三落四不长脑子，也是该施以惩罚。不如就罚他来年月银全部都补给武殿下。皇上意下如何？那就罚红儿来年月银都补给小武，再把5年月银还给小武。多谢皇上。武帝莫要因为这些事情气怪兄长，我们本是亲兄弟，不该因为这些事情生嫌隙。区区小事怎能伤害到与大皇兄的情分？整个赏春宴，他都在苦思冥想。刚才妹妹的眼神，他能感受到，极力遮掩下，仍旧盖不住关怀。但方家是否太过平淡了？才一次没有交代，你就做出这种幺蛾子。身为皇长子，怎么就不能平静自若？怎么就不能想清楚再说话？
母妃，我说的没错呀，他明明能私下里跟我提起，却偏要在保和殿上装无辜。身为皇子，怎么可能不知道月影？分明就是联合杨家算计我。你明知道是算计，还要傻傻的往枪口上撞，你就不能找点合理的解释，说点能让人信服的话？母妃，怎么相信嘛？我拿了他的月银是实情，再说什么也都是欲盖弥彰。还有那个杨战士，轻易就把我供出来，可不能饶过。你个朽木朽木！杨战士不供你是死，供你也是死。身为主子不为手下人着想，谁还愿意跟你做事？如今在所有人眼里，你跟杨家已经交恶，现在必须反其道行之，重新教好杨家，去跟杨战士致歉，拉拢人心。我堂堂皇子，跟个战士表达歉意？看到居贵妃满脸怒火，才不情愿低下头。儿臣去，儿臣这就去。还有下次，行事需三思而后行。若你实在拿捏不定，就闭嘴，不要再肆意妄为。娘就你这一个儿子，娘不能没有你，娘也是为你好。禀贵妃娘娘，五皇子从保和殿回去就病了，叫了几个太医，都确定气烧了。若当真病死，倒也省却红儿不少事。那娘娘还要把大皇子叫回来叮嘱些什么吗？不用，这皇城里的事情都有本宫呢。听说皇城里的五皇子病了，是被大皇子扣留月银给气病的。这次赏春宴，大皇子捐5万两银，却还要扣留弟弟的18000两银，真够不要脸的。是啊，要不五皇子怎么气病的？说是去了好多太医，个个都摸出来起烧，正想办法救人呢。小五生病了，小五起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是三教九流的友人说的，有鼻子有眼，太医院里去了至少一半，都确诊起烧了。难道是大皇子背地里下的阴手？必然是因为我不在，小五没能照顾好自己。先不要着急，听听张生怎么说。你回来了，小五怎么样？是生病了吗？是起烧了吗？什么病了？什么起烧？五哥活蹦乱跳，不仅能翻窗，还能进女工房来。没有的事儿，他好着呢。五哥的意思是，可以通过运送荔枝跟他联系，其余时候尽量掩藏他的存在。若是有人怀疑，打死不能承认。如果师傅是小五安排给我的，那他是不是能带我见小五？你且先跟着吴老学着，等过了这个荔枝季再说。三哥，我去帮你求爹爹，让他带你一起。不用，我要自己面对将军。不多时，他抿着嘴归来。明天就走。都别难过了，3年之后又可以请探亲家，我们还会团圆的。3年啊，我们见到3哥4哥多久又要分开了？下次见面就得是3年后，人生总共有多少个3年？下次回来的不知道是人还是事故，就当见一面少一面，大家开心点吧。愿天下太平，海晏和亲。早点休息，明天还得送我呢。夜挂星空，万籁俱静。怎么就那么着急？昨天怎么不说呢？还没收拾好东西，多带点儿啊！姑姑别担心，轻装简骑走得快。你还知道我是你爹爹，怎么都不来送我呢？爹爹忙。爹爹不忙，爹爹只是想着你要跟长兄告别，所以没有去打扰你。我以为爹爹有很多事情要做，以为爹爹要忙碌。爹爹，你等我，这是我给爹爹准备的。哥哥有的，爹爹都有。3哥的衣服鞋子都是姑姑缝的，但是姑姑已经嫁人了，不能给爹爹缝，所以爹爹衣裳都是我去成衣坊买的，挑最柔软最舒服的，还挺贵。爹爹，都给你。江继祖终于回过神，脸上的笑容凝滞。那么多，10几20个包裹，几乎都有3、4个人头大小，粗略估计有20、30斤。将军，我们可以分散着背上，虽然重了点，累了点，辛苦点，但这些可都是小姐的心意。退1万步来说，
路上饿了也能吃吗？有谁愿意背就背吧，我愿意。属下愿意，属下也愿意，属下也愿意。将军，时候差不多了，也得走了。江生硬忍着没有出声，只是点了点头。三哥也走了。江生的眼圈通红，依然在强行克制。爹爹，你要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啊！每个人。嘿，送完老三，该送大哥了。走吧，我们各奔前程。走吧，我们各攀顶峰。走吧，我们来日再见。翰林院撰修是从六品的官位，就职在翰林院内，每天的任务是抄录经史，记录史诗，也会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这位就是许状元了吧？咱们翰林院能得到许状元这种人才，可真是蓬荜生辉。楚大人应该叫许传修了。有请许传修入翰林院。大人先请。下官初来乍到，若是有什么不足之处，还望楚大人不吝批评，下官不胜感激。许传修客气了，今后既是同僚，又何来批评？不过是互帮互助。下官有一事不明，想询问大人，敢问大人编修与撰修有何区别？这个嘛，除了官位区别，最大的还是在撰和编这两个字上面。许墨露出意味深长的笑，余光瞥见早早入职的方圆，知道新的战斗要打响。这里是大哥的战场，咱们谁都帮不上忙。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去吴府，你不是告假了吗？今天还去啊？像你这么勤奋的学生不多见了。不是勤奋，也不是为了医术，我想问问师傅，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久烧不退，但又不伤害身体？二哥，那我们做什么呀？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做个混吃等死的米虫吧？想得美，还混吃等死？你是不是忘了，小宋安排人去岭南运荔枝，差不多该回来了。反正你也没事，陪我一起吧。东家，方家也运了荔枝。张将军既然替我争取来这个生意，今年肯定是我的，但也只能保证今年，来年不好确定。所以我们今年一定要让方家的荔枝卖不出去，让他们砸手里。我能斗赢廖家，就能斗赢方家。可是东家，廖家跟方家不是一个级别的。就知道壮敌人士气，灭自己威风。他们是世家又如何？咱们没有吗？他们居于内阁又如何？咱们大哥还在翰林院呢。虽然两者难以比拟，但好歹也算是个官。最关键在于，方家是世家不假，但廖家数代经商，关于生意上的经验绝对比方家要多。生意场跟官场不一样，跟战场也不一样。他方家厉害，但做生意未必厉害。你说方家去收荔枝，可知道他们的车队在哪里啊？比我们晚半日。半日啊？走，送荔枝。等等我，二哥，等等我，我和你是一起的。方家要真跟我们作对，会派人打翻我们的荔枝吗？早就防着这一手呢，看看两边是什么。二哥，你高人不露相啊，还能叫来守城侍卫。只是几个人等了小半盏茶，仍不见光禄寺来人。难道又是方家的诡计？光禄寺要是不来人可怎么办？不会的，放心吧，皇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光禄寺还没这么大的权力，最多迟来。又过了半盏茶时间，皇城大门缓缓打开，为首的中年太监桀骜走出，不屑的目光隔老远都能感受到。见过公公，敢问是光禄寺来接应荔枝的？咱家是，令牌拿来。还请公公检验。感觉没有廖家送来的新鲜啊！你看这个头小就罢，盒还大，肉自然就薄了。就这样的品质，咱家可不敢献给皇上。这是100斤荔枝里挑出来的10斤，
公公且放心，最大最好的都在这了。好在你这果子送来的及时，天家跟贵妃娘娘就想这一口，昨儿还念叨呢。那就劳烦公公早日送到天家眼前。只是你这冰都快化了，荔枝运不到宫里就馊，咱家也会跟着你倒霉的。你对我送荔枝不满意？是为廖家抱不平，还是想让方家接手这生意？将军把生意交给我的时候说什么来着？说希望我能好好做，结果头次生意就失败了。不知将军是否会怪罪？爹爹能把生意交给你，肯定是希望你好好做，不会怪罪你的。他叫江将军爹爹，他是江家嫡女。原来这生意是江将军转交给小公子的，是咱家不长眼睛。仔细看看这荔枝新鲜水嫩，小公子可真有眼光，将来生意必然不能次于廖家。郑如谦心中感慨，面上却依旧桀骜。这宴毒就让咱家来吧。哪能让公公亲自啊？还是按照规矩让小子来吧。中年太监笑容满面的告辞。公公且慢，之前那些荔枝是天家的，这些荔枝是给公公的，还望公公帮忙品尝，味道是否足够啊？公子倒是有心了，一切劳烦公公。二哥，你明明打算好依靠江家威势，为什么还要恭敬谦卑，最后还要送给他荔枝啊？如果没有方家做手脚，我肯定不愿意借江家威势。光禄寺负责整个皇城的伙食，还负责祭祀宴席，比悠然居的需求量还要更大更高。单做荔枝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跟光禄寺有更多的合作，双方渗透越多，钱才能越赚越丰厚。二哥，你的野心越来越大了。那我也能把九针坊开遍全国各地吗？把所有想要和离的姑姑姨姨带走，让他们离开夫家也能活下去。伏在角落里看完全程的侍卫点点头。殿下猜的没错，方家果然刁难了二公子，他们借用江家身份化解，还送了一份荔枝给狗公公。屈主任提醒狗公公，方家想要他帮忙抢夺荔枝生意，是害他得罪江家。那殿下您呢？我还要继续烧烧，才能让有些人放心啊！这个温度可真高啊！五皇子起烧2天3夜后，终于退却，眼见着命是保下来了，只留下愈发孱弱的身体。怎么就盯上我了？大哥在翰林院，找大哥的麻烦呀！廖家垄断荔枝生意，从5月份到9月份，1个月能赚15000两银，4个月就是6万雪花银。这只是粗略估算，如果运输人手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利润还能增加。10万两雪花银，方家捐过10万两雪花银，所以他们确实没钱了。郑如谦不知道是痛麻木了，还是发现有得必有失，竟与接荔枝的狗公公熟人起来。意外得知年底是天家的生辰，光禄寺正在寻找新鲜独特的食材。江生，想吃边疆的羊肉吗？二哥要把小羊们都带回来了吗？是啊，我这就起身去上郡，把羊们全都带回来。你给我拿点钱，且用着。好嘞，要多少？要5万两。风吹过糕点铺子，甜美的小姑娘石化在原地。我不是败家子啊，也不是赚了就非要花出去啊。以前我贩菜，四处运东西，觉得赚钱，真正接触荔枝生意才发现，那都只是打基础。真正赚钱的还是独特的，别人难以随意模仿的东西。我们不是廖家，不用想那么多阿杂手段抢生意，普普通通的小商人赚大钱，总会遭到觊觎。说不定今年有方家插手，其他小家族才没敢抢荔枝的生意呢。荔枝生意可能被抢，大家也都知道利润高，很可能被插一脚。但羊肉不一样，边疆的羊味道鲜美罕见，或许能够成为下一个荔枝。江生，我发现做生意最难的是从无到有，从没钱到10文钱，有了10文钱就能赚到100文，有了100文就能赚到1两。
而从1两到100两，从100两到1000两，只会越来越简单。钱才能生钱。二哥已经努力这么多年，再给二哥点时间，二哥让你穿风京最好看的衣裳，戴风京最圆润的东珠，所以5万两，你到底给不给？给。事不宜迟，荔枝季已经结束，剩下的最后2车你动成兵力之脉，赚最后一笔。二哥这就剩下一个走字没说出口，他就看见个白衣飘飘的少年走过来，表情顿时犹如见鬼。客人想要选购些什么糕点？我是来找你们东家的。方公子不在翰林院做编修，来九珍房做什么？方某特来拜见江姑娘，不知姑娘可有时间与在下去茶楼一叙？没有时间，方公子有什么事情只管跟我说，我妹妹还小。哼，你能代表江家？我能代表江姑娘遭遇那样离奇坎坷的算计，却依旧能够回归身份，说明你骨子里就应该是世家人。江生的脸色愈发冷凝，琢磨着要跟祖母告状，把家中丫鬟小厮重新清理了。江家是个大家族，江将军为国为民，才有了如今的地位。你出身高贵，其实没必要跟这群人搅和在一起。江家跟你们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看来江姑娘是不愿意与方某简续了，真是遗憾呐。只盼将来江姑娘莫要后悔今天的一念之差。这个龟孙子竟然来勾引你，天知道他来一趟还会不会第2趟，万一为了江家伤害到你可怎么办？不行不行，我不能走。这方京还有大哥、四哥、五哥呢，再不济还有祖母、二叔、二婶呢，我还有堂兄跟小鱼，方家不敢伤害我的。可是我在你心里我就那么蠢笨，傻乎乎上方家所有的当？别忘了，你妹妹可是单独活过7年的人。好啦，别担心这些有的没的，方家要真想下手，不会提前让方远打草惊蛇的。二哥你就放心去赚钱，把羊肉运回来，我要吃羊肉。明明去年才爆出科举舞弊，今年就双双一家，这也太糊弄我们了吧。倘若连科举都不再公正，我要这盛世有何用？不是状元就是探花，总得有个舞弊的。状元可是拿了会试第1，不像是舞弊的，就他那出身也舞不动呀。嘘，禁言。难道你要说方家公子舞弊了？为什么不能是许状元舞弊了呢？出身差就一定清白吗？青竹公子知道吗？看看这诗句，这文采，他有必要舞弊吗？这位青竹公子将名留青史，成为文学大家，这样的人，你怀疑他舞弊，可笑，可笑。许兄，你可知文昌阁发生的事情？科举舞弊案到底还是爆发出来，无数文人都在抗议不公，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学子要还你清白了。好在终得公平。齐兄，安兄，徐某并没有做什么，徐某没有为自己运作过，亦没有洗刷过冤屈，更没有插手过科举舞弊发酵事件。可是大家都是支持你的呀，向着你还不好吗？方家作茧自缚，他们活该遭受天下文人折辱。安兄，你似乎忘了，方家远强过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世家的能力。可我也看不明白方家到底想做什么。许墨摇了摇头，眼底尽是怅然。天哪，方家难不成是在捧杀许兄？这未免也太狠毒了吧！听说他秀才童生都是窃来的，解元更不必说，全靠捉刀人代笔，硬生生夺得。这个人狡黠得很，装出两袖清风的寒门子弟模样，实际是县令之子。他那父亲贪赃枉法，被撸去官帽，简直上梁不正下梁歪。听说被他窃取的人身子不大好，才给了他机会。可惜本来属于那位公子的生命啊，全让伪君子给抢了。现在还要倒打一耙方家公子，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能证明，许墨是个熟练的捉刀人。他不仅自己捉刀，他还替我捉过刀。我成名的诗句，就是他找人为我代写。有人站出来提及扶风公子乃安水郡人士，与许墨刚好相同出身。许兄，是安兄蒙对了，方家就是在捧杀你，就是在算计你。还有那个朱思环，居然倒打你一耙，你得赶紧澄清啊，许兄，否则会被无数文人学子给唾骂，甚至遗臭万年。这是传到我手里的信封。二哥不在，三哥不在，
五哥也不在，现在方家欺负大哥了，我们要怎么办啊？早知道当时就不让他走，抓住打一顿，再绑起来。嘘，别说话，听大哥怎么说。一部分是扶风的笔记，一部分是仿的。真是仿的吗？在我看来，这些字迹出自一人之手。就算真的是他，也可以理解。他不会，家常言谈都是扶风兄的笔记，战事相关却都是后来者模仿。这个模仿者功力很强，若不是我格外熟人，也难以分辨。所以，找出这个模仿者很关键。我们愿意帮忙。我们愿意帮忙。方家既然不惜自毁名声，铺垫这次科举舞弊，又怎么会轻易让我们找到模仿者？科举舞弊的混蛋去死啊！有谁在院外头大喊？当初方家可是连狗屎都遭遇过。许兄，马上要轮到你了。踩着我们兄妹的尸骨往上走，方家方圆，你休想！接下来几天，许墨反复给朱家送信，大张旗鼓邀朱思环在文昌阁相聚。刚开始，朱思环还能拒绝，次数多了，难免引人怀疑。既然你无愧于心，为什么不能当面直？徐某愿与朱兄当面对质，聊一聊诗词缘由。朱兄有什么不敢的？是怕当年的事情彻底暴露，还是怕陶家姑娘厌恶你出尔反尔小人行径？朱思环头皮发麻，再次拒绝，却收到方家的消息，要他出席文昌阁。去吧，四侯，去将他钉死在耻辱柱上，去让他遗臭万年，让他永无翻身之地。朱兄来了。许兄，你还好吗？我挺好的，倒是朱兄，看出来你有些不适。我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自然是挺好的，思环公子的名号本就是为娶妻而宣扬，如今你娇妻在怀，万事不愁，就掀翻了当初渡你的船。是，可是可我也只是说出实话而已。所以朱兄说出这等子实话，就是为了毁掉徐某，是朱家交给你的任务吧？既然已经说出来了，不如就详细告知世人所有。他代笔也只是为了心爱的姑娘，得夫如此，夫复何求啊？这故事里的姑娘真幸福，她过得好吗？好，她很好。她说举人固然重要，但知冷知热的夫君更重要。分值固然没有嫡之贵重，但依然能够为他撑起一片晴天。许兄，我愿意坦白所有，是我央你代笔，是我落井下石害你。我不想说什么无可奈何，我只能告诉世人，那首让我成名的诗句，确凿出自青竹公子之手。这位四行公子虽然找人代笔，但用情至深，感动天地，可以理解。若是一首诗就能换回来心爱的姑娘，我肯定要对青竹公子磕头上香。既然确凿是青竹公子代笔，那是不是说明他的那些诗句正是亲手所写，不存在其他代笔？就是，这么看来青竹公子也太厉害了，一首诗换有情人相守。许兄，我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说的确实是实话，代笔真切发生过，这也是徐某此生唯一做过的亏心事。许墨愿意承担后果。没想到青竹公子也给人代笔，枉为我辈中人。青竹公子也是为了成人之美，成全了恩爱眷侣，功劳可比过错大。你有本事也一首诗成全对眷侣试试。文昌阁外走来个鹅黄裙裳的少女，清脆的声音如冰鞘破万物，直指许墨。好个伪君子，将代笔说得如此清新脱俗，也就你这种代笔惯犯才能把这种事情高高拿起，轻轻放下。那么多人的赞誉，那么多友人的信任，也当真不亏心吗？说完又同情地看了眼朱思环。公子且醒醒吧，区区3言2语就收拢你的真诚，此人心机之深沉，当真不是你所看到的样子。你又是谁，在这里胡言乱语？你又是谁，在这里胡言乱语？安青竹公子当真了得，不仅哄住朱家公子，连礼部尚书嫡子都随听差遣。这是哪门子的寒门学子，能厉害到这种地步？
我道是谁？原来是安水郡的故人来了。王姑娘，扶风兄可还好？你还好意思问兄长？你这个偷窃的小贼，欺骗我兄长的小人！你利用兄弟情，骗取我堂兄为你代笔，这么多年名利双收，甚至取走状元位置，你怎么还有脸提我堂兄？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兄长缠绵病榻，已经不行了，都是你害的。他本该是更为卓越的扶风公子，他本该名留青史，却被你活生生分去一半的声名。你这个伪君子，你这个窃取名声的小贼！也对，扶风兄若当真无恙，定会管束住这个王家女。只有她出事了，才会让她提前来封京。那么多时间过去，她还好吗？她还清醒吗？你们的青竹公子心虚了，他害怕了。他就是个窃贼，他偷了别人的诗词，还偷了别人的状元。我是王扶风的妹妹，有录影和身份证明。他不甘心这些年被欺骗，特意让我前来封京为他讨取清白。你们可以看看，看清楚我哥哥的血与泪。你们不能再被欺骗了。扶风公子的确文采优秀，他妹妹的话总不得假。青竹公子当真着急了，不似作假。他害怕了吗？别人的亲妹妹都过来拆穿了，谁还能信他的话？再亲能亲过兄妹吗？连缠绵病榻人的诗词都偷，也太可恶了。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们的状元。这到底该信谁的呀？反倒是许墨再次安静下来。许兄，你别发呆，到底该怎么办呀？难不成就任他们污蔑不成？这个局太难破了，先前种种都只是铺垫，王扶风妹妹的身份才是杀手锏。再这样下去，许兄会声名败裂，千夫所指的。许兄啊，你的命运当真坎坷。我今天就是来为长兄讨回公道，要这个窃贼身败名裂，滚出封京！滚出封京！窃贼滚出封京！科举不能被舞弊，真相迟早大白于天下。许墨滚出封京，还扶风荣光！王玉瑶满意的欣赏结果，原本提着的心落回胸腔。方远这次应该承认婚约了吧？诸位，且平静。兄长，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封京？一切皆有可能。见过诸位同窗友人，在下王扶风，承蒙学子不弃，给了个扶风公子的名号。这真的是扶风公子吗？我听见这位王姑娘叫他兄长了，应该是扶风。许久不见，许兄，这里是风京啊。是啊，冬天的风京很美，比安水郡要繁华许多。我的意思是，你的身子不好，是怎么赶来风京的？这2年的将养让身子省力多了，又想看看这大好河山，便来了。更何况堂妹要与方家公子成亲，我们2个身为堂兄，自然是要送嫁。昔日里吊儿郎当的纨绔公子，此刻黑瘦笔挺，脸上布满岁月磨砺的风霜。他似乎在找证如前，仔细巡视不得后，落寞地垂下头。玉瑶啊，虽说你跟方公子的婚事3年前就定下，可毕竟婚期还没有商量，大伯又早亡，就只能2位兄长替你谋划了。是啊，玉瑶，我们是你的堂兄，只会为你好，不会害你的。原来这位是方公子未过门的夫人，难怪那么卖命诋毁青竹公子。天哪，诋毁青竹公子以后，方家公子岂不是可以从科举舞弊中摘出去？围魏救赵啊，这是方家下的一手好棋。先别说那么早，跟墙头草似的，没个定论。就是，到底孰是孰非还不清楚呢。与其茫然来茫然去，不如问问扶风公子，到底有没有为青竹公子代笔过？敢问扶风公子，能否在这么多兄弟跟前说句话，到底有没有替青竹公子代过笔？还有那信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我教着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他有底子，但童声学识确凿是我一点点教过去的。小莫的努力更是学堂结实，
你们凭什么污蔑他的学识，污蔑他多少年的努力？一群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东西！文人最爱相亲，承认别人优异很难吗？许学子不仅努力，天分也是历年罕见，我就没见过15岁的解元。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们小地方的解元，觉得不过如此，可你们又有几个15岁的解元？我是安水郡的师爷，贺郡守要我告诉天下人，你们可以瞧不起任何地方，唯独不能鄙夷安水郡科举的公正性。贺郡守愿意身家性命担保，绝无任何舞弊。你说的是在安水郡，我们这里可是风井，谁知道他是不是到了风井，发现学识不够就开始舞弊？叫你们发现了，老夫还以为藏得很好呢。诸位学子无好，昔日老夫在国子监教学许墨，这位许学子的思想沉稳周密，乃是师长们公认的进士之才，大家都笃定许墨会考中进士，却没想到他考了个进士之首，也就是状元，如今成就已经远超过国子监的师长们了。本官也是看着他从安水郡走过来的，虽然最初是想收个女婿，现在却是拳拳爱才之心，有这样的人才，家国才有希望。学生无以为报，千里迢迢人疲惫，还望诸位体谅，待得日后有时间再谈古论今也不迟。哎呀，是啊，快马加鞭的人都快累死了。小莫，你可得请夫子吃点好的。许兄，实话实说，这次事情是否彻底落幕？落幕不至于，方家应该还会生出其他招数，就看能否翻盘。临近年关，无以为报，既然世人想见见扶风公子，那就于大年30在西城门见吧。年30，本公子要筹办交谈会，还望诸位兄台赏脸，前来与扶风交流古今。扶风公子要与我们谈古论今，着实罕见，谁能不去？必须去，必须去啊！我与方家恩怨不止1-2天，并不是交谈会能够解决的。况且你身子骨素来孱弱，如今千里奔波，连前夫子都累到抱怨，以你之躯恐难承受。哪里那么孱弱，都是你们太过紧张，实际走上一趟才发现并不艰辛。倒是这次的事情，我要跟许兄说声抱歉，是我没能看好王玉瑶，让他偷了信封逃至风景，才惹出这些事端。交谈会也并不是想趁此扳倒方家，不过是想要跟风京的万千友人聊聊古今罢了。扶风兄，我们多久没有这样闲谈过了？不到3年，时间过得快又慢。一个人躺在王家大院里，感觉日子怎么都过不完，可猛然回神才发现，你们都走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让我看到了，身份高贵或者不高贵，只要努力就有可能。高贵不会带来居高临下，平凡也不会让人自甘平庸。是姑姑告诉你的吧？有些事情在信封里提过，但终究没那么详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姑姑都变得那么精神奕奕，与当初的困苦低迷不可同日而语。果然，人生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这3年，你可有找吴大夫诊脉？他有没有说过你的身体怎么样？小厮也拜了新的师傅，让他为你诊治一番吧。不用了，我这次是带了医师过来的，贸然换人诊治，恐怕于医者心中不悦，我们还得返回安水郡。再说了，你看我精神头这么好，哪里有孱弱的模样？许兄，跟我聊聊你们这几年吧。姑姑说的只是大概，我想听你说详细。说他会员被夺，说他只身入金銮殿，说江生认亲的坎坷，说郑如谦抢荔枝的惊心动魄，说温之允劫富济贫，说常衍无可奈何离去，说封京世家局势，说天家懦弱不堪，说朝堂平衡手腕，说科举舞弊带来的后果。夜色那么黑，星空那么亮，王扶风不知何时沉沉睡去。扶风兄就暂时交给我。我答应过扶风，不离他身侧。许墨无奈，也只能起身去温之允的房间里歇息。
既然一起来的，那就一起走，等等扶风嘛。就是，我也想看扶风公子开交谈会，到底该是怎样的光景啊？风景就是比安水郡富有，看那灯笼都要大许多。你这等同于废话，风津是大禹王朝最富裕的地方了。可我还是独爱安水郡啊。来了，他们来了。他没有讲话，也没有问好，而是指尖拾弄，平静而安详的音调传出，周围喧嚣随之消散。今日论题：阶级是否能够跨越？所谓阶级，由金钱与地位打造。平民是一个阶级，小家族是一个阶级，大世家是一个阶级，分别是低等人、中等人和上等人。我知道有些人会因此不悦，认为平民不该是低等人，世家也不应该是上等人。可扪心自问，大家过的生活不就是低等人和上等人的区别吗？世家势大，人趋而吞咽之，不敢敌；平民势孤，挣扎终生不得志，难瞑目。因为足够的势大得以传承，所以普通的平民再难机会，上等人的生活被垄断，下等人却认命没有办法。可谁愿意认命呢？他眉目弯弯，放眼望去，落在一名清瘦学子身上。敢问兄台，你愿认命吗？不愿意。倘若仔细论来，我也勉强算得上上等人。我深知上等人的想法，我防备着低等人势力，因为跟得不到比起来，失去才是最难过的。100两银与我是粪土，1000两银与我不过尔尔，10000两银也能取出。我1年的衣食用取，足以5口之家富足半辈子。而我不过是万千疆土里随处可见的上等人，在我之上还有更尊贵、更优越的上等人。他们以势压人，他们强取豪夺，他们玩弄真相。这个论断也太过危险。虽在暗喻世家，可皇家也是上等人，也需要底层阶级为自己服务。若是有心人将这些话送入天家耳朵，扶风公子危矣。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跨越不了阶层，10年寒窗苦读不能，祖孙3代努力不能，拼尽全力亦不能，归根结底还是上层人防住了你们。可如果努力奋斗没有意义，那谁还愿意付出辛苦？这个世界上可以不公平，但努力要有回报，辛苦要有成果。世家可以势大，但要给能力卓越者机会，允智多聪慧者攀爬。如果他们不愿，如果他们斩断了你们攀爬的路，你们可知应该如何？要反抗，要公平，要机会。之前方家不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欺负咱们的青竹公子，让方家给个交代。方家科举舞弊，还要污蔑平民学子，他们害怕咱们跨越阶层，他们在阻拦我们。要反抗，要公平，要机会。处置方圆，拒绝科举舞弊。高台上的人影啊，摇摇晃晃，怀中古琴摔离，人也仰天倒下。扶风兄，扶风哥哥，弟弟，扶风兄，你不要出事，你活着好不好？扶风哥哥，扶风哥哥，扶风哥哥，扶风哥哥。他叫扶风，他不想姓王，所以许墨叫他扶风兄，而不是王兄。伴随着熟悉且安宁的声音，他终于可以沉沉的、安稳的跌入黑暗。扶风兄，小四，你快来！小四，扶风兄到底是怎么了？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太过操心了吗？还是奔波疲累？是我害他辛苦至此，都是我。是毒？怎么可能？谁会给扶风哥哥下毒？是三叔和王浩然为趁早夺权，联合王玉瑶给扶风下的毒。他从安水郡就一直压制，不惜代价压制。他说世家权力稳固，阶层难以突破，对大禹王朝并不是好事儿。就像冬季里的冰面，冰冻时间越长，冰的厚度越高，
河底的鱼儿就越难以破冰。时间长了，鱼儿不会想要奋起，冰也会自大狂妄，家国危矣，更迭换代。虽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扶风还是希望这片土地能够平稳久一些，再久一些。他不爱王家，但他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爱这个家国，爱平稳世道。他说死后不要送回安水郡，他就留在这里，葬在最高的山坡下，看着家国辉煌，看着有人疼打。王明宇望着仿若睡着的堂弟，声音虽陡，字字沉稳，把那些夜深人静时一一交代出来的话，在此刻尽数转述。他说他很幸运遇到许兄，能够看着许兄从村落走到风景，看着许兄一步步走向巅峰，恍惚会觉得像是他自己健康无恙。徐墨呆立原地。扶风哥哥走了，带扶风回家吧。他们说要送扶风下葬以后再走。如谦呢？他过年都不回来吗？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倒是王家，扶风兄可有什么交代？三叔和王浩然虎视眈眈，但是对牌跟库房钥匙都在我手里。扶风说王家可以败，但王家生意不能败，靠着王家铺子跟耕田养活的百姓太多了。好，那你要把控住王家，好好照顾王三爷跟王家那位外甥子。我说的好好照顾，是要他好好活着。王明宇满脸不解，欲言又止。让他们好好活着，王三爷、王浩然、王三夫人还有周家全都好好的活着。我要亲自去为扶风兄复仇，亲自送这些渣子入地狱。扶风兄的死讯不必传过去，只说留在风间养病，父子事业们自有我去封口。可是王玉瑶已经知晓，总会传信给安水郡。放心吧，他很快就没工夫传信了。风家该死，风云该死，王玉瑶该死。扶风兄，我终于和你一样大了。你17岁，我也17岁。你的仇我替你报，你的理想我替你完成，你的未来我替你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扶风兄，你且看好。是现在就落葬，还是选个吉时？再等等。扶风哥哥，我竟连你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五哥，你是怎么出来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是我昨天求的窦大人，窦夫人进宫帮我传递消息，想方设法联系上的小五。既然来了，那就落关吧。公子，你慢点走啊！扶风，走好。原本是想着一起来的，一起走，却没想到还是少了个人。小莫，你放心，这件事情我绝对会烂在肚子里。许兄也放心，我会掌管好王家，好好照顾三叔跟王浩然。小五，我不想按捺了，也不想被动。以方家的能力，无论科举舞弊多么确凿，都会想尽办法翻盘。轻则李代桃僵，推出替死鬼，重则置我于死地。大哥是想牵制住方家，我要对得起友人的一番苦心，便要干干净净地行走官场。世家把持朝政，内阁架空权柄，方家更是肆无忌惮地扶持未来储君。一旦改朝换代，这天下将要大半兴风。小五，你又该如何定夺？大哥，我帮你。现在想要化主动有点难，我们势单力薄，并不足以对抗任何，但也不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发展。或许该让我那位隐藏在背后的皇兄浮出水面了。不管是二皇兄还是4皇兄，对上菊贵妃都没有足够的争夺之力，我们得创造一个他不得不站出来争夺的理由。只是小五，
有什么理由能让隐藏多年的人站出来争夺呢？居家难以示威，所以他要铤而走险，给天家下毒。小五，你不能做傻事，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严峻。当今天家虽谈不上千古明君，却也功抵于过呀。昔有唐太宗弑杀兄父，这么多年了，都还为人谴责。哪怕他创造出贞观之治，多年以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玄武门之变。事情成则遗臭万年，败则殒命当场。小五，你不能铤而走险，大哥不同意。大哥且慢，谁说要弑君了？我不，可你刚刚不是说居家示威呢？那就只能在天家身体上做手脚。是做手脚，但不一定是在他的身体上做手脚。你只知我母后为燕家，知燕家这些年势弱，可知燕氏是以什么起家？许墨摇头表示不解。是医，我外祖乃名医圣手，人称华佗在世，摒去重生。他生性大方不藏私，教出许多优异超卓的徒弟。外祖说燕家不图大事，但要保护血脉安康，望太医差人，也是希望能护佑我平安长大。上次我只用10个汤婆子就掩盖住其高热的秘密，也多亏了太医们的掩护。虽说还有部分外人，但帝王起病乃关乎社稷大事，他必然不敢大肆宣扬。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足够让隐藏在背后的人心慌。大哥，宫里的事情交给我，宫外的事情交给你。窦家是跟方家并驾齐驱的世家，他们的支持你要紧紧抓住。许墨叹了口气，认真点头。我要回宫了。小四这是怎么了？魂游天外的。什么魂游天外啊？四哥在拿桥呢。温之允浑浑噩噩站立，手脚冰凉，没有温度。四哥，我没有抛下你，我只是去做很严重的事情，我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的。是吗？骗子，明明就是怕我拖累。不是怕你拖累，我等你成为医术圣手，继承外祖的衣钵呢。燕家那么浓厚的医学世家断在我的手上，太可惜了。四哥就像上天送给我的，燕家医术必然能在你手上发扬光大，更何况四哥那么厉害，总能青出于蓝胜于蓝。将来我若是有个头疼脑热，单指望着你治病的，别人我信不过。小五，你又诓骗人了，我不相信你就是个大骗子。四哥，你得相信我，我不会骗你的。弟弟跟你多少年的感情，相信我，绝对没错。要我相信你也不是不行，你和大哥密谋的事情，我也想帮忙。可是四哥，这件事情很危险，虽然我轻描淡写，但天子之怒无人预料，我不希望你卷进去。做个有用的人，就那么重要吗？很重要。好，那我让吴太医安排你太医院，先从打杂做起。那就说定了。哎，不对啊，你们怎么能扔下我呢？你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五哥，你自己走了就算了，怎么还把四哥也带走了？大哥做官，二哥忙生意，三哥在边疆，家里就只剩下我了呀。希望这种日子早点结束。这个新年，不仅要拜见窦大人，还得拜见窦夫人，又或者那位窦姑娘。今年风清雪势之大，称得上罕见。老二在外头恐怕寸步难行，不知几时归来。还有跟着小五进宫的小四，不知道近况如何。谁啊？翰林修撰许墨求见。见过许大人，我们老爷说过，但凡是翰林的许大人过来，不必通禀，直接引荐。见过许大人，我们家老爷出门与齐大人品茶论道去了，只有夫人跟小姐在家，已经差人去寻老爷了，夫人也马上过来，劳烦许大人稍等。劳烦姑娘了。不多会儿，窦夫人领着窦姑娘袅袅行来。学生感恩师母出手相助，大恩没齿难忘。莫要多礼，我听说过你，却还没见过。今日恍然一见，才发现不愧威名，多番夸赞。状元郎果然是人中龙凤。倒是旁边的窦家千金一直安然端坐，不插言，也不表态。诚如师母所知，那皇城里头住着的，的确是我异父异母的弟弟，叫他出来也是为送故人一程。倒是叫窦家淌进黄泉的水，是学生思考不周。既然已经汤变汤了，窦家虽然百年中立，但从来没怕过谁。魏明欣赏你，
我也看好你，这便够了。夫人放心，学生铭记一切，永生不忘。江生在旁边满头雾水。窦家支持你，除却父亲的欣赏，也是更赞成嫡制正统，不愿庶出子女祸乱朝纲。老爷回来了，在书房等许大人。那小莫就让丫鬟带你过去，就让江姑娘跟着我们在后院玩耍吧。乖乖跟着夫人，等大哥回来。母亲，还是我亲自去选吧。江生能明显感觉到窦夫人有些惊愕，但依然点头应允下来。这母女俩怎么还打哑谜呀？许大人，此番节庭大人是小女有话要说。区区6品，姑娘直呼姓名即可。那叫你许公子吧。家父对你欣赏不已，家母为你拜访后宫，你我都心知肚明，是在招婿。窦家势大，不宜结交世家姻亲，索性将目光定在孤身新秀上。只是就这样对你太过不公。窦家帮扶你也好，帮扶五皇子也罢，都是有利可图。我会劝说父母不再招婿，也希望许公子莫要将之前的事情放在心上。他想问，窦姑娘既然曾去榜下捉过婿，必然是看中他这位状元郎的，怎么如今反而不要了？但其实不问也能明白，窦姑娘想要的是真心相爱的情郎，而不是相敬如宾的夫婿。此番节庭是解释，也是他保留尊严的举动。雨雪渐小，窦大人还在书房等待。许墨没有久留，只是在心底对这位姑娘多了几分钦佩。家里的姑娘长大了，都开始有自己的主意了。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招婿的事情就暂时不提，咱们还是说说当朝局势。大人放心，五弟堪为明君，那你就不担心窦家和江家将来把控朝政，架空皇权。大人心存百姓，心念朝堂，无数前辈早就用历史证明，天家专权不合适，世家情志也不合适。真正为百姓黎民着想，需要清正廉明的帝王与忠诚劝言的臣子相结合。好，不愧是那么多家主都看上的人。许郎必位极人臣，必胸怀天下，必名留千古。本官答应你，即使没有招婿，本官也愿意带领窦家择位取君。如果洁身中立不能带来更肃清的朝堂，那么提前站队又如何？角逐皇权又如何？说到底，都是为了天下。接下来，你们可是有什么打算？传谣，这次的雪应该停了。为什么呀，大哥？因为阳光出现了。雪停了，雪终于停了，再画2天雪，我可以回家了。杨啊杨，你可得撑住，你们要死了，妹妹会伤心的。天家身为国主，每个月都会例行诊脉2次，由太医院最德高望重的2位老太医轮流进行。本以为今年也是听到起剪子的话，却不想负责诊脉的赵太医反复探测过后，竟然2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天家病了。难道他是真的病了？可上次见还称得上硬朗。瞿贵妃居于深宫，大皇子头脑不够，才能让方家玩手段。隐藏在背后的皇子绝不会容忍方家有2心，方家也不会愚蠢至此。哎呦，我的殿下，别高深莫测了。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咱还没有找到背后的人，又该怎么透露给瞿贵妃？怎么做商官互斗？现在整个封疆的学子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再不利用，士气迟早衰竭到散。天家也就罢朝3日，3日后露面，病倒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到时候才是白费努力。别急，你不觉得这次乾清宫病得太配合了吗？与其说是4哥按摩导致脉象变动，不如说是父皇在配合流言。可是殿下明明也怀疑天家是当真病倒了。连脉象都能被改变，这世间事情有多少是真？与其百般揣测，不如出手试探。那殿下要怎么试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位置被觊觎，他真病必会反驳，他装病才会答应。很快，乾清宫传出消息，天家念大皇子时年18，确该娶妻，
定于半月后为大皇子、二皇子、四皇子择正妃，同时为三公主选婿。殿下，为什么单单漏下您？天家为什么不选五皇子妃？还以为五哥能混上媳妇儿了呢，没想到闹那么久，居然没他的份儿。不娶并非坏事，天家忌惮世家，就依靠世家。强有力的岳家固然能够帮扶，但将来也许会形成新的车制。那选妃的几位皇子也会这么认为，选取平庸的岳家吗？居贵妃那么厉害，不会逼迫程瑜和窦家姐姐嫁人吧？放心吧，大皇子也是讨欢心，并不敢强行。江家和窦家，他哪个都得罪不起。姚家跟江家是姻亲，四皇子是想通过娶思清姐姐，同时收纳两位世家，还是真心喜欢思清姐姐？他不会是利用思清姐姐吧？姚家不会同意的。难道殿下的谋算落空了？若是这样都逼不出来那藏于背后的皇子，难不成他要等天家没了以后再出手？别急，如果把大雪封路的时间去掉，再用之前的脚程推算，二哥是不是快回来了？你想做什么呀？我想二哥了，我想去接他，不会跑太远的。从出北城门开始，最多半天路程，按照马车的速度来算，差不多还在风境范围内。许墨沉吟着，内心有点担忧。大哥，我带着江三和江四，我还带着何瑞，就走半天的路程，我看不见二哥就回来，好不好嘛？路上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手，万一羊比较多还能帮帮忙。对了，告诉老二，我也想他了。隔天，江生叫上3个雄赳赳的壮汉，赶着2辆马车冲向北方。姑娘，我们真的不会跟郑二爷错过吗？万一走岔路可怎么办？官道就这一条路，能怎么错过呀？就是啊，现在行商走的都是官道，路上还有官爷巡逻，安全得很。半日的时光即将过去，羊群连个影子都没有。小心点那辆马车！他话音刚落，加速的马车突然歪身袭来。是谁这么不长眼，连咱们姑娘都敢招惹？审查清楚不就知道了？请问你们可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江生看了眼江三，江三立即上前客气道：多谢这位公子，就不劳烦您了。少年似乎有些失落，也没有纠缠，拱了拱手离去。江生松了口气，还没张口，一直伏在地面上的人动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断，众人都忽略掉驾车撞来的罪魁祸首，也下意识以为他摔在地上恐怕难以动弹。可实际上他不仅能动，甚至矫健地拔出佩刀，直冲江生门面。姑娘，快躲！江生彻底绝望，站立着等待痛楚袭来。他战战兢兢地睁开眼，就看见自己身前站着那位灰色的质朴少年，利刃穿过他的胸口，大片的血液浸透他衣衫。别怕，留他性命审查。爷，属下护卫不力。爷，属下护卫不力。少年摆摆手，两人立即站起，搀扶着他离去。就这么走了？看着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在观察四周仅剩1辆马车，江生张了张嘴，刚要纠结出声，耳边传来杨儿独有的咩叫：二哥！无人观察处，步履蹒跚的灰袍少年身形微顿，表情由笃定转为怔怔。二哥！妹妹！真不愧是兄妹情深，东家跟姑娘的感情可真好。二哥，有人想要害我。什么？哪个龟孙害我妹妹？喂羊粪球给她吃，用她的脸给羊擦腚，把最骚的羊毛塞她嘴里。那个人已经抓住了，倒是有位公子救我受了伤，我正发愁怎么办，二哥你就回来了。什么发愁怎么办？
送他去医馆啊。他好像没有马车，我们的也坏了一辆，现在就剩下一辆车了。劳烦二哥帮忙送他去医馆医治，再请上好的药品补着。交给我。说完，他赶着唯一的马车追过去。这位公子啊，上来吧，我送你们去医馆。大哥，你看，我就说妹妹不会有事的。你先把羊处理了，凶手呢？还活着，只是睡着了。相较于江生靠本能感觉到的不对，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肯定有猫腻。只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先塑造自己老实憨厚的形象，用轻易转身削弱江生的戒心，再以英雄救美亲自受伤来击溃江生心防。当时只剩下一辆马车了，只要江生带着他回到丰京，谣言随之四起，江家碍于名声就会把嫡女嫁给他。这个人瞧不起我行科状元，瞧不起老二做生意，甚至瞧不起在外行军的老三，行医治病的小四，但他一定查不到我们还有个小五。只可惜郑如谦把人送到医馆，没有察觉竟让人偷偷溜走，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的身份。都怪我，以为他当真是见义勇为，哪知道他会逃跑。行了，不怪你，这样计谋深厚的人想走太容易了，而且不走又如何？计谋已经失败，再暴露身份才是最大的损失。那我们审问一下行凶的人，不就全知道了？许墨持怀疑态度，他让江三和江四询问，自己亲自提笔写信。第二天送到窦府，由窦夫人进宫探望老太妃的时候进行转交。那行凶者颇为嘴硬，皮鞭辣椒全都用上，仍然不吐口。鹅毛挠脚心不畏惧，羊粪球喂到嘴里都能隐忍住。直到汪小松扒下他的裤子要实行阉刑，行凶者才艰难张口。是四皇子。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意料，要不是江生在皇城中亲自见过四皇子本人，栽赃污蔑就成真了。江三心头大怒，是二皇子。江三这次学聪明，面色不改，单手重新扯开他腰带。是大皇子。三位皇子都被攀附一遍，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云里雾里，连许墨都疑惑了，不知真相几何。放心吧，不是传信给小五了吗？他定能找出来那个背后始作俑者。既然外部观察不到，那就从内部攻破。事实上，收到信件的常燕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试探。首先是四皇子，两兄弟关系亲密，又共同住在东西五所，串个门的功夫就能说上话。只是四皇子似乎很阴郁姚家的态度，每每躲在房间里不说话，连太阳都不愿意晒，整个就是深受情伤的状态。常燕好说歹说，四皇子才愿意陪他在御花园走上两步。为什么陶姑娘就是不喜欢我？我哪里不好了？我堂堂皇子怎么就配不上她？为什么要昭雪？常燕一边安慰一边探话，得知楚家并没有17、18岁的适龄少年，他笑容微淡。再就是大皇子，常燕动用部分人脉才探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窦家做客，好话都说尽了，窦家千金还是连面都不肯露。殿下，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找二皇子试探吗？不用，他已经来了。升起升落的功夫，御花园门口出现位灰袍少年，憨态可掬道：五皇帝，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二皇子在宗人府任职，主要帮老皇叔打理今年旧卷、过往历史等等，偶尔也会处理点皇族之间的矛盾，才逐渐摆脱无人问津的落魄皇子名头。常燕托他寻的就是母亲燕氏的旧卷。嘿，五皇帝，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辛苦二皇兄了，竟真将10年前的旧本翻找出来，让皇帝不知该怎么感谢。嗨，兄弟之间谈什么谢啊？受过伤的人有血腥气，即使有疮药遮掩，也会残留一二。
可窜进常燕鼻尖的只有淡淡桂花香。武皇帝瞧瞧，这经卷是否出错？是对的，多谢二皇兄。二皇子借口宗人府还有要事，转身离去。殿下，是这位吗？是，也不是。所以殿下，你这分析了大半天，还是没结果？放心吧，有结果。一个备受欺负的老实人，不应该用花香寻医，更何况是甜蜜浓郁的桂花香。因为普通香气遮不住血腥味，真是难以预料。二皇子有那样的心机谋略，不仅知道从姑娘下手，还不惜用上苦肉计。身为皇家人，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确认真相，但他还是决定对付二皇子，决定搅乱皇权池水。那殿下，我们要怎么对付二皇子？难道是买通菊贵妃身边的人透露？常燕失笑，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只需要江家代表江生去感谢二皇子，在这选妃的时刻，自然会引起居贵妃的怀疑。那怎么拉方家下水呢？可不能把他们漏下。江家疼爱江生，收到小囡囡的信几乎没有迟疑，由江继宗敲锣打鼓的上门感谢二殿下伸手援救江家女。据说当时二皇子的脸都青了，条件反射想要否认，却被跟来的江三认出。就是这位公子，原来是殿下呀，见过殿下。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本宫今天才发现这位二皇子有那么多心眼儿。只是英雄救美，算计给流落在外的野种是不是亏了？还是说他觉得自己这种出身只能配得上野种？他以为攀上江家就能将皇位手到擒来了吗？他在做梦。能将目光放到江家，可见有其他支持。给我查。也是这个时候，科举舞弊的热度爆发至顶点。连科举都没有公平公正，我等寒门无望啊！普通人没有了向上攀爬的道路，难道生下来就只能做农民，做苦力？凭什么你们生下来是公子，我们生下来就是小子？现在还要在科举中舞弊，断我前程？给所有人希望，还科举公平公正！给所有人希望，还科举公平公正！还我科举公正，驱逐污浊舞弊！还我科举公正，驱逐污浊舞弊！相邻的几个大世家都被惊动，悄悄打开门查看，又迅速合拢关闭。只有方家大门始终巍然，不见半分张合。大家且静一静，且静一静。看嘛，之前只是在文昌阁嚷嚷就没人管，走到方家门口就阻拦。这世间向来官官相护，定然是方家要他来去年我们的。我们不走，死也不走，就要方家给个答案。还我科举公正！还我科举公正！看着奉天府尹涨红的面色，角落里的许墨突然有些许愧疚。眼前的局面从大年初一开始就由他亲自推动，安插人手，控制节奏，直到人群隐隐暴动，他这位科举舞弊受害者，同时也是状元郎的翰林撰修，才能穿着6品官服施施然出现。大家静一静，且听我言语。见过府尹大人，下官半途路过此地，听闻暴动，特意赶来，还望府尹大人见谅。哎呀，徐撰修莫要多礼，还是先处理事情吧。徐某也是在科举舞弊中的一员，眼前诸位多是徐某同窗，当年在贡院里出出入入，今日又在方家门口集结，只是没想到事情闹到这么大，方兄就是不愿意站出来对个质，哪怕解释2句也好啊。远处的江生差点笑呛，大哥也学坏了，明明一切都在他谋算中，此刻却偏要做老好人。无论怎么样，大家的愤慨我们都理解，但阻拦街道实在于理不合，也让府尹大人难做，大家还是早些散去，早点离开吧。你考上状元做了官，自然不懂咱们的苦楚。就是，科举都能出现舞弊，咱们考不敢继续，放弃又不甘心，要个答案过分吗？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你这个状元到底怎么来的，还是个问题。就是，到底谁作弊还不清楚呢。府尹大人满面愕然，似乎没想到事情那么难以收拾。大人，徐某本是好意，却遭如此羞辱，徐某不甘，徐某愿意上金銮殿自证清白。上金銮殿自证清白，上金銮殿自证清白，上金銮殿求天家评判，上金銮殿求天家评判。微臣深受不白之冤，欲以死明志，只求天家为微臣洗去污名，莫要任人栽赃污蔑。大哥翻了半天古籍，只说模仿历代文臣行事作风，可没想到他模仿的那么真。金銮殿议事中断，召城外人拜见。天家此刻正在早朝，大病初愈的他面色还有些蜡黄。吴管家，有什么话且说。回皇上的话，皇城外来了堆文人学子，嚷嚷着要杜绝科举舞弊，要请您评判。终于走到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许墨在路上尚有些紧张，此刻却平静到近乎诡异。他看着奉天府尹恭敬行礼，将方府门口的事情娓娓道来，又摇着头道：请皇上恕罪，微臣实在难以管束，只能请皇上亲自评判。新科状元也觉得科举舞弊，也觉得会试有异。微臣途径方府大门，见昔日同窗愤慨无双，见府尹大人为难叹息，故挺身而出，严禁劝说，却不想反遭同窗误解。微臣本是好意，岂能容得这般污蔑？连状元郎的身份都要遭到怀疑，真是万死难洗污浊。唯请天家做主评判，还微臣清白之躯，才能重立人间。皇上，科举本就该公平公正，而公正不怕评判。皇上，臣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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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家主回过神，急匆匆就要站出来反对。孙首府身子据说越发不好，那个知守的位置届时空出来，6位次府都是有力的竞争者。首府与否跟今日的科举舞弊有何冲突？科举舞弊沸扬太久，贵妃有些乏了，只想快些处理。哼，方家若真沦落，于大皇子也没有任何益处。引得天下学子暴动就有益处了。哼，当初你们就不该在科举中舞弊，如今也不过自食恶果。许墨也勾起嘴角，知道挑拨离间成功，也知道这场科举舞弊案终于可以彻底公平公正。皇上，草民虽未考取功名，但也知道一份试卷不可能属于2个人。前年会试舞弊到底如何？恳求皇上公示真相。恳请皇上公示真相，公示当年会员试卷。恳请皇上公示真相，公示当年会员试卷。唉，既然大家都执意，那就劳其爱卿将原卷展示给众人。金銮殿上跪下3个中年男子，都是没有世家庇佑的普通人，10年寒窗才走到如今地位，是世家最易驱使的存在。唉，是谁誊录的会员试卷？站出来！是微臣，微臣亲自誊录。你可曾调换2张试卷，扰乱科举公平公正？是微臣亲手调换的试卷。那又是谁要求你进行调换，扰乱科举公正？其实是谁已经呼之欲出。许墨与誊录官素不相识，更无从恩怨，那就只有方家威逼胁迫，以势压人。方怀仁到底心疼嫡亲的儿子，用余光抛去暗示，想要中年人一力揽罪。启禀皇上，微臣心底有惑，这科举舞弊到底是什么大罪名？株连九族。是方家，是方家。
臣无颜面对皇上，臣无颜面对天下百姓。臣养出了那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嫡子，臣愿与他割袍断义，从此做陌路人。臣宁可不要他这个孩子。臣也对不起长兄，臣做不好这家主，臣有愧，臣这就以死明志。方爱卿且慢，若真是小辈无知，又岂能扯到你身上？方将军若是在世，想必也不愿意看到方家如此。方怀仁哭着谢礼，跌坐地面的同时松了口气。来人，谢方探花尽数功名，于秋后除名问斩。方家教子不立，罚其子嗣10年不得科举。谢去尽数功名，于秋后问斩。连天家都给上3分不灭的世家，为什么今天就能砍去嫡子头颅？人的脚下如山，越矮的地方越坚实，越高耸的尖端越危险。学生不懂，方家与天家重要，所以给3分薄面。如今又砍去嫡子臂膀，像是不重要。可若是真不重要，为何不彻底株连？科举舞弊堪比谋逆，做儿子的方远被判斩首，做老子的方怀仁却连官位都岿然。凭什么？为什么？理由呢？凭方家在朝中处立多年，大小官位数十一计，真把方家株连砍头，空缺出来的职位哪里提拔？也凭方将军赫赫战功，方家保卫家国贡献出的鲜血与性命，不要说大房跟二房有矛盾，一笔写不出2个方字，更何况方家荣耀不止大房将军，还有数不清的祖祖辈辈。这样一来，世家就不再勤勤恳恳，都会保留小心思了。孺子可教，可教也，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方家嫡子犯错，即使方家家主断绝再快，也要受到牵连。天家之所以留方家，必定有自己的用意。你想事情，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要站在做决定那个人的角度。最后，不要轻视徐贵妃。留下这句话，奉天府马车疾驰离开。许墨立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大哥，你怎么了？事情到底怎么样？事情很好，很顺利，奈何得到惩罚的只有方远，方家毫发无伤。幸好，我听说科举舞弊罪同谋逆，是要株连9族的，当时就吓死了。那要是株连9族，三哥不也在其中？就是，好处咱方老三捞不着，凭什么要陪着他们株连？最好是打死二房的龟儿子，让他们成天跟咱们作对。或许这也说明了，想要击溃方家，就得扶持出新的方家。是了，一定是如此。要培养出新的方家跟江家抗衡，天家才会一举歼灭方家。江家跟窦家也不能和谐，至少在天家的眼里，不能和谐。大哥，方家公子真的会死吗？当然了，金口玉言难更改，天家在金銮殿上说的话都不能信，这世间还有什么能相信？可是，江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就是莫名其妙感觉，那个腹黑且阴沉的少年不会轻易湮灭。终于在角落处看到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马车侧帘被掀开，露出一双森凉淡漠的眼。在那儿！什么这那的，又看见糖葫芦了？江生着急到跺脚，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别着急，我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江三，跟上那辆马车，但不要被察觉。都已经下大雨了，总不能长着翅膀飞出去。依我看，大哥跟小妹就是太害怕方家，吓出阴影来了。是啊，只是很快，他就收到亲妹妹小竹的白眼。我哪里说错了吗？
错不错的，等三哥回来不就知道了。然而，直到天色擦黑，小院的门才被敲响。灯火摇曳处，来人一拐一瘸，仿佛身受重伤。难道有人拦住江三，将他打了一顿？又或者尾随失败，同样被打了顿？我说姑娘，您就盼我点好吧，怎么全都是失败，还全都被打一顿？我就不能有个好结果吗？你的意思是，你尾随成功？快说快说！一路跟到郊外院子，在脏兮兮的草丛里匍匐好久，终于看到那辆马车启程，回的正是方家。那马车里头的也的确是方公子。我这一身就是在郊外蹭的，腿是蹲麻了，不是被打。大哥，你在担心什么？一个人嘀嘀咕咕的，有什么只管告诉我们。就是大哥，3、4、5都不在，你也就我俩了。我怀疑方家想要用特殊手段保下方圆，但我没有证据，甚至难以勘测。这个我给不了意见。我也听不太懂，但我有其他建议。我们可以写信问小五。我们可以写信问五哥。是我关心则乱，竟然忘记王玉瑶。现在不仅要拦截他写信回安水郡，还要跟踪查看他行径。我去，姑娘公子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不，我去。三哥上次才遭过罪，这次该我了。轮流去。整个方家都沉浸在失去中，但又透着股不明的诡异。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方远的后手只告诉了方二夫人跟王玉瑶，他连方家主都瞒过了。实际也是知情者呢？哪怕这位继承人是虚假的，只要有敌的身份，只要摸索到方家脉络，依然会对方远造成威胁。哪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男人的劣根性罢了。女人只有这一个孩子，男人却有无数选择，子嗣也就显得无关紧要。老大不行换老二，老二不行换老三，老三不行再生个。能够牺牲子嗣的人，又能有几分薄厚亲情？如果我是方圆，我真会很难过。所以他在为自己谋划，还要隐瞒方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为什么非要科举舞弊，犯下这等子诛九族的罪过？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方远被天家金口玉言赐下死罪，一旦逃脱升天，就是欺君，而欺君比科举舞弊要更严重。如果让方家主知道方远想逃，说不定为了方家，他还要给自己亲子一刀。那就赶紧告诉他，可不能让那个鳖孙逃了，万一再使什么坏可怎么办？对，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吗？只要朝堂中出现代替方家的实力，同时方家犯下大错，天家就会铲除这个世家。大哥越来越聪明厉害了，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唯一需要斟酌的是能够取代方家的下个世家，既要表面上没有关联，还要私下里暗通取款。敏妃身份高贵，比楚妃还要得宠2线。三公主身为唯一的娇娇，同样颇得天家欢心。楚家是最看不出来心思的世家，既没有闵家的清流，也没有居家的积极，偏偏又四处逢源，口碑极好，像是在为什么做准备，但偏偏又做不积极。这个贺家我知道，听说跟方家有仇恨，好像还帮过三公子，肯定是咱们的盟友。跟了我那么久，怎么还是那么笨？贺家若真是与三哥有情分，怎么不直接站出来帮忙，还是要暗地里给予援手？身在朝堂，最忌讳随意结交盟友，哪怕对方伸出援手，也可能只是诱饵与奸细。你欢天喜地交盟友，他反手一招坏所有。若真是帮个忙就能形成阵营，那世家为何还要用联姻巩固？别太天真。属下知道了，属下以后会学习分辨的。只是贺家若不堪用，我们难道要选闵家吗？一流世家里，中立又毫无瓜葛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不，还是贺家。那要是劝不动呢？会不会反咬我们一口啊？不会。贺成章，一别3年，
贺郡守也要回来了。许墨拆开信封，上头凌乱的笔墨透露主人的复杂心绪，似乎纠结很久，才给予回应。有话后日说。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甚至没有人称，只有许墨看懂了，沉默着合上信封。后日正好是天家称病时扬言的选妃日。可是选妃跟大哥有什么关系呢？大哥不会要去做驸马了吧？那你可要小心了，当朝驸马不仅不能纳妾，甚至不能为官。你是说大皇子盯上了小鱼？那小鱼岂不是很危险？小鱼可以不去吗？那我也去。男女不同席，乘风哥哥总归难以贴身保护。我这种养在外面的江家女，于他们眼里与野种无异。放心吧，我是安全的。我不阻拦你，你去找江老夫人，只要她老人家同意即可。大哥，你真放心他去啊？别人出事我不管，妹妹出事可不行。不料江三送来消息，江家竟然允了。江老夫人亲自带着2位江家女进宫，看似给天家颜面，实则为保护孙女儿。大哥，距离方远斩首还有段时日，扳倒方家也不急于一时，首要保护好自己。有祖母保护，有我陪伴，小鱼必定不会成为劳什子皇子妃。许墨失笑，现在谁危险还不一定呢。考虑到许墨一个人孤单单，江成风主动提出邀他同行，江生索性也住在2进小院。江生真的要去吗？真的不能装病吗？小厮虽然不在，但我记得他说过，有种以假乱真的病，再不济狠心洗脸巴斗拉到虚脱，也好过进皇城被算计。我昨天问过祖母跟小鱼，其实是可以装病的，但是二哥，这次进宫的不止小鱼，还有姚姐姐、窦姐姐，甚至齐家姐姐。可是都走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别忘了早点回来，我杀羊给你们吃。二哥你放心，给我留个大羊腿，晚上回来吃。什么羊腿？有我的份吗？哼，脸皮真厚。这次一定要注意，防止大皇子使坏。你最好不要离开我3步远。别担心，我要是真害怕就不来了，就是因为知道乐子多才特意跟来的。姑娘家胆子小，找个姐妹陪伴很正常，且放心去。关上房门，江生的心就开始砰砰乱跳。他像只大蛾子在房间里扑腾，重点翻看衣柜窗口，连床底都掀开瞧了遍。难道我们猜错了？不管怎么样，衣服得先换。我检查过了，是风京成衣房的正经料子，没什么异常。幸好我没有在亵衣上绣名字的习惯，即使被偷也无妨。江生的心刚要放回胸腔里，大门就被推动。我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更不畏惧生命恶劣，还是让我来。说时迟那时快，腰带还在手上拎着的江成瑜冲上前，抬脚就是个标准的侧踢。只听啊的一声，门外人栽倒在地。你们忘了，江家是武将世家，所以祖母跟过来，是怕小鱼把大皇子打出个好歹，特意前来求情的。不，这不是大皇子，这是刚才为他们引路的姑姑。不好，不好，这是调虎离山，这是调虎离山。哎呀，我就说居贵妃怎么会用这么没新意的招数，原来是还有后手。怎么办？姐姐们可怎么办呀？当然是去救人，绝不能让他得逞。快走吧，回燕厅看看，若是能在半路拦截最好，若是不能，必须尽快告诉长辈们。姚姐姐，你来过皇城，可知道延辉阁有几处供给客人的地方？小江生，你是说大皇子很可能就在不远处对窦姑娘下毒手？那还等什么？赶紧找啊！
去左偏殿。3个姑娘再次拔腿，这次听到了若隐若现的声响。静怡，你别害怕，我来了。江成瑜真是气不打一处来，2个飞跃跳上前，在大皇子回头前一脚将他踹翻在地。是谁偷袭本宫？小鱼，手下留人，这毕竟是皇子。还没断呢，废物就撑不住了。被一个姑娘打成这样，大皇子也确实对得起废物这俩字儿。江生目瞪口呆，再次觉得自己进宫可能不是来保护江成瑜的，应该是来保护窦家千金才对。随着外头恢复平静，近乎破烂的房门终于被打开，里头戒备地伸出个脑袋，竟是齐月。齐家姐姐，怎么是你？窦家姐姐呢？是你们？她在，我们都在。你们也没事，就太好了。一切跟江生猜测的差不多，但又有点不同。的确有宫女去找窦静怡，却不是请求她帮简单的忙，而是拿着江成瑜的玉佩，希望窦家姐姐能够帮忙检查衣服是否有问题。窦静怡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叫上母亲一起的时候，窦夫人同样手无缚鸡之力，还不如我，好歹能打2个壮汉。我陪你去。剩下的你们都看见了，早知道大皇子这么不经打，我还要惶恐的堵什么门啊？直接站出来把他打晕就是。可不能，齐家现在不宜得罪居贵妃，那要真得罪，就算我爹倒霉。你们之前在宫院门口不还是？怎么现在？哎呀，女孩子本来就应该帮助女孩子的。徐大人庄园之才，人人得而欣赏，但并不是欣赏了就要做竞争对手，欣赏是欣赏，帮助是帮助。对，帮完了再继续争。如今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一定是刚才撞茶的时候，宫女顺走的玉佩，都怪我，差点害了窦家姐姐。不必自责，他人有心算计，怎么都躲不过。依我看呢，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位皇子殿下应该怎么办？如果几位姑娘信任大皇兄，就嫁给我吧，我来把她带走安置。姑娘放心，常玉虽心仪皇位，却也不会趁人之危，更不愿以姑娘名声为赌注。在我心里，拿清婉之身逼迫姑娘委身的都是登徒子，我只是单纯看不过。姑娘要是疑心，就当作我没来过吧。二殿下且慢，既然你愿出手相助，我们姐妹就却之不恭了。这里先行谢过。江老夫人扫过自家的3个姑娘，眸光淡淡从容。居贵妃用微笑遮掩焦急，几次扫过窦静怡，又强行按捺下来。皇上，贵妃娘娘，大殿下跟二殿下打起来了。可有具体原因？回皇上的话，二殿下途经半路，发现大殿下躺在草地里，好心把大殿下叫醒以后，被大殿下认定是行凶者，就打起来了。我儿，是谁敢伤我儿？是谁？母妃，就是这个混账打的我，睁开眼就看见他猫哭耗子。皇上，到底是谁在欺负咱们红儿，将皇子打成这般模样？是不把皇室看在眼里，还是不把您看在眼里呀？父皇，儿臣痛。楚常玉，到底怎么回事？儿臣于半途遇见大皇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大皇兄睁开眼就打过来。睁开眼就看见你，不是你又能是谁？江生的心底一个咯噔，他好像明白了，这位二皇子在卖可怜。红儿，你可看清楚了，真是二皇子打了你。大皇子仿佛被问住，踌躇了片刻，先是偷袭直击后脑勺，摔在地上就已经头晕目眩，再被大巴掌扇到睁不开眼，还真没看清楚来人，只隐约听见女孩的声音。就是他！皇上，他们明明是亲兄弟，怎么能手足相残呢？还是在这特殊的选妃宴上，臣妾实在难以管束。你
回自己的皇子府里反省，半年之内都不要出来了。奉天府的事情交给其他人，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说。儿臣遵命。尤其是随着居贵妃在大皇子身上发现一张帕子，仔细查看发现是闵家的姑娘以后，局势愈发对这位二皇子不利。闵家姑娘的帕子怎么会在红儿的身上？红儿若是有心，不妨在众人面前直言。儿臣星月闵家姑娘。许墨像是早有预感，正长身玉立地站在中央等待。大哥，你怎么在这里？我刚跟贺家的公子交谈完，你怎么样？有保护得了你的小姐妹？我只保护了窦家姐姐，没能保护其他的姑娘。看外头的架势，应该是要赐婚了。不管怎么说，大皇子都罪有登基之效，闵家必然有顺水推舟之心，否则总能找到借口推诿。居贵妃喜气洋洋，还拉着闵家姑娘的手，似乎在努力补偿。皇上，今日当以选妃为主。就在楚妃眉头微动，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四皇子突然跪在地上。儿臣不愿娶妻，儿臣只想孤身一人，求父皇成全。天家眉目惊愕，余光扫向姚家妇女，最后皱起眉头。阿恒，快起来！今日可是特意设的选妃宴，是皇上对子女的关心与呵护。儿臣都知道，儿臣感谢父皇，但儿臣打定主意不娶，希望父皇谅解。不娶就不娶吧。明明是场选妃宴，可到头来只有大皇子成功俘获闵家，其他人全都空手而归。江生跟在祖母沈娘身后，最后的余光是看见居贵妃正在同闵妃交谈，表情高傲中带着几分笃定。啊，果真有大羊腿，看来这次是来对了。江成风似乎为这样馋嘴的妹妹感到羞赧。大家不必客气，只管敞开怀吃。你们回来了，你们总算回来了。二皇子势单力薄，只有用苦肉计才能推诿这场选妃。不过好在是推掉了，将来还有抉择余地啊。据我所知，居贵妃给他挑的是个没落世家的记名嫡女，据说三公主与闵家的表兄略有情谊，今日没能择婿，想必是居贵妃授意。如果我所料不差，三公主将来很可能在你跟贺兄中选出一个，江兄可要小心谨慎了。这自是不成的，我将来还有子承父业，上了公主可就什么都没了。连吃带拿，这怎么好意思啊？那就多谢郑公子了。贺家怎么说的？小五又怎么说的？贺云耀，也就是那位皮肤稍黑的贺家公子，他起初不愿意与我详谈，只告诉我贺郡守离开贺家的缘故。身为贺家家主的弟弟，本该肩负联姻之责，贺成章却对普通人家的姑娘生出情分，并不惜私下里成婚生子。贺家主不能对亲弟弟怎么样，却屡次为难起郡守夫人。没办法，贺郡守与方家做出约定，方家助他远离风京，他则赴安水郡为方家解决掉方恒。当然，贺成章并没有完成约定，所以他3年调任到期以后，直接被贺家主提回风京，最多半月即可落地。当许墨隐约表达想要跟贺家合作的时候，贺云耀并没有同意，甚至有驳斥之意。他认为贺家荣耀已满，与其追求更多，不如安稳中立。别太担心，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安静等待。小温大夫，小温大夫，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呀！小吴公公，我这是怎么了？你被发现晕倒在大殿里，天家没有治你的罪，只说让你休养好再过去按摩。你是怎么能晕倒的？莫非有刺客？又或者身子不爽利？温之允呆呆地望着他，不说话。行了行了，我待会儿就说你身子不爽利。现在回太医院好好休息吧。多谢小吴公公。
得燕家子弟庇护，又有常燕精心谋划，两兄弟在漆黑的夜晚得以相见。小五，你也太苦了，你可要怎么办才好啊？常燕满头雾水地看过去。我今天在大殿里听到，天家要立菊贵妃为后，大皇子本就占了长，现在要是占了嫡，那可就是确凿的嫡长。立嫡立长，嫡长优先。看来菊贵妃是按耐不住了。大皇子要是成为嫡长，那你可怎么办呀？小五，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放心吧，他坐不上那个位置。为什么呀？他们是青梅竹马没错，他们恩爱异常也没错，但他们忘记了皇祖父的亲口预言，更忘记当初菊贵妃能入东宫，代价是永不得为妻。世家、外戚、皇太孙母家，这三个身份叠在一起太过庞大，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所以皇祖父立太子时，要求就是不能娶居家女为妻，同时塞过去一个医药世家的女子占据正室。放心吧，四哥，他坐不上那个位置的，永远。你在太医院，记得帮我。思虑再三，布置那么久的网也该收起来了。想做皇后，想立太子，想夺皇位，就怕你不想，就怕你不动。接下来几日，宫中果然传起继后的消息。为什么不予理会？咱们王朝但凡立下太子就绝无更改，他再不努力就没机会了。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一股五哥的，一股二皇子的，一股居家的，还有谁啊？这个人，他们也不想居贵妃做继后。听说居贵妃闹起性子，连着半月都不肯再去金銮殿。武殿下怎么来这里了？皇上正在里头批改奏折，可是需要通禀。劳烦吴总管了。大太监摆摆手，很快进去，又出来做了个请的姿势。他的父皇正站在龙案前，摊放着的不是奏折，也不是文书，而是写到一半的圣旨。见过父皇。你怎么来了？下雨了，给父皇送伞。顺路邀请父皇走走，看看雨中的皇城。好，那就走走。两人拒绝吴总管的跟随，就撑着这么一把伞，从太和殿走到金銮殿，最后走到奉先殿。亲，将您带到奉先殿，您可有生恼？可有不悦？我已经很久没来看过他了，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一别10数年，我有点想他了。我没有完成你的期盼，我没有做到你的预想。我是不是个好皇帝？我是不是如你一样？阿渊也想如父亲一样，可每个人是不同的。你不要怪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抽噎声转为平静，整个奉先殿只剩安宁。父亲，其实你可以封后的，只是在封后之前，我很好奇一件事情：菊娘娘到底是爱父亲的人，还是爱皇后的位置？休得无礼！你也要称呼她一声母妃，岂能容得这样揣测？当着祖父的面，当着祝家列祖列宗的面，父亲是害怕这个答案吗？不如我们当着祖父的面打个赌，父亲赢了就封菊娘娘为后，父亲输了就放弃这个念头，也算是给祖父个交代。20年情义不变，即使祖父知道你没有完成诺言，也会原谅你吧。好。他只是想要封个皇后位，他没有要拿江山社稷玩笑，他永远记得祝家人肩负的责任。那么父亲给他一个成全心爱之人的机会，好不好？就一次。这个赌约很简单，就是让天家拒绝封后，并伪装出身子不爽利的假象。殿下，我们不需要做点什么吗？常燕想了想，先是摇头，再是点头，
这是什么意思啊？先是拒绝封后，再身子不爽利，这2项已经足够居贵妃提高警惕。他们再做些什么都是画蛇添足，若是引来天家不满，破坏原本赌约就不好了。点头则是因为到最后关键的时候得添点火，才能让这份柴烧得更旺。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贵妃想要皇后位，就是为大皇子夺位做准备啊，怎么天家就是看不穿？常燕笑而不语。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殿下？等。天家是私下里拒绝居贵妃的，封京城内众人不知真相，继后的风声越刮越高，越刮越大。皇上来，尝尝臣妾焖煮的莲子白玉羹，最适合养病时服用，好喝吗？好喝啊，阿若煮的怎么都好喝。呸呸呸，那么难喝，你是怎么入口的？都怪我，有皇上宠着，20年了都还没学会煮粥，下次我一定学会煮美味的白玉粥。煮粥的事情就交给下人们吧，你只管每日开开心心。那怎么行？我煮的粥跟别人不一样，我可是和皇上并肩行走的人，他们都没有我爱您。皇上，臣妾的心里只有你呀，臣妾想和你永远永远的在一起。阿若，你知道的，我答应过父皇，我不能违背当初的诺言。诺言就那么重要吗？什么诺言20年还不能动摇啊？可当初明明是我们先相爱的呀。新春年底，居家主借着拜年的由头，给居贵妃传递了新消息。只听说2兄妹闹出争执，居家主跪在地上苦口婆心相劝，总算引来几分动摇。他们能够商量什么呢？无非就是后位，无非就是给大皇子铺路，无非就是立太子。殿下，贵妃真的会给天家下毒吗？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可能下毒，为后位孤注一掷，也可能没下毒，看谁心机更深厚。天哪，这里头居然有这么多弯弯绕绕。不过我还是觉得居贵妃不会下毒，那也太蠢了点。万一查到，就是遗臭万年的骂名。他也许不会下毒，但不代表粥里没毒啊。其实以前熬粥都是把东西放在砂锅里，就再没品尝过，因为我知道天家不缺人伺候，也不缺我这一口粥。阿若今日何故憔悴？上次与你说努力学熬粥，今日终于熬出来一碗。从前是我偷懒，今日亲自熬粥才知道辛苦，更知道这碗粥得来不易，你可得喝个干净。皇上且尝尝。满面病容的男人啊，身前的手也在颤抖，可他依然强撑住脊梁，笑容满面张口。为什么不能封我为后？一个后位而已，那么艰难吗？我今日是不是下毒你也要喝？是不是我们一起去死就好了？天家扬起嘴角，笑容越来越大。他迫不及待告诉女人，告诉她那个赌约，告诉她可以了。大殿的门突然被推开，吴总管似乎在失措的大叫，有什么东西自闹哄中轻巧跳进来，奔至散落的白玉粥跟前，舔上2口。谁家的猫？是不是三公主养的那只畜生？赶紧弄出去，马上抓走，死活不论。然而不等他们动手，原本活蹦乱跳的小猫突然摔倒，浑身抽搐的同时七窍流血。这是摔死了。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皇上，这畜生是扔出去还是送到太医院？没有回应。皇上，臣妾没有，臣妾真的没有，臣妾真的没有。这粥是臣妾亲自熬煮，连火都是臣妾亲自生的，不可能有毒，绝对不可能。皇上，是管事姑姑，是他在谋害臣妾。臣妾若是当真害你，又怎么会打翻碗烧？臣妾也是被人坑害了，求皇上明鉴。吴总管带人去寻城前宫管事姑姑。那皇上这里
不妨，他还谋害不到朕。皇上，他还想说些什么，看到男人的面色，又识趣的闭上嘴。启禀皇上，管事姑姑自枪了。皇上，你要相信臣妾呀！臣妾绝对没有害你的心，绝对没有。若在往常，这个男人早就蹲下身为她擦去泪水，再将她揽进怀抱。可现在，只是冷冷地看过来。皇上，你不相信臣妾？朕相信你，可朕不能相信居家。不，也不会是居家。皇上，真的不会是居家，不可能的。是我。天家猛地回头。是我下的毒，是要害你，都是我。明明我们那么相爱，明明是我先遇见的你，可就因为身份和家世，就因为我是居家女，就只能被迫做你的侍妾。居家世代清贵，这么多年就出了一位妾，那就是我。我这个不孝女，父亲责备我，母亲规劝我，所有人都希望我能换个夫婿，可我非要跟你在一起，哪怕做妾。20年了，我做你的妾20年了，现在想封后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的孩子。明明是你负了我们娘俩，却要我的孩子顶着庶出身份，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知道你疼我宠我，你让我先行生下长子，可那不还是庶出的吗？他本该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他本该拥有一切的呀。阿若，这件事情涉及居家，但永远不会伤害到你跟红儿。不，就是我，跟居家无关。如果皇上还记着当初的几分情，就不要牵连无辜，惩治臣妾的罪吧。是臣妾该死，是臣妾图谋不轨。来人，将菊贵妃带回承乾宫，革去贵妃名号，不得离开半步。为了家族，值得吗？您与居家荣宠与共，您获罪了，居家也难得几分好，更何况您还有大皇子。放心吧，我有办法让天家不会追责居家，我永远都不会牺牲母家的。比起来，我为母家争荣宠，更多的是母家为我撑腰。燕皇后没有母家撑腰，所以她和她的孩子落到那个地步。而居家只要在，我红儿就不会受人欺辱。居贵妃在乾清宫里撞柱了，事关重大，消息被压制在太医院内部，知情者几乎全都被封住口舌，但不妨碍送到常燕跟前，还是由温之允亲自口述。居娘娘的死很可能会把居家做的事一笔勾销，天家甚至会把这份愧疚之情附加在大皇子身上。谁说居娘娘死了？话本子里也好，戏园子也罢，撞柱最后的不都亡了吗？不要被这些戏说的东西带偏。主动撞柱伤的是前额，鲜血淋漓，看起来可怖，实际伤害远没有后脑重击来的厉害。太医院连番诊治，目前菊娘娘处于昏迷之中，能否苏醒还要持续观察，但不至于危及生命，至少当前脉象没有减弱。而且我问过吴总管，他因为发现及时，所以伸手拦了下，菊娘娘才只是昏迷。如果再用点力气，或者没有人阻拦，造成的伤害远比现在惨烈。虽然我跟他势不两立，但还是发自内心佩服他敢打敢斗，敢算计，也敢牺牲。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的确是活着更好。我并不想因此抱怨什么，母后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干净美好。只是身为孩子，我倒宁肯母后像这样顽强而富有生命力的活着，而不是过早清冷离去。哪怕拿世家姑娘的名声做法子，强行扶持能力不够的大皇子吗？那你想过他不争的后果吗？这是后宫，是皇权。先不提滔天富贵和掌控生死，单说四皇子跟二皇子，昔日里仇恨浓郁，上位以后绝不可能善待居贵妃母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强势的性格，稳准狠的手段，才能改变人生。可也是菊贵妃先行残害别人在先，她若是没有谋害4皇子跟2皇子，又怎能会有这些苦果？是这个道理没错，那你知道居贵妃盛宠滔天，却只生下一位大皇子的缘由吗？所以做皇帝就不能有真正心爱的人，不能有牵挂的姑娘。那么小五，你也要走上这条路了吗？放心吧，武殿下，皇上在承乾宫内等您，请吧。劳烦禁卫军统领带路。吴总管，怎么您老人家亲自守夜？可是父皇有什么事要处理？没有，不过是想在这外头坐坐罢了。殿下里头请。好，很好，你小子有种。虽然说这话有些马后炮，但我还是想说，你很好，全都很好。真没想到，千娇万宠的红儿没能强大，反倒是忽略的几个孩子各有能耐。常燕对此不予置评。常玉有几分能耐，可惜出身限制他的眼光。方家2房虽然掌握权势，却是在走下坡路。他一个孤生皇子跟方家合作，将来成就的就只有方家，自身反而会被架空，成为傀儡。况且能够逼死长嫂，戕害侄儿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与虎谋皮罢了。你全都知道，还任由方家胡作非为，任由大房嫡子流落在外。那又如何？我一个皇帝，总不可能随意插手管臣子家事。将来长房嫡子有能耐拿出证据，我便秉公执法。若是客死异乡，难道我要不顾朝堂灭掉方家？常燕握紧拳头，满心愤懑。你在生气？可是吴儿，如果方恒不是你的三哥，未与你有相知相识的情分，你会在意方家发生过什么吗？常燕的身躯再次紧绷，后背汗毛不仅竖起，还冒出微微冷汗。整个凤京数不清的世家，总是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冤情。孟家的嫡女欺辱庶女，李家家主宠妾灭妻，周家家主荒淫无度。但只要他们在官位上兢兢业业，我难道要把手伸进他们后院？你与方恒关系亲密，所以为方家鸣不平，却为何不帮扶孟家庶女，不为李家正妻掌腰，不管束周家主？说到底，人在意的只有亲近几位，做不到事事公平公正。当然了，我也得承认，我性子里的懦弱，曾青梅竹马做妾，再到燕家没落，我没有足够的胆识与魄力，战战兢兢守护这个王朝。我害怕守不住祖辈打下来的王朝，也害怕没有父皇开疆拓土的魄力，更怕史书记载我昏庸无能。我用和稀泥的方式守护这个王朝，处处受到掣制的滋味，并不好受。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又无法改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这个王朝挑选最合适的继承人。男人的眸子突然慈祥，眼底带起期盼的光芒。小五，你很好，你很合适。常燕扬起嘴角，明明是在笑，心里却觉得空落落。你可以怨恨我，于你，我确实不是个好父亲，只是这江山我要交于你手中，希望你能牢记祝家人的使命与责任。常玉跟方家与虎谋皮，性子过于阴雾，
难成明君。老四胆小生懦，是另一个我。红儿被宠过头，失去分寸。只有你最合适。所以燕儿，放心去吧，去让江赐府重提立太子，去建立你的太子府，去培养属于你的心腹跟人手，去压制住所有异性，去稳住这万里江山。有许状元在，你不会胡作非为；有江家嫡女在，你也不会滥杀无辜。去吧，去吧。常燕想起来温之允的欲言又止，想必是早就知道天家身体状况，又想起方才的推心置腹，只觉得五味杂陈。一个在安水郡产生交集，又在城门口分别，4年未曾谋面的人。吴大夫，尤其是4年时光流逝，很多记忆都模糊，就连温之允都认为不回安水郡见不到吴大夫。可现在他们不仅遇见了，还是在皇宫大内中，甚至是帝王寝殿前。温之允就站在他身前3尺，白皙的面容带着惊愕。吴大夫，你怎么出现在这里？看来是吓到殿下了。我在这里先赔个不是。还有件事情，我不姓吴，无所谓这种一听就是扯淡的名字，你们居然相信了。我姓孙，是孙家嫡系孙思季，奉皇上之命去安水郡保护一个逃跑的皇子，我就要靠近他，又不能让他察觉，就干脆偶遇温姓小大夫，教点从燕家学来的医术，既能保护殿下，也能完成我的使命。哎呀，不要生气嘛，我好歹也是你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阴影处的常燕呆愣着。殿下，您怎么了？是担忧天家的身体吗？常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刚刚，他还斩钉截铁地收起所有情绪，认定父亲冷血薄情，不配他敬爱。转眼间，孙思季就道出，其实父亲是爱他的。孙大夫，我弟弟那么难过，我身为兄长，什么都做不了。其实能做什么呢？孙家会全力支持立太子，但随着太子的既定，整个封京都会风起云涌，太子殿下更是成为所有人的靶子与目标，而你需要保护好他。孙大夫，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小五，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天家坐在龙椅上，俯瞰众生的同时，几次意味深长扫过。启禀皇上，近年来皇上数次身子有恙，政务堆积偏多，根据往年记录推算，是时候立太子，为皇上分忧了。请皇上立太子，请皇上立太子，请皇上立太子，请皇上立太子。准立。皇上英明，是时候应该立位成熟稳重的太子，为皇上分忧，为天下百姓造福，为江山社稷做出贡献了。举家主是在举荐大皇子吗？18岁的年纪，确实称得上成熟稳重。前几日才当街与闵家姑娘闹出不愉，听说跟皇子府里有孕的通房有关。你应当是看错了，大皇子与闵家姑娘好着呢，不信可以问闵赐府。原来举家主当真是在举荐大皇子，只是大禹王朝立太子将来优先嫡长，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皇子恐怕要排在五皇子的后头，江山社稷事关重大，老臣不敢轻易举荐。倒是江赐府，莫非与五皇子有几分干系？平日里倒是看不出来。
这五皇子不显山不露水，居然勾搭上4大世家中的江家，再加上姚家这个附庸，恐怕胜算不低于大皇子。窦威明满头雾水，但他与江家关系甚笃，两个人战地也近，干脆偷偷挑起眉眼询问。难道这次真的要立太子？江继宗目不斜视颔首。立嫡？江继宗继续颔首回应。窦威明立起脊背，瞄向天家位置。他也知道。江继宗仍旧颔首回应。这下窦威明牙疼了，似乎不理解，既然都内定好了，又何至于在这里演大戏？等瞧见居家主滴溜溜转的眼睛，答案就浮出水面。启禀皇上，江家与五皇子并无私下联系，江家永远支持正统，支持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皇上，这几位皇子都是在您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到底哪位能担起大任，您更应该清楚。启禀皇上，太祖皇帝当初的确说过，立嫡立长，嫡比长先。不等居家主面色愈发低沉，启禀皇上，确实立嫡立长，嫡比长先，嫡比长先。启禀皇上，的确实比长先。4皇子他竟然占了5皇子，居家主眉心紧皱。微臣亦然。亦然？什么亦然？支持嫡比长先？居家主这下彻底惊愕，不明白绑在一艘战船上的闵家为何突然反戈。诸位爱卿所言甚是，立嫡立长的确是大禹王朝的金规铁律，只盼吾儿长晏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做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太子。皇上英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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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主又惊又气，也只能无奈随大流。册封太子的圣旨，朕回去就写。册封仪式就交归礼部处置。太子蟒袍也要记得缝制。齐尚书领命接旨。既然如此，无事退朝吧。江大人，5皇子去哪里了？可是在西三所里接圣旨。哎呀，是啊，江大人，5皇子在哪里？下官要去送上一声贺喜。江继宗抬起头，他也不知道5皇子在哪里，但根据人性推测，这位5皇子殿下应该在某个2进小院里。真好，真好，又听见妹妹的笑声，听见二哥的嗓门，还有熟悉的大肘子。常燕也笑，笑容里增添几分苦涩。好啊好啊，就这么办，到时候又能敞开肚皮吃了。你就知道吃，到时候活都归你干。干活怕什么？姑姑姨姨都会来帮我的。倒是你，不要吃我们的喜宴。我可是大东家，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不是大东家，四哥才是。常燕一个眼神过去，侍卫就认命的上前拍了拍门。谁啊？是大哥3职归来了？不可能，时间点不对，大哥也不会早退。那就是白卫生或九珍坊的人，总不可能是听到喜宴过来尝2口的人。两人正讨论着，江三已经过来落下门栓，随着木门徐徐打开，2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出现在众人眼前。二哥，我又做梦了，我梦见5哥回家了。直到那个人活生生的出现，江生的幻梦感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二哥，我又做梦了，我梦见5哥回家了，我分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小五，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小五真回来了，江生你醒醒，这不是梦，这真的不是梦。江生豁然抬起头，大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你是不是把我们忘了？天天锦衣玉食逍遥，把我们这些在外头过苦日子的都忘了。
你见过大哥，你见过小妹，你见过小四，你怎么就把二哥给漏了？难道二哥不想你吗？难道二哥不亲你吗？你没良心，你就是小没良心呐！二哥，你不想我吗？想，两个都是小没良心，两个都想。你们倒是兄弟情深，我去犄角旮旯呗。放心吧，以后会经常见面的。不是被撵出来的，也没有被剥夺身份。小五以后自由了，再不必躲躲藏藏。姑姑，4哥5哥想吃大肘子。我看是你想吃，志允跟常燕喜欢的菜我可都知道，这就去准备。大哥不回来吃饭吗？翰林院是提供午食的，官员们太过忙碌，就会选择就地果腹，以期早些散之。刚才在门外听说你们说喜宴，谁要办喜宴啊？郑如谦正好端着大肘子回来，看见俩弟弟的模样，不禁奇怪，这是被谁踩尾巴了？杀气腾腾的。是啊，4哥着急还情有可原，5哥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温大夫，是我的喜宴。常燕一怔，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真是太好了，小卓，你可要幸福呀。多谢温大夫，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医馆诊病的。这趟回来可算及时，没错过给小竹姐姐添妆。不光添妆，还能帮好多忙呢。敢问小竹姐姐是要嫁到哪家去？难道是在温氏医馆诊病的百姓，又或者是常叫医女按摩的世家？是哪位娶走了咱们医馆最好的小竹姐姐？汪小竹羞赧轻笑，瞟了眼院子角落，那人竟然就在。温之允惊讶地抬起头，才发现角落里坐着2个粗布衣裳的汉子，不是负责运送板栗的高家兄弟又是谁？是高岩，他对我很好，这么多年没有见过那样温柔细心的人，关键只对我好。这世间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优秀不能决定一切，善良的心地多少银钱都换不来。跟他在一起，让我感觉心安，这就足够了。钱不在多，够用就行。日子不再波澜，平平淡淡最重要。随着他的介绍，高岩拘谨地站起来，似乎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我会对小竹好的，一辈子都会。小松，小竹都嫁出去了，你怎么还没找个媳妇儿？我倒是想找，我能找到吗？姑姑，你给我说个媳妇儿吧，我今年都20岁了。给你找，大小伙子撵媳妇也不臊得慌。我不臊，我就要媳妇儿，我没有娘了。姑姑，你就是我们的娘，娘给儿子挑媳妇儿再常见不过。姑姑，就要媳妇儿。张香莲叹了口气，这小子哪里是要媳妇儿，分明是想娘了。娘，妹妹要嫁人了，你泉下有知，也能闭眼了。娘啊，你瞑目吧，你放心吧。小竹，你不要难过，小松哥也是关心你，温大夫也很关心你。你以前仰慕那么优秀的大夫，却还是愿意跟我这个结巴在一起。小竹，我高岩对天发誓，此生都不会负你，永远。若我负你，既然往后要做夫妻，彼此之间就要全心信任。我不瞒你，曾经仰慕温大夫，也相信你会待我好。温大夫就像挂在天边的云，赏心悦目，但难触碰。你才是这世间真实，是陪我半生的人。以后不要说些什么赌咒的话，做人在事不在言。好，我答应你，小竹。
一顿饭从午时吃到未时，再逐渐递进申时。所以五哥现在是太子了，那大哥是不是也得听你的？这个嘛，哈哈哈哈！徐老大也有今天，真想看到他吃瘪手续的样子。眼看着翰林院就要散职了，咱们去接大哥吧。我要早点看到徐老大吃瘪的样子。那走吧。嘿，来吧，小四小五，当年二哥老带你们赶驴车，现在日子好了，咱们也能坐上带软垫的大马车了。2盏茶后，马车停在翰林院门口。我平时就在这个地方接大公子，从来没去过大门口。内阁朝臣多出自翰林院，能进来的人也通常非富即贵。以许墨的身份，确实没资格靠近翰林院驻足。江三儿，你可看清楚了，我牵着的是谁？他要是没资格靠近翰林院，这天下还有几人能靠近？江三猛地一激灵，太子刚封的，是我狭隘了。有太子殿下在，我们还怕什么？就是。常燕轻笑，两位兄台，徐某的家人回来了，今日可愿随徐某引荐。安俊尚有些茫然，齐怀已经激动起来。齐尚书随着窦家一次次站队，虽然未知全貌，但也猜出个大概。太子殿下别来无恙。所有的枝芽疯狂生长，如参天大树破开密林，重见天光。见过太子殿下。果然是他，果然猜对，果然值得引荐。敢问诸位大禹王朝未来的肱骨之臣，可愿随吾共建太子府？微臣愿随太子殿下共创盛世，微臣同愿。微臣同意。诸卿请起，往后要多多指教了。徐老大怎么没有半分酒魄呀？没看到热闹，太可惜了，太可惜。你当大哥是你呢？为君为臣他分得清楚。再说了，五哥为君就不是五哥了吗？居家跟大皇子怎么说？四皇子与二皇子又有何动作？四皇兄并无异议，二皇子还在禁足，大皇子同样没有异动。太子册封仪式定在什么日期？不会太晚，怕吗？不怕，只要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也不怕，但我想把老三叫回来，我以太子的名义给江将军写信。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汪小竹主动提及不办婚宴，家里几个人吃饭作罢。这婚宴必须得办，但不能大办，要谨慎着办。还是四哥大方，直接送个小院做天庄，小竹姐姐就不用辛苦在医馆更加奔波了，就连喜宴都由姑父全部承包了。就是这里。是的，殿下，太子就在这里。终于逮到你们了，今天谁也不能跑，敢害我母妃，伤我老舅，还敢抢本宫的太子之位，你哪来的胆？殿下，要不要先把木门给踹飞了？人家在吃喜宴，不太好吧？可是殿下，我们本来就是找他们麻烦的呀，挑的就是今天。是啊，所以殿下冲进去吧，打断他们的喜宴，让他们知道居家不是好惹的。一定要去吗？殿下，你忘了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一直迟迟不动，只会引来提防怀疑。你这趟过来就是为了出气，也是为了消除怀疑。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昏迷不醒的贵妃娘娘想，为整个居家着想啊！走到这个地步，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你身后有家人，有士族，有拥簇，不可任性妄为。哐当，木门扇在墙壁上，又重新弹回去。你们刚才看见什么东西了吗？随着再一次哐当，这次2扇木门成功牺牲，歪斜着倒下。祝长红带着4个护卫露出真容，凉风再次卷过，摇动衣摆的同时带起腾腾杀气。原来是大皇兄赴宴来了，你这可挑了个好时候，饭菜都刚刚上桌，吃着正是美味。祝长红一怔，按照原计划，2人应该起冲突，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向。他要趁机痛殴这个武皇帝，给母亲出气，再闹到天家面前，捞个闭门反省的罪名。居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唯独没安排武皇帝请他吃喜宴这个环节。谁要吃你这破宴席？你害我母后受伤，
我饶不了你！我害居娘娘受伤，大皇兄是否说错了？居娘娘撞柱时，我并未在场，吴总管可以作证。那也和你逃不了关系。我母妃才撞柱昏迷不醒，你就坐上太子之位，你敢说这其中没有关系？大皇兄这就道听途说了。太子本就立嫡立长，我身为嫡子坐上太子之位，乃板上钉钉。倒是居娘娘撞柱的真正理由，难道居家没告诉你？告诉我什么？告诉你是居家想谋杀父皇，居娘娘替居家顶罪才撞柱的呀。不可能，你这是胡言乱语。居家怎么可能在粥里下毒？万一母妃品尝两口，岂不是连她也要中毒身亡？但如果居娘娘自己也知道有毒呢？祝长红越想越心惊。看来大皇兄也觉得可能。那你还觉得居娘娘躺在床上怪我吗？你的母亲要杀害你的父亲，你选哪个？你要帮哪个？他再按耐不住，痛苦的呜咽一声，逃之夭夭。大家放心吃，敞开吃。五哥真厉害，五哥3言2语就把坏人给撵走了，省去碗筷满天飞，着以碎裂之苦。小五还以为真是夸奖，没想到这丫头高兴的是省钱了。此番事情你怎么看？祝长红能做出这些事情，我并不意外，他能被我用言语逼走，也不意外。纵观这段趋势，2位皇子都谨慎寡言，今天却让大皇子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挑衅，像不像背后的人在示弱，让我们放松警惕？看起来像是居家在背后搞动作，毕竟主动来挑衅的是大皇子，能有资格竞争太子之位的也只有大皇子。但如果这只是背后之人让我们看到的呢？你是说大皇子和居家让人当了出头鸟，隐忍不发的二皇子才是幕后主使？这不可能，大皇子与二皇子素来不睦，怎么可能主动帮忙出头？没有其他可能了吗？除非祝长红自己也不知道。姑姑，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姑姑真的被姐妹背叛了吗？她们之前可是好姐妹，怎么就忽然背叛了？出嫁前是好姐妹，嫁人以后重心在家庭，涉及到取舍的时候，姐妹永远是排在夫婿身后的。说到底，最看重的还是家人。我们刚才思绪陷入了死胡同，总觉得大皇子跟居家必须绑定。其实不然，大皇子坐上皇位，两家才会亲密无间。大皇子如果在皇位竞争中落败，居家就不会为自己寻个新的出路吗？外甥跟娘舅最大的联系就在那个娘身上，偏偏居贵妃昏迷不醒，生死未知，没有居贵妃抗争，居家就算选了别人，大皇子也只能认命，先让大皇子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想尽办法防备居家。等察觉到不对防备他的时候，居家又变成锋利的刀。不管我们防备哪个，只要没把居家跟他联系起来，迟早受到重创。那么居家能做什么呢？居家有2位大学士在内阁，将来有希望升到次辅，但文人在这个时候作用并不大，反倒是武将。我想起来了，居贵妃的侄子在大内守卫，只是他身份太过低微，不过区兵卒，才屡次被忽略。身在大内，即使非统领，在关键时刻仍不能小觑。看来这位二皇子跟居家图谋甚大，值得吗？为了那个位置，赌到这种地步，也许有的人就是成王败寇，不甘平庸吧。也谢谢他的不甘与动作，让我改变原本的计划。册封太子仪式即将开始。唯一有动作的是大皇子，他似乎在调查谁在居贵妃粥里下的毒。哦，调查出来了吗？不得而知。所有太子府的幕僚，包括榜眼孙小生都来了。今天是个好机会，想做我太子府的入幕之宾，就得拿出点本事跟魄力。好与劣，一碰便知。太子殿下，几位公子姑娘来了。快请进来。二哥，我告诉你哦，这不是金子做的砖，就是在窑里烧出来的土。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堪比黄金，称它为金砖也不为过。既然工艺复杂堪比黄金，那为什么不用黄金直接铺路算了，还省得工匠麻烦？是哦，为什么不用金子直接铺呢？我只知道黄连肉扣灵芝，不知道金子跟金砖的选择。见过江姑娘，见过小温大夫，见过郑二爷。咱们这皇城里之所以用金砖而不用金子，是因为金砖不怕踩压，
金子一掐一个印儿。小吴公公真聪明，真是多谢你了。江姑娘太过客气了，都是太子殿下让奴才讲的，不过是识人牙慧。原来是常燕示意他解释的，也就不奇怪他一个太监敢主动接话了。江生的头脑中模糊闪过什么，感谢小吴公公解惑，这簪子就当做谢礼了。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奴才替主子解答疑惑很正常，哪里还能再要主子的答谢？使不得呀！公公这番话值得。既然是江姑娘的一片心意，公公就且拿着吧。嘿嘿，那就多谢江姑娘，多谢太子殿下了。外头还有事情忙，奴才这就退下了。姑娘啊，虽说金砖堪比黄金，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不过是造价偏高罢了。这个小太监倒是机灵，反应迅速就罢了，还懂得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相当识相。只要他不是祝常玉跟居家埋下的棋子，就可堪大用。今天妹妹也很聪明吧，连大金簪子都舍得给出去了。你们知道妹妹厉害就行，不要说出去，免得别人跟你们抢妹妹。小五今天这身打扮真不错，衬得整个人神气又锐利，还有这冠掐得真好看，这衣领可真平整，这衣摆都透着潇洒。二哥有话只管直说。既然你让二哥直说，那二哥就不藏着掖着了。你那个东宫是不是要拓建呀？工部的确在着手了，只是册封太子紧急，并没有赶得上进度。那东宫也用这种砖吗？常燕已经猜到老二哥想要什么了，他忍着笑意点头。那我要是运来上乘金砖，工部可能考虑买弱。二哥要是能降低报废几率，5块烧制里成功3块，我便想办法让工部买你的砖。殿下人已齐全，可以举行册封仪式了。五哥真可怜，以后就要肩负起整个大玉王朝了。他本不该困于深宫中，在宫里一点都不快乐，带着闷死人的压抑。想开点儿，至少我们都在啊，小五倒不会孤单。五皇帝，恭喜你了，马上就要到奉天殿，四皇兄陪你一起。多谢四皇兄。有旨，鞠躬，太子一拜。身着礼服滚冕的天家，在吴总管的搀扶下，缓缓走过通道，坐上龙椅。吉时将至，册封礼使。鞠躬。常燕郑重弯腰。有旨。跪。橙黄色正袍的少年双膝跪地，聆听正式册封。太子殿下，手册吧。或许常燕最初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而争夺皇位，直到这一刻，金黄的宝册落于掌心，他才有种承担起责任、负担起万民的使命感。吾儿莫要忘记，为君使命，历史用血的教训传递。君王既不可过躁，亦不可过懦。你为天下首领，自作天下表率。这天下人啊，都是你的子民。皇上，咱们回去歇着吧，回去吧。不行，太子还未祭奠皇后，各王还未给予封地。来人啊，宣诸皇子觐见。既然如此，便按照父皇说的做吧。都来了，都来了就好。吴总管，宣旨吧。自今日，封大皇子为，封二皇子为，封四皇子为。祝长虹的封地在富饶地区，授予亲王称号，是除了太子以外的最高等阶存在。祝常玉的封地在偏远地区，受郡王称号，其富饶程度甚至比不上安水郡，堪称贫瘠穷苦。祝长衡的封地就比较微妙，居然就是安水郡，他的称号也随之引用安水，是个不上不下的王爷。传天下圣令，令祖宗遗训，祝皇子于籍贯后赶往封地，携郡守治理郡城，
青子。常燕冷眼旁观，直觉风雨即将落下。太子去祭奠皇后，再进行封京游城吧。朕有些不舒服，要先回去了。皇后娘娘的宫殿已经着人擦拭干净，太子殿下现在可要过去上一炷香。常燕还没来得及颔首，外头忽然响起阵阵呼声。出什么事情了？太子册封之日，尔等何敢喧嚣？好多人涌进来，控制住了文武大臣。原本负责安危的禁卫军全都叛变了，拿枪指着大家。朗朗乾坤，灼灼烈日，传承100年的大禹王朝内乱了。你先前隐忍不发，非要等父皇走了再发作，是不想父皇担心呢，还是要给父皇个惊喜？外头叛变的禁卫可是大洪兄的人。是，控制住文武百官，他们就会冲到大殿里来。大皇兄那么自信，倒是弟弟不太相信，可以叫2个人来看看吗？祝长虹停下脚步，回头给了禁卫个眼神，侍卫便立即冲进去，大喝道：都住手，全都住手！外头的叮叮当当声当真停住了。太子殿下，禁卫军叛变了，这是居家布置的，当然不是居家还能是谁？别挣扎了，现在整个皇城都在居家的控制之下，不要害怕，本宫不会伤害你们，本宫还等着你们重新颁布太子册呢。我呸！册太子日进行谋逆，你是妥妥的逆贼，是反叛，将来要声名狼藉，要遗臭万年。孙阁老别激动，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可没想过要伤害你。有种你就将老夫就地格杀，否则老夫永远不认你这个叛贼，更不会给你颁发封太子册。大皇兄难道不知道居家早就跟2皇子联手，你此刻不过是个出头鸟吗？母妃为了居家宁肯撞柱，居家又怎么可能放弃我们母子？你们太低估母妃跟舅舅的情谊了，也低估我母亲这个人了。屈娘娘醒了。常燕用余光轻瞥，发现角落里的祝常玉不知何时停止惊疑，半边身子埋进阴影里。有趣啊，有趣！今天的册封太子大殿比想的还要有趣。我母妃确实醒了，你们能装病赴会试，也能装病躲在西3所里不出来，我们凭什么不能？现在整个奉天殿都被控制住，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常燕余光轻瞥兄长与妹妹，用摇头示意不要轻举妄动。你们去将文武百官看押好，你们去问父皇取来玉玺，你们去准备重写太子册。祝长虹正在有条不紊地安排侍卫，等到他一声令下，原本30个带刀侍卫只有10个人转身，剩下的20个齐刷刷拔出利刃，将转身的同伴刺死。造孽呀，都是造孽！谁？这是怎么了？尔敢？事情终究还是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起来。外头又响起刀枪剑戟的声音，伴随着不敢置信的嘶吼与惨叫，留下匍匐在地的尸体。殿下，原本商量好的同盟叛变了，3队的李强动手，将居家这些年安插的人手杀了个底朝天。早就说了不要剑走偏锋，早就说了不要这样极端。在奉天殿里大肆杀戮，在文武百官面前威逼利诱，在皇子争斗中渔翁得利。居贵妃冷着脸道出计谋时，祝长虹就下意识否决，并不是什么兄弟之情，也不是国民大爱，而是他不想疼爱自己的父亲伤心，不想在父亲珍惜的皇城中肆无忌惮。可母亲是怎么说的？她说没有机会了，她说再不动手，天下就拱手让人了。启禀殿下，居家人手清理完毕，文武百官已经控制。谁能想到，短短1盏茶的时间，他们看着祝长虹从失落到昂扬，从昂扬到落魄，本以为是幕后真凶的居家，到头来竟然为2皇子做了嫁衣。
真是没意思，没想到大皇兄与菊娘娘居然有谋反之意。幸好我能为父皇和太子弟弟出几分力，将这份谋逆扼杀在摇篮里。论心机，祝长虹只能称得上普通人，二皇子才是真正的英杰。这跟出身有关，也得益于经历，只不过这种经历没有多少人愿意尝试罢了。太子弟弟，局面已经控制住，接下来就得请你主持大局了。理论上，评判以后是需要监国的太子进行处理，但谁能相信已经掌握局势的二皇子会对权势放手？他只是在试探常燕到底有没有后手罢了。多谢二皇兄，那就通知禁卫军们将残局收拾干净吧。祝常玉没有接话，阴冷的眸子看过来，与常燕的不动声色对接。不用谢的，大皇子于册封太子日进行谋逆，残忍杀害当朝太子殿下，我这个当哥哥的总要为弟弟报仇。但同时他也下定决心，这个凤仙殿注定只能有一位皇子活下来，另外2个人，一个承担谋逆罪名，一个无辜被戕害。他要太子之位，他要坐上龙椅，他还要名正言顺。大皇兄，动手吧，杀了他，留菊家女子与幼子性命。如果我不呢？那就满门抄斩。皇帝，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日头牵至正午，雪白的刃反射出强烈的光。住手！母妃，你怎么？没用的东西，别人要你杀你便杀吗？谋害当朝太子是什么罪名？你不知道吗？可是二皇帝说可以饶过居家弱小，我也是为了居家。什么饶过弱小，都是骗你这木头疙瘩的。谋害当朝太子是诛9族的罪名，便是家里的鸡犬都逃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谁又会留几个复仇的种子给自己添堵？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呀？你说当真能够心狠手辣也行，可我怎么叮嘱你的？我叫你以最快的速度杀了这2人，你可有动手？你已经杀了父亲的妃子，再杀了父亲的孩子，他会恨你的呀，他会恨我们的呀。恨？谁该恨谁呢？你恨我，因为我杀了你的母亲。祝常玉冷着脸没有说话。你凭什么恨我？你母亲的确是因为我死的，可她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打听打听吗？你恨在这深宫18年没人疼过你，那你又知道你是怎么落到这地上的吗？你是不是以为我要害她？我嫉妒发狂，我容不下任何人。那你也太小瞧本宫了。闵妃好好诞下3公主，楚妃健康诞下4皇子，连燕皇后都能顺利生个5皇子，我有必要跟一个小宫女过不去吗？爱是我的，长子是我的，我居莲若要是真嫉妒，你这个孽种都没机会活下来。但我也会受尽搓磨，吃尽苦头才长大的呀。居莲若没有理会他，径直看向常燕。你也没有资格恨我。你的母亲管束不住后宫，权柄才转移到我的手上。倘若她有几分能耐，我最多有个协理权利。是我让她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么多年，最后病死在深宫是她自己的选择，与我无关。对付你属于争夺权柄，那是另外的事情。有件事情居娘娘搞错了，我并不恨你，我没有恨过居娘娘。就像你所说的，后宫任何争斗都不是毫无缘由，为宠爱也好，为子嗣也罢，都在情理之中。就连我们今日的争夺，也是各为权势成王败寇罢了。给我振作起来，将所有人都杀了，你才能坐上那个位置。你的父皇已经选了别人做太子，他把你抛弃了，你又何苦守着那点父子情？成王败寇你懂不懂啊？从你带着居家争夺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可是李侍卫长叛变了，居家安插的人手都被杀完了。母亲，你看清楚，我们没有翻盘的余地了。谁说没有？你看看我身后站着谁，你又想想我是怎么进来的。奉天殿众人仿佛被提醒，扭过头的时候才看到他身后若隐若现的禁卫军统领。常燕抿了抿嘴，
没有说话。祝长玉阴沉下眉眼，似乎在斟酌。居家什么时候与禁卫统领有所关联？既然有，为何不早点采取？要在这个时候就成？从前就是旧相识，他坐上统领的位置，还要得益于居家的扶持。时间不多了，红儿，去，杀了他们所有人。祝长红一滞，似乎想起什么。去呀，红儿。母妃，收手吧，别再错误下去了。这个皇位我们不争了，好不好？你在胡说些什么？居家出人出力安排那么多，连半数家财都愿意送出去，你却要在关键时刻退缩，我怎么生出你那么没用的孩子？不是的，母妃，你总想我坐上皇位，却没想过我爱不爱那个位置，更不想我有没有治国之才，如今也不问我愿不愿意杀掉弟弟们。我们在这个皇城里长大，我们有同样的父亲，可以明争暗斗，但为什么要涉及生死？我下不去手，我不能想象父皇该有多难过多痛苦。母妃，你也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要再让父皇失望了，好不好？我们不是非要这个皇位的，我也不喜欢父皇那样生活。母妃，你不要再执念了，好不好？执念？你也知道是执念。我与他青梅竹马，皇后的位置拿不到，这太子的位置也要拱手让出，凭什么？我没能把你培养出治国之才，但我会培养个有治国之才的孙子。居家已经为我们母子搭上那么多，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母家。既然你不去，那我去。还不等在场众人变色，也不等禁卫军统领动声，跪地的祝长红踉跄起身，用身体挡住反光的匕首。母亲，不要坐下去了。禁卫军是父皇的心腹，根本不是居家的人。你的双眼已经被执念蒙蔽，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要再执意下去了。父亲心里是有你的，父皇会护着你的，成王败寇又如何？你不会成为寇的。红儿，你不要吓母妃，只是流血而已，你不会死的。来人呐，叫太医，叫太医！是蓖麻毒，见血速溶。有毒！来人呐，解毒啊，解毒啊！告诉父皇，不要难过，不要伤心，我很高兴，我其实是高兴的。真的没救了，是毒素就应该有解药才对，解药呢？蓖麻毒性凶猛，还是直接刺入体内？殿下已经走了，值得吗？不值。娘娘，不要扶我，扶我的孩子，把他带走。娘娘，您还有孙儿，大皇子以为通房，已然有孕，儿子都没了，要什么孙子？父亲、兄长，阿若对不住你们。从前宁愿做妾都要嫁给他，带着整个居家趟入浑水，却连个正经的外家都不是，惹来无数嘲讽，丢失父兄颜面。阿若心里堵着一口气，誓要皇儿登上龙椅，要任何人再不能嘲笑居家。可是现在，阿若后悔了。什么情比金坚，什么情深似海，到头来永远比不得皇权，也抵不过猜忌。若是再有一次，阿若宁肯给平头百姓做夫人，宁肯嫁给门口乞儿，也不愿再入这皇城，再进这后宫。阿若对红儿不起，对父兄不起，更对居家不起。来世，阿若再偿还你们。见过太子殿下，属下来迟，还望殿下莫怪。如今上千禁卫军都在奉天殿外，随时可以将逆贼捉拿。余策太子日，谋算2位皇子，逆贼的身份可谓是板上钉钉。二殿下，整个奉天殿已经被包围了，请不要轻举妄动。包围了，然后呢？是要把我羁押进大牢，还是直接砍去头颅？大皇兄尚且有父爱母爱，即使死去，也有人为他流泪。而我身为一个孽种，活该忍受阴暗潮湿的生活，活该被整个皇族蔑视，活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做个籍籍无名的王爷。我这一生
被安排的可真好啊！菊娘娘说她留我一条性命，父皇也认定我不该出现，可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存在，更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像老鼠一样苟且偷生。殿下，您的心歪了，不是只有坐上那个位置才能够精彩，也不是只有夺位这一种活法。同样是皇子，同样生在皇宫里，有人日日被托举着长大，有人苟延残喘着挨打受辱。今日的封王你可曾听到？受宠的封地富饶，不受宠的却要在穷乡僻壤，凭什么？到底凭什么？我的母亲做过错事，可为什么要连累到我的身上？我做错什么了吗？自愿落在这世上，自愿投胎在这皇城里，自愿忍屈受辱的活着吗？那个人我们都叫他父皇，可我们的命运天差地别。我不嫉妒祝长红又疼爱他的母亲，可父亲呢？他做了什么？菊娘娘的漫天大道理或许可以唬住你们，但糊弄不了我。他是没有害我，但他带走了父皇所有的爱。他也可以不做妾，却非要在深宫里搞什么情比金坚。他长青了20年才落得这么个结局，我甚至觉得便宜了他。再惨烈的结局，曾经也痛快过，不是吗？殿下，不干也没办法，太子已经册封，王朝需要能守规矩的人。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波接一波，太多的意外。我觉得居贵妃最可怜，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得到，还要误杀亲子。他可怜什么呀？没人压着他做妾，还是二皇子最可怜，没娘疼，没爹爱，还要被发配到偏远地方，搁谁不生气呀？事情解决了，尘埃落定了。你说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多的不甘啊？我就赚不着钱才不甘心，其他的我得去就行。二皇子不像是能够束手就擒的人，这要看谋逆罪的人要被关到哪里去。穿过奉天广场，再追上羁押二皇子的禁卫军，可还是晚了一步。皇城东门，禁卫军统领带着数百手下，正在与前方上千人的队伍对峙。本该被反剪双臂的祝常玉坐在高头大马上，身侧是穿戴披风的方圆。你们不用兵了，既然愿意跟随逆贼，这是诛九族的罪名。那也得有九族才行，他们都是些命苦的人，被我悄悄安插进守城军里。活着的念头就是为家里人复仇，让那些冤死枉死的魂安息。祝常玉看了眼日头，虽然惋惜文武百官都散场了，但依然能够重新册太子。大统领，你有句话说对了，不甘确实没什么用，狠心才能如愿以偿。大统领要是不想满城鲜血，就快束手就擒。父皇帝，你我终究只能活一个。二皇兄，现在轮到你做选择。烈马疾驰，民众退让。蛰伏在城外足足3日的将士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皇城门口。为首的英姿干练，纤瘦有力，不是连年擢升的方小将军方恒，又是谁？三哥，三弟，见过太子殿下，见过许大人，见过方小将军。现在还是让二皇兄选择吧，是战或者降。1000禁卫军，1000边疆军，不知道对上二皇兄这5000守城军，可有胜算？祝常玉扭过头看向自己的智囊方远，却不料对方双眸深邃，只是盯着英武干练的方恒。许久不见，阿恒哥。尔等守城军听好，谋逆乃诛九族大罪，3万军队已经包围整个封京，回头是岸，缴械投降。方远调转马头，一马当先冲向城西，祝常玉紧随其后策马前行。城西有他们布置的后手，也是距离临城最近的门。凡过去者，杀无赦。凭什么呀？凭什么？到底是凭什么？没有那么多凭什么，
二皇兄，这件事情你真的错了，就像你否定居娘娘一样，今日我也要否定你。你觉得居娘娘错了，明明做了20年宠妃，却不懂知足，非要争夺那个位置。但是二皇兄，你又何尝知足？你总是拿着身份抱屈，为自己那18年的苦楚含恨，是要争出一口气。你觉得不公，觉得不该用出身定生死，可这世界上比你难过的人要多得多得多。方今都知道江家嫡女曾流落在外，你可知她是襁褓时丢失，这些年在外头一个人独活，吃过怎样的苦头，又受过怎样的打骂，那她是不是也该恨，也该感到愤懑不公？不，我现在挺好的，一点都不恨。要没有流落在外，我就遇不见你们了。直到腰间软肉被轻轻捏住，他才回过神，哭丧着脸道：我可恨了！谁把我丢出去的？让我天天跟狗抢饭，总是挨打，没有一天不是鼻青脸肿的，没有一天吃过饱饭。不过好在活下来了，有好多人都饿死在雪地里呢，像我这种都是福大命大，好运在后头嘞。在下许墨，生父乃先帝时期进士，分配在安水郡做县令，期间被贼人栽赃陷害，父崩携母自枪，刘许某双腿尽断，苟活人间，一路科举至会试，因私仇被调换试卷，失去会员身份，还要名落孙山。若说不公，若说愤恨，许某是否也要占一名额？我没有大哥这般文绉绉，但我是青楼里长大的孩子，连父都不想。在9岁那年被赶出青楼，一路摸爬滚打才走到现在。每次做生意被刁难被鄙夷，我是不是也要痛恨？为什么不生在世家？为什么不能做个风流肆意的公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权势两全的父亲？我的父母从不与人结怨，却要生生死在我眼前，致我流落天涯，致我辗转求活。我又该怪谁？恨谁？报复谁？我父亲战死沙场，我母亲被幽禁，我的家族要追杀我，曾经的亲人一夕之间翻脸，我又该怎样？我的父母双亡，亲族将我赶出来，家财尽数吞完以后，还要将我撵去他乡，最后自卖自身才活下来，我又找谁怨恨不公？我父母还在，但是只想卖了我，为弟弟换取口粮，我又该怎样愤恨，怨怼不公？二皇兄，我说这些不是否定你受过的苦楚，而是告诉你，不幸的人和事有很多很多，你我只是其中一个。当然你也可以对我刚才的话不以为意，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我不应该抹杀你的过去，那么你就能直接否定居娘娘的一切吗？倘若你独爱这江山权力，那我们兄弟之间便争个到底。倘若你只是怨怼从前，弟弟就劝你一句，莫要再错下去。3万京师大军即将抵达，二皇兄，你回答我。祝常玉坐在马背上，久久没能出声。小五，我退不了，我没有退路了。二皇兄此话何意？祝常玉摇了摇头，示意守城军杀向拥挤的街道，用无辜百姓做盾牌，果然惹得禁卫军跟边疆军投鼠忌器。小五，你这就让俩孙子逃了？他们可是祸患，不除后患无穷。放心吧，外围还有3万军队，只要撞见必然落网。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太子殿下寄了信要精兵，我想着能帮上点忙。听说你考中举人了，今年就得考进士，可要金榜题名啊。那是自然，大哥，你都做上5品将军了，我怎么能落后太多？大哥，你有时间吗？我想听你讲讲战场上的事情，信里说的太简略。太子府的人呢？回太子殿下，太子府的幕僚们无一人有异动。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殿下。诸位且请起，方才让你们受惊了。这场宫乱太过猝不及防，朱清可有什么想法？敢问太子殿下，是对我等幕僚的主动投奔有疑虑吗？常燕默不作声。我与许状元共列1甲，也曾嫉妒过他风姿卓越，嫉妒他的欣赏赞美，
但我私以为这种嫉妒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产生，只要控制住行为，与欢喜不悦等情绪无异。我明知道太子殿下与许状元关系斐然，也曾经嫉妒过许状元，却仍旧要投奔太子府，乃因为太子府是大势所趋。我既心有抱负，投奔大事在情理之中，坦坦荡荡任人查探。我也愿意相信太子殿下具有容忍之良，以才能分职责，而非以亲疏定远近。在下孙小生愿辅佐太子，尽臣子职责，为天下贡献。孙卿且起，本宫甚是欣赏你这句大势所趋，能够审时度势，才是难得聪明。谢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居娘娘轰了。常燕深吸一口气，说不上是沉重还是感慨。去看看吧。他冲着许墨颔首。娘娘，娘娘你怎么就走了呀？娘娘你醒醒，你看看我们呀！娘娘，娘娘你怎么就走了呀？娘娘你醒醒，你看看我们呀！太子殿下到。为居娘娘和大皇子收敛仪容吧。是。属下带着居娘娘进奉天殿，是天家默许的。天家知道居娘娘的野心，此举就是想让她彻底死心，同时命令属下保护好居娘娘。见过太子殿下，前面的事情都解决了。常燕勉强扯出笑意，点了点头。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你不知道，明明到了皇上睡觉的点，他就是不肯合眼睛，翻来覆去的担忧。这明明入睡就能缓解，却偏偏咳嗽到现在。也不知道大殿下，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的册封仪式进行到哪里了。来了，怎么样啊？事情可顺利？可都还好？不好，非常不好。有多不好？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哦，说吧，说吧，我总有知情的权利。大皇兄被居娘娘误伤，刀上染了蓖麻剧毒，没能救过来。居娘娘懊悔心痛，在前清宫自行去了。哦，知道了，退下吧。好好整顿你的太子府，为天下百姓谋福祉。常燕难得愣住，半晌才回过神，露出少年该有的不知所措。去吧，孩子，去大展宏图，去做你该做的事。他的身子本来就不太好了，这下吐血，恐怕……他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大发雷霆，我就应该察觉到不对劲的。察觉也没用，事情已非我们能控制。不知道过去多久，暂时无碍了，只是还得看看，不再恶化才行。辛苦你了，五哥，我们都在呢。你没事吧？还行，没压垮，比咱们家的驴能扛。小五别害怕，三哥回来保护你了。谁欺负你，我打谁。小五，太子府目前很稚嫩，幕僚的年纪也都偏小，拿捏不定的事情可以找几位内阁次辅商量。还有孙阁老，应该是准备退位了。人的心可以很大，装得下天下；人的心也可以很小，只装进5个人。这5个人，就是我的天下。常燕左思右想，才发现8块姜都不在，连姜家2兄弟都没了身影。他们去追逆贼了。算一算，5万大军也要赶到丰京城外了。2相夹击的情况下，会更好捉拿。二皇子离去的时候，口型说的到底是不是边疆？他说这2个字又有何意？启禀殿下，5万京师军已至城外。可有拦到二皇子与方远？江承院迟疑片刻，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只管有话直说。 5万大军放慢速度赶来，尽练选用勘察模式搜索，当真在丰京与川蜀交接的村庄里，发现二皇子
与方远的踪迹。只是还不等大部队抵达，他们就被人接应走了。根据京师军的龙虎将军所言，附近马蹄印记特别明显，而且马蹄极宽大，指缝之间距离较远，是草原上才有的马匹特征。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常燕的呼吸有那么瞬间的停滞。从看出来祝常玉的口型，他心底就浮现出不好的预感，但总存着那么点期盼二皇兄不要做傻事。他们杀烧掳掠了那么多大禹王朝的女人孩子。也许有人讷讷，试图为二皇子说句话，可半天也说不出什么。他还告诉我边疆近来战况如何？打得有来有回，靠着伪装灭过鞑虏很多次。倘若能继续下去，10年左右必打服鞑虏。不是这个，是这夏季鞑虏要回草原牧牛羊，边疆战事也需要休整。但是祝常玉去了，他必须要拿出些手段投诚，才能要鞑虏为他所用。能有什么比得上大禹王朝将士的鲜血，更能让鞑虏幸福呢？不，爹爹，不。小五，你这话不对。江将军可是纵横沙场几十年，怎么可能会轻易折在小达子手里？就是，姑娘今年才13岁，江将军年纪肯定不大，还年轻着呢。那位18了。浓重的无力感笼罩全身，失去的绝望将他入侵。小江块，不要哭，我这就回边疆，我不会让父亲受到任何伤害，我会让他平安回来的。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就一次。你不要哭，我不会让父亲受伤，也不会让鞑虏得逞的。相信我一次。等一等，二皇子并不懂边疆事宜，即便是投奔鞑虏，也不可能对江将军的性命造成危害。鞑虏跟我们打了那么多年，该摸索的都摸索完了，怎么可能听从二皇子的话，对江将军展开谋划呢？除非二皇子手里有什么能让鞑虏幸福的东西。常燕屏着呼吸，取出边疆布防图，确认没有丢失以后，眉头愈发紧皱。殿下不应该高兴吗？这兵防图没被二殿下偷走。二皇兄想要投靠鞑虏，就必须拿出点诚意来，即使不是御书房的兵防图，也得是其他重要物品。但能是什么呢？除了兵防图，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安达可汗如获至宝的？阵图。我父亲留下来的阵图，难道是我父亲留下的阵图？不能，二房的人不可能知道父亲的遗物在哪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去方家一寻便知。去吧，三哥，不要耽误时间。里头都是我的宝贝，还有我多年征战心得，将来总要传给方家子弟。小阿恒可得努力继承为父的衣钵呀。父亲啊，父亲，你留下的东西没能扶照妻儿，如今还要伤害边疆无辜战士的生命。你若在天有灵，不要愤，不要恨，你的孩子将一切铭记在脑海，他会站着将阵图拿回来，他会砍掉逆贼的头颅，以慰藉你在天之灵。小五，阵图丢失，边疆危矣，我真的要回去了。我不会让方家的阵图残害大禹王朝的百姓，方家折戟沙场的将军不允许，方家祖祖辈辈的魂也不允许，我方恒更不允许。给我点时间，让我把阵图抢回来。好，诸亲辛苦，一路顺风。三哥，哥哥，你们都要回来，都要平安的回来。大哥，你可要回来，亲耳听听啊。其实大家可以再快一些的，都是战场上下来的人，身体承受得住。人受得住，马儿受不住。小五刚刚经过，国库那么空虚，我这个做兄长的总不能为他增加负担。九针房的，乡绅给你的呀？不是，我自己去买的。以前我妹妹都会特意给我准备，一大堆都吃不了，天天分给他们。对，我们经常吃啊。江承院的表情黑如锅底，
饱含不忿。可想想当初的事情，又能怪谁呢？他只能黯然地垂下眉眼。妹妹从来都不记仇的，她只记得别人的好。你想要她的好，就得先对她好。感情从来都是有来有往，有去有回。快来人！是谁？是方小将军，还有江小将军，你们为何如此狼狈？别说废话，叫将军来，我要见江将军。父亲呢？将军不在这里，将军迎战打鲁去了。无数的思念只能压缩成文字，再积攒成精巧稀奇的物品，由关毅捎带回风京，送到他那圆润俏皮的小女儿手上。将军又写家书呢？都说人老了最爱思乡，将军这几年老得有点快啊。金副将，莫非是皇帝开垦完了？我想我闺女怎么了？你就不想你那两个臭小子？将军都说是臭小子了，怎么会想？可惜这2年没能回家，想让夫人再生个闺女都生不了，还是将军好啊，儿女双全也就罢了，小将军勇猛无双，姑娘珠圆玉润。你懂什么？肉肉的女孩最好养，健健康康不生病，比什么都强。哎，是，姑娘又乖巧又可爱，还给咱们供肉吃来。失而复得的珍贵，超越原本拥有。天气已经转暖，能吃的新鲜肉类更多，腊肉腊肠也愈发不方便做。我让安水郡停了供给，等秋冬再送。那属下就回去垦荒地了。将军，打鲁突袭我们！第1、第2、第3、第5小队已经集齐完毕，请问将军是否迎战？先行防御，派哨兵查探敌情。号角声一阵接一阵的响起，不同的次序串联出不同的含义。敌军突袭，恐怕动用大量人手，这太反常了，无比反常。难道是趁我们不备，想要多抢些物资？草原游牧民族杀伤巧掠，在于冬春食不果腹，夏天是收获的季节。倘若因为进攻我们错过饲喂牛羊，对他们来说才是得不偿失。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异常。迎战还是要赢的，达鲁既然打过来了，大禹王朝的将士们就不可能退缩。只是这场仗需要谨慎再谨慎。刘副将带领1、3小队在左侧迎战，徐副将带领2、5在右侧包围，金副将带领4小队跟我正面相抗。将军，查探清楚了，跟我们打的都只是小部分，达鲁大概出动5万精锐，正在攻打关景县。将军，我们可是要带兵援助关景县。多大点事，就让江将军亲自过来了，区5万精锐而已，甚至连关民县的门都踏不破。江祭祖没有说话，持续观察了半个时辰，确定达鲁真的是做无用功。之前的疑惑在心底愈发盘旋。能有什么罕见？达子首领那个叫安达的可汗年纪有些大了，底下几个王子也在争夺继承位置，眼下恐怕是哪个缺心眼的小王子故作姿态，想要拿下真位的筹谋罢了。大将军放心，关民县防御堪称北疆之首，有我在，绝对无恙。将军还是赶紧回去，免得调虎离山。调虎离山也是兵书中常用的计谋，江祭祖不敢耽误，直接换4位副将领兵回首，只留下金副将带着第4小队随同。将军万请放心，我老周拿命保证，这关民县之坚固超出所有人想象，只要有人镇守，别说是5万达鲁，就算10万也破不掉。报！将军，防线溃败。报！达鲁人数激增，还有4万人藏于马腹下。打！全部排兵布阵，严防死守。我们差了1万的人数，绝对可以打得过达鲁。报！将军，折算人手即将过万，达鲁节节逼近，关景县要溃败了。将军，走吧！大将军快走吧！我是关民县的镇守将军，关民县在我在，关民县亡我亡。将军，我已经差人回去求支援了。
你是大将，不能出事，先走吧。不，你看这场内，无论大军使出什么阵法，达鲁都能迅速击破。我们要是真的走了，老周就只能等死。将军，你是想……对，没错，方家军的阵法被破，老方亲手规划的关绵线被破，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联系，但我想让总部的兵试一试江家的阵法。儿郎们，变阵，后退，转长龙，继续转，勾长雁。将军，让我来。儿郎们，跟着我动，左边伸展，右边伸展，中间空出来。随着倒下的人数越来越多，地面几乎全都是粘稠的血液。边将军也好，达鲁也罢，几乎都升起惬意。将军，还要再战吗？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那么多人了呀！战吧，不战怎么办？退了以后，军心就溃了。可是大家已经害怕了，再打下去只会弃刀而逃。将军，我们可要怎么办呀？不能退，双方势均力敌，咱们是为了，打子也聚了，现在就看谁能扛到最后。一旦有人溃败，另一方将大获全胜。可是我们该怎么保证能够撑到达子溃败呢？我来，阵型继续变换，儿郎们不要畏惧，大禹王朝永远不会抛弃子民，永远不会放弃将士。将军与士卒同在，将士与边防同在，边防与万千百姓同在。糟糕，没有人带起了士气，阵法也变了，不是你给我们的。王子英明，这两个人看着就像骗子，还诓咱们这么多精锐过去进攻，说不定是里应外合，谋算咱们呢。王子转过头，目露不悦，但没有说话。你们在叽里呱啦些什么？给你们阵法的时候就说清楚了，只是方家的阵法，你管得了人家用其他阵法吗？王子的目光愈发不悦。安达桑王子，请勿声恼，眼前的阵仗属于势均力敌，能破开关绵线已是不易，剩下的只能看双方战力。拿来我的弓箭，将将军，边疆大将。三王子喃喃着拉开弓箭，他用了10个呼吸的时间对准，然后松开弓弦。秦副将，后退，你后退！别，不要，将军，将军，杀敌！儿郎们，达子急了，达子怕了，杀！将他们赶回去，让他们滚回草原。江继祖没有跟过去，他摇摇晃晃走到金副将身边，压抑着悲伤与痛楚。你醒醒，我带你回去治病，我带你回去把剑士拔下来。我还有2根腊肠藏着没有告诉你，你不能睡。你的家里还有2个臭小子没有长大，你的夫人还在风京等你回去。虽然你每次说起来都嫌弃，但我知道你很爱家人，也知道你想与他们团聚，想与他们再也不分离。老金啊，你起来，你起来吧。他再也起不来了，和千万倒下的士兵一样，成为这片土地的养分。将军，总部的援军即将抵达，为关景县进行善后。父亲，我们来晚了，父亲，是我们来晚了。没有晚或者不晚，战争从来没有停歇过，双方的阴谋诡计也不曾消失。二皇子夺权失败，竟然偷了方将军留下的阵法图，投奔达鲁。那里有包括关景县在内的4个防线构造，几乎等同于半份兵防图。果然如此，从关景县那么轻易被破开，老方留下的阵法轻易溃散，我就知道方家的东西可能泄露了。但我没想到是自己人送出去的。是我们来晚了，没能及时通知北疆这条消息，才让关景县受袭，折损那么多无辜将士。唉，孩子，别太内疚，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晚不晚，事情已经发生了，与其沉静歉疚，不如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吗？成长最应该学会的一课就是去解决事情，别浪费太多无意义的情绪，比如懊悔，比如内疚。方家的阵图已经丢失，
与其在这里接受内心的惩罚，不如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应对达鲁的进攻，又该怎么应对满含愤懑、不惜叛国的二皇子。老金啊，你应该不寂寞吧？这里都是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他们都在四周陪着你呢。家里2个小子，你别担心，我会让江家进行符照。你是大禹王朝的功臣，所有百姓都记着你的功劳。这2根腊肠你带着，黄泉路上不要寂寞，也许过不了多久，老姜就会赶上陪你。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几人回呀？可有想出对策？方将军的阵法图里一共参与4个边防线的构建，达鲁今日尝到甜头，很可能再去攻击其他3个边防线。兵贵神速，我们一旦发现阵法图丢失，就会有所防备。达鲁必然会趁着我们没有发现的时间里谋取成果，靠着这种信息差别，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将达鲁义军，让他们有来无回。江继祖满意的点了点头，又转头看向方恒。这次关景县被袭击的主要责任是阵法图丢失，但还有一个小弊端，须得留心。周将军一直以为达鲁来袭的是5万人，按照双方兵力对阵，5万人哪怕冲破城防都打不过10万边将军。可是藏于马腹下的4万人打乱了己方阵脚。我特意翻开达鲁马皮进行查看，这所谓的藏于马腹，实际上就是在马背缠绕同色布皮，腹部位置留出空隙躲藏，于交战之际破布而出。这种躲藏并不能撑太久，达鲁必须要在关景县不远处进行预谋，而哨兵毫无所觉。将军，属下认为哨兵巡查的位置还需再远，哨兵人数也得增加。江继祖点了点头，同意这个请求。那么父亲，我们出战吗？你们认为接下来达鲁会攻打哪个防线？不，你们还是年轻了，仔细想想，固原县真是最近的吗？将军，你是说他们还会反攻关景县？他们想要赶尽杀绝？可是他们也受伤了，他们也士气低落。关景县是折损人手了，但其他地方也会调兵遣将过来啊。调兵遣将也需要时间，目前的人手主要来自总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很快总部就要遇到一小批的袭击，总部误以为敌袭，就会撤回部分兵力，剩下的伤残失去原本的城防，很难抵御住达鲁。反观达鲁，拿下大禹王朝引以为傲的关景县，既鼓舞了己方士气，又打压了大禹性命。届时失去性命的不再只有大禹将士，还有关景县后面守护着的无辜百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既是作战，便需要作战的心机与手段，比拼的是周全与魄力。今日这些都是我个人猜测，也可能达鲁过去攻打固原县，也趁着总部人马多在关景县而试图进攻。大将军这3个字可不是轻易就叫出来的，这需要绝对的判断力，也需要绝对的责任。那属下这就去关景县防备，务必让今日的敌人有来无回。同时派人通知边境上所有的防线，尤其是方将军参与的4个，要他们务必改变作战策略，改动城防弱点。将军，属下还有个想法，既然达鲁要来总部偷袭以声东击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顺势将这批达鲁捉拿部分，消灭他们的气焰？就算捉不到人，也能预防他们针对总部进攻总部。你们很好，这个想法很不错，就是人手可能有点紧缺，总部满打满算也才7万人，这7万人难以分成2批，一批在关景县埋伏，一批在总部埋伏，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埋伏也可以分很多种的。将军交给属下，一切自由属下布置。天下若都是这种儿郎，大禹何愁不昌盛？好，你们且速速安排。老金啊，你们是看不到了，但相信有一天，大禹定能国运昌盛，海印河清，我们都会过上平静的、没有战争的、安详且幸福的生活。会的呀。这是不是证明关景县那边的压力会少一点？
达鲁只要铁了心拿下关景县，人就不会少，那边的压力会很大。且等着吧。有埋伏，他们在讨论有埋伏。1万人来袭击总部，还没靠近城墙就损失1000余。达鲁们很是惊慌失措一阵，冷静下来才记起此行目的。他们举起火把，留下战书，甚至火箭直射城门，将威慑展示到淋漓尽致。他们要逃了，我们追吗？我好像听到了关景县，还听到了二皇子跟方远的名字。果然万般筹谋，达子就是想夺下关景防线。穷寇莫追，1、2、5、6、7、8，跟我走了，去会会这2位同胞。你怎么过来了？回总部待着不好吗？你要出事了，江快会伤心的。你出事了，他就不伤心？别说你没听见那声哥哥。听见？怎么可能没听见呢？奈何军事紧要，他甚至不能下马回应，更没办法伸出双臂拥抱生命里缺席了13年的妹妹。只要能活着，还怕回应不到？别怪我没警告你，妹妹就要集结了，到时候肯定有臭小子过去哄她，咱们得替她把着关。也不知道封京哪位公子敢娶7个兄长把关的姑娘。好，那就让我们战到底，杀到底，活着回封京，活着见妹妹。安达3王子终于意识到不对劲，连忙叫停进攻，并用哨兵传达退兵的意图。儿郎们，达子要退，杀呀！杀尽达鲁，为边疆父老报仇！为边疆父老复仇！随着越来越多的同胞倒下，白日里的场景再次呈现。只不过，白日是血战，夜晚却是全胜。达子果真是铁了心拿下关景县，竟然又筹齐10万人马。幸好咱们提前埋伏，折损他们部分人手，否则真冲过来还了得。你们伏击我们，虚伪丑陋的大鱼人！江承院跟方恒都懒得因为这种事情浪费口水，将目光落在3王子身畔的2个人身上。你们大鱼人就是如此，打不过我们，总爱用些奇奇怪怪的手段，难道就不能光明磊落的一战吗？3王子，夜袭是什么光明的手段？你这个大鱼人心真坏，说不定今天的损伤就是你们的谋算，是你们坑害的。对，是我们让你们夜袭关景县，也是我们挑中的关景县。好了，不说这些，还是先面对丑陋又可恶的大鱼人吧。大鱼人，尔等竟然进行伏击，伤我同胞性命，是要你拿屠戮来换？二殿下，为什么要背叛家国？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百姓？为什么要成为敌人的刽子手？为什么要丢弃自己的良心？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对我不好，因为所有人都对我不好，因为不公，因为我想要活出个人样。天家对你不好，居娘娘对你不好，后宫对你不好，你可以怀恨，可以夺权，可以大逆不道，但边疆战士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无辜百姓有什么得罪你的？你为什么要叛国？要反过来伤害你的族人？不管多少人对你不好，你仍旧是吃着这个国家的粮食长大，不是吗？是，但是我的人生被黑暗包裹，从未见到任何光亮。我想要摘下太阳的资格，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也没有好运的遇见江生，只是二殿下，你说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光亮，是真的没有吗？燕皇后那么独善其身的人，却仍旧帮你出手，驱赶走小太监。江生那么被算计，却仍旧愿意载你去医馆。还有那个直到现在都惦记着你的太子殿下。二殿下，无论怎么样都不是叛国的理由。你背叛了生你养你的国家，也背叛了你的种族、身体、发肤。做个逍遥富贵的王爷不好吗？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做富贵王爷？怎么可能？我可是谋逆的人，我要杀了我的2个兄弟，间接害死了大皇子跟菊娘娘。谁会饶了我？谁会让我去做富贵的王爷？
二殿下，谁说谋逆就只能被杀头？你就没想过，天家为什么一定把皇位传给太子殿下，而不是其他皇子吗？还记得皇城门口那番话吗？太子殿下已经掌控住局面，就凭5000守城军，根本翻腾不出浪花。他仍旧愿意苦口婆心劝你，那么多人不惜揭开伤口，也是希望你能释怀过去。他下令当场绞杀你不好吗？他留着秋后出斩你不行吗？他非要吃力不讨好说那番话，是想留住你这个兄长啊！不可能！谋逆的罪名只有杀头，再宽容的帝王也难容忍兄弟虎视眈眈。侧我之榻，岂容他人酣睡？我还害死了大皇兄跟菊娘娘，没人会饶了我的。没有，我出身那么卑微，没有母族求情，没有母亲伤心，也没有世家会为我说话。现在整个朝堂都是太子的人，我甚至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没有想过背叛家国，只是这个家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直到今天，这些话也不过是你空口白牙。我不相信，不相信谋逆之人还能有个好结果。好个不相信！你不相信是因为你恶毒，你心狠手辣，你心思狭隘，认定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你总是怪罪出身卑微，认为天道不公，你的心里充满了黑暗，你没有容人之量，即便坐上那个位置也是残暴君王。大皇子懦弱无能，与皇位失之交臂；四皇子过于谨慎，同样失之交臂。而你与皇位擦肩的最大原因，是因你的偏激，你的尖锐，你的阴冷，你没有一点点仁慈与大义。你对年幼怀恨，你敢天道不公，你拉拢算计，甚至残杀手足进行谋逆，这些都只是权力的争夺，是成王败寇。可你为什么要叛国？你造成了那么多无辜将士的死亡，还要造成国库的损失，江山的动荡。你一点都不配坐那个位置，不，你甚至不配做我们的皇子。祝常玉木立在原地，方恒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戳中他的内心。殿下，不要让这群人乱了你的心智。放心，大禹王朝老皇帝纵容奴仆伤我，当朝太子抢我皇位，我与他们不共戴天。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有一天我坐上那个位置，我就是正确的。历史从来由胜利者书写。好一个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你是安达部落的友人，安达愿助你登上皇位，你将会成为大禹王朝最英明的帝王。好，既然你那么执迷不悟，那就战到底！大禹王朝小将方恒在此告天地，不灭鞑虏，誓不还！不要以为拿了方家的阵图就能够无往不利，我泱泱大国岂容小小惦记？你们从哪里来的，就给我滚哪里去！你让我滚我就滚，你凭什么让我滚？就拿这破掉的关景县，还是没有马的步兵，我的将士们已经从惊慌中缓和回来，你们没有城墙进行抵御，拿什么跟我们打？说完又看向祝常玉，露出几分赞许。二殿下将时间拖延得很好，我很喜欢。那还真是感谢三王子了，让时间成功拖延。你们什么意思？方恒冷冷一笑，远处传来马蹄与厮杀声，代表着其他城防的援军到来。你们刚才说那么多话，竟然是在拖延时间？你们不仅在城内设置埋伏，还救来了援军，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大鱼人！方恒对此不予理会。迎战了，儿郎们，援军已经到来，是时候清剿算账了。还是躲吧，不知道大禹来了多少人，用部分人殿后总好过全盘覆灭，可汗会失望的。是，做一圈殿后，其他人给我走。你们这些丑陋的大鱼人等着，关景县破只是开始，其他的县也都会逐一破掉，中原内陆迟早是我们的。他们来了10万余人，左翼军似乎全都折损在此，但是因为撤退及时，
主力军队仍旧有所保留。我听见了，是二皇子要他们撤的。如果不退的话，还能够多杀些人。先把战利品清缴了。关景县的重建不是个小数目，须得国库调遣。阵图在达鲁手里，恐怕是个祸患。这位王子生性相当多疑，在关景县吃过2次亏以后，必然不会再来攻打。按照正常思维来说，达子会进攻其他3座防线。那不正常的思维呢？不正常的思维就是出其不意。身为大将，摸清楚敌人的想法很重要。这个三王子颇有几分能耐，而且喜欢卖弄能耐。最关键的，他似乎十分记仇。这2次，与其说他在关景县吃了苦头，不如说是在江家军手里吃了苦头。难道他们来攻打总部？攻打总部，那就是决战了呀！安达的老可汗快不行了。3位王子为争夺皇位各施手段，大王子拉拢皇亲，二皇子联合重臣，这位3王子另辟蹊径，想要拿下边防线作为话语权。比如此刻正在重建的关景县。有个问题考考你们，达子的目标为什么是关景县，而不是其他3个县？想想达鲁的习性，想想他们每次进关都要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想想被他们摧残的城池，数百年亦难以恢复。10万达鲁大军在关景县连吃2次闷亏，3王子在安达部落的威信直线下降，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提高威信。攻打总部是最能提高威势的行为。为什么说是决战？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装备精良的士兵们很可能还没上战场就热死在盔甲里。夏季不打仗是所有将士的共同默契。可是3王子攻打关景县还可以理解，毕竟有父亲的阵图在，他们凭什么攻打总部？有城墙防御装置在，哪怕江家军只余6万，也能守住10万达鲁进攻。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以达鲁当前人与国力来看，他们确实不会主动攻城。将军的意思是他们会佯装进攻，实际故意围城，这样3皇子攻打总部的噱头传出去，威信总能有所提升。路子对了，但还不够。接下来是不是围城打援？你们2个都很不错，也都猜对了。3王子很可能要围住总部，收割援军的头颅。能不能让援军同时抵达，汇聚在一起进攻？难，太难了。那我们提前去支来援兵，只要双方能够一较高下，大不了出门迎战。这也算是个法子，但不是最好的法子。副将听令，6万江家军离营5万，剩下的1万儿郎们可有信心守好这边防线？二皇子，这江家军的脸皮太厚，距离援军抵达就有一定的时间，要不然就让给你发挥吧。多谢3王子给机会，我定要怒斥这群虚以为矣的东西，将心中怒火尽数发散。安达3王子高兴的直笑。二殿下，一定要这样吗？别忘了，你我昔日亦是有大抱负之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早已覆，何处燃青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阿远，你都被欲念蒙蔽双眼，总以为自己是将士的天神，殊不知灾神也是神。这两玩意儿叽叽咕咕说啥呢？怎么有点听不懂？好像是中原的诗句，还说到了什么神，应与夺位逃不了干系。二殿下，请吧。不要以为区区亲情就可以打动我，说着留我的性命，实际上是乱我心智。史册攥在你们手里，还不是任由你们编写？没到那一刻，谁知道他会怎么选择？谁知道会不会放过我这条性命？我为自己筹谋有错吗？我只是想活着，想更好的活着，只是
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你们说的没错，心里没有爱的人，看谁都是黑色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突然念起诗句？不清楚。援军还有多久能够抵达？我听他们辱骂，真是听得够够的。应该快了。三王子，我就不过去了。他们的人实在是太防备我们了。不过我也不去叫骂了，那毕竟是我的家国。二殿下不愿意去便不去，你身边还有个谋士，只管让他去便是。三王子就饶了我吧。上面的那个人看到没有？是我的堂兄。当初我们一起跟祖父学习，一个走将才，一个做文官。他说要守卫边疆，驱逐鞑虏；我说要守护皇权，辖制世家。我们一起建造太平盛世。三王子，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小的吧。小的再怎么厚颜无耻，也不能跟堂兄较真啊。安达三王子一边享受，一边觉得距离太近，正准备后退2步。你不是文官吗？你们两个想做什么？安达部落愿意结交你们为友人，也愿意扶持你们登上帝位，莫要轻举妄动。你们真的能动摇大禹根本吗？即使动摇了，又能把皇权交付我手中吗？当初选择你们不过是被逼无奈。大禹王朝占据整个中原，四周不是倭寇就是鞑虏，连个跳板都没有。诚然我有复仇的想法，我恨这个家国，所以交出阵法图。但我的恨与无辜将士无关，与平民百姓无关。我没有醒悟，我也没有放下恨，我只是再也受不了良知的煎熬。我不知道小五是真的想饶我一命，还是故意说给我听，但都不重要了。错就是错了，错已经铸成，罪子常狱，无颜面对大禹百姓，只能带三王子离开。史册不要将我记录成好人，我有罪，恕不了的那种罪。不！无数长矛刺来，穿透可恶大鱼人的胸膛，再将两人生生举起，摔到坚实的地面上。你说你干嘛非要走这一遭呢？我一个偷别人功名的罪臣，死也就罢了，你明明可以做个逍遥王爷。你不也说要做个权臣，辖制住所有世家，不许他们再猖狂。可惜走错了路子，也针对错了人。如果回到7年前，你还会迫害方将军一双吗？非我能控，有些事情太过无力。观看了全程的方恒摇头，几乎就要跳下去。来了来了，援军来了。和庆15年夏，大禹王朝与鞑虏发生激战，以15万铁骑力挫敌军10万，史无前例，全歼。他早就去苏州锤金砖去了，封京的铺子都是我在管，天天真累啊。首先你还嫌累？你不是说要把九针坊开遍全国各地吗？现在不作数了？作数当然作数，就像二哥说的，怎么能只赚封建人的钱呢？要赚就得赚整个大禹王朝的钱。关景县残破不堪，15万将士各有损伤，盔甲破损，长刀卷刃，这些都是用钱的地方。好在仗势赢了，还赢得漂亮。10万骑兵的损伤足够他们3-5年恢复不了元气。只是老三的信里说，死去的人太多，到处都是残肢断臂，他没能找到二皇子跟方远的尸身。找不到便找不到吧，功过不能相抵，他害了无辜的将士性命，
也该与万千将士共葬。我没办法评判二皇兄跟方远的对错，也许有些手段并不光彩，但身在权势中，完全光明磊落的又有几人？只是有些不堪，既然做了，就得承受揭露的骂名。遗憾故事没能如祖父所期许，祝家人兄弟友携手相助。开心点，大战告捷，将军和老三都可以回家了。真的吗？等到三哥回来，我们都会在这座城里陪着五哥的，对吧？他一个人不会寂寞的，对吧？小将生，有人来酒镇房谈生意。你来了。这些是几日的食物与水，好好活着。哼，你将我囚禁于此，却又让我好好活着。外人可知许大人如此藐视王法，如此漠视纪律。让你好好活着，不是让你活，我是看在阿恒的面子上，留你见他最后一面。不，你不能带他来，你杀了我吧，你让我死，我把命赔给你，行不行？不行，你若是敢自裁，我就去安水郡将孙家灭了。好好活着吧，这是你的惩罚。江生说到做到，当真在周遭城池置办起了酒珍房分铺。这风从南到北还能不一样？我看是姑娘在风京闷久了，借着机会出来散心呢。姑姑这话不对，你仔细闻闻，风里真有股香气。老板，这是什么？这是绿豆面做的不翻，咱们洛阳郡的特色不翻汤，用好多种配料制成，客人来碗尝尝。来5碗。江生喝了个底朝天，仍然意犹未尽。行了，姑娘，咱们还得去附近的村子看看呢，别耽误了开店。再说了，这会儿吃饱了，遇见更好吃的可怎么办？敢问诸位客人要去村子看什么？是要买地还是落货？都不是，就是过来随便看看。那你们往城南走走吧，我家就在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几人停在村东头的一户人家跟前，听着里头男人的呵斥声、女人的哭叫声、孩子的嚎啕声，以及物品的破碎声。去踹！得嘞！里头的哭闹声戛然而止。你们不要命了吗？敢踹我家的门，你们赔得起吗？没有1两银子，绝不能罢休，赔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好家伙，欺负人欺负到我刘二狗头上来了，不给钱就赔命吧！江三已经准备好抬脚了，却看到一个鼻青脸肿的妇人冲过来，阻拦道：“孩子他爹不能动手，不能啊！不要打我阿娘，不要打我阿娘了！”妹妹呀，怎么就不和离呢？怎么就非要过下去呢？姐姐呀，和离之后，我的孩子该怎么办？丢下舍不得，带着养不活，我总不能自私的拖着孩子去死。倘若我能为你提供个吃住的地方，你可敢和离？倘若我能助你活下去，你可愿打破枷锁？好。刘二狗还在旁边骂骂咧咧，叫嚣着告官，要将这群人送进大牢，殴打致死。去告啊！太子是我哥哥。姑娘，你那个腰牌真好看，太子殿下给的，拿出来给咱看看呗，摸一下也行。去，那是太子的信物，天下只此一块，高举如太子亲临。就一块啊？太子殿下把信物给你了，拿什么证明自己啊？姑姑，你也要嫁人了？东家在说什么话？这都要当外祖母的人了，哪有那些晦气心思？那你……好东家，我是想问你，这洛阳郡酒珍坊的掌柜可有人选？你看姑姑我可有资格？原来是因为这个呀！苗姑姑啊，苗姑姑，酒珍坊我根本就没有顾掌柜。倘若你愿意留下，那是最好的；倘若你不愿意，我还得从风京派个人来嘞。我还以为你担心我是个女子，
不放心呢。姑姑哪里的话，我也是个女子，张姑姑也是个女子。这世间的事情，男儿做得，女子也做得。姑姑的能力我看在眼里，交给你我放心。临走前，大丫依依不舍地送：大丫姐姐嫁人得擦亮眼睛，若是那徐姓小子欺侮了你，只管跟我说一声，咱们九真坊的姑姑姨姨们一人一口唾沫，也能噎死他。我记住了，东家也要保重。大军真要回来了，真的凯旋了？那还能有假？10万鞑子被歼，几个将军可立大功了。那什么时候能到啊？估摸着就这2天。三哥回来了，爹爹回来了，我要回家，快点回家。姑娘，咱们是先回小院还是回江家？看路程，路过哪里就先回哪里。傻囡囡，上次你爹是心急见你，才连夜快马加鞭，比大军提前几天赶到。别着急，别担心，很快就回来的，也别伤心。伤心？我不伤心。祖母放心，爹爹没能提前回来，我不会伤心的，最多就是一点点失落。我会等爹爹回来的。乖囡囡，那我们一起等你爹爹回来。老夫人，姑娘，将军回来了，大军回来了。爹爹。好啦好啦，等他们回宫续完职就回家了，不要因为伤痕难过，能回来就是最好的，不是吗？他等了不知道多久，一身铠甲的江继祖终于出现在府门前。爹爹你这孩子，等爹爹洗个澡，刮个胡子。我就说妹妹一定在这。愿赌服输，把你从达鲁手里缴获的利刃借我玩玩。给你，妹妹是来看大将军的，又不是看你，高兴个什么劲？那个不一样，说明妹妹还是以江家为先。小江块，前些日子在皇城门口，我可听见了。你什么时候再叫我一声哥哥呀？哥哥，谢谢你活着回来了。我决定不跟你计较那么多，只要你们活着，活着就好。几位公子先别叙旧了，赶紧换衣洗漱。方公子也别担心，江府都把你的东西备好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三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现在可是将军了，此次大捷，五哥肯定给你特封行赏。你这会儿不摆少年将军的谱，什么时候摆？二哥真幸运，运金砖的路上听到大军凯旋的消息，总算是赶上步伐。对，差点错过热闹。走吧，去奉天府大牢，出发。方怀仁，那个昔日金銮殿上趾高气扬的方家重臣。大哥是你吗？大哥。看清楚了，我不是他。我大哥死了，他死了，我应该高兴的，可那是我亲大哥，他对我那么好，我不能伤害他。我母亲对你不好吗？她作为长嫂不够格吗？你凭什么伤害她？凭什么迫害她？你回答我，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家到底谁对你不好？就为了那所谓的权柄？我父亲在外征战沙场，方家几乎都握在你的手里，你有什么可不满的？你害死母亲追杀于我，甚至连祖母都搓磨死了，你到底想做什么？这个方家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你说呀，你说呀！我说，只要你告诉我远儿的真实下落，我就全都告诉你。因为方怀仁疑心自己不是亲生的，明明两兄弟一起长大，老夫人却总是偏心大方，连带着偏疼你都要超过远儿。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好，一直梦见你父亲怒斥他，
不愿再与他做兄弟。身为方家的掌权人又如何？他迫害了嫂子与你，也害了我的远儿，他活该遭报应。主事，你闭嘴！闭嘴！你闭嘴啊！是他们先偏心的，是他们先伤害了我，他们活该有今天，这是报应，是报应！凭什么要偏心？凭什么不爱我？凭什么连小妹都要偏疼？凭什么呀？因为你本来就不是贺氏肚子里钻出来的。祖母，我与贺氏是手帕交，当年就劝他，庶子就是庶子，嫡子就是嫡子，不要混淆在一起。他不听，非要把庶子当嫡子养。可血缘之间的亲昵是多少陪伴都换不来的，他也不是圣人，总免不了偏疼自己亲生的孩子。庶子若是知道身份，你的好便不是理所当然，甚至感激涕零。庶子若是不知道身份，你偶尔几次偏疼就能产生愤恨，不仅连累了嫡子，还伤害了自己。贺心，你糊涂呀！你说你养出那么个白眼狼，还连累媳妇与孙子，你后不后悔呀？整个牢房鸦雀无声，无人回应。我知道你不会轻易相信，我一个手帕交不值得信，贺家人的话总能相信。当年姑母确实只生下一子，你是贺家陪嫁丫鬟生出来的孩子，你母亲大出血，撒手人寰，姑母念着主仆情深，才将你视作嫡子。哪知后头会造出那么多恶念，伤害那么多人。姑母生前应当是后悔了，给贺家传消息，想把真相公布。可贺家刚收到消息，姑母便撒手人寰。三哥，我们走吧。地牢里阴暗，没有我喜欢的阳光。你刚刚答应我的，还没有告诉我的远儿，他到底怎么样了？他在哪里？在边疆，与无数边疆战士葬在一起。还是太阳好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下雨天你也想睡觉？江生老脸一红，再不好意思伸展双臂。姑娘好啊，姑娘怎么那么好？这姑娘多大了？可有婚？知道贺家为什么那么宝贝贺心，也就是小恒的祖母吗？为什么？因为姑母是我们贺家6代里唯一的女娃娃，这么多年了呀，就没见过第2个姑娘。贺大人，前阵子郡守夫人来我这里请过平安脉，似乎有了身孕。打道回府，快快回府！贺家接纳郡守夫人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如果郡守夫人能生个女儿，想必会成为贺家的功臣。老三，我有事情想跟你说。能让两人神神秘秘的，也就只能是囚在远郊的王玉瑶了。院落里的王玉瑶依然在枯坐，明明年纪轻轻，却已暮气横生。你又来了。只是这次没有许墨的回应，也没有搬动的食物与饮水。王玉瑶奇怪回头，映入眼帘便是身姿笔挺的少年将军。徐大人，你好狠的心啊！你要杀要剐随便，你却非要诛我的心。阿恒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好多年没见过你了，我想跟你说说话，好不好？回答他的是方恒满身冷凝。我知道你恨我当初那般逼迫你，我也不想解释太多，我只是……方恒面无表情，既不回应，也没有阻拦，似乎想要看他玩出什么花样。王玉瑶尝试挽个剑花，失败以后自嘲道：
果然，练武须勤。当初你教我的，几乎全都记不住了。你恨我，对吧？你应该恨的。他最后看了眼湛蓝的天空与刺目的阳光，反手将利刃送进自己胸膛。你恨我吧？我本来就是罪有应得。我没有恨过你，你做的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只是不喜欢你针对我的哥哥弟弟与妹妹罢了。哦，原来是因为这个。我要说，因为我嫉妒，你信吗？我嫉妒他们可以那么自在地跟你在一起，偏向你，而我只能迫害你。阿恒哥哥，我看见爹爹了，还有姑父，他们笑着说要把我许配给你，做将军夫人。可是命运为什么喜欢捉弄我？我做不成将军夫人了，我要走了，去见爹爹、姑父、姑母。我要告诉他们，你过得很好。小五，大哥想求你一件事，你可不可以将我派回安水郡做郡守？为什么呢？大哥，你要丢下我们了吗？当然不是。如今天家缠绵病榻，权力倾斜在太子府，按说你这里更为重要，但是有孙小生在，有齐淮安郡在，足以撑起半边天。前些天我收到消息，现任安水郡守因贪污行贿被关押，新郡守继任还需一段时间，我想着去暂待一段时间。有些事情得早点解决，总不能让恶人逍遥自在太久，总不能让故人永远沉眠在异乡山头。好，那大哥你早去早回。小五别担心，你登基那日大哥会回来，会守着你，陪你加官加冕。不是，就这么商量妥了？大哥要跟五哥分开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要跟着大哥一起，在遥远的安水郡，我也有事情要处理。金砖的事情板上钉钉，我正好去安水郡做点新生意，顺便看看我的豆角们。我那还有个医馆，没了吴大夫佛照，也不知道情况如何。